第三角边境，森林秘密研究所地下研究室，小平米空间，狭窄逼仄，室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6年了，一直研究不出他身上的神奇能力，上头已经很不高兴了。这次要是再没有进展，他的研究经费会立刻停止的。shit！ 当初他凭空变出东西的能力，我们都是亲眼看见的。那又怎么样？研究没有进展，继续在他身上撒钱那就是浪费。他对我们来说也跟废物毫无区别。当初把他买下来就花了100万，再加上耗了这么长时间所花费的研究费用，妈的，那些钱全部打了水漂了。最后一次，如果再不成功，编号0实验品废弃。教授要怎么做？老者回头，活体解剖。4岁生日那天，父母把他带到了这儿，说只要他能给他们变出个东西来，就买甜甜的蛋糕替他庆祝生日。他变出一个很好吃的梨子，期待地看着爸爸妈妈。可是那天没有生日蛋糕，他变出东西后，这些人就出现了。爸妈拿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离开，谁都没有看他，没想起要带他走。此后6年，他被关在这个玻璃房子里，像只猴子一样供人研究，不断的药物注射、血髓抽取、机器透析、手术，他成了这里的实验品。编号0，天生无共情能力。小崽子，天天这副死人脸可真没意思啊！笑一个，哭一个也行。有人靠近手术台，伸手便往他脸上抽打，妄图用疼痛让小女孩变脸呼叫。这个崽子天生不能共情，加上神经末梢被破坏，根本不会哭也不会笑。你又不是不知道。又有一人靠近，想要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将锋利手术刀狠狠扎上她大腿。小女孩反射抽搐了一下，漆黑眼珠缓慢移动，不叫不哭。看吧，还是这副死样子。哎，待会儿活体解剖，你们猜他会出现什么表情啊？等会儿，我录下来，嘿嘿，肯定会非常精彩。刀子划过皮肉，很疼很疼。小女孩瘦得凹陷的脸因为疼痛终于逐渐扭曲，黑眸一点点蔓延上诡异猩红，一旁显示仪上线条跳动骤然加快，滴滴滴地发出警告声。教授，他可能撑不住了。不用理会，继续。显示仪警告声越来越急，像是要破开仪器冲将而出，空气中看不见的波动因子飞快的凝聚、旋转、发热，轰的一声爆炸巨响。森林深处蘑菇云腾空，地下研究室被炸得粉碎。洪德23年，仲冬，数9寒天，北地的雪下个没完没了，寒风嚣张呼号，所过之处卷起一地的雪沫子。禹州跟象州交界处的大槐村，一声细小啼哭声传出。那声啼哭夹杂在风寒之中，虚弱的跟猫叫似的。午时得闲，村里正在烤火御寒的碎嘴妇人揣着手往某个方向瞥了一眼。估摸是苏老大家的牛栏，家里穷得连耗子都不光顾，现在又生了小崽子，也不怕养不活。哼！你管别人家崽子养不养活啊？待会儿去把屋顶上的雪扫一扫，这几天雪下个不停，积得太厚，得把房梁子压塌了。被男人逮着一顿训斥，妇人这才撇撇嘴噤声。妇人说的苏家，距他家就隔了2户，是大槐村最穷的人家，家里只一个破小院，8掌大的院子，3间房。此时破小院里传来老妇人的呼喝声：“生了！秀儿，你送送稳婆，再去灶房打盆热水过来。老二家的，进来搭把手，把屋给收拾了。哎呀，老爷们们别在门口阻地方，都去灶房前待着。”堂屋灰扑扑的门帘子立刻被人挑起一角。稳婆掂着手里6个铜板，无声撇唇，一刻也不想多留。年约20多岁的清秀妇人跟在后头，小心地把她送出门，无暇自苦，紧脚又去灶房打了一盆子热水回屋。苏秀放好热水盆，边卷起袖子忙活，边问了一句：“娘，男娃还是女娃？”“女娃。”“真好，咱家又多了个女娃娃了。”“好什么好啊，女娃生下来就是受苦的命。”苏家老妇用襁褓把小娃儿包起，粗糙变形的手在娃儿身上轻柔地拍了拍，这话听起来像是嫌弃。床榻那边刚生产完的刘月兰跟帮忙收拾的苏二媳妇何大香，妯娌俩却接婉唇一笑。嫁到苏家这么多年，
他们还能不知道婆婆是什么性子，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片刻，苏家老妇突然眉头皱起，这腰宝咋没动静了？就刚出来的时候哭了一嗓子，别是冻着了吧？刘月兰顾不得身体虚弱，挣扎着想坐起来，又心焦又心疼。娘，你把腰宝给我看看。苏秀跟何大香已经把手里的活一扔，几步奔了过去。结果恰好对上小娃儿缓缓睁开的眼，漆黑莹润，还透着刚变换环境的呆滞茫然。大嫂，你别被娘给吓着了，腰宝好着呢，眼睛又大又黑，精神又机灵。哎呦，腰宝乖嘞，不爱哭不吵人。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明明在实验室爆炸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为什么现在又活了过来？不想当人了。苏老汉、长房苏江跟儿子苏安，二房苏和跟俩崽子苏文、苏武齐刷刷地杵在房门帘子外头。隔着门帘，苏老汉扬声问了一句：“老婆子咋样了？大人娃子都好吗？”腰宝已经生下来了，母女平安，要咋才叫好啊？屋里立刻传来苏家老妇啐骂声，问一声就被顶两句。苏老汉清了清嗓子，默默退下了，心里是安心了。母女平安，知道自己多了个女儿，苏大脸上溢出喜悦憨笑。娘，我挑帘子瞅一眼。啪的一声，手背立马火辣辣的。瞅啥瞅啊？这天冻得狗都不挪窝啊！你掀了帘子，冷风呼呼的往里灌，刚生出来的崽子能见风啊？也不是第一回当爹了，咋还屁事不懂呢？滚去灶房，把米缸里的米淘一把出来，熬点米汤，先给腰宝吃上一顿呢。老二，把家里那只老母鸡宰了，炖锅鸡汤端来啊！娘，给腰宝熬点米汤就行，老母鸡就留着吧，等天气暖和了还能下。我当家还是你当家呀？那只老母鸡半月不下蛋，留着也是白糟蹋米粮。眼瞅着婆婆沉了脸，老二媳妇儿忙悄悄杵了一下刘月兰的手臂，示意她晋升。平时妯娌俩负责煮菜做饭，家里什么光景他们是知道的。那只老母鸡算是家中唯一值点钱的活物，婆婆会这么说，不过是找由头给大儿媳补身子罢了。刘月兰眼圈微红，没再吭声，心里领了婆婆的好意。外，苏大也微红了眼眶，在为人父的喜悦过后，紧随而来的是生活窘迫的心酸。苏老二见状，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这种时候别矫情，我去逮鸡去。苏大擦擦眼角，带着3个小的也往灶房走。行，我烧水。苏老汉背着手站在门帘子旁没动，等孩子们都走了，才溢出一声叹息，扭头看脸屋外纷纷扬扬的雪花，眉头紧锁，还杵这干啥呢？门帘挑起一角，苏老妇的脸出现在帘子后，怀里襁褓中隐约可见刚出生的小娃儿粉嫩侧脸。苏老汉眼角笑褶子堆了起来，知道老伴儿是特地抱娃儿给他看眼解馋呢，眼睛粘在小孙女小脸蛋上，欢喜又不舍。苏老汉道：天冷了，快把帘子放下，别让娃儿见风。我瞅着这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待会儿我出去把屋顶的雪扫一扫，门窗加固一下。对了，老婆子，我的箭筒你放哪儿去了啊？大嗓门从帘子后面传过来：什么箭筒啊？没有。善善摸着鼻子退下，从屋里找出把子竹扫帚扫雪去。腰宝把这一切听在耳里，咂咂嘴巴，闭眼睡了过去。再醒来，鼻端一股淡淡米香。妹妹醒了，阿奶娘，妹妹醒了。随着一声奶声奶气的叫喊，呼啦啦围过来一大群人。腰宝还在懵懂状态中，感觉到有双手将他轻柔地抱起，贴近后气息温暖，又让他莫名亲近。他愣了一下，这种感觉好陌生啊，印象里他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对待过。娘，米汤，快喂妹妹喝，妹妹饿了，她做嘴嘴了。妹妹饿了，我端米汤，我端。担心俩娃子把米汤打洒，一只大手抢先一步拿起了米汤碗。去，都别闹了啊！万一弄洒了，妹妹就没得吃了。何大香小心翼翼地端起米汤。弟妹，我来。你来什么来啊？粗手粗脚的老爷们儿，别把米汤喂到腰宝鼻子眼里去！哎呀，边去！苏老妇端着粗瓷碗走进来，飞快地把帘子放下，一嗓门把汉子喝退。腰宝我来喂。又对凌月兰说道：鸡汤熬好了啊，你趁热喝，紧着腰宝下顿能喝上奶。鸡汤端进来，空气中立刻充斥着诱人香气。鸡汤啊，鸡肉啊，他们好久没有吃过肉腥了，只是站在一边眼巴巴地盯着那只粗瓷碗，懂事的让人心疼。何大香见状，连忙招呼着把仨娃子带出去了。苏老妇接过腰宝，压着心酸没往3个孩子那边瞧。腰宝也饿，他已经先等不及张嘴，吧嗒吧嗒嗦得飞快，看着倒是安静，吃起东西来跟饿虎扑食似的。
哎呦，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苏大夫妇眼光光的瞅着闺女吃东西，瞅啥瞅啊？老婆子带大好几个娃了，还能喂不好腰宝不成？赶紧喝鸡汤，娃儿等着喝奶呢，再放就凉了。该吃吃，该喝喝，用不着留点给这个那个。外面几个小崽子都几岁大了，不跟妹妹争这口吃的，心疼他们，以后从别的地方找不就是了？日子还长着呢，腰宝也要长。吃吧，等冬日过去开了春呐，我往山里多跑2趟，一定给几个娃儿跟家里弄点肉回来啊！刘月兰低头轻应，眼泪悄悄盈于眶，强忍不掉下。雪崩了，快跑！爹跟娘呢？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别废话，赶紧跑！临近傍晚的大槐村，遍地哀鸿。不怕不怕，小宝不怕，娘在呢哈！苏老妇清点人数，家里人全都齐活，这才狠狠松了一口气儿。裹着娘，行了，哭什么呀？掉眼泪伤身，别回去啊！大家都活，这就是大好事儿。让人庆幸的是，雪崩向另一个方向，村里人大多人跑了出来，没有伤亡。那边是徐家村一个村子吧？是。腰宝静静地睁着眼睛，眼底是旁人看不到的平静冷漠。从傍晚等到入夜，苏老妇看着已经许久没有动静的雪山，咬牙走回家。苏家一片狼藉，老二家的找点木柴，先在堂屋生个火堆，让孩子们暖一暖。老大老二收拾屋，看看还有什么剩下能用的。还他爹，你去修门窗，我到地窖去看看，得扒来点东西，弄点吃的才成。等家里收拾好，明儿你去隔壁村秀儿夫家看看情况啊，有能帮忙的就搭把手。知道了，娘，我明儿一早就去。遭遇雪崩后的害怕惊惶，再回到家之后也渐渐淡去。家永远是能让他们安定的港湾。娘，妹妹睡着了吗？妹妹还没睡着呢，你们可以靠近点看。哇，妹妹长得好丑，妹妹的脸肉嘟嘟的，全是肉，她长得好小哦，脸好软，滑滑的，好好摸，给我摸一下。我也要，我也要。妹妹好可爱哦。哎，来，爹抱抱。腰宝被转移，从一个怀抱转到另一个怀抱。腰宝，闺女，我是爹爹。哎呦，我家腰宝可真乖呀，当真是一点也不闹人，不像你哥哥小时候皮的不行啊。兰，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儿，我想进山一趟，能不能找点吃的回来看看？说什么？月兰，你小声点，听我说，家里没吃的了，地窖里存的2袋子红薯，昨天被砸得稀烂。哎，昨晚娘在灶房废墟下面扒拉了半天，只拔出一小袋子还能用的黑面。家里这么多张嘴，那点黑面撑不上3天。还有你的身子已经伤着了，没东西养一养也不行啊。而且你没吃的，腰宝就没吃的呀。我要是不寻思门路，我们这一大家子可能全都熬不过这个冬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呀。我可以回娘家跟爹娘哥嫂借粮，我身子骨没事好着呢。你别进山啊，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熬冬的。月兰，你娘家那边日子不比咱们家好多少，何况救急不救穷，长贫难顾啊，我们还是得靠自己。这次听我的，行吗？你只会捏我这个软柿子，爹娘呢？你怎么交代啊？娘让我早上去秀儿夫家看看，到时候啊，我直接从那边进山。娘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你不知道。你放心吧，我惜命啊，有你跟一双儿女在家里等着我定会回来。快则3日，慢则5日啊！娘，苏大寿明天要进山，兔崽子，以为当了爹，老娘就不收拾你了？你敢进山找死呢？等着，老娘现在就抽死你一了百了，省得还得进山给你收尸。娘，别打了，别打了，家里马上就要没粮了。没粮了，所以你去送死呗！啊，给家里请口粮啊！苏老汉抱着扫帚，默默堵死一个角落。苏二从媳妇儿手里抢过擀面杖，守住另一脚根据地，狠狠的煽风点火。娘，看见了吧？以前你还说老大憨虎实在，他主意大着呢，都敢打主意偷偷进山去了。以前也没看出来，你还会挑拨离间啊！彼此，人不可貌相。这几天你好好在家待，早上秀儿那边也不用你去了，换老二去。娘，家里粮一断就真的没吃的了，离开春呢，至少还有3个月。腰宝看了一出热闹，安安静静的。不知道那棵梨树还在不在？如果在，如果还长着果子，那就有吃的。房顶又破了，下冰雹了？娘，没下冰雹，下梨了。腰宝不怕啊，阿奶在。这些梨子是老二从山上带回来的，你们怎么说？娘，这梨子就是我带回来的，为了摘这几个梨，我摔了好几跤呢。娘，明明梨子是我跟老二一块摘的，你怎么只揍我不揍他呢？娘说往东，我从来不往西。娘，我数了数，一共有9个梨。腰宝现在太小，还不能吃果子，正好各咱们一人分一个。我先把梨捡起来啊，这么好的梨搁地上糟蹋了。咱们腰宝这是来报恩了。哎呦，老婆子，你快放手，孩子们都看着呢。我啥都没说，你咋就动上手了你？啊！破晓将至，苏二夫妇拎着一篮子梨先回去补眠了。苏老妇走前又低头贴了一下小孙女的脸蛋儿。宝啊，以后什么都别做，只管好好的长大。这个家有阿姨阿奶，有你爹娘，还有二叔二婶儿，万事自有大人操心，晓得不？你干啥？
自个儿闺女你怕呢？你这个当爹的连二弟跟大香都不如。瞎胡说！老二跟弟妹走的时候，脚下打着飘的，你没看见啊？那两个不过死要面子，硬撑罢了。再说了，我怕什么呀？我是想沾沾闺女的运气，说不定待会儿我一挥手也能挥出东西来，正好给你补补身子。你说咱闺女到底什么来路啊？不管什么来路，都是我闺女。那是你10月怀胎生的，谁敢说这不是咱闺女？我揍着她大牙！知道家里要断粮了，会给家里变吃的。哎呦，乖宝嘞，可招人疼了。妖宝闭着眼睛躺在娘怀里，思绪一沉，进了她的空间。妖宝对空间是厌恶的。以前她的空间只有爹娘睡的房间那么大，里头除了一棵梨树，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一大片广袤平原，梨树还在，就在她跟前儿，树上挂着的梨果压弯枝头，清香扑鼻。梨树不远处是一条蜿蜒潺潺的溪流。怎么空间还变大了？变得这么大？辰时天光破晓，见是一妇人尖利刻薄的嗓音：怎么，我哪点说错了？咱大槐树村在雪山下这么多年，我嫁过来也几10年了，就没出过雪崩这种事儿。结果你家赔钱货一生出来就闹雪崩，村里哪家房子没被祸害？崩的崩，裂的裂，它就是个灾星。咱们大家伙的损失就该你家来赔。哎呦，我呸！真是棺材里面伸出脑袋来，死不要脸了。正好今儿个老娘也有话说，自打你嫁到大槐村，我苏家就没一天能发达的。你家院子两边门户个比个的穷，你爸不是天生扫把星带晦气啊？谁跟你家沾边，谁穷的底儿掉。你先把你自己身上的晦气洗洗干净，去大佛寺开个光，回来了咱把这几10年的账好好清算，一个铜板你都别想少。呸！放你的屁！别人家穷干我屁事？整个大槐村哪家不穷的？凭什么怪到老娘头上？哟，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啊！帽子扣到你头上你就急跳脚了，帽子扣到别人头上的时候你倒是不亏心啊。这边削尖了脑袋钻钱眼儿，那边有个猪栏，你是不是还要爬进去找屎呢？苏兰氏，你不就仗着有个远亲当大官才敢这么横吗？也不看看这么多年了，人大官瞅没瞅你家这穷亲戚一眼？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里刨食吗？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说一道一，扯那远干啥？管好自己1亩3分地儿，别碎碎的跑到别人院里来。下次再让老娘听到你骂我妖宝是灾星，老娘撕了你这个老北京货！天天扫把星，吃软怕硬的，每次看着老娘底线来踩。刚才要是敢靠近一步，老娘就冲上去了。虚软怕硬，奶，好梨能吃了吗？我们等好久了。3个小馋鬼，吃吧啊，一人1个，小心别烫了舌头。老二，晚些去秀儿那儿把那2个梨也带上。娘，你跟爹还没吃嘞，你干嘛拿去便宜那陈家老钱婆呀？你当我乐意给他吃啊？这是给你妹子长脸，德行，叫你拿就拿，别那么多废话。这梨真甜，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果子。爹，二叔，你们在哪儿摘回来的呀？有的吃你就吃，哪那么多问题啊？不过这梨子确实很甜呐。哎，闺女心疼家里没粮，特地变出来的，那么小就懂得孝敬了。乖宝哎。苏老妇跟着老汉吃着梨，想到别处，妖宝还没起小名呢，要我看呢，就叫田宝了，怎么样啊？田宝，田宝，哎，好听，小名就叫这个。爹娘，要不干脆把大名也给田宝起了。大槐村念过书的人不多，苏老汉就是当中一个，上过几年私塾，算个半吊子。家里小辈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闻言自然不二话。田宝出生，家里就摘回9个梨，苏9梨，梨因同梨，不吉利，就叫苏9泥吧。9天之上，云泥之巅。他没想着孙女日后有多大造化，只希望她能衣食无忧，平安喜乐，这便是大福了。娘，妹妹有名字了，小名叫田宝，大名叫苏9泥，可好听了。妹妹，你高不高兴呀？哥哥这里还有梨子，可甜可好吃的梨，我特地留了点儿，没舍得吃完，给妹妹吃。不要吃梨，有口水，走开！忘记无果。妖宝脑袋一转，紧紧埋进娘亲怀里。娘，救命！好了，你们仨别闹妹妹了，妹妹还小，不能吃果子呢，你们留着自己吃。他双手轻柔地将女儿往怀里揽紧，这还是闺女第一回跟他表现亲近，可爱的他心都要化了。二带着2个梨子去了隔壁村，5时去，申时回。陈家那老钱婆真不是个东西，2个梨给他白糟蹋了。现在家家户户毛兜，哪家都是靠着存粮熬日子。为了不让秀儿难做，我还特地避开饭点过去的。就这，那人家还怕我蹭口吃的，帮他们家干了2个时辰的活，眼瞅着就要吃夜饭了，话里话外开始唱着感人了，说什么果子稀罕是稀罕，也就胜在这个解馋，在穷苦人家还顶不上1口饭1口猪金贵，他们家每顿饭都是精打细算省着吃。娘的，从头到尾老子就没打算在他家里吃他1粒米，受不得那嫌弃。何大香心头难让，特地给你留出1碗吃的，一早就猜到你得饿肚子。那个老钱婆不留饭让你白干活，把咱家汉子当白工呢，我看他省那1口能不能发大财。嘿，还是搁家里自在。行了，
往年哪回在他家吃得上饭了？秀儿嫁过去之后，家里有事他也时常回来帮忙搭把手的。看在秀儿面上，不跟他计较这些，先吃东西吧，啊，垫垫肚子。怎么回来没看见爹跟老大呀？拉柴火上集去了，要是卖出去换几个铜板，就能带点面回来。入夜咋这时候才回来呀？不知道越夜越冷啊？这东西要是卖不出去，就先回来，夜路难走，免得掉进沟里。咋了这是？娘，我爹摔着了。哎，别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什么大事儿。喏，这是卖柴火换的半袋子面，拿去放好去。哎，咱回来半道上木车打滑，爹为了保住这袋面才摔的。老二，你去请郎中，大香烧锅热水。哎呀，不用请郎中，我没事儿，别白费那银钱。你闭嘴！苏老汉立刻安静如鸡，小辈们各自领着使命散去。他们苏家从老到少，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婆婆生气发飙。待会儿郎中来了，你把这个抵诊金跟药钱，家里这光景，娘手里肯定拮据，他又不是个会跟儿子媳妇开口的，你机灵一些啊。媳妇儿，这个是你的陪嫁呀。哎呀，我平时也不带这东西，放着不过是死物。行了，别多话了。公公伤势怎么样？严重吗？爹的腿伤得比较严重，腿骨可能折了。媳妇儿，这耳环我拿了，以后一定还你一对更好的。一家人说什么还不还的？你去看着公公吧，我不方便过去。元宝，爷爷受伤了，你是个有福气的娃儿，娘跟你一起祈愿，让爷爷快点好起来，好不好？B 扎进空间里去了。伤了腿要怎么吃？要吃什么？走到菜园子旁进观，边看边摇头。奇形怪状的红色菌子，长着紫色花朵的藤蔓，这种是野草。白色莲花不能吃，小红果长得挺好看的，让它继续长吧。溜达一圈没找到一颗能吃的青菜，田宝肉眼可见的失望。田宝回到梨树下，只有你最有用了，谢谢你，老黎。郎中请来了。哦，骨折了，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养着。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这期间啊，切勿乱动啊！我那里药材不齐，有些药材需要到镇上的药铺去买，你们照着药方开药即可。石大夫，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您请一并说了，我们好生记着。不用太紧张，伤者除了骨折，幸而未有伤着其他的，只要按时给伤处换药，做好包扎，在床上好好躺着，避免乱动影响骨头重合就可以了。石大夫，家里加贫，您看用这个急诊金可行啊？哎，乡里乡亲的，这次过来也仅仅是开了个药方，这诊金啊就算了，待日子宽松一些，到时候再把这份人情给还回去吧。啊，这个你先拿着，顶过这段时间，总要先把爹的腿养好，其他的日后再说。哎，以后啊，娘把叶兰、大香当闺女疼，不一直当闺女疼吗？娘，您要不说这句话，我都快忘了我才是亲的呀。娘的想田宝会笑啦。田宝顿住，他笑了。杨乱讲，他没笑。为了肯定自己没有笑，并且不让娘继续笑话他，田宝小拳拳一挥，保安亲眼看着地上滚动的梨子越来越多，笑容渐渐僵硬。田宝满意了，这才收手了。地上的梨已经多得想进来的人没法下脚了。这么2大筐子，他们就算一天3顿的吃，也得吃上10来天呢。最后苏老妇咬牙拍板，拉镇上去，把这些梨给卖了，先把家里老头的药给拿回来。老婆子，你把田宝抱来放我边上睡，我搭着被子还能给他暖一暖。田宝要是醒了，你喊我一声啊，我再把他抱过去。嘿，好嘞。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咱田宝啊，那一身神通，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嘿呀，你这小家伙感情装睡呢？哦，田宝听不懂福兮祸兮啊。哎，别急啊，阿爷好好跟你讲。有句话呢，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像咱们田宝，这本来是个普通无辜的小老百姓，但是呢，因为你有幸拥有大神通，贪心的坏人就想抢夺过去占为己有。他们能为抢走你的东西，给你安很多罪名，用很多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福兮祸兮是这个意思。所以田宝啊，怀有瑰宝，说话行事就得越小心翼翼，不显山不漏水，凡事低调不出头，才能保护自己。箩筐空了，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嘛，肯定能卖出去，还得爹是不是？是，卖光了。光了，卖光了。肉，
苏二挨个拍了拍三小只脑瓜子，从米袋里掏出个油纸包。苗长帽子，这回给你们特地带好吃的了。两个败家子，家里什么光景啊？让你们出去卖点东西，转头买回来这些，挣的不够你们霍霍的，一个甭跑啊！老娘今儿我抽死你们！娘，先别猛打嘛。除了药包跟豆粉粑是咱们自己掏钱买的，其他的都没花钱。镇上大户买光了咱家的梨，尝了尝觉得好吃，这一高兴啊，就把这些都给赏下来了。娘，要不咱先吃饭吧？我跟老二一来一回，中间没顾上吃东西，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都。吃饭，晚上煮肉，那条鱼拿来炖汤。月兰坐月子没吃着好东西，又受了冻，得补。鱼？夫妻俩瞳孔地震，坏爹爹，下次再偷亲他还拿鱼砸他下巴。元宝小小身影站在溪边，歪着脑袋淡淡看水里欢快的鱼群。我有好多鱼，这么多全给娘吃，能把娘的身子骨补回来了吗？冬季代表凋零，苏家深谙低调之道，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划过今天田宝满月，原本该办满月酒，请亲戚邻里过来吃一顿的，好好热闹一番。但是咱家这情况呀，不宜打眼，我寻摸着就咱自家庆祝一下，以免不生枝节。你们觉得呢？都听娘的。就这么办吧。苏家小院里其乐融融时，紧闭的院门被人敲响了。两位差爷，不知是有何事啊？可是大怀村苏家前通正司参议苏良是你家族亲。前通正司参议苏良为官期间私结党羽，祸延逆行，蔑视朝纲，视为奸逆，数罪并罚，判抄家，全家流放千里，终生不得复仕，连坐9族。籍贯禹州大怀村苏强一家获连坐之罪，一并流放。公文已经宣读完毕，现在命苏强一家前往镇衙办理留籍，即日前往雍州边地应罪。平日里谁家出个小偷小摸的被抓去衙门，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现在苏家可是全家流放啊，得去千里之外的苦寒之地待下半辈子，那种地方哪是人待的哟？可不是嘛，听说被流放的人好多压根儿就走不到地方，半路啊人就没了。苏家这一大家子拖家带口的，老的瘸着腿不说，这下面呢还有4个豆丁大的小娃娃。难呐！就算一家子能齐齐整整的到那流放之地，从今往后啊也都是罪极了。都说当官好当官好，寒门入室的好比礼乐龙门，门第是高升了，风光背后伴着的危险，寻常人却瞧不着。再说回苏老汉家啊，这次遭的是无妄之灾呀。当初我说什么了？他们家刚出生的小崽子就是个灾星，苏家老泼妇还死撑着跟我攀咬，现在应验了吧？大家说说，刚出生就闹雪崩，差点累得咱大怀村全村陪葬，刚满月又害得家里飞来横祸，全家流放，这还不是灾星啊？你们苏家可继续把他当宝吧，看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能不能好胳膊好腿的去到雍州。我说过吧，再让我听到你骂我田宝，老娘撕了你的臭嘴！我苏家反正全家流放，能活着命就是捡来的，跟你同归于尽一块儿死，老娘还多拉个垫背的，不亏！你有种当着我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苏老妇要动真格，吓得他飞快地往人群后面躲。老泼妇，你别以为我是怕了你，看在好歹相邻一场，今天我不跟你计较。这家门口泥泞小路，一路走到村口。苏老弟，妹子，村里以前从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村里人话赶话说的那些啊，你们别放在心上，大家其实并无恶意。你们这一去啊，以后想要再见面怕是难了，这是村里人的一点小心意，希望你们一路平安。郭老哥，这不成，你把东西拿回去。这种时候就别推辞了，雍州远得很，你们路上要用钱的地方少不了啊，就让我们尽尽心意吧啊！家里穷的叮当响，我把家翻了个遍，能用得上不易坏的也只有入冬后晒的一点菜干。你带上我说过的那些混话，你就当是个屁，别往心上去。不是我说你，你也是个脾气硬、嘴巴不饶人的。跟我吵就算，去了那边可得改改，碰上硬茬子，低个头不吃亏。好，所有恩怨下戏于此刻冰释前嫌。刘家来的是刘月兰的大哥、二哥，这是我跟老二打短工攒下的，你嫂子不知道，你拿着应急用吧啊！爹娘身子不好，我没让他们来，原本想带你回家，也算是条退路。但是你既然有主意，定不会听我们劝的。去吧，家里不用操心，我跟老二会照顾好爹娘的。夫车再次骑行。何家来的是何父何母2口子，皆哭得眼睛红肿。家里没什么好东西，
就是一袋子木薯粉，好歹能吃。亲家你们别见怪，大香这死丫头，性子大大咧咧，憨得很。我知道你们都对她好，以后还要拜托你们信誓旦旦了。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不管大香还是月兰，嫁进我家的媳妇儿，我都当亲女儿看待，也别说什么见怪不见怪的外道话。咱家现在这个境况，你们还能有心前来送行，老夫已经很感激了。是我苏家连累了大香跟月兰。苏家人终于到达禹州交界驿站。爹跟娘关心秀儿呢吧？往年过年到了年初二，秀儿就会回来了，一家子齐齐整整，热热闹闹的。这次咱出事走得急，连秀儿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哎，秀儿是外嫁女，幸免被牵连。咱家这种情况，不见面比见面好。她在陈家那边处境也不好过。陈德那个王八蛋，当初上咱们家提亲的时候，装的人模狗样，好话说尽的。老子要是早知道他是个耳根子软的怂蛋，他压根别想踏进咱们家门槛。行了，都闭嘴，还嫌爹娘不够心烦的？咱们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秀儿起码还能够待在岸上，往后的事儿只能往后再说了。老婆子，你听到没有啊？听到什么？秀儿在喊爹娘。净胡扯，这里离秀儿少说也几百里。爹娘，是秀儿啊！是姑姑来了。爹娘，我跟你们一块去遍地。我跟陈德要了休书，以后跟他们家再无干系，只要能跟爹娘在一块流放我也开心。你这个傻妮子！娘，我不傻，家里出事的消息当天中午就传到陈家了。陈婆子怕被牵连，当时就变了嘴脸，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嫁过去2年都没给他老陈家生下香火，叫陈德休了我。陈德是个耳根子软的，犹犹豫豫的跟我说，只要我肯让他把他表妹娶进门，他就保我在陈家有个位置。我没答应，直接跟他要了休书，从此跟他及陈家再无瓜葛。他想享其人之福，我却不愿受这等屈辱。以后爹娘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侍奉你们终老。做得好，陈家一窝蛇鼠，你跟他们划清界限，算是脱离苦海了。放心，爹娘有我跟大哥侍奉，二哥连你一块养，我还就不信了，不就是流放吗？咱照样能活得好好的。一家子再次齐齐整整，苦中作乐。是何人在那边喧闹？一群刁民！官家驿站门前岂是你们能够随意喧哗的地方？去，赶紧收拾了这些破烂，滚蛋！这位官也实在抱歉啊，我们这就离开。苏老妇忍着气，伏地坐小，看出了苏大苏二两人眼底的不服气。中年男人冷笑一声：等等，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到哪里去？把通行录影拿出来看看。瞧你们这身叫花子打扮，可别是四处流窜作案的流民啊！我朝有令，若遇身份不明的流民，可将其押送衙门受审；若遇反抗，则可就地打杀。官爷明鉴，我等并非流民，小民一家姓苏，受远亲连累，被判全家流放。眼下正是去前往流放之地中途，我等虽是戴罪之身，但是家里老老小小皆清清白白，从未犯过事儿，绝非四处流窜作案的流民。原来是一群罪犯呐，身上背着罪名，还如此不知收敛，竟然还敢跟我吹胡子瞪眼，下贱东西！来人，给我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谁都没有发现包杯里的小娃儿眼神冰冷，眼底浮动诡异的红光。住手！可是这些人扰着夫人歇息了。夫人稍等啊，我这就把他们赶走。张管事此言差矣，他们不过在此地休整，既未进驿站吵闹，也未有唐突过往旅客，得饶人处且饶人，缘何便要打要杀了？夫人有所不知啊，这些是家里犯事的罪犯，不谨小慎微，还敢言行放肆，当受教训啊！纵是罪名，自有官府定罪量刑。再者，他们是自行奔往流放地中途，也算遵法守法。管事并无教训他们的理由，说他们扰了驿站清静，这话听来更是强词夺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可从未听说过这官道是属于驿站，属于你这管事的，寻常百姓还待不得了。看夫人出身不差，却为何处处向着这些贱民说话？他们全都是戴罪之身，夫人出言开脱，这是要包庇罪犯吗？放肆！对贵人出言不逊，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小人有眼无珠，还请夫人恕罪。一场风波被贵人轻易化解，救了他们一家子免受皮肉之苦。苏家人齐齐跪地称谢。你们不必谢我，我也是被笑声吸引过来的。刚才你们与张管事的对话，我听了一些，陷入此等境地，你们尚能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依旧豁达和乐，实属难能可贵。此番就当因缘际会，恰逢有缘吧。夫人，
这是我们自家里带来的几个梨，最负感激夫人相助，这是我们一家仅有能拿得出手的了，请夫人莫要嫌弃。我听夫人有些咳嗽，将这些梨跟糖一并炖水喝，能润一润嗓子。这么新鲜漂亮的梨子，便是府城也难见到，你们有心了。夫人，外面风大，先进屋吧，免得着凉。现在也晌午了，再待会儿咱们就该启程。这时，一直被他牵在手里的小男娃突然挣开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刻福字葫芦玉坠，递到苏老妇面前。这是回礼，我阿娘咳嗽已有多日，多谢婆婆赠礼。哎呀，不可不可，这可万万使不得呀！大娘，我们家有规矩，礼既赠出，断没有收回的道理，你就收了吧，不然我这孩儿要耿耿于怀了。阿娘，小娃娃摸着好舒服。田宝小爪子攥起，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无神，这是我儿阿离，少有见他如此顽皮，唐突了。轻快笑声中，小男娃被美妇人牵着离去了，走远了。刚才走出去吹了风，凉着了。老奴知道夫人心好，想替那一家子解个围，这等事交由老奴去做也是一样的。您还非得自个儿亲自去，你看看渴得停不下来了。不妨事，歇一会儿就好了。嬷嬷，洗个梨我尝尝。夫人想吃梨，老奴拿去厨房煮糖水，吃热的好。等梨煮好，我不定已经没胃口了，就这么吃吧。这梨绝品，如果是普通人吃了这梨，或许只会感叹一句好吃。主子，嬷嬷，剩下的这3个梨让梨儿吃1个，另外2个好生收着，我留待慢慢吃。咽一口梨，可比1粒止咳丸更有用。好，好，老奴这就把梨好生收起，就放进老爷赠的那个玉匣子，那个保鲜更好，梨子能存放得更久些。阿娘，孩儿不吃，都留给阿娘。可是阿娘想跟梨儿一块吃，那样阿娘会更开心。小男娃想了想，就着美妇手里没吃完的梨，轻轻咬了一口。这样梨儿跟娘就一块吃了梨了。你呀，这倔性子也不知道随了谁。小主子是孝顺夫人呢，初时收了这梨，老奴也没做他想，如今看来，小主子赠了玉坠子回礼，倒是真不亏。夫人，既然这梨子您吃了觉着好，老奴这就派人去将那家人追回来，他们手里还有多少梨，我们全买了，也不叫他们吃亏。不必，他们既是去往流放中途，应该已经行走不少时日。可你们看这梨子，新鲜的，像是刚从树上摘下的，定不可能如他们所言是从家带来的，也不可能是路途中偶然摘得。美妇抬眸，眸中金光乍现。寒冬腊月，早就过了梨子成熟的季节，那家人身上应该是藏着秘密的，当是为梨儿积德吧。是，此处乃渝州边界，想要去雍州，接下来须得先后行经襄州、西州，还要穿过玉都古道。古道多悍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家人想要安全通过，怕是很难。夫人，让子衣去一趟，护他们过玉都古道，届时不用特地隐藏，事了后便回来。之后会如何，便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是，老奴这就吩咐下去。不知哪位侠士出手相救，请现身一见，老夫人跪谢恩人。无需言谢，奉命行事。我家主子感念那几个仙梨，命我前来护送你们过玉都古道。是那位夫人，此等大恩大德，叫我们如何是好啊？夫人心善，知道你们前往雍州，途中必要经过玉都古道，此地悍匪盘踞，危机四伏，不宜久留。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否则等马匪余党寻来，我一人未必能护你们全家周全。老大老二，快收拾东西，我们马上离开。在苏家人紧脚离开之后，又一群马匪后脚赶到，看着那满地的尸体，咬牙切齿，杀气升腾。大哥，无一活口，全部被东西刺穿喉咙，是什么人敢在我们的地盘上大开杀戒？全是一击毙命。是，等等，不对，胸口也有伤口，正在心脏，伤口极为小，看不出是什么暗器所伤，像是针呢。大哥，致命的伤口是2个。大哥，那个人一下子杀了咱们10几个兄弟，个老子的，咱追过去给兄弟们报仇。出口，把尸体埋了，回寨。大哥，就这么放过那些王八蛋了？你看看那2个牲口在说话，追上去！真要追上去，那不是报仇，是去送命。马匪悄悄离开了。
小事，这雨都古道有多少土匪啊？这条道我总觉得阴森森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他们是不是见人就一座山头一座匪寨？雨都古道总共33峰，除非有高手护送，普通人行经此地能活着走出去的少之又少。我的个娘哎！那咱们接下来岂不是还得遭遇诸多土匪啊？古道上各寨土匪虽然各自为营，彼此间也会相互通气。库林里的事情，这时候应该已经传遍各个山头，他们不会轻易跑出来触霉头的。土匪也是怕死的，何况你们身上着实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出来白送命。贾氏，这一路多谢您护送，不知能否告知您的名讳啊？我们日后向菩萨祈福，也好有个感恩的主。我家主子姓魏，到了流放之地，望你们依旧秉持谨小慎微，遇事莫要多言。雍州流放地秩序混乱，连朝廷都无力监管，尤其是流放之地旁边的风云城，乃恶人乡，切记告辞。走吧，咱们该继续赶路了。苏家人进城后不敢多看，直奔衙门，先去递交留级签到，之后听从安排。苏家人分到的任务是前往边城外西郊30里的土北山，负责开荒。爹娘，这个结果算是好的了。咱们泥腿子出身，打小就在地头打滚，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开荒种地的话，那可难不倒咱。可不是吧？听说被流放的人好多都分配去当奴役当苦力，开山挖矿，这么一对比，开荒算是好的了，起码不用挨打受气，不过是放咱们自生自灭罢了。再说土北山是个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咱当更谨慎才是。紧赶慢赶，一家子总算在天黑之前赶到地方，打眼一看，心瞬间凉得透透的。这他娘，咱就算把地给开出来了，能种活粮食啊？走快点，磨磨蹭蹭的找打呢！一群贱皮子，不见棺材不掉泪。别打了，别打了，官爷饶命啊！是高门苏家。哎呀，先找地方安顿，别杵在这儿碍了差爷的眼，也甭往上凑。咱认得人家，人家未必认得咱。趁衙差还没有注意到他们，带着一家老小飞快的避退。爹娘，山脚那边有10几户人家，应该是有人居住的。我瞧着周围有不少的空地，咱们在那个附近捡个地方暂时安顿，等明儿天亮了再想办法搭个屋子。只能这样了，捡地方的时候离那些屋子尽量远一些，别凑过去。咱初来乍到的，不知道那儿住的人都是什么人，远着些好。不少人家有人跑出来打探，转身关上屋门。这里的人情就俩字：冷漠。咱们车上要是有东西，我猜那些人会抢。娘，田宝，来点吃的，吃饱才有力气能干活呀。宝啊！田宝举起小手，在老夫人溢着苦涩的嘴角碰了一下。木车上空袋子鼓起，一早盯着袋子的苏大立刻咧了嘴。苏家人围坐在升起的火堆旁，边烤火取暖闲聊，偷偷摸摸的吃了一垫肚子。不用继续赶路奔波了，心里面踏实了不少。以后咱们就在这里住下，开荒种地，一家子齐心协力，怎么也能糊弄一口吃的。万事开头难嘛，明儿个先把住的地方搭起来，再熬个10来天就开春了。到时候再跑一趟监管所，打听一下在哪儿领农具跟庄稼种子，还有周围这些人家，应该是比我们更早流放过来的，已经在这里扎下根儿了。咱们跟他们主动打交道，熟悉之后也能打听到不少事儿。田宝人小，这些事情用不着他操心，他也操心不上，便又进了空间。爷奶爹娘他们吃了好久的鱼了，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是会腻的，要是能多几个菜色当然更好。靠近山脚的地方，朦胧白雾之后竟是一大片果林，各种果实缀满枝头，有橘红的橘子，有红彤彤的苹果。往里走，树木变得越来越密，终于看到走兽了。三角形尖尖的耳朵，冒绿光的凶眼，一身灰白杂毛，足上附利爪，屁股后头是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四目相对，我认得，你是狗，我没认错，你真的是狗狗啊，好像狗肉也是可以吃的。狗尾巴顿时僵在半空了。你样子太凶了，长得也大只，不容易烤熟，不要你。狗尾巴又摇了一下，咻地消失在丛林。野兔能吃，野鸡也能吃，要找兔子跟鸡。猫眨巴眨巴眼睛，伸手轻松抓住野鸡，另一只手擒住一只肥兔。收你们啦！一日一大早，这咋整啊？爹娘，我们建不成房子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又没有地方住了？哭什么呀？谁说没地方住了？待会儿爹娘就去把木材扛回来啊，咱肯定有地方住。我去监管处问问，旁边人家都能搭起房子，不可能整个土北山找不到一根木材。这时，一个着青灰袄子棉裤的中年妇人走出来。不用问了，监管处压根没人，去了也没用。被流放过来的人死活全看天命，能熬就熬，熬不下去就扔后山乱葬岗，一把火烧了了事儿。想上那儿去要木材，想什么好事儿呢？咋监管处会没人呢？会啥没人？吓破胆了呗！敢在土北山摆官威的管事儿，来一个死一个，死的多了，谁还敢来？
既然监管处没用，这满山遍野寻不到木材，你们的房子院子是怎么搭起来的？山上的树都被人砍了，当然寻不到木材了。想要木材呀，去风云城找人买。要是不敢去风云城，可以找我买。我院里还有很多建房材料。瞧你们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起码要建4、5间房，30两银子帮你们搞定。想好了可以来找我。30两？这都给你们算便宜的了。不乐意呀，自个儿上风云城买去，就怕东西没买回来，命落在城里了。想想30两买你们的命值不值？哼，别怪我没提醒啊。那风云城里恶人扎堆，一棍子打出去能砸到3个亡命之徒，没点本事呢，尽管有去无回。一个个的垂头丧气的做什么？大不了了不要房，咱就露天待着，再不行找个山洞也能窝。我就不信了，老天真要把咱活活逼死啊！再险再难，老婆子也要带着3个崽子，带着田宝撑下去。咱一起撑下去，一起撑。这些新来的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等再过一阵子，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北岳流放地好几个，最难混的就是土北山。阿贤，咱院里还有不少木材，与人方便，拿去给他们用了吧。没银子，老娘拿去当柴烧也不给。还有，你要再做烂好人，老娘跟你没完。阿贤啊，被流放来的人哪个能身上藏几10两银子？再说这些木材放在这里也占地方，你家人有老有小，几个孩子呢，给他们吧。不给。哎呀，你呀，你干啥去？我去叫他们过来搬木材。你敢？行，给，老娘亲自去叫他们来搬木柴成了吧？你赶紧回屋去，见风就咳，还嫌我不够操心的。男人唇角展开，浅浅一笑。好。喂，叫你们呢，过来搬木柴，不要银子，也不白送，先赊给你们。以后有好东西，比如药材、吃的这些，逐一拿来抵债，要不要？不要算了啊！要！苏家人欢天喜地的搬木柴，有了足够的材料，搭个茅草屋根本就不是难事儿。苏大苏二年轻力气足，3两下就把屋子支架架起，把早上用枯藤蔓跟荆棘条编好的帘子往支架4面一搭，固定，顶上盖上茅草顶盖，压上一层新邻居额外赠送的树皮，防雨雪，完成。妹妹，田宝，妹妹好可爱呀，不但可爱，还贼好看。以前村子里的那些小娃娃，谁都没有田宝好看。这么好看的田宝是我妹妹，嘿嘿。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娘生的。我爹娘说了，田宝就是我们的亲妹妹，亲的。田宝，我是你2哥，等你再长大一点，2哥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我是3哥，田宝，以后再有梨子果吃，3哥把最甜的给你。幼稚，田宝现在牙都还没有长，怎么吃梨呀？田宝，等你长大了，大哥给你吃鱼。田宝的小拳头已经攥得紧紧的了，又慢慢的松开，小嘴吐了口气，算了，他们说的好看。下傍晚到了该吃饭的时间，已经被放到灶房角落的空袋子又悄然鼓起。哥，袋子，田宝又给咱送吃的了。苏二眼睛一早就瞄在袋子那儿了。今晚吃煎鱼呗，干净。呸，你还挑上了，德行。煎鱼没有，兔肉跟鸡肉怎么样？2只肥兔，3只山鸡。我的个娘哎，这咱田宝到底有多少好东西啊？这些是鲜鸡鲜兔吧？宝，叔知道你有神通，你拿那么多东西，你会不会得罪别的仙人呢？要是仙人问罪，你把罪都推到二叔身上来，二叔替你担。田宝眨巴眼，傻子二叔，你不去做饭，搁这逗田宝干啥？你嫂子跟大香累了一天了，舅二也累得直不起腰。你不做饭，今晚别吃了。别呀，今晚这顿我不吃不行。娘，今晚吃野鸡跟兔子，田宝拿出来的。哎呦，我这田宝的福啊，真是蛇进无底洞了呀！苏家人望着屋后光秃秃的土北山发愁，山上积雪已经快化完了，过了春耕好时候，再想开地种田就赶不上趟了呀。老头子，你看着家里几个娃，我去隔壁走一趟。霍娘子在家不？啥事儿？霍娘子叨扰了，我过来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哎呦，远亲近邻的客气啥呀？婶儿想问什么尽管问，我知道的肯定不留底儿。你看这不马上就要开春了吗？这家里正为开荒的事儿发愁呢。霍娘子，我想问问这边过来开荒的干活的农具还有庄稼种子上哪儿能弄来啊？这有点难办。婶儿，我实话跟你说呀，你想弄农具，我在周边转一圈倒是能给你弄一套出来，但是庄稼种子那必须得进城买，价钱还不低。这想种个地咋还那么难呢？土北山也分山头的，有点势力的手底下庄子田地无数，缺的是干活的人，所以他们把庄稼种子全搂了，外面买不着。过来开荒的人没种子，种不了地，挣不了吃的，为了活命
最后只能去给那几家做佃户，懂不？苏老夫哑然，或是说的这么清楚了，他咋还能不懂呢？就是有人为富不仁，要把人当畜生使。而且，就算你们弄来了庄稼种子，最后种出来的东西啊，也未必能落你们自个儿的手里。土北山不好混，处处都是豺狼。要不你以为后面那么大的地方，咋个全荒着？不是没人想种，是没人敢种啊！种出来最后全被抢走，无权无势的人，哭天天不灵，只能任人宰割。朝廷不管吗？朝廷早就放弃这里了，管不了。这地方呀，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家的，你刚才把人吓着了。我不过实话实说，难道要说好听的话糊弄他们？我瞧那一家子是知道感恩的，要是能帮便帮一把吧。行了，知道了，就你话多。老头子咋办呢？老头子种不得呀！娘，为什么种不得？从老夫口中得知缘由之后，这到底是什么世道啊？地不能种，那些人甚至把山上的树全都砍光了，一门心思把人往死里逼。再过一阵子，山上枯草被剪光，咱们家连火都烧不起，到时候想活命，只能去给人当奴才。我们在山上检讨的时候听人说，这里但凡是给富户做佃农当奴才的，最后大多被坑的卖妻卖儿女。半个月前来那波人就被人带去了当佃农。半月前来的那不就是苏家主之吗？咱就算是饿死也不能去做佃农。横竖被逼到死角了，咱就种地，少少的种。我还不信呢，自家种点糊口的东西，那些人也能来抢。柴火，好多柴火。后面的话估摸着被3个妇人捂下去了。哎呦我的乖乖，你别扔了，宝儿啊，你这要吓死奶奶呀！老大老二，快把这些东西藏屋里，赶紧去，这些是人参灵芝啊。老头子，那朵白色的是莲花吧？苏老汉神经恍惚，是莲花？啥莲呢？可能也是药材。那人参我刚看了一眼，比我手掌还长呢，老多根须了，多少年份的？灵芝呢？听说好药材要炮制存放，这咱啥都不懂，会不会藏坏了？咋办呢？他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他们家田宝到底是哪路神仙呢？怎么什么东西都拿得出来呀？哎，他娘的，刚才是你瞪着老子吧？啊，个老子的！不想活了，老子送你归西！上我这摊吃霸王餐，你也不上街上打听打听我赵老四什么人？兄弟们，臭家伙，把他腿给老子卸了！大家闪远点，别动！这个菜是往白府送，这要是烂了一片叶子，你们所有人的命加起来也不够赔的。跟老子抢地盘，这个摊位姓李，老子就算没来，也不能是你占的，知道吗？来人，砸了！刚刚进城的妇女俩杵在路边。宝儿，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下次再来。宝儿，这个热闹啊，咱们不能凑的。苏大将女儿摁在怀中，低头就溜。而此时的苏家小院已经闹哄的快要掀翻天了。去风云城，那是能去的吗？苏老二，你可能耐了！你看着大哥跟田宝出门，你一声都不吭。去霍家求一求霍家两口子，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也许有法子帮咱们把人给带回来。要是不行，咱就亲自去风云城去。去风云城帮你们捞人，说什么笑？风云城是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老娘这样的人物在那里都得小心翼翼，谨慎保密，还帮忙捞人，甭在我这儿哭哭啼啼了。这忙老娘帮不了。霍娘子，借一步说话，你是这土北山的老人了，要是实在不成，我们也不敢强求。霍娘子，我们是活出一家子安危上门来相求的，既是求人办事，绝对不敢瞎妄言诓人，这是我们的诚意。只要能把人带回来，不说这些东西，就是搭上我的命，我也在所不惜呀。这么好的东西拿到我这个没什么交情的人面前，你们也不怕被抢被害？仅凭霍娘子这句话，老汉就相信你不是能做那种事情的人，更何况疼夫君能疼上脸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男人没有拒绝那根人参，话语间始终笑意浅浅。苏家人离开之后，你是不是想自己去风云城？阿贤，我在家里待了很久了，正好想出去走一走。不成，我不准你去。阿贤，男人拉住妇人，我去风云城不是因为想做烂好人，素来嘴巴不饶人，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苏家是第一个如此夸你，我听了高兴。他们有胆量信任你，我高兴。或是抬眸，你高兴？别人夸我妻子，自然高兴。我为什么？
傻子，我现在出发，最多50回来。这些年你一心照顾我，辛苦你了。人参你留着，你也该补一补身子了。妇人瘦娇脸颊一点点的漫上绯红、深红，人参往怀里一塞，她足尖点地，几个轻纵往风云城的方向纵去，转眼就消失在土北山。狗男人说走就走，没我当保镖，他也不怕进了城被那些地痞无赖打折骨头。苏家发生的事情，苏大一无所知。苏大脸抽了一下，咬牙认了。掌柜的明显就是看他人单力薄，欺他无力反抗。他拿出来的兔肝个头大，品相好，但是人在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了。掌柜的很快拿了菜种过来，3小包种子拢在一起，填不满苏大的手心。田宝一直静静看着，他不懂价格跟行情，就觉得这么大的兔子换这么少的东西，肯定是爹亏了。他不高兴，伸出小手就往掌柜头上打了一下，就跟刚才在街口看到那些人打架一样，一言不合快言仇。掌柜好一会儿才回神，僵硬的把头扭正，盯着小崽子目露凶光，他脑袋差点被打掉了。苏大腿抖，撒腿就跑。哎呀，宝，我的小祖宗啊，你咋个还打人呢？打力气还这么大，这爹可遭不住啊！烟瘴气的街道上又出现一道风景，身形高挑瘦削的汉子怀里背个奶娃娃，跑得屁股冒烟。跑错了，那边是死胡同，往右边跑。城外来的，胆子真大，嘿，敢在白家2种铺生事儿，弄死大的得了，小的留着，从春娘那儿能领3两银子呢。有事，待会儿老子去给你收拾。我的包子铺正好缺肉。哎呀，又跑错了，那是12码头地盘，生人勿近，有进无回啊！苏大此刻哪有时间多想啊？逃命间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的跟着那些人的指挥走。等发现眼前无路时，浑身冰凉，而死路外头上当了！哎呦，笑死老子了！哎，家的，回头记得在白掌柜面前替我王老三美言2句，下次去买米面给个打折啊！苏大喘着粗气儿，脸色惨白，搂紧了女儿回头。追兵已经近视眼前了，苏大知道自己跑不了了。祸不及幼儿，我认打认揍，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女儿。被溜了几条街才堵到人，力气飙升，二话不说，高举木棒往下打。死到临头，废话还这么多，你认不认都得死。苏大努力把女儿包裹在怀里，以身体当肉盾。苏大等啊等的，悟空的木棍却迟迟没有落到身上。白掌柜，今日讨的这份人情，或某他日再行感谢。还愣着做什么？赶紧过去！吊高的眉眼满是不耐，原来霍娘子会飞呀！我先生亲自过来求情，这个面子我白羊不敢不给，算他们运气好。他们运气好在碰上的是白掌柜，就算我不来，白掌柜也不会当真要置人死地，否则来追他们的就不会只是这些伙计了。霍先生赶紧领着他们走人，甭再让我看见我脸上这巴掌挨的，现在还疼着呢。苏大不敢说话，田宝不能说话，父女俩反应是相当的一致，一个看地，一个望天。现在知道自己干的是混事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家院子可翻了天了，回去想想怎么跟你爹你娘请罪。我出门的时候听到你娘嚷着往灶房拎菜刀呢，也要被俺奶收拾了，家里又要热闹了。苏大在万众瞩目中抖着腿回家，杵着干啥？赶紧回去受死吧！后方妇人一脚踢出，把苏大踢到老妇面前。娘，我回来了。宝，权宜之计，胜阵不离父子兵啊！苏大，你居然这么贼，他填宝保命，忒不像话了你！娘，我来帮你。苏儿，你造反了你！娘，揍狠点，犯错还敢躲罚，罪加一等。秀儿这话说的太对了，揍，狠狠的揍！儿子爹，那板子不趁手，来换个小木棍，一棍一个印儿。你干啥牵刀的？一声不吭，偷偷摸摸的走，还把田宝带着去，就该把你脑子揍清醒了，免得再犯浑。老婆子，累了你就歇会儿，我继续教训这个混小子。不累，老娘还能再揍他300回。3个小崽子扒在院门边，3双眼睛瞪得溜圆贼亮。哇，躲啥躲，跑啥跑，站稳了扛打吧。要是扛不住了，需要帮忙就吱一声，我可以再帮帮你。你这条命老值钱了。前头你家里过来找我当家的，给了全副家当呢。更远些的地方，不少穿着破烂气息灰暗的人静悄悄地看着这边。也就是现在还有力气热闹，等待时间长了呀，便也跟我们一样了。是啊，来了这里，像我们这种没有本事的人，想活着只能把自己当狗。他们竟然敢跟霍娘子打交道，再没本事也比我们强。强不强都是人家的事儿，我们攀扯不着。甭看了，回吧。苏家群殴散场，土北山下又恢复平静，死寂如同往常。雍州地处大越西北，春天较南方来的较晚一些。苏家人得了菜种子，不想错过时节，开始紧锣密鼓的开荒。等菜种育出苗，就能在屋后搭菜园子了。时间转瞬而逝，土北山头堆积的雪终于尽数化了。
这再过个把月，地里头的小油菜、白菜就能吃了。等到了7月入夏，萝卜也刚刚好成熟。这次咱们自个儿留菜种，秋后就能再种一茬。这菜园子，咱在这地方扎根儿，就跟多长了条根系一样，心里多一股踏实。田宝能跑会跳了，就能吃上阿奶种出来的果子喽。你们长快点儿，我很快就会走路了。爹娘，我们刚担水回来的时候，发现菜园外面有人在偷看，是住在附近的人。哎呀，我跟你们爹早发现了，这方圆10里就咱一户大的菜园子种上菜种子的，少不得引人注意。没事儿，由他们去吧，过来看一眼，他们心里估摸着也多一点希望。咋啦？娘，我跟嫂子们回来路上，有附近住的人等在路口，偷偷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咱家被人盯上了，说是什么12码头的人要带人来毁咱家菜园子，给咱交规矩呢。咱家是整个土北山唯一种上菜园子的，咱要是种起来了，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咱这样种地，这种情况一定是那些人不乐见的，所以他们势必要来打压咱家，就是要立威，让所有人看看自个儿种地的下场。谁要敢来毁咱们家东西，老子豁出去，那拼了！邹二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穷人光是活着就拼尽全力了，那些无良的王八蛋还要仗势欺人，赶尽杀绝，要来是吧？老子提刀等着，弄死一个不亏，弄死了还赚了，日他娘的！你们想干什么？哎呀，这屁大点的地方打理的不错嘛，干净整齐哟。灶房里居然还有柴火，屋后面还搭了菜园子，都是勤快人呐。可惜了，不懂规矩，做事之前也不打听打听这里是谁的地。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个，种地交税，税钱每月1两；第二个，收拾东西从这里滚。还是滚？我们被流放过来是来开荒的，既然是流放地、开荒地，根本就没有是谁的地盘一说。这里所有能够开荒的地都是无主之地，开荒的人才是主。现在不管是这个院子还是后面的菜园子，都是我们苏家的东西，想要我们交税不可能，想让我们走更不可能。你们要是敢咄咄相逼的话，大不了老子跟你们拼了。什么想拼命？哎呀，就凭你们既然好言相告你们不肯听，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行，老子成全你们，让你们知道得罪我12码头是什么后果。好的们，把这个破店给我砸了。慢着，或是从门口人群挤出来，走到院子。干什么呢？这是不过是弄了个小菜园子，胡帮主连这点都看不开，还要叫你们这些小喽啰来喊打喊砸。霍娘子啊，这件事儿我劝你最好别。当初你夫君跟南北城以及我12码头都有口头约定的，闲事莫理。哎呀，你要是想破坏约定强出头的话，日后你夫君没了安稳日子过，你呀可别埋怨。你砸！跟老子的，跟你们拼了！爹娘，带其他人躲开！妈的，一群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给老子狠狠的打，死活勿论！看什么看？可不是老娘干的。好，这次是老子看走了眼。小的们，走！走了，他们走了，他们逃跑了。苏家赢了，菜园子保住了。既然赢了，就这么赢了，咋保住了？哎呀，我田宝在这儿呢。或是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的吐槽：我说你们心也真够大的，一家子抱团去打架，把这么小的崽子丢在一边，以为藏箩筐里就安全了。霍娘子说的是，我们刚才都急眼昏头了。哎呦，我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后怕了。俺奶的小田宝没吓着吧？妈，看什么看？老娘还能抢你们家娃不成？别说啊，这打的时候顾不上害怕，打完了是真他妈解气啊！哎呀，这段时间的憋屈全都散了。不能高兴得太早，那些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得来。那是之后的事情了，之后再说。这次我算是整明白了，咱可以穷可以苦，但是绝不能活得窝囊。对，人穷不能志短，不能任人摆布，否则活着也是行尸走肉。对了，刚才那人突然灰溜溜的走了，我看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流着血呢，是有人在背后帮了咱们，要不事情绝不会这么轻易收场。那人一定是个功夫很好的高手，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法当面谢谢他。功夫很好的高手田宝窝在阿奶怀里，闭眼假寐，沉入空间，沾着血迹的梨针一一清洗干净，动作慢条斯理，面无表情。阿姨阿奶说那些人还会来，那这些梨针还得反复使用，反而有人老来打扰他们家。今天因为是在家里，他才没有扎那些人的心脏跟眉心。有限的记忆里，他听老人说过，家里死人的话会很晦气，算那些人走狗运。我当时就在院子里，凭我的眼力，竟然看不出对方究竟是何时在哪个方向出手。这人功力定在我之上。我们在这里待了10多年了，什么时候这里来了高手，我们居然不知道。你说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手帮苏家？而且连你都无法察觉的事情，我又能哪里知晓啊？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类的弱书生，平时计谋一个接着一个的，看着能耐，关键时刻咋这么不顶用？瞧瞧人苏家那2个妇人年纪比我轻，孩子已经生了2个了，我肚子啥时候能大起来，还遥遥无期呢。我刚才在那边
抱了下他家小崽子，又轻又软。咱俩要是生个姑娘，眉眼样貌随你，一定能比苏家的小崽子更好看，更招人。你说你到底啥时候能跟我把房圆了？姓霍的，老娘告诉你，你可别给我整啥歪心思。老娘既抢了你当压寨夫君，你这辈子都是老娘的，好不了。霍子恒额角轻跳，忍无可忍。我亏在是不顶用，要是顶用，你且看看最后跑的是谁。不是你说啥呢你？老娘就是随口一咧咧，要真嫌弃你，早800年就跑了，还能陪你10几年，还顶嘴，反了你了。湖南山万家庄，堂主，那小苏家太不识抬举了，竟然敢反抗我们12码头，这还不止啊，背后不知道是谁出手帮了他们。这一次跟我一块过去的兄弟们全都受了伤。堂主，你一定要为兄弟们出口恶气啊，更要为12码头找回颜面，可绝对不能放任他们就此作罢呀，否则那些个下等贱民壮了胆子，日后必出乱子。受伤后你可要查看现场，地上可有散落什么暗器？地痞顿了一下，摇头。小的看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暗器，这也是最奇怪的地方。能在瞬息间精准洞穿你们10数人的手腕，且伤口全在大陵穴，背后的人手法确实高，形似真气，又比寻常针孔要大一些。究竟对方用的是什么武器？范福眯眼片刻后又问：苏家是什么来头？打听清楚了？我的出发之前就已经打听清楚了，有个屁来头啊，就是个寻常农户，这次会被流放也是受到了牵连。那苏家一家10口人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仅有算的是背景的苏良一族，现在已经成了咱们手里的佃农了。你先下去，这件事情我会处理。此事怕是已经传开了，其他各势力定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无论如何，我万家庄都不能沦为笑柄，要5个身手好的堂口护卫，再去图北山苏家一事究竟。我倒要看，不过一户小农户，背后的人还能时能护着他们不成？若无阻碍，杀个干净。一震慑。是。长随领命，立刻下去传达。一如万福所言，土北山上发生的事情确实已经传到流放各地势力耳里了。万家庄，那苏家是什么来头？打听清楚了？小的出发之前就已经打听清楚了，有个屁来头啊，就是个寻常农户，这次会被流放也是受到了牵连。那苏家一家10口人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仅有算的是背景的苏良一族，现在已经成了咱们手里的佃农了。你先下去，这件事情我会处理。打发了地痞，万福脸色冷下来，扭头吩咐站在身后的长随：此事怕是已经传开了，其他各势力定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无论如何，我万家庄都不能沦为笑柄，要5个身手好的堂口护卫，再去图北山苏家一事究竟。我倒要看看，不过一户小农户，背后的人还能时能护着他们不成？若无阻碍，杀个干净。一震慑。是。接下来一段时日，家里妇人孩子们尽量别出门。苏老汉思虑接下来的应对之策。老大老二出去干活要结伴，不能落单。这2天我用木柴弄出些剑来备用，再小2把木刀给你们带在身上，好歹能防身。苏大、苏二点头，不敢大话。苏家的，快躲起来！那些人又来了，已经快到山脚了。是附近的人壮胆来通风报信的，给苏家人提醒之后，立马就跑了。老二，拿锄头！龟儿子，老子跟你们拼命！苏二扛着锄头冲出来，双目怒睁。老大，我来了！妈的，老子把命摆在这里了！操他娘的！下一瞬，两人猛地顿住脚步，瞪大眼珠，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死人了！他们家又不战而胜了。我他娘嘞！看着死不瞑目的5具尸体，霍氏脸皮抽动，爆了粗口：好家伙，土北山确实来了个顶级高手。娘，咱们又过关了。苏二好不了多少，那些人带刀呢，会功夫的就这么没了，一声没来得及吭呢就没了。高手又帮了咱家一次，那些人还会不会再来啊？下次来的人会不会更厉害啊？要是还来人，那高手还会帮咱家吗？万一他去吃个饭几个手的档口来人，那咱家……苏老妇跟苏老汉看着这一大家子，又看看院墙外不知名处，颤颤巍巍的俯身朝那个方向跪下，双手合十叩拜。我们苏家已经得了人2次大恩了。哎呀，高手愿帮是咱运好，高手帮不上也不能转而埋怨，这是咱自家的事儿，原本与人无关的。苏老汉又说道：恩人不愿现身相见，咱就在院里叩拜以感谢吧。老汉苏祥，谢苏兰氏子儿媳在此拜谢恩人相助，1叩2叩3叩。老奶娃眼睛眨了一下，2只小手抬起来捂脸，脸皮抽了。阿姨、阿奶、爹娘、叔婶、姑姑，别再叩了，
菜口，你们的恩人就要被雷劈了。唉，做小人真难。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大啊？老爷，奴特地挑了5个身手最好的护卫，这一下子全都折在里头了。闭嘴！那些人得意不了多久，我们已经损失4名高手了，就连陈护法都折在对方的手上。他在12码头一众高手当中，功夫可是能跻身前3的。原以为不过一小小农户，出动高手同袭，总能把他们给解决掉了。没想到却是我看走了眼，终究还是小看了背后那个人。测的是12码头另一堂口堂主，他沉声开口道：整个风云城能有这等身手，一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白魁是一个，望阙楼白晓峰是一个，但是以这2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会也没有闲暇去管那种小散户的闲事。排除他们俩，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万福脱口而出：短刀。除了他，我想不出来谁还有可能，除非这片地方又有新高手进来了，而我们不知道。该死的苏家，命贱如蝼蚁，啃起来却那么刺喉咙。万福再次开口怒骂，同时心头生出一股罕见的挫败感。现在我们是骑虎难下，继续派人过去，等于继续给对方送人头，损失越发大。但若是就这么算了，我们帮会脸面往哪搁呀？他看向上座老者，无力又不甘。六叔，接下来要怎么做？你说，我听你的。万六叔闭了闭眼，缓缓沉声：帮里不能再次损失人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苏家，搭进去这么多人，已经是得不偿失了。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人就会立刻扑上来撕咬，那个才是因小失大的苏家，暂且搁在一旁，待我们把对方深浅摸清楚了，还徐徐图之。可是暂时放过他们，他们也不过是能种个菜，撑死了开荒种田，对我们造不成大损害，且由他们蹦跶一些时日，又何妨呢？湖北山4月春日的清晨，在朝阳白雾与鸟啼中揭开序幕。苏家院子响起动静，屋里人起来了。昨晚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睡得可真香。苏大蹲在木桶旁漱好口，又舀了瓢清水随往脸上呼噜，口齿不清。今儿起得有些晚了，待会儿吃过早饭得赶紧去担水，不然不够用了。苏二打着哈欠从堂屋走出来，去洗洗手就能吃饭了。好嘞。秀儿这做饭的手艺真好，材料不齐货都能把菜做得这么香。要是材料齐全，那咱一顿饭吃下来要把舌头吞进肚子里了。何大香立刻把这事儿给惦记上了。哎，等过段时间山上草木重新长出来，我再上山一趟，去找找看有没有野葱野蒜什么的，拔点回来搁咱自家菜地上种上，摆不着就自己找。刘月兰跟苏秀儿对视一眼，双双取笑。还说老二呢，你呀也是个爱吃的。院门打开，兄弟俩还没来得及往外走，就被门口的情形吓了一跳。出来了，苏家的出来了，快跪下，都跪下磕头。苏大苏二被这一遭给整懵了，好一会儿回不过神来。不是这咋回事啊？诸位，你先起来，都先起来呀！有话好好说，你们干啥呢？这是？苏家兄弟，我昨天晚上都看见了，飞在天上的恶人掉下来了，死了。他们进不了你家地界。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苏家有高人，我们斗胆求高人庇护啊！昨晚我们家又来人了？哎，咋没听到动静呢？不知道啊，我昨晚不是睡死了吗？死了，真死了，就掉在霍家门口，还砸出个小坑来。你们看，那个坑还在呢。我也往小看见了一次，我看见了2次，总共来了几波人手不确定，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死了。这真是大快人心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能不能在你们家院子后面开块荒地？我也种菜，我流放来的时候从家带了2包菜种子，一直没用上，还保存得好好的。我也想挨着你们家开块荒地，不用多大，一小块就成，行吗？求苏家菩萨行行好，让我们跟着你们一块种点菜吧。苏老妇跟老伴相视一眼，对方轻轻点头之后，由他开口：土北山到处是荒地，谁开荒谁做主，你们想种地便种吧，我家院子菜园子周围的荒地你们自行开荒便是。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家的确没有高手坐镇，若是再有人来寻晦气，大家伙种的地遭了殃，届时可不能埋怨我苏家。
大家沦落到这儿，都在挣扎着生存。我苏家能力范围之内能给予大家方便的，我们可以行方便，但是能力不及的地方，也怪不得我们。好，多谢。沉寂多年的土北山终于有了点热闹，有了点真正的人气儿。风云城城西的破庙，老子穷的就差点没穿蓑衣了，你穿这一身光鲜亮丽的，上门显摆呢？独老还请见谅。万某此次前来是想见一见断刀，有事相谈。庙里男子低沉威亚的嗓音传来，透着股冷冰冰的质感，既冷又硬。不见，不谈，不是。哎呀，不就是为了土北山的那点事儿吗？十二码头这次干的事儿已经让人笑掉大牙了，怎么还想着上赶着到老子跟前这儿送笑柄？你手底下死的那几个短命鬼跟断刀无关，这不是他干的，赶紧滚！断刀为人一言九鼎，你说不是你，那就肯定不是你。不过老夫此次前来，除了询问此事之外，还有一事相请。12码头接连在一户小人物那里吃瘪，背后出手帮他们的人能耐可不小。老夫想请断刀帮忙找出藏在背后的人，不需要你动手，只需要将人揪出来，报与老夫即可。限期1个月，酬金50两。他视线转向街上不耐玉浓的疯老头，搭一朵天山雪莲，花瓣完好，品质上乘。疯老头表情一变，眉开眼笑。接了，这会儿我替他接了。月春光媚，空气上带着冬去后的余寒，土北山上却是一片热火朝天。以苏家菜园为中心，一块块新辟出的菜地呈扇形往外扩散延伸。苏家菜园子里，伙计们，你们都是种什么菜啊？苏家的，我叫王川，住山脚路口进来第2家。我家种辣椒跟油菜花。回头啊，等地里的菜能摘了，跟你换点辣椒。出来这么久了，别说啊，真想辣椒那个味儿。不用换，想吃了直接来我地里摘。大家伙也是啊，想吃就来摘。我家陈大富就住货架斜对面，种番茄豆角。我家种丝瓜、芸豆。我家没有菜种子，但是开春之后山上有野菜。我前2年发现有一地儿长鸡毛菜，地开好了，我就弄点鸡毛菜种上。李小小，你可真够鸡贼的，怪不得一到开春你家总是飘出菜香味来，原来是偷摸藏着好地方呢。说我呢？你不也在山里挖过山药担子，还藏着掖着，以为谁不知道似的。久违的笑声回荡在土北山上空，随风飘送，传出很远。苏家其他人也在地里忙活，苏安3个小崽子在地垄间嬉闹乱窜，最小的田宝被放在竹篮里，下方垫着干净厚实的薄袄子，阳光打在身上暖洋洋的。奶娃趁着暖意昏昏欲睡，苏秀儿把拔掉的一把杂草堆在脚边，淫笑：那个叫李小小的，就是前儿在路口给咱报信的人。苏二顺口搭话：还有王川也给咱们家提过醒。菜地垄够那么大，能干的活实在不多，苏老汉干脆歇了手，坐在竹篮旁给小孙女挡一挡阳光，避免太阳一直照着他的眼睛。这现在这日子其实也没那么糟糕，对不对？你们看，咱家只种了白菜、小油菜、萝卜，就3个味儿，少吧？现在大家伙都开地种菜了，辣椒豆角、丝瓜豆角，这回头互相换换，口味不也多得多吗？这是好事啊！娘，我爹说的对，回头咱不仅能跟大家伙换菜吃，得了空了还能往山里摘鸡毛菜、发山药担子呢。菜园里静默一瞬，苏家堂屋茅草屋顶，一道人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屈膝躺坐于上，怀中抱断刀。你说说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每天去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干，个人屋顶上啊观光赏景啊！你的任务是有期限的，就1个月时间呐，现在已经过半了，5月都来了。疯老头叉腰在破庙里暴走，朝角落里闭目假寐的男人骂骂咧咧。那边已经付了1半的银子了，你花的也七七八八了吧？到时候任务完不成，你有银子能还回去。老子告诉你，你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老子穷的
就剩一件破衣一条裤衩子了。骂完了，瞅着男人毫无反应。要不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这件事儿到底要怎么个章程？我知道你做事有规矩，老幼妇孺不动，平民百姓不动。你要是下不了狠手，那就换我来。你放心吧，老子不会随便杀人，就是吓唬吓唬他们。只要他们把背后的人供出来，我保他们继续安安生生的。角落里的人动了动，眼皮子轻轻掀开。苏家没有高手，那人也不在土北山。什么意思？土北山县县居116人，除了霍子恒夫妻，无一人会功夫，我听得出来。疯老头哑口，断刀的功夫有多高他不知道，反正来到流放之地6年，他未曾逢过敌手，所以对断刀的判断，疯老头没有怀疑。难道那个人已经悄悄地溜了？真的只是路过，路遇不平，拔刀一声吼。疯老头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暗淡无光。完了完了，我的天山雪莲呐，又要去偷了，他娘的！一个突然出现在他们家的陌生人扔了一袋米面，开口说要搭伙。你是谁？不用挡，兔肉、鸡肉、鱼肉，你们天天吃。啥时候露馅儿的？这人是不是趴在他们家门外闻很久了？苏家人看清他的第一眼，脑中不约而同浮出2个字儿：死气。断刀。断刀浑不在意苏家人的打量，男人视线移向苏秀儿，启唇。我要吃米饭。苏秀儿接触到那双冰冷无波的眸子，心脏猛地一跳。苏儿怒了：秀儿，等会儿。他看向男人骂道：不管你是什么刀，有你这样闯进人家家里就开口要人家给你做饭的吗？就算要搭伙也该先问问我们乐不乐意，懂不懂道理啊？银白断刀于空中一晃，地上一截散落的木柴应声裂成2段。秀儿，做饭去。被吓得一头冷汗。娘，为什么他的刀只剩一半？我知道，一定是跟人打架的时候被砍断了，那就是打输了。叔叔也不是很厉害嘛。苏家人两腿簌簌，不知道如何收场了。先把耳朵贴着刀身，之前听到的奇怪的声音再次传进耳里，一幅画面：荒天漫沙的战场，千军万马在奔腾，旌旗猎猎，战鼓擂擂，怒吼声嘶力竭。尸山血海中，是谁挥刀策马，坚定孤勇，维护山河百姓一往无前？最后，所有声音汇入刀中。田宝抬头，小小软软的手在那只握刀大手手背上轻轻拍了拍。做好了。男人举步到饭桌前坐下，盛得满满的饭碗适时地放到他面前。他沉默举筷，在苏家11双眼睛盯视下，淡定自若地进餐。看着粗犷不修边幅的人，吃饭时动作却极其优雅，有种普通人没有的仪态，和外表截然不相符。饭饱，男人搁下筷子起身，便转身离开，留下一句话：晚饭多煮，米面抵饭钱。断刀离开苏家之后，先去了趟万家庄，之后才回了破庙。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妈呀，说撂挑子就撂挑子，退银子也就罢了，还把老子辛辛苦苦藏的最后一瓶金疮药给舍出去了。你知不知道老子炼的药在外面是什么价啊？光是药材就得18位。哎呀，你个败家子啊！再说了，这任务的是你来说难的吗？这手到擒来的程度，白捡的银子都不拿，老子要跟你决窍！等老头停下喘气儿的功夫，断刀才淡声开口：酒喝了，还不起。所以你就拿老子的东西去抵债？你当我你当我是你开的银庄呢？我不管，还药材。没有，帮你做次任务，再把这任务接回来。免谈。为什么你在那边盯了几天梢，回来突然就说不干了？你好歹要告诉我原因吧。老子跟你认识好几年了，还得不了你的一句准话了？喂，你别告诉我是因为苏家犯相啊，老子不吃那一套。那个娃娃懂我的刀。你说什么？他听懂了，尹月银。那个娃娃顶多也才6个月吧，成精了这是。霍掉我一朵天山雪莲，我的金创药18味药材，不给我找齐全了就绝交。老头即将走出门口，突的又回头。苏家的饭菜有那么香啊？男人闭眼恢复假寐姿势。肉多。你歇会儿，我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大肥鱼。日子艰难呐。望阙楼最肥。我他娘的要你说，
正准备去呢。他在苏家房顶上的疯老头鬼鬼祟祟的把茅草泥巴扒出个洞来，往下一瞧，跟正下方篮子里的小娃娃双眼对个正着。于是小奶娃手里还抓着一瓣花瓣呢。吃饭先靠后，把这个东西给老子交出来，交了就什么都好说，不交你是什么人啊？闯入我家想干什么？你要我们交什么东西啊？咱家一眼就能望到头了，没啥好东西能给你的。老子告诉你们，你们已经中毒了，1刻钟不解毒，神仙都难救。识相的、麻利的，把东西全都拿出来。没有就是没有，你就算把我们全杀了也没有。苏老妇嘶声怒骂，身子也随之踉跄了一下，无法继续站稳，软软的倒在地上。再看家里其他人，也跟他一般无一幸免。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疯老头好整以暇的往地上一坐，行，等着吧，待会儿你们就会浑身麻痒，如同一样。这麻痒过后就是剧痛，那种痛啊，就像是有人拿锤子把你们的骨头一节一节的敲碎。我看看你们能嘴硬到什么程度。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又是没有一个人松口。疯老头不笑了，难道真的没有？不可能啊，没有的话，那个小崽儿哪来的新鲜花瓣呢？总不能是6个月大的崽子自己个儿爬着去摘来的吧？就他那小身板，能爬哪座雪山呢？院门一压打开，别玩了。谁玩了？我搞药材呢，你一边去。解毒？不解，不解。就不解，你对我亮刀，老子吓唬吓唬他们，你就对我亮刀了。你要是来晚一会儿，他们身上的毒就自动解了，一点点软筋散就要对我动手，吃里扒外，不是东西。短刀大人，你们是认识的？肚子大的怪老头掳走里的小娃就走，身形快得让人看不清。等众人反应过来，只看到一道残影越墙而去。想要人，拿天山雪莲来换，要新鲜的。苏老妇望着远去的黑影，眼睛一下赤红，细声厉喊：天宝！何大香跟苏秀儿也呆住了。大人，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女儿！你跟那个人认识，他一定会给你情面的。求你救救我的天宝，我给你磕头了呀！段刀面无波澜，独步亲有双绝，一是用毒，二是轻功，我追不上。他扭头看着会做饭的妇人，还失魂落魄地呆在那儿，蹙了下眉。我要吃饭。不做，你们都是蛇鼠一窝的东西，掳了我家田宝，还想吃我做的饭，我宁下地狱也不做给你吃，滚！之后，男人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秀儿，去喊你爹跟你哥哥，我们去找田宝，现在就去。老头在清河旁一处芦苇荡落地，顺势举起小崽子，四目平齐。哟，胆子挺大呀，眼睛乌溜的。你老瞅着我干啥呀，小崽儿？你可别怪我把你给掳来，本来呢也没想动你们，就是吓唬吓唬。谁让段刀那个王八蛋要多管闲事，让老子在外人面前没脸。哎，掳都掳了，你就认命吧。要是你家里把雪莲拿来，我就让你好好的回去。静静地盯着老头，啊，落地了，自己不会摔成肉饼了，离开家了，也没什么会不晦气的忌讳了。好，孔老头子身子晃了晃，来不及喊痛，就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一块支撑也吧唧跌坐在地，小手握成拳，他要把这个老头的脑袋当鼓槌，梆梆声。玩够了吗？田宝循声看去，小手握拳又梆的一声，在某个鸟窝头上砸出声响。断刀的视线落在独步亲身上，嘴角不可意地抽了一下，人没死，但是也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尤其是那个脑袋啊，已然不能看了，满脸乌青，满头包。你听得懂我说话？断刀几步缓缓走近，在娃儿跟前蹲下，只是眼底多了缕震惊，一起探究。从初见他就知道这个小娃儿不同寻常，只是没想到不同至这般，连爬都还没有学会的小娃娃居然会揍人了，而且这力道还不小。放他一马。段刀说着打商量，我包苏家2个月饭食。田宝看着他，小拳头又捶了一下。3个月包饭食，令护苏家3月安宁。段刀一直拧着小娃儿，
眼见他歪着脑袋思考，最后勉为其难地点了一下头。激昂紫金辉芒逐渐吞噬整座土北山。苏家10口人，大大小小，抄着家伙抹着泪，从家黄土路往外杀出，后头还跟着一众土北山的住户，浩浩荡荡，杀气腾腾。行至一半时，黄土路尽头出现一道伟岸的身影，逆着光，一手拎着小奶娃，一手扛着不省人事的老头子，稳步行来。苏家人顿住，苏老妇手里攥着的菜刀哐当落地，顷刻移了一位置，进了老妇人的怀抱，被搂得险些换不过气儿来。老头的脸已经惨不忍睹了，脸上又青又紫，额角往上全是大包小包，浑看不出本来面貌。苏二咬咬牙，还是没忍住幸灾乐祸。谁干的呀？干得好！是我干的，我干的。知道了，一定是又是高手出手帮了咱们家了。爹娘，等回家了，咱再给高人拜一拜，磕头。元宝亮着的笑脸，回归面无表情，抬头看天。待会儿又要打雷了，跟着过来帮忙的土北山众人，在看到生人出现时，又变成畏缩的模样，不敢抬头跟人对视，只是心里再次确定，苏家就是有高人在背后守护着的。他们这次跟对人了。苏家院门关上，灶房升起炊烟，3个年轻妇人在灶头忙活，米面有你们的份儿。闻言，秀儿也不犹豫了，立刻舀足了米，煮上全家吃的量。谢谢。男人未再应声。时间渐晚，天际最后一缕落日余晖摇摇欲收。为了安全起见，疯老头被苏家人五花大绑捆得严严实实的，跟着老虾米一样睡在那儿不省人事，样子看着颇为滑稽。那个高手一定很厉害，能把老头揍出这么多包。苏武叹为观止，高手当然是很厉害的，这个坏人会飞呢，那么厉害都不够高手打。他们打过一架，你们说坏人见没见过那个高手长啥样？不知道，等坏人醒了，我们问他就知道了。把他弄醒。怎么弄？我有办法。以前我睡懒觉不起来，我爹就是这样挠我的，一挠我就醒。段刀大人，你是咋救回咱家田宝的？那老头是被谁打的？你跟那个人交手了吗？他长什么样啊？段刀掀了一下眼皮子，没有啥，是没交手，还是没看到人啊？都没有。他赶到的时候，只看到小奶娃短腿八叉的坐在那儿捶脑袋，不禁怎么晕的。他也很好奇，探查后得到的唯一答案是老头后脑壳鼓起的包是被人砸晕的。至于谁砸晕的，待定。我敢打赌，他们家肯定有肉吃，怪不得每天吃饭的时候院门都是关上的。有肉吃那也是苏家的，咱们可不敢想。再说了，高手既然一直守着苏家，自然有本事让人家吃上肉嘛。说的是啊，不止背后有高人，今天那个拿刀的大汉好像也是站苏家一边的。奇了怪了，他们初来乍到，咋就认识这么多有本事的人呢？这就是人家的本事了，要不能头一份在土北山开荒种上菜。你们看看12码头那么大势力，也不歇了鼓，不敢再来闹事儿了吗？哎呀，咱们这在边上当的还真是运气呀，能够跟着沾点光，等过个2、3个月也能吃上自家种的菜了，比其他地方的散户跟佃农啊可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呢。对，所以咱得知道知足，万万不能想些不该想的，别丧良心。对，能过上现在这种日子，咱们就谢天谢地了。反正我算是认准了苏家，他们干啥我就跟着干。霍家院里，我不过几个百日不在家，回来就变天了。苏家又出了什么事儿？这几天有小生意忙活，他早出晚归的，没赶上趟上瞧热闹。不知呢，一不在家，家里门户紧闭，我也未曾出去看过。我不在家，你出什么门？万一有事没我在旁护着，就你这病恹恹的身子，公鸡都能把你啄到。哎呦，不是，你咋又咳上了？前段时间不是好了不少吗？苏家大娘好像喊那个人叫什么段刀大人。哎，段刀是啥来头？你们知道吗？霍氏脚步一滞，你们刚说什么？段刀他来过？门外人看到他出现，吓得倒退几步。来过，在苏家院里。他一个人来的，还扛了个老头子。或是不等对方把话说完，段刀既然出现了，跟他一块出现的老头肯定是毒不侵。走，我们现在就过去。就算真的是他们，我们过去也没用。这些年你找他们不下数十次，不是每次都被拒了吗？只要老娘还有一口气儿在，哪怕7老80，老娘也得继续求。只有他能治你的病。只要有希望能治好霍大哥，拒一次他就再求一次。他脸皮厚得很。苏家院门被敲得砰砰响。霍娘子，霍先生有事吗？看到来人是霍氏夫妇，苏大威讶：你们家今天来的2人还在吧？
段刀还有独步亲。在，你们是来找他们的？他这头正说着话，霍氏眼尖已经于昏暗暮色中看清了苏大身后院中央躺着的人。那是独步亲。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我说不是我们干的，你信吗？抱歉，那人性子急，并非责怪的意思，只是这是发生了何事啊？霍先生，霍娘子，你们跟他也是旧相识啊？霍氏竟然抚掌大笑，绑得好。这次他可跑不了了吧？我正好有事求他呢。苏家的，这次沾你们的光，人情日后必定还。哎呦，我的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这是哪儿啊？独老，我们又见面了。他娘的，谁绑的老子？快给我松开！你绑的我，你完了！我告诉你，得罪我独步亲。独老别误会啊，不是我绑的，不过我可以给你松绑。那你还不快点动手？霍氏这次脾气端的是好的出奇，笑眯眯的朝门外缓步走入的俊美男人一指，只要您老肯帮我男人看诊，我立刻帮你松绑，当牛做马也不在话下。不然我就把你扛风云城转一圈，到时候独老的脸怕是真要丢尽了。独步亲不可置信，愤怒耻辱就憋屈，大吼：短刀出来，给老子把他们砍了！快，给老子松绑，老子马上让他们好看。短刀没动，低沉嗓音淡得没有起伏。我承诺护苏家3月安宁。这么多年交情了，你居然这样对老子！否则你已经死了。我就是嘴巴说说罢了。你放心，你们都放心，我肯定不动手，什么都不干，我保证啊！先给我松绑，行不行啊？独老，苏家人老实巴交，定是被你吓着了，哪敢给您松绑呀？这样，您帮我男人看个诊，我立马给您松开，如何？不如何？加一支上品70年人参。成交。说好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霍氏立即着手松绑。君子？老子可从来就不是什么君子。某只独老喜好搜罗好药材，我娘子除了有人参，恰好还识得苏家那位高人。据某所知，他手中各种顶级好药材不计其数，苏家小田宝白日里把玩的花瓣便是他悄悄给的，所以独老在苏家搜不着，苏家其他人对此也不知情。日后待我娘子征询过高人，若他愿意，或可介绍独老结识。独步亲在自我矛盾及自我攻略中跟霍氏夫妇离开了。一转眼我这老把式种地没荒废了，但凡我伺候的都长得好，白菜一颗颗跟玉石似的，小油菜香味也浓，再看看那些萝卜都往地头上冒了。这是咱家自己种的菜，先长熟的摘下来晒干，吃上个2个月不成问题，剩下的一些留作菜种子，在年底前还能再种2茬。这个呀，就算是咱们家在土北山成功扎根的第一步，勉强算得上是供菜自足了吧。菜没长好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担心来着，怕12码头那些人会瞅着青菜成熟的时候再来打杂。好在咱平平安安的过来了。苏小儿开心道：经过这次，他们应该真的不会再来找咱麻烦了。你们听听周围其他菜地里都是笑声嘞。现在已经是6月末，周边种地的人家地里青菜也进入成熟期了，能摘了下锅了。从菜园出来没多久，苏家的，我家地里辣椒熟了一波，我摘点给你们拿来，里头我分出一小包熟透的，晒干了就能做种子了啊。这是鸡毛菜，我从山里转移回来的，全部都种活了。山药担子呢，还要等些时候，到时候我再给你们送来。这是我家的番茄啊，我家的丝瓜。昨儿我在山里摸到一窝鸟蛋，偷偷带回来了，你们藏着吃啊。嘘，收了吧，都是苦着熬着。回头咱们地里的菜种子多留一些，给他们分一分，算是回礼了。阿姨、阿奶，今晚煮鸟蛋吗？苏老夫失笑：哎呀，煮！天气热了，鸟蛋不经放，总不能放坏了不吃。田宝还没吃过蛋羹的吧？看着馋了吧？阿奶喂你吃啊，这可是好东西呢，常吃了长个头，养人。老大，待会儿挑2块肉干出来，我连着去趟霍娘子家，要是能行，让他帮忙换点鸡蛋回来。苏老妇犹豫片刻，开口道：田宝一天天长大了，平时炖的肉他又不吃，这样哪能长个儿啊？
难得他喜欢吃蛋羹，想办法也得弄点回来。苏大立刻应声，断刀是饭点必到。此刻正坐在饭桌旁沉默干饭，闻言冷不丁开口：城里有鸡蛋，肉干给我去换。啊，我现在就去把肉干拿出来，挑最好的。他吃饭很快，吃饱了拎起苏大拿出来的肉干就走。等苏家吃饱饭洗好碗，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苏家小院，袋子放在地上之后，男人一言不发，重新消失了。高手是不是都是这样来如风去如风的呀？高手是咱们能懂的。快看看袋子里有什么。袋子打开，最上面是一小篮子鸡蛋，估摸着得有20多个，一只没破。篮子下方是一袋白米，一袋细面，一套瓷碗，还有一扎蓝色的棉布。断刀大人其实是出去打了个劫吧。白府大厅烛火明亮，白猿站在家主子爷面前，没提自己给东西的时候多利落，丢人。这苏家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连断刀都能收拢过去，一袋米面就让你脸发干了？怎么做大事？下次断刀再来，要什么继续给他。爷还想继续招揽他？在风云城能够让人闻风丧胆的人不多，每个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不抢，万一让别人抢着了，那最后损失的不就是我了吗？不管他愿不愿意来，这种小情面给着，时间长了总能积点好感。就算是最后不为我所用，也不会公然跟我作对。如此一来的话，不算亏。这要是不给，那才是亏大发了。断刀这个人呐，身份来历不明，脾气也是难以捉摸。半把隐月营纵横风云城，无论如何都不宜交恶。白猿低头应声，小的明白。苏家那边我们可要打点打点。小的总觉得那家子不似看起来那么简单，是霍子恒肯为他们再进风云城，现在又有个断刀给他们家做跑腿。你去办吧。是。等白猿退下之后，白魁低头看向怀里的小祖宗，努嘴逗弄。爹的好儿子，怎么样？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你喜欢砸银子，明儿啊，爹开库房，里头的宝贝随你砸着玩啊！小男娃打了个哈欠，艳艳道：“不好玩，玩腻了，明天不砸银子，砸人。”好嘞，爹把府里的下人拉出来，叫他们列队让你砸。我要去街上砸。哎呦，好，不愧是我儿子，打小就霸气。厅里下人低着头，无人敢言语，除了白府。望阙楼跟万家庄也相继收到消息，个人反应不一。望阙楼静观其变，毫无动静；万家庄里万福则暴躁如热锅蚂蚁。怪盗临时反悔，原来也是着了苏家的魔了，真他娘的奇哉怪哉！就连独步青都在苏家栽了跟头。看来我们此前估算的不错，这藏在背后的人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掌控的范围了。可惜呀，派了几波人马盯梢，却至今无人见得其真面目。倒是苏家的那个小娃娃，我总觉得有些怪异。不过几个月大的奶娃娃罢了，哪里值得我们费神？六叔莫要思虑太过，最紧要的还是背后那个人。现在土北山开出的荒地一片接着一片，那些贱坯子仗着有人撑腰，一个个壮了胆子，不要命的往我们的脸上抽耳巴子。这事要是解决不了，帮主那里如何交代？既然除不掉，那就想办法把对方收为己用。这也不是易事，眼下盯着苏家想要拉拢的绝对不止我们12码头，加上之前有了嫌隙，苏家怕是不会肯亲近过来。你忘了苏家主职在我们手里呀？对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苏良那厮现在可是我万家庄佃农，许他点蝇头小利，让他去跟苏强一家说服，这苏强怎么着也得仔细思量思量啊。院门响起叩叩声，你是何人呢？就何事儿？这可是大怀村来的苏祥苏家。问你是谁呢？上人家家门先报姓名，这点规矩都不懂啊？人12码头来打杂都先报个来处呢。哎呀，倒是我冒失了。你是堂弟媳吧？我是苏家主族的苏成。祥子可还记得我？你成堂兄。苏老汉人站在院子里有些茫然。成堂兄？哎呀，是我。看来你还记得呀。自家人可否进去说话呀？苏家主族，你们还有脸找上门来？不出现便罢了，看到你们出现，老子就想抽你们！我苏家院不欢迎你，什么主族啊？呸！苏成见状急了，沉了脸。你们这是做甚呢？苏家一族
本就应同气连枝，何况自古尊卑长幼有序，你们怎能如此蛮横无理？祥子，你说句话。我做不得主，听我老伴儿的。男人大丈夫，你夫刚不正，听我老伴儿的。你苏老妇一巴掌打过去，管天管地，你还管到别人家来了？尊卑长幼有序，那也得看人。飞黄腾达的时候没想起我们这些穷远亲戚来啊，落魄了倒是上门来玩心眼来了。回去告诉你家苏家家主，什么主族分支的，老娘今儿就撂下话，我苏家一家子不认，我就是一乡野俗妇，甭跟我扯这些教义礼仪的。从今往后啊，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行我们的独木桥，两不相干。你现在就给我滚，用不着拿道义压我们苏家。你们要是讲道义，也不会沦落到今儿这个地步。走不走啊你？不走老娘还抽你！娘，抽得好，这个时候寻上门来，能安什么好心眼？黄鼠狼给鸡拜年！你居然敢打我！苏翔，你就一声不吭吗？田宝，你咋爬到这儿来了啊？亏得阿爷眼尖，不然踩着你可咋行？田宝瞄准家门外满脸愤愤的老男人，小手一挥，气势彪悍。爷啊！宝，阿爷不能打，阿爷动手打他，就是咱全家不占理了。让阿奶跟你爹、二叔他们教训他，回头外面人议论起来，阿爷做个样子训一训自家人，就能糊弄过去，晓得吧？貌似懂非懂，勉强品出阿爷不能动手，但是其他人可以动手，所以田宝动手了。哎呦，我谁砸我？哎呦，荒唐！哎呀，粗陋之举！哎呦喂！娘仨齐齐瞪大眼，嘴巴半张，神情呆滞。他们跟苏城之间距离不过3-2步，那么密集的石头雨凭空落下，愣是没有一粒石子误中他们。哎呦，阿奶，他跑得跟以前村里被人撵的狗一样。苏城甫一回到住处，里头立刻有人迎了出来，看到他灰头土脸的模样时愣了一下。怎么这副样子回来了？那边什么反应？苏城指着自己的脸，咬牙怒道：什么反应？你看看我这张脸就知道了。我亲自登门，结果连他们家门都没能走进去，那一家子抄家伙居然要朝我动手！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说话做事皆上不得台面。他家那恶妇还敢放出话来，说要跟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不认苏家这宗族。谁也不是傻子，刚来的时候不想着恢复关系，这时候再找上门去又有什么用啊？现在是人家防着我们打秋风了。闭嘴！只要没出了五福，没分家，所有孙家子孙的名字就写在一张族谱上，一笔画不出2个苏字。不管他们认不认，他们都是苏家人，是苏家人，就得遵守苏家的规矩，受苏家尊卑。以为我们主族落魄了就敢摆脸色了，自古可没有旁支越到主族头上的道理。他左手侧中年妇人低头倾道：娘说的是，娘是苏家一族当家老夫人，我们来到这里时日不短，那苏家却一次未有登门拜见，本就是他们不懂规矩在先，难道他们一个几口之家的旁支，还要娘先去给他们低头不成？右侧妇人也道：要是懂事的，就该早早来接了娘过去侍奉，也不至于娘屈身在这草棚子里熬出一身病来。哎，有2个妇人一唱一和，苏城立刻搭话：可不是啊，娘啊，你不知道小苏家有多可恶，苏想娶的那个妇人竟然往我的脸上挥巴掌，你说说这像话吗？我再怎么说也是堂兄啊！他当时骂骂咧咧一通，这话里话外的，没把我们主族放在眼里。这搁在以前，这样的恶妇只配得到休书一封。他只将苏家恶行添油加醋的描述一遍，却只字不提自己还被石头雨砸了一场。梁儿去万家庄商议事情了，待他回来，我与他相商，把小苏家那恶妇喊来。我这个当长辈的亲自教教他规矩。你们家是不是挖了密道什么的？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就不说生分话，要是真有啊，就告诉我一声。别说没有了，就是有也不会告诉你，让你连吃带拿呢。想拿不着，那吃的我断不能落下。疯老头又呼噜了一口面疙瘩，瞅着前方绿油油的菜地，眼足眯眼。怪不得断刀那个家伙要来你家搭伙，你们家那小娘子做饭的手艺的确不错，有开铺子的水准了。哎，这开铺子不敢想，能在自家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们就满足了。风云城那地方
寻常人哪敢进去啊？目光短浅，心无大志，只要想干，没什么是干不成的。只要你们把好药材交出来，我给你们铺子坐镇，不在话下。要不把那个有好药材的高手引荐给我也成啊，这买卖划算，老子白给你们当保镖。这外面多少人堆着金山银山请我都请不着呢，你们呐是真的赚呐！天宝，走，跟毒爷爷找宝藏去。我就还不信了，老子待会儿专往屋子角落里钻，看看那些石头是不是能继续无死角往老子脑袋上砸。挟着我，你一定能如愿。毒爷爷，我们也去。走，哎娃子，来来来，悄悄地告诉毒爷爷，你们家其实藏了几十个高手吧？毒不亲无神地望着茅草屋顶，有气无力。我们也不知道啊，毒爷爷你好菜呀！哎，你们不懂，术业有专攻，老子的看家本事是鼓捣毒药，我回去琢磨琢磨法子，下回再来。毒爷爷，你要琢磨什么法子呀？炼长寿丹。去歪。想去玩？外面？田宝眼睛顿时更亮了，点头又点头。走，4个没见识的小崽子，毒爷爷带你们去看看风云城。嘿嘿，那个可是个好地方，只要你拳头够硬，吃东西不要钱的。烈阳下的风云城热闹喧嚣，临街店铺招牌高悬，街边小贩扬声吆喝叫卖。毒爷爷，那边又有人打架。忒正常。苏文牙齿打颤，那边铺子台阶上绑着好多大人小孩，他们要干嘛？哦，在卖人。毒爷爷，那里挂的是那个呀，人皮。那张皮上有没有清理干净的狗毛？明明是狗皮。2级方开擂台了，哎呦喂，今儿来的是真巧，恰好赶上了。毒爷爷，什么开擂台呀？这2级方养了不少打架好手，这每个月呀都会在门前的广场上摆开擂台，任何人都能上去挑战。这要是赢了就有银子呢，要是输了呢？要倒给银子吗？崽子们呢，知道2级是什么意思吗？赢了上极乐，输了下阴间，所以才叫2级方。快，还有没有人下注啊？马上收盘了，最后的机会，转眼暴富就在一念之间呢。坐地赢钱的好事儿，还用得着想吗？下个屁的注，上面那俩老子一个都不看好，一个个小细胳膊不够老子一手折的。人不可貌相，2级方养出来的能有孬的？我压白无常，我压黑无常，再赢1场，赏金就能升到100两。他已经连赢2场了。这老毒怎么来了？为了这100两银子，他也能不亡命，横得怕不要命的。操！闪远点！上次老子不小心沾他一片衣角，那块皮反复烂了1个月。你算走运了，好歹烂的不是下面。那操你姥姥！老子下边就算是真烂了，也能扒裤子玩你兔眼儿。发生口角的2人转眼在人群中扭打成一团，热闹更甚。鱼儿高不高兴啊？爹爹特地给你开的擂台，好看吧？啊，超好看！白魁顺着儿子手指头看去，一个粉玉娃娃坐在大人肩颈，漂亮的跟黑琉璃似的眼睛弯成半月，样笑小脸白得发光。白魁露出诧异，眸光微闪，偏头朝后吩咐：去，请毒老上楼去坐，看打擂嘛，这里的视野最好。喜欢好看的娃娃？好，爹把人请上来，让你靠近了看啊。小男娃下了一台，不过3、4岁，骄纵跋扈的气息已经难掩了。哎，白家主客气，盛情难却，我就不说台面话了。毒老是性情中人，一桌酒菜罢了，您老随意。苏安3个男娃子如坐针毡，田宝把3楼看了一圈就失去了兴趣了，这会子只盯着面前的石桌瞧。咋的？馋了？鸡腿？哎呀，可惜哟，你啃不动，我呀替你吃了啊。
这排骨你也啃不了，这鱼儿啊带刺儿，小心为上，还是毒爷爷替你吃啊！吃吧吃吧，毒爷爷可不会吃毒食，这不像你们家把那好东西藏得严严实实的。这是土北山苏家的小娃娃，都是长得精致，倒不像是农户出身的，肉乎乎的，比年画上的宋喜童子还可人。白玉看着近在眼前的小奶娃笑了，笑得嚣张又恶劣，这种笑跟感觉他太熟悉了，上辈子在实验室里见过太多。他歪了脑袋，张嘴，好吃的。田宝咧嘴，一巴掌呼了过去，啪的一声，响声清脆。男娃脸歪过一边，瓷白左颊迅速浮出小小五指印，慢半拍的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独不亲嘴里半块鸡腿肉吧嗒掉在地上。我去他奶奶的！独不亲手里的鸡骨头一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抄起田宝，拢住另外仨崽子，翻身就从3楼围栏跳了下去，逃也似的狂奔，头都不敢回，边跑老头边咆哮：崽子，你他娘的专门克老子来了是吧？你就算直接往那白魁那厮脸上挥一巴掌，毒爷爷都不至于这样逃命，你动他崽子做甚呢？那是他老子来了唯一的毒苗苗，护得比他自己个儿的命还重要啊！哎呀，完了完了，这他娘的老子的窝要被抄了呀！头顶太阳依旧热烈，身后追兵剑圣，独不亲迎风流泪。老子以后要是再带你来风云城，我独不亲3个字倒过来写。两级方3楼，下人们速速跪了一地，无人敢抬头看家主脸色。来人，传话下去，日后但凡苏家人入城，不用再给礼遇，动了我白魁之子，焉能逃？调人即刻前往土北山，老子亲自去一趟，我倒是要看看苏家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名堂。另外，把独不亲那间破庙给我倒了。他白魁的儿子绝不能受委屈，我也要去！他居然敢打我，我要在他脸上打10巴掌！好好好，去，爹马上带你去报仇，给我儿子找场子。我自己去。苏家院里，哎呀，短刀啊，这次咱们是真的要完呐！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揍了白玉啊！田宝揍白玉了？对呀，除了他还有谁有那个狗胆？白家小崽子哭得嗓门都劈叉了。我回来的时候，后面跟了一波追兵，白魁那厮肯定马上就会杀到。苏家庙就在这里，跑不了。我们住的破庙估计也不能幸免。事情平息之前，咱们俩就别回去了。快进屋进屋，先躲一阵子再说。在这儿躲？还有哪儿比这更安全？这里有鼎鼎高手护阵呢。多老，田宝又揍人了？苏大问得更细致。白家开了米面铺子的白家，对，就是那个白家，不仅开着米面铺子，还是风云城内2霸主之一的白家。白家家主白魁以前作恶太多，导致膝下一直无子嗣，后来诚心拜了菩萨，这才在40来岁的时候求来一子，宝贝的跟个心肝肉疙瘩一样。田宝啊，可真会挑人的，他那个胆子到底随了你家哪一位呀？哪一位都不随呀，除了小田宝，家里其他人不长熊胆。一流高手来了12个，100米外另有弓箭手待命，老头带他们进屋。带什么带啊？先自个儿藏好再说，还要先找个好位置，以便观察一下那位传说中的高手将会从哪个角落冒出来。开门，把那个小娃娃交出来，他出来了，小爷就不为难你们，不然我叫人把土北山给清洗了。快出来，小爷要没耐心了。小少爷，我女儿伤了你，你要撒气冲我来，我苏大一个人担了，还请小少爷莫要为难其他无辜的人。我找那个小娃娃，你出来做事，闪开！我是他爹，你是他祖宗，小爷也不找你。弓箭手准备。苏大门后立刻出现几只手，把他往回拖，动作飞快。总算出来了，哼！你下来，小爷给你一次单挑的机会，免得别人说我白家仗势欺人。这次你要是能打赢我，我就既往不咎。白家所有人都听着，待会儿单挑谁都不许插手，违令者死。小少爷，闭嘴，没让你说话。田宝也小脸一沉，猛地挣脱老夫的手臂，顺着往下滑，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敢喝出我安奶，现揍！双腿挨地，咚！田宝摔了个屁墩儿，挣扎爬起，咚！又一屁墩儿。下一瞬，白家小少爷乐极生悲，脚腕被一只小手抓住一拉，屁股着地的那一刻，白玉是茫然的。没等他回过神儿，小奶娃已经小老虎一般的朝他扑上来，把他摁在地上就揍。
住手！你敢揍我，我杀了你！季开，下去，别打了！四周再次一片寂静，有小少爷之前发话要单挑，白家人这时候愣是不知道该不该让钱帮忙。宝啊，留点余地吧，那是白家小少爷霸主的儿子。田宝贤哭声聒噪，小爪子一拢，把白小少爷的嘴巴捏紧了。菜鸡，日头西移，土北山风声呼呼，明明是夏日，众人却觉得周身发冷。田宝，别打了，快停一下啊！你刚算偷袭，不算。你给我等着，我回去洗干净了，明天再来。白玉小儿，你没事吧？今天打输了，洗个澡，明天再来就能赢啊！哎呀，输给几个月大的奶娃娃，我都替你爹丢人。后方又出现几只手，捂着毒不清的嘴巴，把他摁了下去。来人，还府！田宝，行啊，有种！跟老子年轻的时候一个气性。嘿嘿，明儿白家小儿要是再来，听毒爷爷的，还要跟今天一样揍他。派了这么多人追了老子10里地，不出口恶气那哪成啊？毒了，不能这样教田宝，他什么都不懂，咱说啥他就听啥。你那要把他教坏了。毒不亲两手叉腰，不以为然。小娘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里是流放之地，来到这里混得起来的都是又坏又恶的人，好人只能受欺负，知道吗？以恶制恶才是这里的生存之道。那也要让田宝先懂得是非善恶呀，等他长大了怎么行事，由他自己做主。哎，行，老头子不跟小夫人辩口舌，补个屁！田宝有天资，岂能误了人才？断刀在旁沉默不语，瞧着田宝时眸底若有所思。霍家那边霍氏看了场精彩戏，也跟自家男人提起苏家的田宝。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狼崽子，年纪小不懂事儿，不知道害怕，也不会思虑后果，心肝肉被揍成这样，白亏能善罢甘休。未必，白家小少爷闹的这一场反而解了白魁的围。什么意思啊？田宝在风云城里先揍了白玉一次，白魁当时在场，这事便无论如何不能算，他必须追究，否则白家也会跟12码头一样被笑话。但是要真追究，白家能不损失人手？白魁可以说骑虎难下，不得不为。但是白寻偏要自己来，4岁不到的小娃娃来这里再跟奶娃娃打一场，不管输赢，那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无伤大雅。白魁正好可以借坡下驴，他比大胡子精明得多。霍氏听了脑子发晕，喃一步一步，他娘全是心眼子。白玉回来之后就冲回房间，把房门关上了，任凭谁喊都不开。主子，我瞧小少爷伤得挺重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听随行说是一路哭回来的。现在梁子越积越大，周围无数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白家接下来的举动，请主子明示。梁子？结了什么梁子？不过是娃儿间的小打小闹吧。小少爷不是说了吗？明天还要去苏家玩。管家瞠目，玩？行了，小少爷哭一哭就没事了。待会儿啊，我带他去库房转转，他一准开心。去，你去跟厨房吩咐一声，今晚的菜色备玉儿最爱吃的啊。是。管家怀着满腹心事退下。有事，先走。墙外，毒不亲不满的嚷嚷声飞快远去。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啊。哎呀，你把我放开，老子不走。喂，我听故事都不行啊！你奶奶的！告诉爹，一直保护咱们家的高手，是不是你？大哥，你在说什么呢？高人怎么会是田宝？哎，不对，怎么不会是田宝？田宝，怪不得那位高手从来没现过身。但是只要宋家有事儿，对方总能及时出手，就好像住在家中一般。之前爹娘一直没有察觉，辛苦我乖女儿了。怪到那段时日，你白日里睡得比平时要久一些，晚上守着咱这个家打坏人，累着了吧？来，给阿奶抱抱。哎呦，我的乖宝啊，阿奶真盼着你快点会说话，这样有啥事儿你就能跟阿爷阿奶说了。你说你
嫩小个年纪的，就让你为家里操心那么多事儿，阿奶心里真不是滋味啊！爸打爸，田宝打坏人特别厉害，我很行。爸呱。天宝，你想说的是乖是吧？哎呦，不行了，哎呦，我肚子疼。看点儿，断刀跟独步亲准时出现。独步亲肩头背着个破破烂烂的小行囊，在苏家人瞪视下坦然自若，理直气壮。瞪我干什么？我今儿是为了小崽子们，被白家端了老窝没地儿住了，这事儿你们该负责吧？啊，总不能让恩人流落街头吧？我要求不高，每天给我添副碗筷，以后我跟断刀就搁这住下了。万家庄大厅，白魁那只老狐狸可真会算计啊！为了保留实力，连自己儿子都能利用。同样对上苏家，合着最后只有我万家庄吃了大亏。一只老狐狸，一只小狐狸，我都小看了那个小的。小狐狸又说白寻还未满4岁，那又如何？白魁以区区绿林出身，做到半城之主的位置，你以为他就光凭那一双拳头，好不容易得了个能够继承香火的儿子，望子成龙，他定会倾力培养其成才的。整个风云城都知道他有多溺爱白玉，将白玉宠的小小年纪便骄纵跋扈，纨绔又霸道，难道这些都是故意做给外人看的？若只是养出个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日后他白魁不在了，他的儿子会立刻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的。这有没有可能是那白魁暗中授意？我还是不太相信白寻那么小年纪就有了此等的心机。古往今来，至多近夭者凤毛麟角，那也皆是大家族耗费巨大时间精力培养出来的。是或者不是，这日子长了总能看出端倪。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否则白玉他日成长，白家就是一门双雄，这风云城要彻底变天，这对于我们12码头太不利了。第日一早，朝阳刚刚透出一丝红光。苏家的，起来了，起来了，日头晒屁股了，今天大屋子赶紧起来干活。独老，干活也要先吃了早饭嘛，你是不是来的忒早了点啊？早什么早？屋檐上的麻雀都叫了3、4回了，哥你们这么懒，怎么抢吃的？哼，还不如我一个几十岁的老头子勤快。是，您老最勤快了，给我醒醒神啊。这大屋子要先搞材料，木材、茅草、石头拌泥。短刀去结木材去了，清河湾芦苇长得正好，你们割草去。苏家兄弟俩嘴角抽了一下。那活都我们干了，独老您干啥呀？我遛娃。独步亲背着手，理直气壮，脑袋还往屋里瞅了瞅。田宝呢？苏湾3个小崽子呢？我说话这么大声，他们咋还不行啊？行吧，您会使毒，您最大，反正没人敢揍他。等苏家人都起了身，太阳这才刚刚跃出地平线。独步亲驾着小田宝，身后缀着3个小尾巴，在院子里悠哉悠哉地转圈散步。独爷爷，你的毒到底藏在哪里呀？你兜里都没有。能让你给找着了，毒爷爷我还能混呢。完毒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防不胜防，避无可避。嘿嘿，毒爷爷告诉我们嘛。毒爷爷不说，有本事的自己找出来。等你们能在我身上把毒找出来了，走出去也能当一声徒子徒孙喽。苏家要在院子边上再搭屋子的消息很快就被周围的住户获知了，不少人往这边赶过来，或带着建屋子用具，或扛着能用得上的建材，壮着胆子前来帮忙。苏大，昨天白家小少爷说还要来，你们这个时候搭屋子就不怕他来了使坏吗？不怕，他要是再来跟我家田宝单挑还得输。苏二嘚瑟的笑声还没停呢，就瞥到了家外黄土路悠然出现的小身影。苏二嘴角抽了一下，抬手给自己一嘴巴子，叫你说人，田宝在毒老头身上还没睡醒呢。喂，小娃娃，本少爷说话算话，今天又来了。走到苏家门前，小男孩两手往腰上那么一插，抬起下巴，鼻孔朝天，那模样要多欠揍就有多欠揍。田宝啊，小崽儿，快醒醒，别睡了。白家那小子又来找你干架了。毒爷爷，妹妹还小，打不过他的，不能放妹妹再去跟他打架。苏文苏武跟哥哥一个鼻孔出气儿，不能，
妹妹连路都还不会走，要是那个小少爷跑一下打一下，妹妹咋追上去？爬还是滚啊？快点进屋吧，把妹妹放在屋里，别让她爬出来。打！好像有人要跟他打架呀！打！读不进乐了，把小奶娃拎下来放到地上。听到了没有？田宝说要打，毒爷爷可不忍心拒绝。田宝啊，那个小子就在那儿等着呢，上揍他！他挑起乌溜溜的黑眸，看向对面仰头八叉的小少爷，抬手朝对方勾了2下手指头。独不亲和在旁暗戳戳观察事态的苏家人都不说话了。白玉鼻子都气歪了，小娘们儿，你蔑视谁呢？本少爷今日非教训你不可！话毕，小少爷嗷的一声便朝小奶娃冲过去了。旁边刚圈出的地基上，王川、李小小等人缩在苏家人身后，急得脸色发白。咋办呢？啊，还要看2个娃娃打起来？这次白家少爷肯定是有备而来的，田宝要被欺负的。哎呀，白家小少爷也还是个小娃娃呢，2个娃子闹一闹罢了，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啊！今天你输定了！小少爷开始骚步子在小奶娃身边游走，手里的小鞭子咻咻咻几下，又戳出好几下。好话赖话不说，你教人怎么揍田宝啊？回头老子就把你的嘴堵上！奶娃娃抿起小嘴儿，小眼一沉，抓起手边的小石子就朝对方扔。白玉乐极生悲，住手！不来了，别砸了！你要停下！你怎么这么多招数？哎呀，大家不许乱气，不许用砸石头！我认输还不行吗？现场一片沉默，白家跟来的人不忍心的撇过头去，否则谁敢多动一下，哪里动了，回去就砍哪里。白家小少爷又哭着下山了。苏大，你老实说，你家的那位高手是不是收田宝为徒了？杜老，这不可说呀。是了，肯定是了。白家的小崽子逃窜的样子跟老子差不离，那些石头跟长了眼睛一样，力无虚发，钻哪个角角洞洞都躲不开。操他奶奶的！嘘呀，杜老，这件事儿啊，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您啊就别往外说嘛。田宝这还小呢，也别骂人，我怕你又被砸晕了。行，我知道了，你是个实诚人。段道，你说那个高手到底藏在哪儿呢？从你守着苏家到现在2个多月了，期间我也没少来苏家转，晚上也没少在这附近蹲点盯梢，愣是没见过那个人的影子。他到底是怎么避开我的耳目出来教小田宝的？还有田宝那个小娃娃，就他这个年纪教功夫，他能听得懂？田宝，你又打赢小少爷了，真的太厉害了！妹妹扔石子好厉害，像这样咻咻咻扔出去，次次都能砸得小少爷哇哇叫。田宝，你是怎么砸的呀？准头真棒！要是我有你这么厉害，我天天上山打鸟去。段刀屈膝半蹲，拿出一截大人手臂粗细的木料，拧着小娃娃开口：“能掰断吗？”田宝抿唇，小手把住木料便掰，木料应声裂开，没断。你刚才用的是蛮力，蛮力在大中有限，除了蛮劲之外，还有一种力道叫内劲，将气息沉在肚脐下方位置，再把那股气息运行至手腕。这田宝才多大呀？巧劲儿内劲儿，那些个门道，他现在哪里能领悟得到？话语消音，断了，那么粗的木料，我这辈子都不能比妹妹更厉害了。我他奶奶的，真是妖孽呀！转而霍家院，霍氏看着院子东墙还在继续蔓延的裂缝，气得脸色铁青。姓霍的，你说是断刀还是独不亲？怎么不能是苏家高人？说笑呢，我一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高人不干闲事儿，这种霍霍别人家院墙自降格调的事儿，他干不出来。对面在搭房子，待会儿你送些吃的过去，让他们顺手帮着咱们把院墙修一修吧。我还得往里搭吃的。然则，你想跟段刀打一场，还是想跟独不亲打一场？图南村下场，苏良被人抬了回来，万家庄家丁送回来的。良儿，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你可别吓为娘呀！你们对我儿做了什么？我们庄主说了，交代你们办点小事都办不好，苏家主族的全是一群废物。既然许你们好处，你们都干不成事儿，那就用不着对你们礼遇了。家主吩咐，你们大苏家店租由6成改成7成，下等出身就是下等出身，天生的贱坯子，好日子送到手上都接不住。呸！7成？你们万家庄是要吃人吗？我们店田地辛苦1年种出粮食，除了交店租，还得留下一部分做种子。之前6成租子算下来，我们全家都得有半年吃糠挖野菜，现在还要再往上加1成的租，你们要逼死人呢！要是不想干，你们随时可以走人，只要按契约交出违约金，大路朝天，我们万家庄绝对不拦着。何须赔3000两银子？一群不知道感恩的东西！老子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来了流放地不做佃农，连半个月你们都撑不住，土鸡插羽毛，当自己是什么鸟？家丁们把大苏家狠狠羞辱了一番，扬长而去。娘，需想法子笼络苏家，方能解困。好，你说啥是啥，娘马上叫人去小苏家，定要把他们请来。凉儿，你别费力说话，好好养着，养好了才是正经。你要是垮了，咱家主心骨可就没了。万家庄那些杀千刀的，咋能把你打成这样啊？早知道那里是豺狼窝，那日来人请你的时候，就不该让你去呀。娘，苏家那儿先别去，等我从长计议。好，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断刀的。哎呀，这堂屋不大，但是够用。哎呦喂，这是我的床。自打来了这个破地儿啊，不是睡树杈，就是睡破庙。老子都快已经忘记躺在床上是什么滋味了。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灶房没有必要，我跟断刀不会做饭，弄个灶房没用的。回头改造，把灶房给我改成药房啊！这个院子嘛，还是有点小了，这再往外多划2丈，要不然遛娃遛不开呀。毒爷爷，泡脚过来了，吃饭了。来了。今天特意让秀儿多做了2个菜，当是庆祝毒老跟断刀大人新屋入伙了，你们多吃点啊。举碗。可惜没酒，老汉就以水代酒了。咱们干了。什么入伙不入伙，你们也不早点跟我讲，我还能够上风云城顺2壶好酒来，这不白瞎了。明日我带酒。哦，你明日要进城吗？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断刀侧眸，白晓峰手里有不少的好药材，我明儿先去探路，摸清楚他把好东西藏在哪儿了。断刀大人，毒老，这风云城内城这么乱，每天打架抢掠不计其数，那住在内城的人靠什么过日子啊？提到风云城，苏大满腹的疑惑，不仅他，苏家其他人也同样疑惑。你以前不是去过一次吗？这内城里乱是乱，但是铺子嘛，依旧是有人开的，这买卖呢，依旧是有人做，这城里也是有普通人的。城里也有普通人，他们不怕被城中恶霸欺负吗？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风云城乱是乱，但其实是乱中有序的。城内的2个霸主，一个是白家白魁，这第2个嘛是望阙楼白晓峰，各占风云城半城。平日里的那些打打闹闹，只要不损及势力利益，他们便不会多管。为了保持这个城中的民生平衡，如果事情做得太过了，那么2方势力就会出手了，否则的话，一个城池没人、没买卖、没有流通的话，那不就成了死城、空城了吗？这空城里的霸主还算是个狗屁霸主啊！我懂了，也就是说，2大势力其实会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城中百姓，取代了官府监管的职责。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伙提起风云城还是那么害怕，不敢去内城？怕死呗！你们是什么人？上门来找谁？这里可是苏祥家。你是谁？雨大，能不能让我们进去避避雨？再说话，孩子遭不住。求求你。老二，门外是谁啊？娘，不认识，是对母子，
他们想进家来。让他们先进来吧。娘，这孩子烧起来了，额头烫手呢。这么大的雨，怕是淋久了着凉了。哎呀，咋办呀？秀儿，你去霍娘子家里问问她家有没有生姜，换点过来煲姜汤，给大人孩子驱寒。咱家啥都没有，也没法子。等独老回来吧，再央他给娃儿看一看。小夫人是图南村苏家二房小吕氏，今日厚着脸皮前来攀亲，求堂叔堂婶救命。你起来说话吧，地上全是泥水，脏得很，别把干净衣裳又弄湿了。这是你孩子吧？许是淋雨受寒，孩子烧上来了。这么大的雨，咋带着孩子出门呢？孩子遭罪，你这当娘的也心疼啊。大苏家这种天气且娘俩上门，一个是羸弱妇人，一个是懵懂幼儿，料定了小苏家人狠不下心，对妇孺闭门拒客，在耍心眼子呢。一儿，是娘不好，娘不该带你一块出来。我女儿去借姜去了，不定能借着，孩子着凉发烧是轻心不得的。你们大苏家干的这真是让人瞧不上。你先别哭了，哭顶啥用啊？先照顾孩子要紧。娘，我去烧锅热水，待会儿让那娃子泡个热水澡捂捂汗啥的，许会有用。苏老汉被老伴儿狠狠瞪了一眼，心里虚着，轻咳起身。儿他娘，我去外头看看老大他们回来没有。一儿没出门时其实就不太舒服，我也不想带他一块出来，可是我真没法子了。家中情况眼下一团糟，老夫人无暇他顾，遣了我过来，我一个小妇人哪敢不应啊。你刚才有些话说的没错，大苏家家里出了大官，光宗耀祖，确实疏忽了不少远亲。我们小苏家呢，从来没沾过你们家的光。如果仅仅如此，我们自是不会计较。沾不沾光的，我们一家子也好好的活下来了。但是你们大苏家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没沾光；你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却跟着一块倒霉。再大度的人也不会半点不计较。这些事儿说一次就够了。再说了，你上门相求，我们家能帮你什么？苏老夫人叫你来，难不成是想让我们家给你们掏银子掏粮？堂婶，晚些你回去回你们苏老夫人啊，她太看得起我小苏家了。我们光景不比你们家好多少，把家翻过来也凑不起2个铜板银子，我们是掏不出的，米粮更是没有。你来时应该也看到了，这土北山四处还荒着，可有一块田地，我们也是靠人救济才活下来的。老大，爹说出去等你们，回来路上没见着吗？没啊。这老头子怕不是到别人家躲清静去了啊？躲啥清静啊？苏大云里雾里间看到堂屋里走出来的陌生妇人，苏二压着嗓子提醒：图南山大苏家的。苏大眼睛缓慢转了转，瞄到了窝在独老怀里的吃米糕的女儿，布料往段刀怀里一扔，苏大冲向女儿：田宝，爹回来的路上看到王伯伯家屋檐上有麻雀，爹带你打鸟去。布料。段刀大人，布料是你买的。我想了想，我还是不敢擅自收了，要不你直接给我娘吧。苏老妇黑了脸，这一个两个的甩锅甩得炉火纯青的。苏大跑了，独不亲追到屁股后头抢娃去了，仨崽子蹦蹦跳跳的跟着去看热闹。段刀也转角回了隔壁茅草屋，不到饭点不在苏家多待。堂婶，刚刚那2位是？小吕氏目光闪烁，试探问道：哦，是住隔壁的，年长的那位懂些医术。哎呦，躲在这儿呢，1个2个的，怎么我家成避难所了？哎，嘘，大苏家这次啊，使的是哀兵政策，派来求情的还是妇人孩子，实在是遭不住。我们先在这里躲躲啊？咋的？不是在躲你们家那个母老虎啊？啊，所以啊，我最讨厌你们那种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妇人之仁态度。这里是流放之地，当好人就没好日子。人家摆了明的把你们家当成肉骨头，你还要对人家客气。这要是换成老子，老子早就一把毒药撒过去，毒死了事儿，干净又清净。哎呦喂，哎呀，小崽子你救我！哎呀，老子刚才给你吃的大米糕白给了。哎呀，不就说了你阿奶一句母老虎吗？哎呀，这小白眼狼，撒手撒手撒手！
营养不济，饿过头了，病来如山倒。你儿子昨夜就开始着凉了，今日病发，已经烧了2个多时辰。昨天太阳毒着呢，便是晚上也是热的人不好睡。这小娃儿居然能够着凉。昨夜泡了多久的冷水？这至少也得有1个时辰吧？啊？图南山离这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雨也早停了，我小苏家就不留客了。大苏家的请回吧。没脸继续面对众人的目光。小吕氏抱着小脸朝红渐退的小娃儿，快步低头走出苏家小院，脚步踉跄。等等，这是独老给天宝买的大米糕，还剩1块，不是给你的，是给娃子的。到家前先喂他吃了填填肚子。小吕氏回到图南山，现在才回来，进了小苏家的门了。下晌雨大，我跟叶儿到的土北山已经淋了一身石头，却如祖母预料那般，小苏家让我跟叶儿进了门。接着说，小苏家光景确实比我们家好上不少，家后面种了个菜园子，园子不大，胜在有菜吃。不过那边也被万家庄压制了一层，没人敢开荒种田，苏家也没田。我进了他们家后，跟他们攀谈，得知他们家能熬到现在，也是因为得了他人资助。间中，我将家中情况仔细说明，哭求了一番，本想着小苏家会心软同情，多少帮衬帮衬，没成想如何？祖母息怒，是孙儿媳没用。叶儿在小苏家发起了高烧，那位独老给叶儿看过后，竟然说叶儿是在家就着凉生病了，还说叶儿昨夜里至少泡了1个时辰的凉水才病的。小苏家以为我故意虐待叶儿以博取同情，将我赶出了门。胡说八道！分明是他小苏家跟那独老联合起来欺负你一介小妇人，他们就是不想跟咱家攀扯上。祖母，大老爷，小苏家人虽没什么见识，但是身边有能人相助，想要笼络他们怕是不容易。这次他们以为我们家又耍了手段，想哄骗他们，大为愤怒。即便我们再派人过去求情，怕是也落不到好处。这事暂且搁下，待我的腿伤好了，我亲自去一趟。良儿，他们不肯借银借粮，你的腿伤什么时候好？能不能好还难说。事情要是耽搁下来，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家熬不了多久了。娘，听我的，否则再派人过去，也只会被继续赶出来。大家给我点点赞吧。哎呀，这独老又带田宝出去遛弯了。定是在药房。田宝啊，自从看到独老给人医病之后，对他的那些小药丸就特别感兴趣。这独老也纵着，隔3差5的就带他去药房玩。先做饭，待会儿饭香飘过去，人自己就会过来了。这些书不能乱翻。吴爷爷这次跟你说的是认真的啊，那可是老子几10年时间才搜到的古籍，是古本。你要是撕坏了，就找不出第2本了。毒爷爷非要把你炖了，炼药不可。咦，看啥看？你又不识字。就看1页，字儿你不认识，看看图就行了。就1页啊，不许耍赖。年纪大了，最受不得小崽儿撒娇了。妈，想知道这是啥？嘿嘿，问毒爷爷就对了。这个呀，是蛇缠藤，将其捣汁制药，有使人昏迷之效，跟蒙汗药嘛差不多。蒙汗药你肯定也不知道，回头毒爷爷呀，弄一点给你吃，你就懂了。怎么样，这朵花好看吧？这个呀是金叶菊，
跟黑心莲沾染了瘴气的桃花，苗姜子藤加上金蚕骨，可以制出五毒散，让人全身溃烂而亡。再等你大一点，毒爷爷就带你去苗疆玩，还能够弄点金蚕回来当宠物养啊！是夜，月朗星疏，田宝没什么睡意，又进了空间。田宝哒哒哒地走到田地旁，小手往各种已经认识的植物上轻点。人参、雪莲、灵芝、何首乌、地黄星。田宝眨巴着乌溜溜的杏仁眼，小嘴一张，青叶菊8瓣淡黄色小菊花出现在那堆植物最上方。要蛋，我要鸡蛋，大家一起来点蛋哦！操他奶奶的！白晓峰那个王八蛋真够阴险的，居然在房间里装机关。明知道他不好对付，你去惹他作甚？来得正好，快，帮我包扎一下。有毒！老子知道有毒，已经上过药了。哎呀，赶紧帮我包扎呀！废什么话？什么毒？五毒天水。能解？能。药材不足。后果？受伤之后，我立刻抹了白解散，能将毒性压制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无解，全身溃烂而亡。需何种药材？我去找。哼，找个屁呀！这要是能找着，老子早就去找了。风云城没有，白晓峰算得厉害了，这么罕有的毒都能够弄来。你说那狗逼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老子会去他那里偷东西，弄这些药来，专门对付老子的？哼，要是毒王谷还在，老子需要受这等憋屈，立马配个6毒天水回敬那个王八蛋。哼，老子也算没有全亏。瞧瞧，七星海棠，老子拿到手了。要是老子撑不到早上啊，你就帮我把这东西拿给小田宝。那日跟他翻古籍，我瞧他对这东西特别喜欢。看图片的时候，那个眼睛啊，贼亮贼亮的。段刀眸色翻涌，良久后走出屋子，翻身来到苏家菜园子里取了把锄头，又回到隔壁茅草屋之后，在离屋墙不远的位置挥锄刨坑。不亲，他提着最后力气翻身上了屋顶，坐在被露水阴湿的茅草顶上，准备迎接他人生最后一个朝阳。你在做甚呢？段刀没有抬头，锄头继续挥舞，嗓音淡淡：刨坑，给你做坟。你再说一遍。你的脸快烂了。金穗若是老子想念，我绝不是被白晓峰毒死的，是被你这个狗逼气死的。看着那个新鲜出炉的土坑，他做最后要求：喂，好歹也是共患难多年了，等我挂了，给我弄副棺材板再埋，别把老子直接放土里，我可不想生根发芽。好，城内药铺能找到人参、灵芝、雪莲吗？药铺只有普通药材，人参、灵芝那些稀罕的东西都握在几大势力手里，而且即便是几大势力，有的也不多。苏家高人能同时拿出3种新鲜的？胡说，我只见过新鲜的雪莲，一片花瓣。霍家人参是苏家给的，还有灵芝，苏家放坏了，拿去菜园里当了肥料。内城没有的，他未必拿不出来。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老子的皮肤都快烂到头顶了。刚想起来。你等着，老子迟早弄死你！哎呦，痛死我了！哎呀，田宝啊，快救救毒爷爷！毒了？咋了这是？毒不亲顶着一张发黑溃烂的脸趴在苏家堂屋门口，只剩下2只眼珠子还算完好无恙。快叫高人救命！老大，月兰，快叫田宝！苏老妇抖着手，别碰我，我有毒。毒老，你抓着木棍起来。苏老汉跟苏老妇迅速在地上铺开一层茅草，上面搭着旧衣裳。快，
快把人扶持进来躺下。哎，杜老，咱没啥见识，不懂需要做些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快说。高人，救命啊！救！苏老汉在旁边急得脑门冒汗。哎，大兄弟，咋就你倒是说呀？这时，段刀从外头走进院子，还锄头来的。他需要解毒药材。要啥药材呀五色梅、一品红、随絮子、钩吻槐、牛膝。苏家人僵了僵，齐齐低头看向地上躺着的人。毒老，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话的。看我作甚，老子回光返照。高人呐，田宝，快把你师傅叫出来，不然毒爷爷真要死了。醒得稍迟的仨男娃子也从房里跑了出来，扑到老头旁边就咧着嘴大哭，眼里是懵懂的害怕和心疼。毒爷爷，你怎么了，毒爷爷？哭得丑死了，去，别辣眼睛，毒爷爷没事儿，等病好了还带你们打鸟摸鱼。他闪神的片刻功夫，田宝已经爬到他跟前儿，把地上垫着的茅草掀起一角，小手伸进去往外扒拉，顷刻扒拉出一捧药材，又一捧，又一捧。来无影，去无踪，高人是真的高啊！快断刀，背我去药房，老子要制药，以毒攻毒。还有时间？你他娘的盼着我死呢！还有一刻，足够了。又片刻，桀桀怪笑声传出。好人命不长，祸害1000年呐！我就说嘛，老子怎么可能是短命相呢？老子没死成，就该有人倒霉了。等老子把脸养好，就是那个狗逼的死期。段刀抬脚就走，冷漠无情。苏家人也抱着孩子浩浩荡荡离开了，离开时还交头接耳低语呢。刚走出鬼门关就又想上门送死，嫌命长了。哎，可不是嘛。哎，算了，行了，回家做饭吧。这几天啊，多做点好吃的给毒老，死别前让他多享享口福吧。就这么办吧，下回毒老再出门，不定就是最后一面了。哎，毒不侵豪气被腰斩，瞪着众人背影。喂，就这么走了啊？不管我了，我身上的余毒还没清啊！喂，我操！田宝是妖孽，他师傅难道是神仙？抱着刀靠在院门口的段刀听到这句话时，脚下一踉跄，险些倒地。他揉揉眉，这种猪脑子能活到现在，大抵是蠢得太过，阎王爷他不乐意收啊。苏家今天的早饭比较清淡，苏秀儿用大米多熬了一锅山药粥，撒了点干肉末增香。盐少了，这肉更少啊，这都淡得没味儿啊。秀儿，给我弄点肉吧，你是不是看我伤了，故意克扣我饭食呢？身子伤着了就得吃清淡的，大鱼大肉好吃却不利于养身子。年老什么时候好全了，什么时候再想着吃肉。毒不侵眼一瞪就要撒泼，抬眼却见小妇人从锅里夹过一块干巴巴的面饼，就着凉水细啃。不止他，其他人也一样。苏家这些个知道他不能大鱼大肉，所以陪着他一块吃素淡的，免得他馋。要开始装逼。几十年没人管过他了，冷不丁被管了一下，毒不侵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田宝，看看这是什么呀？七星海棠，你喜欢的。这东西可是毒爷爷险些搭上了一条命才弄来的。你就说，毒爷爷对你好不好啊？毒爷爷对你好，你是不是也该对爷爷好点啊？这世上有句话叫做礼尚往来，知道吗？你告诉毒爷爷，你师傅手里到底有多少好东西啊？我可不是贪啊，
但是这次阴沟翻船被人暗算，忒丢人了，老子怎么的也得找回颜面呐。天宝啊，小天宝哎，再帮爷爷弄点药材。哈，天宝点头，干脆的让独步亲嘴角咧到耳根儿。食素有没有？无花、土沉香、华刹那。独步亲一口气说了10来种药材，全是自己收集不到的。那宝有药。小天宝拍拍自己的小胸口，不死活就走。望阙楼顶楼，男子墨发披尘，一袭月白流云袍，坐在古琴前轻拨琴弦，旁侧博山焚香炉，青烟丝丝缕缕，伴随着琴音盘旋而上。没死，倒是运气。属下查过，风云城内各药铺并未向独步亲售卖药材，便是有也凑不整齐。不管是五色梅还是一品红，皆是世间难寻的毒物，能一并拥有之人罕之又罕。主子，他的毒解得蹊跷。是啊，偷了我珍藏的七星海棠，中了5天的毒水还没死。本座也好奇，他是如何解的毒。给独步亲下帖子，请他来望鹤楼一叙，着他带上七星海棠。此人性情乖张无常，主子给他下帖，他未必会应邀前来。不来呀？不来就不来喽。主子，难道本座还能逼着他来不成？用毒跟轻功比不得他，用武比不得断刀，本座能如何呢？还是你有更好的建议？脸部线条干净利落，挺鼻薄唇，斜睨过来的眼狭长淡漠，幽暗冰冷，如隐在暗处对猎物吐信的蛇，紧紧对上他的眼，便让人不寒而栗。探子立刻低头，不敢与之对视，也不敢再多言语，自然少不得传到外面人耳中。白府练武场，玉儿练了1个上午了，该歇歇了。练武场旁，儿奴白魁抹着汗，一脸心疼。白玉气喘吁吁的，再次朝虚空劈出一剑。我不累，等我把13式练好了，立马去找那个小朋友一雪前耻。白魁嘴角抽了一下，鼓掌。好，我儿子有志气。管家低着头，尬汗从额角流下来。主子，那小苏家秘密不少，且不说背后有神秘高手相护，似乎只要跟他们家沾得近的，都能得到照拂。如独步亲就躲过了必死之局，奴才担心小少爷要是再前去招惹，恐怕还得吃亏。藏在地下的秘密，得敢挖才能得到真相。连锄头都不敢挥，秘密就永远是个秘密。万一那秘密是宝藏，不挖岂不是白白错失了吗？如那独步亲，不就得了莫大的好处了吗？管家，你这一把年纪了，还比不上一个小娃儿。管家头埋得更低了。是。万家庄，万福这几日心情不错，独步亲跟望阙楼对上了。轮到望阙楼了，这次谁都别轻举妄动。独步亲有仇必报，白晓峰也是个锱铢必较的。如今两人之间的交锋才刚刚开始，我们只需要等着看看最后是独步亲吃瘪，还是望阙楼吃瘪。不管谁输谁赢，对我12码头都是好事。坐在大厅，万福品着茶，笑容满面。万六也点头。独步亲跟断刀都是人才，可惜两人都不肯接受招揽，平日里行事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没少让我们头疼。这一次我们就按兵不动，隔山观虎斗。被笑话的不再只是12码头，这么一想，心里是说不出的舒坦跟期待。土北山苏家，后山南边有块小平坡，土壤比这边肥沃些，受光少。你们家高人的草药定是在那里栽种的。
老子外号邪医，又名毒老，能医能毒，在用药这块独一无二。种药这一块，也绝对不承认有人比老子强。所以我下定主意了，老子要把那块地抢过来，让你家高人无地可种。毒老，您要种草药？那不是得开荒吗？跑到后山南边去，那边不进清河，浇水咋弄？真要种地啊，你家院子后面就能够开出一块来，不是更方便些吗？这土北山，我跟老二兄弟俩也跑了不下于10遍了，其实哪哪都一样，土北山的地都不肥的。行吧，你们兄弟俩干惯了农活，回头帮我把地开出来，把药材种上啊！独不亲想都没想，使唤的理所当然。苏家兄弟抹脸，一句话说错就是给自己找事儿。独老这样的人，他的闲事啊那就不能管。独爷爷说了，他拿出来的草药须得有明面上的来处，不然太容易招人眼，容易惹麻烦。8月微风浮躁，无所事事的老头子吃过午饭后，又扛着小田宝，带着3个小尾巴，准备出门浪荡。走出苏家院门，抱着刀靠在墙角的男人淡淡开口：不去报仇了。独不亲带着崽子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背影是洒脱不羁的。我倒是想去啊，这不是小田宝太粘人了吗？小崽子说了，想要我活得久久的。清河湾芦苇荡对面，一股浓烟飘起，老的小的齐齐猫在路边侧。出来了没有？干草堵着洞口，蛇会不会钻出来又缩回去了？怎么这么久没见动静？我好像听到点声音了。不是，我听错了，是那边芦苇在晃。别说话，别分析，蛇溜得快，别一不小心让它给逃了。小崽子们没见识，蛇祖宗我在这儿呢，他能往哪里逃去啊？就算要逃，也得先滚到老子跟前来磕个头。不带呢，不带呢，快装上去啊！他朝我过来了。大蛇出洞，小娃儿胳膊那么粗，2个3、4岁娃儿那般长。苏武寒一蹬时从脚底板直窜脑门，转身就跑，魂儿都吓飞了。娘啊！哎呦喂，这胆子跟针尖那么大了吧？小五，再跑快点，蛇马上就要咬上你屁股了。哎呀，它飞起来了。不对，蛇好像真的飞起来了。妹妹把蛇捉了。不是捉，是捏，蛇被妹妹捏爆了。芦苇荡旁河水潺潺，独不亲将眼镜蛇处理了，取出蛇胆时一脸的心痛可惜呀。哎呀，崽儿啊，你说你捏个蛇使那么大劲儿做甚呢？蛇头爆了，毒囊被霍霍了，那是极好极好的东西，知不知道啊？田宝眨巴着眼睛，有些无辜茫然。田宝，你力气大，哥哥知道，但是你那么快，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那蛇跑得比我还快，田宝你咋捉的？教教三哥。你弱。田宝说的没错，你三哥啊弱不说，还胆儿小，下次啊别捉蛇了，捉蛐蛐吧。苏武脸呈菜色，令2只再次抱向。这位老哥留步，请问几位可是在前往土北山？可知土北山苏家是哪一家？你是谁？问苏家做什么？男人愣了一下，笑道：我是苏家亲戚，来探亲的。苏家亲戚哟，你是图南山大苏家来的？是，我是大苏家苏。是就好办了。下一瞬，他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砰地躺在地上，浑身无力，连指头都动不了了。独不亲可不管对方在想什么，大手一挥：崽子们，我看这个人面目可憎，咱们给他装扮装扮。好。独爷爷又要带他们玩好玩的了。片刻之后，
苏良眼睁睁地看着老者用布袋子从河畔兜了一袋子河泥过来，举着便往他脸上呼，涂得满满当当，只给他留下了眼睛跟鼻孔。苏良愤怒：嘿嘿，别哼哼，着什么急呀？还没完呢。独不亲桀桀笑，把苏良头上绑着的灰色发带扯下，将他散下来的头发抓抓拢拢，挽成妇人发髻。这人穿一身破衣裳，居然还有闲心思绑发带，是个穷讲究的，爱美。爷爷给他弄着发髻，如何呀？田宝脸皱了，表情跟小老头似的，须伸手在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一朵紫色小花往男人头上栽。独不亲，败家子啊！这是大叶龙胆，拿来当花用，没收。被人当成玩意儿摆弄，苏良目眦欲裂，却无可奈何，只能对老者怒目相向。独不亲压根就不看他，玩完了洗干净手，走回来将手在他衣裳下抹了一下，一脚把他踢进芦苇荡，带着4个崽子扬长而去。独爷爷，把他丢在那儿，他会不会死呀？死什么死啊？芦苇荡是干地，淹不死他的。过个一时半刻，他就能够自己个儿爬起来了。独爷爷告诉你们呐，那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到你家呀，是奔着当大爷来的，想让你爷爷奶奶爹娘伺候他呢，还心软，真是小崽子。交谈声渐渐远去，消失。外面脚步声似乎停顿一瞬，复又响起，接近。很快，头上掩映的芦苇被人拨开，探出一张尖瘦刻薄的妇人面庞。哟，这是被人整了？苏良点不了头，哼哼哼的眨眼。来找苏家的？你是苏家那啥远亲？苏良再次眨眼。哦，那你继续躺着吧。愤怒交加间，苏良身体传出一股异样，脐下3寸处似什么东西在爬，感觉逐渐加重，像万蚁啃咬。独爷爷，你怎么了？从河边回来就一直这样笑，古古怪怪。小孩子懂啥呀？咋了？隔壁老头笑成那样，你没听见？还能看得进书？霍氏凑到男人身边，挨着他坐下。那大苏家他奶奶就跟水蛭一样甩不掉，把对面当成血包了怎么着？所以老娘压根儿不想搭理，凭他躺到天荒地老。毒老整人的手段是连环的，那人定然够呛。可不是，我回来的路上听到惨叫了，凄厉，惨绝人寰。苏家小院，田宝，你啥时候发现的？嘎吱窝是他藏药的圣地。田宝小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田宝小手方向转了一下，又指向清河湾方向，张嘴模仿。田宝啊，乖，保密啊！这个小崽子简直就是老天爷给他找的徒儿啊，太适合做小毒物了。眼睛尖，耳朵明，出手快。你不玩毒，谁玩毒？你不玩毒，就是浪费天赋。来，乖宝，想不想知道这些黑泥巴是什么毒啊？这个东西啊，叫做蚁后浆。蚂蚁闻到一点点味道，就会蜂拥而上，直到把这些黑泥吃干净为止。还有啊，蜜蜂啊也很喜欢这个味道。那傻逼难受是难受，不过被蜜蜂蛰了之后就能动了。蜂尾毒啊，也正好是他中的第1种毒的解药。哎呀，你别爬走啊！老头手一伸，把手脚并用爬出2步的小奶娃又捞了回来。他还没教完呢。这第1种毒啊也有名字。田宝忍无可忍，跟捏舌头时一样的捏住了老头的嘴。耳根清净了。
你们就是小苏家的，好你们这些个不孝不悌、不分尊卑的东西！身为苏家分支，对主族不知敬重也就罢了，竟然还敢下那般狠手！今儿个老身特地将苏家有名有望的长辈请了来，依照宗族规矩治你们的罪。苏祥，你这个忤逆，带着你家的恶父恶子给我跪下！他们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呀？上门找茬还要我们下跪？你们哪里来的滚回哪去！他娘的，在咱们家2次碰壁拿不到好处，这是急眼了上门泼脏水准备打劫来了。放肆！身为苏家子弟就得遵守苏家的规矩，你们小苏家来了流放地之后，居于一隅独自安好，眼看着主之受苦不闻不问，苏家逆子苏祥还不速速出来跪下认错！你们大苏家弄这么大阵仗寻上门来，除了要我一家子下跪认错，还待如何？你们说说，我斟酌斟酌。祥子堂弟，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并非我们想让你如何，而是幼尊长，小辈尊敬孝顺长辈，那都是天经地义理应之事。哼，既然说到这份上，你也别怪我不客气。这时候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同舟共济才是道理。另外，家中男丁妇人便每日往返图南村一趟，帮着主族将那些佃田打理好。待日后人手足了，我自不会再累着你们。老夫人的意思是要我拿出家中米粮供奉你们，另外再带着西夏小辈去给你们干活。你们主族是万家庄佃农，我小苏家则是你大苏家佃农。爹，可不止，他们家给人当佃农，1年至少能留下点粮食糊口，咱给他们家干活那真是白干。二他奶，马家我不在行，你来动口，我来动手。苏祥，叫魂呢你！哼，让我掏家底来养你们这些蝗虫啊，还得给你们种佃田，想那么美咋不上天呢你？拿宗族规矩来压我们低头啊！谈礼仪廉耻孝悌，我呸！你们但凡知点廉耻，今日也不会找上门来了，还大言不惭说什么狗屁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啊！老娘告诉你们，我苏兰氏，我小苏家不吃这一套，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德行。嗨，真当自己是什么葱什么蒜了，跑到老娘跟前来摆谱拿条的。这儿可不是你们苏家京城的高屋大宅，这里是流放之地，是老娘看你不顺眼捅你2刀也没人管的地方。老娘今儿撂下话来，从今往后我小苏家自成一支，跟你大苏家跟你苏家宗族再无干系，谁也别想沾谁的光。日后管你什么大苏家什么主族分支，谁敢再找上我苏家门来，老娘便跟你们好好算算被拖累连坐的账。滚！娘，骂得好。娘，让你动口真没错，我听着太过瘾了，这事儿还得娘来。时间溜过，转眼由夏入秋，田宝已经能在地上走得稳稳当当，也终于学会了说软字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余成岁，绿绿调阳。抓住你了，小天宝，说说这是你第几次来偷瞧了？小脑袋抬起，眨巴眼睛想了一下，田宝比出一个巴掌。对啊，5次了。伯娘家是有刺儿还是有屎啊？你得扒着门外瞧，不能进咋的？不招呼，不能进。进来。或是直接上手把娃儿抱进门，他也想生个田宝这样的女娃。一天天的来回就是这篇文章，几句话你都念了快1个月了，不腻呀？明日不背千字文了，背幼学琼林可好？你背什么有区别？落老娘耳里都跟念经一个样。田宝，田宝哎，人哪儿去了？杜爷爷做了个好东西，赶紧出来，让你见识见识。杜爷爷，妹妹被霍伯娘抱进去了。霍娘子该还娃娃了。还啥还？田宝又不是你生的，天天来跟我抢人。啊呸！刁妇，田宝不是我生的，但是老子是他师傅师徒，懂不懂？老子怎么不能抢人了？最起码比你名正言顺，你就是个邻居。阿贤，把田宝还回去吧，我们也该吃午饭了。
哦，对了，我以前收集的书你都放到哪儿去了？龙文编影跟小学集解我都没找着，回头你帮我找一下。嘿嘿，宝啊，毒爷爷今儿啊弄出了好东西了，给你尝尝。蒙汗药，以前毒爷爷不是说过有机会让你尝尝吗？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啊，人会睡着，药性散了才能醒。来来来，尝尝味道。放心吧，毒爷爷把它改良了，还亲自尝试过一次，死不了人的。后头冷不丁一脚踹过来，老头直接飞了出去。短刀，你他娘的找茬啊！再有下次揍你。你懂个屁，老子是为了田宝好。等我带田宝吃遍百草千毒，以后他就是个小毒不侵，行走江湖，闯荡天下，这全是能保命的手段。他伸手扯了扯老头的裤管，招手让老头把脑袋低下来，随找出那粒黑色蒙汗豆，啊呜一口放进嘴里。田宝，你吃的是啥？蒙汗豆。他奶奶的，起开，别烦！不是不信你，田宝还小，不懂危险，这时候让他玩这些。今天他敢吞蒙汗药，明儿你我看不见的时候，他看见鹤顶红也敢尝一尝，他有多莽你不知。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听吗？我听你大爷！以后你把小崽子盯紧喽。男人这次走得干脆利落，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哎呀，又闹上了。看看去，苏老汉仰天长叹：看看有用啊，咱管得住谁呀？毒爷爷，还有宝啊，我还没说你呢，别闹，药不能乱吃啊。毒爷爷给你的都是我特地改过配方，控制了毒性的，以后除了毒爷爷给你的，你啥药都别吃啊，崽儿啊！苏老妇把娃儿抱高一些，手指捏上他的小鼻头，扬怒：说说，这次你又干啥啦？啊？阿姨、阿奶，刚才妹妹翻了毒爷爷的蒙汗豆，一口吃了。阿奶，宝乖。苏田宝，田宝肯定干大事了，不然依苏家把田宝当眼珠子疼的劲儿，不能吼成这般。吼田宝干啥啊？他还小，慢慢教就是了。给我，我来抱。哎呦，不行啊，老子东西还没收拾完呢。短刀啊，别躺了，赶紧下来帮忙，快！这些，还有这些，都帮我藏好了啊！别让田宝瞧着。田宝啊，咱说好了啊，约法3章，毒爷爷藏东西你不能看，看了也要当作不知道，给爷爷点面子，知不知道啊？哎呀，这个破院忒小啊，藏不住啊！我去他姥姥！挺好玩不是吗？土北山不曾这样鲜活过。是很鲜活。或是两手叉腰，狗男人，你啥时候也鲜活？我逃家时曾中过毒烟，熏了嗓子，毒不侵，医毒双绝，确实不负盛名。我似有2月余不曾咳嗽了。毒烟？我说你怎么一个小咳嗽怎么治都治不好，谁害的你？你报上名字，老娘杀他到天涯海角。此前因余毒难清，担心元芳与你有害，委屈了你这么多年。娘子，今夜圆房。转你大爷的口，我做饭。外强中干。霍子恒，你别嚣张，老娘一辈子骑在你头上。是夜吃过晚饭，或是把自己关上房间里，狗碎碎地翻出压在箱底10几年的红色嫁衣，换上一身喜色。男人入房，脚步声渐近，最后停在他的面前。等会儿。霍子恒一顿，挑眉。我想起还有点事儿没办，你等我一会儿，就一会儿，马上回来。别想着跑，我告诉你啊，老娘吃定你了。你做什么去啊？去找田宝。做何？或是着一身喜色，描眉画唇的突然从天而降。妇人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沾沾小田宝，保佑幸福，一举得女，不求多，生个小田宝这样的就行。话一落，人又咻的一声不见了。天光微亮，苏儿，起床了，赶紧的起来挑水，再晚点清河湾要上冻了。房里很快传来苏儿骂骂咧咧：苏大，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这才10月末，清河的上哪门子动啊？你就见不得老子睡个好觉？等着，这就起来抽你！从清河湾挑水回来，苏二冻得直哆嗦，干体力活都没能把他的身子热乎过来。这破地儿到底什么鬼天气啊？搁大槐村这时候2件薄衫顶顶够了，11月才赶得上这回子冷。哼，活该！叫你穿衣裳跟害你似的，非要犟着来。老大，照这天气估摸入冬后肯定更冷。咱是没事儿，这老爷们扛得住，但是娃子们冬衣肯定是不够的。得想个法子给他们备棉袄子了。回头等断刀大人跟毒老起来了，我找他们寻摸寻摸去。要是能换到新棉，家里的那些肉干呢，就先都拿去换了。咱这次收获了梅干枣，要不芦苇荡那片芦花撸下来，也能将就顶用。芦苇荡的芦花已经被人薅秃了，连杆子都没剩。到家门口时，恰听对面那间空屋子里传出开门声。啊，你是新来的邻居吧？我就住在你们家对面，我叫苏大，他叫苏二，以后相互照应照应。我叫长东，在城里干活。我听说土北山住着能安全很多，所以来这里搭个屋子，相互照应。你不得了啊，大兄弟！居然敢在城里干活，能在那待着都是有本事的。你在城里干些啥呀？不，我没啥本事，就是靠点手艺混饭吃。我弹棉花的。弹棉花的？哎，大兄弟，你搁城里弹棉花，那些棉花卖不卖啊？不是，换不换？卖的，换不换我需要询过掌柜。兄弟别跑，有事商量啊！望阙楼坐落在风云城城南中心地段，顶楼，长东跪在男子身后瑟瑟发抖，不敢抬头。抬起头来，长东抖得更厉害了，僵硬抬头。然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主子看到他的那瞬间，脸色刷得黑了一层。将人遣走后，他为什么要长胡子？主子息怒，段刀跟独步青不是等闲之辈，想要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又能让小苏家主动接近，寻个普通手艺人是最合适的。眼下临冬，家家户户都需要过冬储备，长东恰好会弹棉花，又在城一行做事，是最合适的人选。城内普通人多的是，就寻不出一个长得不那么磕碜的吗？主子，可是会弹棉花的只有长东一个，小苏家正缺棉花几1倍，市一府认识就对长东很是热情。最重要的是，所有手艺人里，只有他跟主子身量身形最为接近。白晓峰闭眼，凝心静气，在睁眼时情绪已经隐没，恢复常态。让他把胡子刮了，按下墙边花架上的机关，进入内室。待他再从内室走出，已然换了一张脸，身上白月袍也换成了灰扑扑的粗布短打，普普通通的五官眉眼，身形消瘦，俨然是另一个长东。如何？可有破绽？主子妙手，跟长东别无二样。主子不用跟着了，本座去学学怎么弹棉花。田宝，来回走了几次还玩啊？跟独爷爷上山啊！爷爷带你找菊花去。不去，菊花我有。独爷爷，我以后比你大。田宝指着那个大脚印，信誓旦旦。哼，你已经是个小祖宗了，还要大到哪儿去啊？你唯一超越不了的，也就是独爷爷这把年纪了。哼，黄土路两侧是一座座茅草屋，比起刚来那会儿多了不少。李小小跑出来，又不敢靠近，手里拿着个烤山药，伸长胳膊远远递出。田宝，刚烤的山药蛋可香着呢，吃不吃啊？趁热吃啊，更好。田宝一蹦一蹦的走过去，另只小手在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一颗绿色小丸子递过去。李叔叔，回礼。不，独老头站在原地没过来。拿着呗，我特地做的药丸子，甜的，入口即化。话还没有说完，李小小就已经羞得窜回屋里，连院门都关上了。妈的，这真是糖豆子，虽然也是药材做的，但是没毒哟。这会儿不要大的啦，啊？大的独爷爷吃，回礼。独不亲心里跟泡了糖水似的，那个舒畅，反正就合他独不亲的胃口。独老，小天宝，
新来的邻居抱着个大麻袋挡了半张脸。扛的棉花？长东弓着身子点点头。扛就扛呗，你遮着脸做什么呀？我剃了胡子，嘴上有些凉，还不太习惯。哎，本来就普通，剃了胡子扔到人群里更找不着了，还不如长着八字胡有特色呢。毒爷爷有特色。就属你最有眼光。走，咱找断刀去，让他在城里带2块料子回来，给你做新棉衣。这一身长叠短的忒难看了。不难看。田宝不服，阿奶给他穿的不难看。哎，好，爷爷说错了，不是难看，是不够暖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料子呀？要细绵的更软，小女娃穿红色，红色好看啊。待两人远去，没特色，普通找不着，读不清，咱俩的账我记着，一笔一笔跟你算。经过小苏家院子，长东又缩起肩膀，抱着大麻袋闪闪缩缩的回自己屋里，毫无破绽的小人物。天宝，长东伯伯真的抱着好大一麻袋棉花回来，这么大。哇，那是好多棉花呀！我听爹跟大伯说，他们跟长东伯伯谈好了，要是能换到棉花，就给我们做新衣嘞。那我要做大一点的，要明年后年都还能穿。这时院门后面传来拉门栓的动静。长东伯伯好，我们在抓蟋蟀。你们是来看棉花的？我听到了才开的门。长东伯伯能看棉花？可以。哇，谢谢长东伯伯。谢谢长东伯伯。不谢。装棉花的麻袋就放在院子里，袋口散开，露出里面洁白蓬软的棉花。能做好多被子吗？只能看一眼，要拿东西换的。掌柜说没换到东西，我要受罚。要拿什么换？肉干吗？棉花价贵，肉干不行，要好东西换。走，回家问我爹去。要好东西换。长东眸子暗了一下，点头。这个卖10两1颗。娃子小手掏了出来，手心窝着几颗绿色小药丸。我有5颗，换吗？掌柜说不要药丸，要是有好药材，就能换更多棉花，够你们一家子用的。小娃儿哦了一声，走了。看到棉花了？看到。长东伯伯不要糖豆子。天宝，你没拿宝藏换吧？没有，宝藏不值钱。他又不笨，上辈子变个梨就被关玻璃房。走，毒爷爷去拿棉花去。你有？在流放之地买东西，最好使的不是银子，是拳头。拳影力道带风，长东眼睑一缩。不错，有淤青了。长东啊，别怪老头子揍你。看在2家相邻，我才好心动手。待会儿你铺子里掌柜看到你脸上带伤，就知道你是被迫的了。毒老，饶命！别慌，我是来拿棉花的，就是这一袋子忒少了点儿。断刀，邻人，咱们去铺子里走一趟。转眼3人就消失不见了。哎呀，毒老，先把田宝留下呀！这一老一小凑一块儿，那就是加倍惹祸的料啊！娘，咱们家也当了回土匪。须臾，苏家小院里响起老妇教训儿子的庞大动静，惨叫连天呢。哎呀，好久都没来了，田宝啊，毒爷爷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贼多好吃的。什么地方？望阙楼后厨库房，咱们今儿进货去。很好，读不清，本座等你来。风云城内只有一家成衣行，兼卖棉花，铺子在城南，还有一家布行在城北，属白魁势力。南北城2霸主多年能一直相安无事，皆因双方默契地避开了生意上的重合，双双赚钱又不至于引发冲突。断刀跟独不亲落地城南，立马分头行事。断刀去成衣铺拿棉花，独不亲呢去望阙楼进货。2人熟门熟路，默契十足。田宝，抓紧了，
要是掉下去，毒爷爷可不捞你啊！没人，真是天助我也！等着，毒爷爷拿了好吃的再来接你啊！别乱动，白小峰那个阴险小人不定在这里也设了机关，你坐在这里安全些啊！室内很大，吃的东西也很多，墙下是一筐筐新鲜蔬果。田宝小脑袋歪了歪，在他左侧的顶梁柱，田宝睁大眼睛，顺着去凑近了看。哎，可惜这会子厨房里有人呢，不然的话，咱们直接拿做好的吃食。这火腿做的不错，多拿2只。肉条也收了。毒爷爷，看，他奶奶的！田宝这是拆了白小峰的机关呢。毒不亲冷汗冒出来，要不是田宝走运，这些针不知道会把他扎成刺猬，还是把小崽子扎成刺猬。田宝，把东西扔掉，咱走。他点足就要纵上横梁，然这一点人不仅没飞上去，反而失衡往下坠。毒不亲下意识低头去看，他牢牢的刚才站的地方陷下去了，还把他往里吸。毒爷爷，抓！眼瞅着自己就要落入陷阱了，千钧一发之际，毒不亲面前突然冒出根长木，他来不及多想，立刻抓住长木借力上窜。同一时间，刚才坍塌的地方平地切出一块薄韧铁板，慢一步他就要被拦腰斩了。毒不亲又给吓出一身冷汗，老子就说白小峰那个人真是阴险呐，他姥姥的，这是不弄死老子不罢休啊！打开的窗户已经被人封锁了，屋顶上瓦片声响动，显然也布满了人手。不用看，库房已经被包围了。哎呀，早知道就该叫上你断刀叔叔一块儿来呀！崽儿啊，咱俩今天得合葬了呀！哎呦，田宝不想死。放心，毒爷爷就是随口说说，哪能让你跟我一块儿死啊？老子去跟白小峰投降，我现身了，他不会为难你一个小娃娃的。小手往墙壁某个方向一指，毒爷爷，等会儿飞。宝啊，那是厚实的土墙啊，毒爷爷是个完毒的，再能耐也穿不了墙啊！你是在为难你毒爷爷呀？断刀叔叔教过他，以力借力，能使有限的力气发挥至无限。轰一声巨响，宝，毒爷爷接下来说的话你记住了啊！回去之后找断刀，毒爷爷给你留了2本毒谱。毒不亲头皮一痛，就听小崽儿说道：“飞！”毒不亲跺脚就飞，破洞而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毒不亲悲软喜。白小峰，瘪犊子，想不到吧？这次不仅赔了夫人，还折了兵啊喂！老头大笑着扬长而去了，身形快如一缕青烟，瞬息纵出数丈之外。躲开！毒爷爷！危急关头，一柄断刀横袭而出，与刀身拦截利剑，当的一声，箭头射中刀身的钢刃，溅出火花。断刀眉眼冷沉，将去势被截停的箭头拔开，身形飞旋半空，隐月刀凌空一斩，虎啸龙吟。钢铁楼紧身来的杀手被迫倒退，断刀落地收刀，跟远处楼顶上静立的人遥遥对视一眼，面无表情的回身拎起正跳脚大骂的老头，稳步离去。阴险小人，背后放冷箭，偷你几个火腿，你至于吗？上次用5毒天水暗算老子，这次又来个瓮中捉鳖，你等着，老子跟你没完！死臭，梁子结大了，没得解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闭嘴！忘却楼，白小峰抬手抚过脸颊上细小的血口，目光幽冷。主子，为何放他们离开？属下已经依令在城中设下埋伏，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他们逃不了。江湖皆知白小峰无天下不知的情报，对断刀的身份自是亦然。英雄当尽。那毒不亲，那个老小儿有收拾他的一天。毒不亲，听风，捉泥瓦匠将后厨库房推了重建。不知道毒不亲怎么炸的库房，内部机关全毁。哎，别说啊，这新袄子新棉花穿上就是不一样，刚上身就暖融融的，还特软。老二，你说长冬不能是怕了咱了吧？不打算回来住了？大兄弟，这棉花的事儿对不住了啊。没有。
不用道歉，被抢劫的不是我。回头我给你送些自家种的青菜啊，还有些吃的也给你一并拿上。真的，大兄弟，你别太往心里去，咱们一笑泯恩仇，行吗？不用，这真不用。哎，不，要的，我们真得道歉。你要是实在气不顺，你就往咱们哥俩脸上揍两拳，这事就算过去了，行不行？不要，不敢，我从来没抱怨过那两位。真的没见怪，这挨揍的也不是我。哎呀，对不住啊，真的对不住啊。没有，真没有。哎，对不住，真没有。霍氏一身新衣，满面春光，两手扶着后腰，肚子往前挺，时不时露出个诡异笑容。干嘛笑成这样啊？故意跑出来吓人来的？哎呦，我哪能吓您毒老？感谢您还来不及呢。要不是有您这妙手回春，我孩子现在还攀不上呢。听说有了身子啊，多走动走动，会对肚里娃儿好。啊，那你好好走，别摔着。好嘞，我再走会儿。独不亲进院之后，鬼鬼祟祟探头往外又溜了一眼。哎呀喂，这魔怔了这是啊！真以为扶着个肚子就能够把娃子扶出来？这母鸡孵鸡蛋，那还得先有个蛋呐，笑死人了！独爷爷，啥蛋？哎，小娃儿不能多问啊。入冬前，风云城最让人热闹的八卦就是望阙楼差点被人拆了。独不亲为人性格乖张，行事淡平喜怒，做起事来疯疯癫癫，怪诞不羁。他跟白晓峰对上，日后还是有好戏瞧的。哎呀，可惜这次没折了望阙楼人手，白魁那只老狐狸更是一直没个动静。算来算去，这大半年我12马楼吃的亏最多，娘了个巴子的！当初我们选择暂停动作，坐山观虎斗，如今看来是不错的。这独不亲跟段刀是流放地最难驯的高手，三大势力都曾经许以重力想要招揽，都没能成功。偏生这么不受控制的两人，却跟小苏家凑到了一处。这比起白家跟望阙楼，我们最该注意的是那小苏家。明明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偏似得了好运眷顾般，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啊！注意有何用啊？我们都知道小苏家背地里有名堂，可就是探不出来，也除不掉。霍子衍、独不亲、段刀，这三人如今齐聚土北山，再加上背后水深的小苏家，我担心的是流放之地将要崛起第4股势力，此消彼长，可不是好事儿。闻言，万福脸色沉凝下来。看来如今唯望独不亲跟白晓峰之间继续争斗下去，最好是两败俱伤，那他们12码头方能坐收渔翁之利，否则接下来的发展恐怕不会是他们想看到的。白府霍子恒善谋，断刀精武，独不亲医毒双绝，这3个刺头碰到一块儿去了，若是他们有心，老奴恐怕用不了多久，土北山就会成为以后流放之地的第4股势力。若要阻止，只能趁他们事未成时提前扼杀，否则错过时机，悔之晚矣。主子您怎么看？只要您一声令下，老奴立马下去打点。白魁容色不动，眼睛始终宠溺地瞧着前方的小身影。土北山不是以前的土北山了，12码头早就在那里吃过瘪，之后就再没敢妄动。然则你有好主意。第4股势力崛起，威胁到的不仅是我们白家，对其他2股势力亦然。想要对付他们，老奴以为我们白家可以联合望阙楼以及12码头一起出手。眼下土北山势力还是一盘散沙，在他们联合之前，我们3家一起出手打压，他们再能耐也扛不住多久。当日独不亲大闹望阙楼，把白晓峰的后厨库房都给毁了。彼时望阙楼势力早已经在城中设下重重埋伏，你知道最后为何独不亲还能够安然出城吗？
探子回报说，白晓峰下令停手，这也是他觉得疑惑的地方。依照白晓峰睚眦必报的性情，这个做法实在是违和。你所谓的3家联手的想法，首先在我这里便行不通了。我对12码头的行事手法素来看不上眼，大胡子那人阴险狡诈，两面三刀，在我眼里是最不值得跟其打交道的人。跟他们联手打压人，我白魁不屑。其次，此事白晓峰也定不会掺和。你当他为何要放过独步青呢？是因为段刀当时在场。我虽然不明白当中因由，但是白晓峰对段刀确实是有些异常，当中的原因待查。现如今段刀既在土北山，我猜白晓峰便不会对土北山出手。如家主这般说，我们对那新势力确实动不了了。白魁没再回答。玉儿，挑好了？爹，你说我是应该拿珠花贿赂他，还是应该拿匕首吓唬他？怎么样他才会更听话呀？你说的是小苏家那个小女娃？怎么，玉儿，你还要去找她玩啊？不是爹不看好你，须知啊，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小女娃正是初生的小牛犊子，天不怕地不怕。你要拿匕首去吓唬她，怕是回头啊，你又得哭着回来。想要让她听话呀，赠她一些女娃喜欢的首饰物件，或许更能够达成目的。管家，备礼，我亲自去土北山走一趟。霍家院里。听完了还不回去啊？伯伯，田宝不懂。什么不懂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字，陈述列章，都不懂。你是想冒为你解释？能解吗？能，但是传业受道解惑者乃师，你若想听我解释，须得唤我一声师傅，可愿呢？师傅。便自今日起，为师教你启蒙进学。霍子恒此时将视线转向3个娃子，笑道：如何？你们可要拜师啊？喊我一声师傅。先生，可以吗？苏安反应最快，快喊师傅，别等师傅后悔，快快！霍氏在旁边看得直乐呵。苏家这仨小崽子一个个的还都挺机灵的。孩儿他爹，那老头不会是给气疯了吧？抢徒弟没抢过你，蹲咱家墙头琢磨下手来了？娘子兴许还没怀上呢。多劳，坐。你霍子恒在内城的名气不比我跟段刀差，几个势力招揽你都招揽不到。听说白魁那厮更是开出重金想邀请你去给他儿子当先生，你也一口拒绝了，倒是在这里好为人师了。打的什么主意啊？独老觉得我在打什么主意？老子要是知道，还用得着开口问你？霍某无不良之心，我如何信你？你没有直接杀了我，而是给我选择回答的机会。独老，其实你是信我的不是吗？我蜀北霍氏一族以善谋著称，曾闻名天下，后因不愿沦为权贵棋子，掺和权力斗争，被人谋害全族，仅剩我霍子恒侥幸存活苟于世。独老，我是文人，无论落到何种境地，都不会失了我霍氏风骨。携妻寻异地安居，闲云野鹤，度此残生。我老头子可没这么好诓，霍氏风骨高洁，但是你全族被害，你就没想过为霍氏一族报仇吗？迫害我霍氏的是整个大陆11国皇室，我霍子恒纵心比天高，也斗不过11国。这条命本就不足惜，奈何心有牵挂，死不得。田宝天资卓绝，是个好苗子。我一身本事，他若尽数习得，也算老天不负，没让我霍氏断了传承。深深看男子一眼，独步亲没再说二话，起身离开。哦，霍娘子，有一事我忘了与你说了，你没怀上，别整日扶着肚子走路了，这看着呀，就跟横着走的鸭子似的。我给你夫君看诊那会儿，他让我在药方里加了味八角刺，那个东西效用跟避子汤差不多。霍子恒，老娘跟你没完！小娘们儿，那个叫田宝的，本少爷又来了。
白小少爷，你们这是？可千万别再找我家田宝打架，你打不过的，我家田宝一本不收的啊！本少爷来看看，菜鸡。哎呦喂，白魁呀，这次亲自带你儿子上门挨揍来。白魁，白家家主，风云城霸主白魁，这次人家给儿子上门报仇来了。哎呦我的娘哎！哎呀，诸位不必如此拘谨，白某此次突然上门叨扰，别无他意，就是带犬子过来解一结，结一缘。我家玉儿啊，自小被宠坏了，性子骄纵了些，此前2次上门闹出了不少笑话。这事儿说起来呀，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你们家这小女娃娃可不得了啊，我玉儿第一次栽跟头就栽在了她的手上了。哎呀，正好啊，也能教我儿子敛一敛他那性子，免得日后无法无天的，还以为啊这流放地就没人能够收拾得了他。苏家人他们口拙，不知道这话该怎么答。白家主严重了，严重了。田宝，待会儿他要来扒拉你，还揍他。田宝重重点头。哎呀，我家玉儿啊是要去找你家玩玩呐，小孩子嘛，爱玩爱闹，我们不用掺和。等着白家小子走到他跟前儿，立刻开口：打架？不打，不认识。这是珠花，戴头上好看。你看看，这只镂空蝴蝶是金子做的，值钱。坠的珍珠也值钱。他今天呀是来搞定这个小娘们的，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没道理拿不下。不要。那你想要什么？你想直接要银子？不要，没地花。去城里买东西能花呀。城里买东西不要钱。是花不着，我爹他们都不敢往城里去。你为什么要给我东西？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是来跟你和解的。我为男儿，胸襟气度当广阔，不跟女娃一般计较。你打不过我。男孩子就是要面子，明明想跟妹妹交朋友，怎么说的话就是不好听啊。我知道白小少爷要面子，可是田宝不知道什么是面子呀，不然他就给了。你们去风云城试试，让你们看看城里谁敢这样给我气受。哼，打就打。来，咱们到院子外头去，外面地方大啊。白玉走到空地中央，来，本少爷今儿个让你心服口服。田宝脚一落就往前冲，眼睛发亮。等会儿，我话还没有说完呢。这次上门，本少爷本不是冲着打架来的，不是说了吗？冤家宜解不宜结，是你说想打架，我才陪你玩玩的。所以这次打架，我们要约法三章，定个规矩，免得你我打成死结解不开。哎，田宝茫然了，打架就打架，定什么规矩啊？这次打架，你我二人不以拳脚过招，只以所学招式隔空比试，点到为止。在武学切磋里称为文武斗，念你年幼，我再给你解释一番。比如你站在那儿朝我挥拳，我在这边一个莲花步侧闪，肘击敲背，你再反身一个回旋踢，我端地一式秋风扫落叶，扫你下盘，再摔一个屁股墩儿，懂了吗？来，开始，让你先出招。田宝看看他，又看看自己的小拳头。我好，你一拳过来，我一招月移花音，霸王敬酒。青龙点头。围观一众目瞪口呆，这是白家小少爷一个人的演武场。田宝输了，吃了没招式的亏。一天天的那么闲，你怎么就不教田宝武学招式啊？气死我了！隔空比试结束，田宝还沉浸在自己竟然输了的不可置信中。看在你年纪小，本少爷真没同你一般计较。虽则这次你惨败，我也不会叫你菜鸡的。爹，你聊完没有啊？时辰不早了，该回府了。爹还以为这次啊，你又得哭着回家了。想不到我儿子动起脑筋来，还真有白府小主子的风范呢。哼，自然，本少爷还能比不过那个小丫头？跟他比都掉份儿了，下次不玩了。等白家父子走了，
苏家在仨崽子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才知道自家小甜宝吃瘪了。月移花衣，霸王敬酒，青龙点头。真要打，他还是打不过你。我输了。他刚才摆弄的招式你可会了？用那些招式攻击我。闻言，田宝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月移花衣，田宝被震退3次。武学至高，无需过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一力可降10会。独不亲躺在茅草屋顶，四肢摊开，吸收天边最后一点余光，浑身舒坦。他还当断刀真能忍得下看田宝吃瘪呢。哼，嘴硬。霍家院子里，想看就光明正大看呗，还偷偷瞧，狗男人。哎，你是不是早就打田宝主意要收他为徒了？怪不得前段时间那么反常，天天搁家门口背书。你们这些文人啊，心眼子都跟筛子一样多。霍子恒此时不敢招惹婆娘，刚被揍了一场，8角刺的事儿余波未消，当谨慎。娘子教训的是。滚蛋！好。白魁竟然亲自去了土北山，找上的还是那个小苏家。哎，你们说说，白府是不是想把小苏家招揽过来呀？也不是不可能，能让12码头接连吃瘪，甚至损失数名高手，小苏家绝非等闲之辈。白魁爱财，想要招揽也正常。段刀跟独不清也在土北山，那俩均拒绝过白家招揽。小苏家跟他们关系要好，怕是想法也跟他们一般。不管如何，以白魁的为人行事，他既然去了土北山，那是出什么事他日后必定会过问的。若有人想要再去那里找事儿，就要多思量思量了。这话里的意思指的是谁？诸人心照不宣。万福被气得一口老血哽胸，咽不下是吐不出。整个风云城内外，还有谁不知道我们跟小苏家的恩怨？他白魁不遮不掩直去小苏家，这是丝毫不将我们12码头放在眼里啊！万六爷眼睛半垂，眸光阴冷晦暗，将此事稍信速速报与帮主。白魁既要插手，事情发展已经不是你我能够控制承担的了。我之前所料不错，小苏家成事已经不可遏了。最无用的是那苏家主持，在老子跟前信誓旦旦，结果几10个脑袋群魔都拿不住一个小小农户，真是一群废物。听说苏良前儿过来还欠粮了，他哪儿来的银钱呢？卖婆娘了。既能拿到一笔银钱熬冬，又能给家里省下一份口粮，权衡利弊，没什么做不出来的。自然苏良不是什么好人。帮主回来主持大局之前，土北山的事儿暂时先别管了。12码头在土北山吃的亏最多，这一次是我们沉不住气，才白让白魁捡了好人来当。知道了。到了11月，气温骤降，冷的清河湾开始结出浮冰。田宝的周岁生辰就在11月11，一个红鸡蛋一碗寿面，透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蜥蜴跟欢喜。田宝，给，这是我早上掏软泥捏的小娃娃，送你，祝你快快长大。精心准备的泥娃娃在妹妹手里已经重新成了一坨泥巴。苏文也有礼物，是用小树枝丫做的弹弓。苏武掏出的是一根打狗棒。苏安见状是后悔不迭呀。哎呀，小崽儿1岁啦，独爷爷给你的礼物是岁岁丸，吃下去啊，岁岁平安。断刀送的是一柄木剑，带剑鞘，哪日能用这柄剑切豆腐都不碎，便送你一把真的。或是轮在最后一个，这还是头一次如此大方。哼，小田宝，日后不可再换我伯娘了，得换师母，知道不？怀里满是礼物，他低头看着那些东西，眼睛不停地眨巴眨巴的。田宝高兴嘞，以后每年生辰，阿爷阿奶跟你爹娘，咱们全家人都还给你好好过。田宝眼睛弯成半月，用力点头。今日菜色别样丰盛，一早得知今日是田宝生日，段刀特地又往风云城走了一趟，带回2只活鸡。今儿可是你徒弟生辰，你婆娘都带了礼物给田宝，你做正经师傅的就没点表示？独不亲依旧看霍子恒不顺眼，哼哼挑刺儿找茬。礼物不是非得要送物件，何意又能让田宝欢喜，便都是礼物。虚头巴脑的，听不懂。苏老哥，眼下冬月，到来年3月开春，可有想过种田呢？
种田，咱以前在大槐村就是地里刨食儿，泥土里混口饭糊口的，要是能种田哪里会不想啊？但是当中原因，霍先生也是知晓的。若想种田，趁着荒地还未冻上，紧着也能开出几亩来，再备上种子，开春可种。霍子恒笑，没有继续绕弯子。白魁此前来了一趟，便是雨的好处。你若信我，便听我的，不会有人再敢来闹。想种就种，有什么可怕的？霍子言，这坏水玩意儿别的我不敢说，论心眼子，老子药房里的竹筛子加起来都不及他多。种！苏老汉呼吸渐急促，喝了酒之后老脸愈发红，最后也学着独老把小桌一拍，种！第二天，苏家就一家子出动，在山脚路口清河湾畔划了一块地，锄头把子声当当，很快就吸引了住在附近的人出来查探情况。说，你们这干什么呢？准备在这里又弄个菜园子？哎呀，弄啥菜园子？开荒种田。种田？叔，咱在后边山上弄菜园子已经了不得了，还种田？这是在住处外头，那些这是外头那些人想过来糟蹋庄稼，偷偷过来放把火就走，到时候一年到尾真的白忙活呀！哎呀，家里那个小菜园子用不着怎么伺弄，你看看咱们这么多人力人手的，一天里大半天都是闲着的，还不如寻摸点活干呢。开荒种田自然是有风险，怕的就是那些人来下阴手，但是万一咱赌对了，那些人不屑再管咱这1亩3分地儿呢，那不是咱挣下了吗？再不济也无非白忙活了1年，对咱这样的泥腿子来讲，损失的也不过是一把子力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是？苏老妇没把霍先生提点的事儿说出来。就是这个话，咱泥地里打滚子的糙汉子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拼一拼，总要往好处想才能看到希望嘛。反正啊，老子就是不服那个数。就算能荒地开出来，种子呢？种子也是大问题啊！男子汉大丈夫，您是婆婆妈妈嘞，船到桥头自然直，先把地开出来，种子再慢慢想办法弄。光搁那儿瞎想个屁用啊！等你想明白，我这儿都能收一波庄稼了，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有个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看看四周，全都是土地，你来不来啊？来，老子这就回去喊人带家伙。娘的，大不了白忙活一场，怕个屁啊！这憋屈老子早就受够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干。王哥也递个话给大伙儿，免得回头说咱们不喊他们。行嘞，苏伯伯娘，我们也来开荒。早上瞅着你们一家子往外跑，我当时没敢问，当时要是问了，我直接就跟着你们一块儿来了。媳妇儿，赶紧先划地，就挨着书婶边上，快！李小巧，你啥时候都这么贱了啊？快，婆娘，咱也先划地。我不跟你们抢，有地种我就活过来了，满足了，甭管最后咋样，咱也算是当了回血性汉子。先说好了啊，大家伙这会儿高兴，但就算是地种上了，回头会不会鸡飞蛋打一场空，谁都说不准啊！真有那个时候，谁都不能有埋怨，自个儿选择的，自个儿负责后果。行了，就你话多，咱们在这土北山住了这么多年，心里还有啥不明白的呀？地要是种成了，咱高兴；就算是种不成，最多也就是还像现在这样，再差不能更差了。来，开锄干！田宝跟3个哥哥也在自家荒地上有模有样的帮忙，小家伙们没有趁手的农具，就捡块石块帮忙把大人挖出来的土疙瘩敲碎。这种体验对于田宝来说也是新鲜的。一旁是河水潺潺的清河，头顶是冬日光线清冷的骄阳，周身是为了活着拼命努力欢笑的农家人。河上有风吹来，田宝小嘴微微弯起，原来干活也是开心的。老奴就说这次家主不该亲自去土北山，那小苏家心眼子转得太快了，抓着这一点就扯住了我白府的大旗。这趁势在土北山脚开荒准备种田，他们田真种上了，时而码头也该把咱们白府恨上了。这不等于主子直接打大胡子的脸面吗？这小苏家农户出身，上次小见一面也能看出那家人本性老实本分，又胆小慎微，这种扯大旗的事儿不是他们能够干得出来的。什么干不出来呀？清河旁边田地都已经快开好了，那一家子怕是只是看起来老实本分罢了。主子莫忘了，他们背后有人撑腰，一早把他们胆子给养大了。你说的没错，小苏家的背后是有人撑腰的，
撇开那位神秘莫测的高手不说，还有断刀跟独步青，现在还多了个霍子恒。霍子恒？也就只有霍子恒有这等心计，抓住一点点纰漏就能够将之展开，谋算利益。小苏家开荒种田，应是得了他的指点。土北山上现在是能人聚集呀，短刀、独步青、霍子恒都是三大势力想要招揽而不得的人才。可是现在这三个原本各行其事的人物竟然聚集在了一处，是小苏家把他们凝聚在了一块儿。如此，管家呀，你可还敢小看小苏家？这三人断刀武力高深，霍子恒算无一策，独步青医毒双绝，有他们在，土北山势力已成，只待春风一至，必然野蛮生长。压不下，不若卖他们一个面子交好，这对我们来讲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的势力在内城，他们纵使是起来了，对我们影响也不大，更该着急的是12码头啊。主子，那小苏家带头开荒种田这事儿，由他们去吧，无需多管。小苏家若是通透，当会记我白府一份人情的。家主，你说霍子恒是不是早就会料到家主会如此反应啊？所以提点小苏家种田的时候是胸有成竹的。话太多不是好奴才，他不知道自己被霍子恒谋算进去了吗？知道也没办法，这才憋屈呢。程东，真的找到你了还？一穿蓝衫，一穿灰衫，年纪都在20、30左右，不认识。他没做声，把肩膀缩起来，贴门低下头。哎，程东，这是你家呀？你真在这里搭了屋子啊？那兄弟来得巧了，没白走一趟啊。还行，勉勉强强，就是小了些，太破，胜在位置好，勉强能将就。人在屋里，长东就有些懒得装了，头也不抬，揣着的两手分开，屈指掸掸袖口看不见的灰尘。将就何意啊？哎，对面就是小苏家吧？他们家带着土北山在清河旁边开荒地准备种田，这事儿啊，风云城里已经传遍了。现在呀，有不少的人想要奔着住过来，沾沾小苏家的光，跟着一块儿种田。长东啊，你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城一行干活，挣的尽够自己吃的。可是兄弟我不同啊，我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哎，不容易啊。这不就琢磨着也过来跟着沾沾光嘛。所以你这个院子呀，兄弟我就先住下了，你没意见吧？灰山此时也走了过来。我住在哪儿？除了这个院儿，你想住哪儿随你便，这就不用问老子了吧？还是你觉得老子对你稍微客气两句，你就能蹬鼻子上脸了？你们来的挺是时候的。须臾，长东院子里就传出惨叫声。等苏家人听到惨叫，急忙跑过来的时候，恰好看到两道身影从对面院子里破门飞出，又重重的摔在地上，挣扎许久都没能爬起来。这咋的啦？苏老妇惊得磕巴，紧接着立刻换上苏大苏二，快去看看长东，别是被人给欺负了。吓死我！长东啊，这咋回事？这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来抢我的屋子，还想揍我，然后突然就飞出去了，这样了。啊，我知道了，是苏家高人护了我，一定是。土北山到处都是无主空地，想住进来自己一个找地方搭房子，我们也管不着。但是现在住在这里的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像你们这样强抢强占的，我们不欢迎，滚！苏家院门口就是，咱住这儿的都是老实本分人，不欢迎恶霸，滚出去！滚出去！别来坏我们土北山！你逮着老实人上门欺负，当我们土北山可是以前的土北山呐！长东别怕，咱也是有人撑腰的。对，咱有苏家高人，有独老跟断刀大人，还有霍娘子呢。你可别扯上老娘，想让老娘出手那得付银子的。银子咱们没有，以后种庄稼种出来了给粮成不成？再说看心情。长东，你给我等着，今晚就先将就，明天我跟老二啊帮你把正门修一修，保准在你下次回来前修好。好的。
毒爷爷，他们来寻庇护的，人多，可不就是人多吗？毒爷爷要不去解救你呀，你今儿就别想耳根子清净。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往外放出的风声，说土北山小苏家厉害，3大势力无一敢招惹，风声传出去，把藏在犄角旮旯里的人全都招惹来了。他姥姥的，来就来。哎，你不懂啊，这风声放出去，不只是把人招来土北山，也是把你家推上风口浪尖，惹3大势力仇恨。断刀那犊子早早听到动静就跑去躲清静去了。这是落回，慢性毒，内服可让人浑身无力，外用能治跌打损伤。看到这个东西千万别碰别吃啊，这是鹤顶红，无解之毒，拿回来毒爷爷替你保管。哎呀呀呀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崽儿啊，你既然拜了师自当尊师重道，以后每日给你霍师傅吃点这个东西，包他百病全消，越活越精神。天宝，这是巴豆，服之能让人腹泻不已。哼！毒不亲磨磨牙，不好好在家里待着看热闹，跑出来当什么程咬金啊？这事里能学到一个处事道理，再亲近的人也有忽悠你的时候，所以事事都需要留个心，懂了吗，天宝？姓霍的，你现在可没有帮手，老子弄死你，叫你挑拨离间。小奶娃抱住老头蠢蠢欲动的手，弯起眼睛，天宝，给忽悠！哎呦，还是我的小崽儿可心呐，爷爷可太稀罕你了。瞧见没，天宝是护着毒爷爷我的，你还得往后靠呢。哎，说吧，寻上来做甚呢？外头流言纷纷，汇聚在土北山小苏家的目光越来越多，今日过来寻求庇护的人不过是一小部分，整个流放之地这样的人多得不知凡几，若全都找过来了，一个土北山都住不下。土北山势头已成。什么意思？人心所向时，新的势力就该诞生了。你说让田宝当个山大王怎么样？你要田宝当土匪？是山大王，那不就是土匪？匪是匪，王是王。毒不亲一拳直击，霍子恒软软倒下。毒爷爷，找断刀叔叔扛人。就知道你小丫头会心软。哼，待会儿啊，我把她扛回去。你扛，师娘揍你；断刀叔叔扛，揍叔叔。断刀，别以为你武功高，老娘就不敢揍你。霍家小院里，朗朗读书声穿过雪花儿往外飘散。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奈，菜虫芥姜，海咸河淡，林潜雨翔。停，今日就到这里，没人再过来。师傅，那我们回家了。天宝，你留一下，跟师傅到外头走走。师傅，下雪。有伞，那些人对你鞠躬作拜，可就高兴啊。不绝。他们尊重你，也不高兴。他们怕我。因为他们需要你。需要我。他们希望能得到你的保护，希望能有人欺负他们时，你能为他们出头。不是。为何？关我屁事。都跟你毒爷爷学的什么呀？师傅，回吗？回。你想我保护他们吗？随你高兴。土北山是一城，若要有人领这个事，他希望是田宝，他有那个资质及能力以及人脉。若干年后，土北山亦会是流放之地一霸，但要或不要，他从未想过勉强田宝。他喜欢便做，不喜欢便不做。霍子恒，你这个狗玩意儿，一地的血，你居然让田宝自己个儿走回来！哎呦喂，小崽儿啊，这姓霍的不讲究，你也不讲究，脚丫子得冻坏了，你直接跳到他背上去，他还能把你甩下来咋的呀？真是轴的一根筋，学进了文人的迂腐，以后啊机灵点儿。田宝悄悄叹气，他
他都插不上嘴呀。看看，我就说没我在，你们都看不好娃呀！我才出去多大会儿啊，田宝被拎着在雪里溜了一圈。我前面跟你们聊什么来着？来，接着聊。说外面又来了流放犯呢。哦，对，这次来的人呐，说是从京城流放过来的，大得不行的京官家眷。具体犯了啥事儿啊？我没仔细打听，但是从京城来的，家里还是当高官的，带来的好东西肯定不少。不是您老回来兴冲冲的说这八卦，合着看不上人家不知道有没有的东西了？月黑风高，雪簌簌，流放地开石村，村子最边上的院子里伏一地尸。头杀光了，为府流放67人，一个不少。那个小崽子呢？死了。说着，黑衣人以剑挑开脚边尸体，露出被压在下方的小娃儿，5岁左右，五官精致，小小身体躺在雪地中，已绝了气息。看到娃儿左眼角下方微小泪痣后，方才放手起身。移花接木，把罪子送出宫，以为把人藏在这里就能逃过一劫。任务完成，回去复命。是。顷刻，黑衣人散尽。良久，我去你奶奶的！就想来顺点东西，至于吗？让老子看这种大场面！哎呀，吓死我了！就想给田宝顺点好东西，结果好东西没顺着，死人的东西晦气，能拿给他田宝吗？不要了。在独不亲离开后不久，这处院落突起大火，火光冲天。开石村后方荒山石洞，躺在旧袄子上的小男娃悠悠行转。外祖父，外祖母，大舅舅，二舅舅。小主，他们都死了，这是魏国公的选择，也是计划。皇后不会放过魏家，一早下令到达流放之地后斩草除根。国公知道必死，所以借此设局，兵行险招，魏施假死药，助小主以死逃生。小主，你要去哪儿？子怡，我母妃死了，我外祖死了，我舅舅他们都死了，全死了。所以你要活着，娘娘跟魏国公用这么多人的性命保下你，不是让你去送死的。小主，活着才有希望，才能报仇。可记得娘娘跟你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别让娘娘他们的苦心白费。母亲将他送走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韬光养晦。又一年春暖花开，土北山脚一片生机勃勃景象。曾经没有名字的土北山脚聚居地，今岁已经有了名儿——土北村。整个村子聚在山脚下，和260多户。嘿，咱去年春赶到这儿，当时山脚下稀稀拉拉的，只住了10来户。没想到1年过去，山脚下屋子已经多得数不清了。不是说您没想到啊，我们大家伙也想不到，有生之年在这流放地，居然还能寻找一处庇护普通人的地方呀。昨儿村里人就听说了，霍先生今天去城里弄良种，兴奋的大家伙一晚上都没睡好。说苏大、苏二，你们家今年肯定能够种上粮。大伙儿推我过来，想打个商量。你看，等到秋收了粮之后，说你们家留良种的时候，能不能多留点？到时候咱们拿东西或者攒银子跟你们换点种子，成吗？我们不敢多要，哪怕就是一小把，行吗？一个村住着，若是能给大家伙种田的一点事儿帮上点忙，那么小苏家自然是会帮的。这话你们便是不提，秋收后有多的良种，我也会分给大家。不管在哪儿，远亲近邻，相互照应，才能走得更远更稳的。对，是这个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大家开诚布公的说，相互照应，应该相互帮忙。指不定哪天我们也有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也不会客气的。好，以后只要小苏家一句话，我们赴汤蹈火。哎呦喂，都搁这迎驾呢！来了，良种10车。想说良种已经运来了，要怎么安排您看着办吧。种庄稼我是真不懂。嘿，我来安排。霍先生，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有你出手帮忙，咱们开的这些地方怕是得白白空着呀。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且这次能弄来良种，最大功臣可不是我啊。不是你，那是谁呀？是田宝啊。
白家那小儿知道我们上白家两种铺子买种子，急吼吼的冲过来，要田宝收了这株花，不收不卖，收了白送2种。白家小少爷就奔着看田宝这吃瘪的小样，田宝这回牺牲大发啦，弄2种的大功臣。不生气，田宝不亏，那只菜鸡都哭2次了，他也只是吃了2回瘪嘛。来，大家伙都来帮忙，先把2种卸下来。这么多种子，光我一家子肯定是忙活不过来，育苗要花上不少时候嘞，一起干啊！真好啊，有田种了，终于活过来了。4月仲春，阳光和煦，清风宜人。哎呦，轻点轻点，让你挥锄头不是让你挥刀啊！这棵药苗秧子，你刨这么大一个坑，你想埋谁呢？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放秧子下去，你就捞一锄碎土，把秧苗根子盖住。是根子，你姥姥的，你把老子的药苗全盖上了，它怎么活呀？这是脉动，要浅种的，猪脑子。哎呀呀，我就随口一说，你动什么气呀？哎，刀子放下，和气生财嘛。来，拿起锄头啊，继续挖啊！苏秀儿担水回来，就听到隔壁药园里的独角戏。杜老，切种药苗啦！哎，可不得种吗？要不是有人拖后腿啊，这屁大点的地方早就种完了。正好有空，我来帮您老吧。哎呀，快来，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你来的正好，老子非得独自累死不可呀！哎，段刀也跟着我一块儿受累。哎呀，我的良心真是过意不去呀！段刀冷冷瞟老头一眼，飞上屋顶，往后一躺，开始晒太阳。杜老，您看这样的行吗？哎，行，你这小娘子年纪不大，干活是真利索呀。你担水去了刚才？哎呀，这种体力活不都是苏大苏二干的吗？你一妇道人家去担什么水呀？那么远走一趟来回，累得慌。不累，咱农户出身的，家里不管男娃女娃，打小都要下地干活的。我娘、我大嫂、二嫂他们干起活来比我更利索。哎，有好帮手就是不一样啊。秀儿，回头你再帮我浇水，跟种菜一样浇就行了。好嘞。杜老，这些都是普通药材，您老要不要再些稍微贵重些的？要不有稍微懂行的人，一看这满园不显眼的药材，还是会生疑的。他们家田宝掏出来的东西可不普通啊。这你就不懂了吧？贵重的药材，老头子自然是要栽在旁人不知道的地方。要是直接栽在这药园子里，那不等于是明晃晃的跟人叫嚣，我这有好东西，你们快来偷吗？财不露白呀！苏秀儿立刻意会。啊，我知道了，杜老。好药材在哪儿，只有独老知道。要是有人问，他就这般说。孺子可教，这些药苗子就交给你了。好，我一定会照看好的。清河畔的水田里，稻苗已经蹿高一大截了，玉翠葱茏。苏老汉看完水，坐在田埂边上，跟大家伙兴高采烈的唠嗑。我的娘嘞，不知道谁又挨揍了。苏老汉心梗，扛起锄头就回家了，没心情再唠嗑了，脑壳疼。苏家小院里，苏老妇也在跺脚后悔不迭。今天霍先生给娃子们放的休沐日，他一个没看着，4个娃子就跳到独老身上飞了。娘，别太担心了，没什么大事儿。独老行事虽然乖张一些，但是吉藤娃子们真闯什么祸他也会护着呢啊！哎呀，那就是因为独老疼娃子我更愁。他去了风云城，娃子们说想要什么玩什么，那独老会先思后行啊，甭管能玩不能玩，独老一准带着田宝跟仨崽子去玩。老头要是年轻个20岁，一人就能把风云城捅翻天了。苏秀儿扶额，悄悄扯了一下二嫂，比了个虚。比啥比啊？
你老娘是大虫吃人咋的？还吓得你不敢说话了？哎呀，算了算了，不管了，管不了了。5个能好好的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3个年轻妇人对视一眼，齐齐捂嘴闷笑，说独老纵着娃儿们，娘不也是吗？这时候独不亲带着娃子们已经行在去风云城半道上了，速度才慢了下来。我说什么来着？独爷爷出马，谁都追不上，咱们这不就出来了吗？嘿嘿嘿嘿嘿，太阳太大了，一会儿就晒出汗了。独爷爷，时候还早，咱慢慢走着去。咱平日都在土北山，好容易出来一趟，边走边玩。至少还有5里地。哼，一个个这么能，待会儿可甭跟独爷爷喊累，不惯着你们。仨崽子蹦蹦跳跳，嘻嘻哈哈，往前跑几步，回头朝老头扮鬼脸。独爷爷，我们5岁了，男子汉大丈夫，这条路算什么？以前流放过来路上下那么大的雪，我们还自个儿爬了几座山嘞。那肯定有力气爬山，一路上没少吃肉吧？宝，你拿鸡血藤编草环呢？这个多，不心疼。独爷爷，快点儿，我们都走出老远了，你咋这么慢呀？咦，妹妹哪来的草环？独爷爷，你带妹妹偷偷扎草环不叫我们？话多，2级方50百类，再慢就只能看中场了。独爷爷，真有那么厉害的人能在擂台上赢那么多场？是赢了很多场，暂时未输过，但是比起你们断刀叔叔嘛，功夫还差了点儿。要不是你们断刀叔叔不干这一行，哪有别人出头的地儿啊？哎呦，独不亲又来了，这次不知道又得谁倒霉了呀？倒霉的不一定是别人，看着吧，白小凤待会儿就杀到。2级方形擂台上，两端分站2人。快打呀！光站在上面摆架势呢，老子开了盘的，等着收钱呢。独爷爷，为什么那些人不看台上，老看我们？独爷爷这样的人物，浑身都是光芒，在哪儿都耀眼。看打架吧。嘿，这就让你挪不开眼了。没见过你断刀叔叔出手，那才是一刀祭出鬼神气。操你娘的，谁他妈偷袭老子？台上的人依旧打得难分难解。白小凤，你这偷袭放冷箭的习惯怎么祖上传的？独不亲，你偷我7星海棠，偷我望阙楼后厨，堂堂的毒王放着本职不要，改行做偷带娃，一把年纪越活越回去了。时候到了，本座来送你一程，祝你早日投胎。哼，想要老子的命，先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以为躲得远，老子就奈何不了你了。哼，废话少说，手上见真章。操你娘，我操你奶奶，操你姥姥，操你爹，操你爷爷，老子乐意废话，有种你下来打呀！这狗逼东西心眼忒小了。哎呀，早知道拽着断刀一块儿来了。哎呀，田宝别闹，这次咱们认真的啊，不开玩笑。不玩笑，他不够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出的暗器源源不绝，这狗逼躲得甚是狼狈。哎呦，我去你姥姥的！发生什么事情了？谁帮的你爷爷？哎呦喂，白小凤啊，你也有今天呐！老子这就过来给你雪上加霜，落井下石。想揪出老子的帮手，想得美！田宝得了老头提醒，那些暗器简直是无处不在。白小凤，你手底下养了多少只小老鼠啊？哎呀，你爷爷我一不小心收拾了10来个了，这灭了有一窝了吧？嘿嘿嘿嘿嘿，可惜啦，你手里的此物只能对付老子的毒，却救不了你的老鼠仔。跟你爷爷认个错，爷爷既往不咎。来来来，叫声爷爷。你们看穿白衣服的叔叔，脸都被骂红了。田宝憋着劲儿很久了。大离针射，灰衣人眉心溢出一滴红印，双目圆睁，立刻便绝了声息。望阙楼听令，开弩炮。独爷爷，弩炮很厉害吗？哎呀，何止厉害呀！这东西独爷爷只在传说里听过，这东西是攻城用的呀。白小凤，一点小仇你犯得着吗？
不就是拿了你一株七星海棠顺了点吃的，你就要跟老子同归于尽？我日你个仙人板板，你个疯批呀！宝啊，这下你要跟毒爷爷一块躺泥坑了。哎呀，那个狗东西要轰城啊，把你藏在哪儿都逃不掉了哇！毒不亲跺脚，他要是知道白小峰手里有这东西，他一辈子也不来风云城。好汉饶命！你别不说话呀！万事好商量，有话好好说。我喊你一声爷爷。白楼主，你要出气找毒不亲就是了，我们可都是无辜的，你要恩怨分明呢。个老子的，还逃个屁的命啊！这些东西轰下来，我们全给毒不亲当吃鱼了。轰！原本架在屋顶上离他最近的一辆弩炮，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从屋顶上直掉了下来，砸在地面发出轰响。天宝，你悄悄跟爷爷说，这是不是又是你砸的？是呀，宝有暗器，会偷袭，大家伙我也有。你再悄悄告诉毒爷爷，当初毒爷爷在你家无死角被砸，是不是也是你干的？好，懂了。臭丫头，等爷爷缓缓回去了再收拾你。白小峰一袭月袍站在飞檐上，今天他动用了4架弩炮，无一幸免，全部被对方击落。纵观天下，能做到此举的高手不是没有，但是不论有多大能耐，想要掀翻这么重的大型弩炮，都需要借助器具，否则光靠人力绝不能及。白老主，毒老，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继续下去的话，对谁都没好处，不如听我一言，到我2级坊内坐坐。今日白某做东，咱们酒桌上一壶烈酒，一句话，把事情说开了解决掉，如何呀？两位好歹给我个薄面呢。小安、小文、小武过来，毒爷爷先带你们吃香喝辣。哎，大家都是混江湖的，讲一个利落干脆，快意恩仇嘛。毒老跟百楼主之间的恩怨，白某有所耳闻，但是恕我直言呐，今日两位着实是冲动了一些。你们2人打斗，不管哪一方赢了，实际上对另一方来说都非好事。毒老出事了，土北山的实力就削弱了；百楼主出事了，内城的实力也会被削弱。这12码头一直都盯着这2处，你们要是真的斗个2败俱伤，你死我活的，岂非被别人白捡了便宜吗？老头今日就给白城主一个面子，今天的事情暂且作罢。他搁下酒杯，指着白小峰面前那杯酒，不耐催促：赶紧喝，喝了老子好走人，不爱看你那张棺材脸。这么着急，你给我的酒里下药了吧？我日你大爷，你别门缝里瞧人，我毒不亲是那种人吗？老子看着白魁的面子才息事宁人，你别蹬鼻子上脸，我告诉你，爱喝不喝，你直接说你怕死就完了。他抓起白小峰的酒杯，咕咚咕咚就把里面的酒水喝掉一半，剩下一半砰的又放回去。哼，孬种！白小峰盯着他，后槽牙翕动，片刻后将剩下的半杯酒一口喝尽，起身走人。今天的事情作罢，可以前的账还没清完，毒不亲，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算。2级坊一桌子丰盛饭菜，桌旁瞬间只剩下白魁一人。爽啊！人最痛快的莫过于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白小峰，轮到你了。家主，擂台的事被搅和了，本来我们安排这一场会一胜出，开盘的赔率已经轰到了最高，只待结果出了就能够收进一大笔的银子。现在那些下注的在门口闹事，吵嚷着要2级坊清账啊。为了今天这场局，他们准备了半年，哪料会被人搅和呀？管事心里恨得磨刀霍霍。那就出去把账清了吧。家主，不清账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今日出了意外，会医是被外来的暗器要了性命，2级坊无需负这个责任。清了，小钱而已，口碑事大。是，新来的那个叫魏医，给他把解药送过去。家主，我讲究任人唯贤，用则信，2级坊交给你打理，我便素少过问，那是我愿意信任你。官事你可别让我失望啊。甚少过问不代表对所有事情一无所知，这是警告。
家主明鉴，属下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两极方跟家主，不敢有私心。此事的确是下属错了，任有责罚。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来人，给卫衣送解药，还有方中余下的义工伞全部销毁。我操，憋死了，憋死了！哎呀，没想到吧，白小凤，千防万防还是着了老子的道。你爷爷狠起来，连自己都毒。四崽子站在那儿，闻着飘过鼻端粪坑才有的味儿。基于出门的时候是偷跑出来的，回去的时候5个也是悄摸摸的回，先猫进药房里探查隔壁的风向，正好毒不清还有人要收拾。天宝啊，你瞒毒爷爷瞒得可够严实的呀！你说毒爷爷要不要好好的揍你一顿呢？歪着脑袋小米牙一露，毒爷爷撒娇没用，毒爷爷我不吃这一套，玩石子儿偷着玩，咱们俩那么好了，你都不跟我吱个声儿，你说你该不该挨揍啊？该不该？毒爷爷，你力气再大点儿，妹妹袖子上的灰就拍干净了，还吹自己是高手，怎么巴掌四处乱空啊？丢脸了，毒爷爷！唉。两极方后隔了一条小巷的巷尾民房，子怡沈笑：是真的解药，无需忧心。今日外面发生大事，小主，或许你能有更好的去处。此前我曾调查过风云城，因为时间紧迫，信息获得不够细致，只知风云城有3股势力，白家算是当中最为雄厚的一家，所以才带着你逆入白家势力。但是今日发生之事，让我知道我自己错漏了。3大势力之外，还有一处可护你的地方，土北山小苏家，曾与你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小苏家。不去，子怡叔叔，除了你，我谁都不信。小主可是担心苏家会出卖你，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人心难测。我找机会去试探试探，若是可行，小主便过去；若是不行，我们便继续待在这里，可行？为何定要去那儿？因为卑职本事不足，无法辅导小主成才。小苏家如今能人汇聚，有1毒双绝毒不侵，有顶级高手短刀，还有学识谋略可当帝师的霍子恒。没错，就是娘娘曾经多次暗地里惋惜的那个尹氏家族霍氏。去吗？去。子怡眼底掠过一缕欣慰。忘却楼作为城南最出名的酒楼，自然也不缺食客在楼里对此事高谈阔论。顶楼室内依旧轻纱如雾，熏香袅袅。毒不清，小苏家，一个一而再三的伤他的脸，一个让他足足拉了3天。他白晓峰以风光霁月、仪表出尘著称，何时如此狼狈过呀？闹至而今，全城的人都在笑话他，说他是毒不清的手下败将。白晓峰咬碎银牙，扯了月袍换布衣，戴上面具，一身杀气的往外走。今日起，本座便长居土北山，若不能将此仇报了，本座就做一辈子胆小如鼠的长东。土北山笼罩在热烈的阳光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绿色更显生机蓬勃。长东，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不是说今日事忙，恐要快天黑才能回来吗？东家有喜，今日放了我休息半日，所以便早回来了。长东走近，在小苏家水田边上蹲下。咋的了？哎呀，有话就说嘛，大男人的，婆婆妈妈白长这么大个了，你这以后怎么讨媳妇儿啊？哥，您就饶了长东吧，光一句话就把他脸鼻子臊红了，以后真要娶个媳妇儿回来，他不得见天躲着媳妇儿跑啊？下一瞬，苏二在田里莫名其妙的脚下打滑，摔了个4脚朝天。果然，看别人出丑心情才能好。不是我笑话你啊，你是真婆吗？有话赶紧说，是不是有事想找我跟老大帮忙啊？能帮得上你的咱二话不说。上次棉花掌柜有罚我的，干活不给我吃饭，我得自己买吃的，积蓄前2日花完了，实在熬不住。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先跟你们家吃饭，等发了工钱，我定会把工钱还上的。
我3天没吃饭了，之前1日也只敢吃1顿，真要撑不住了，要是不行也没关系。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呢？没饭吃你怎么不早说呀？走，带你回家填肚子。我一早问你，掌柜罚没罚你？结果你不说实话，你看是不是活受罪了？要早说了，你回来能没有饭给你吃吗？家里那1园子的青菜啊，都能给你吃撑了。你这个身子骨还挺耐造的嘛，饿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也没见瘦啊！别拍，难为情。程东，你咋跟个小媳妇似的呀？啊！小苏家院子在山脚靠里。阿奶，我们蹲了有半个时辰了，能不能歇一会儿？天太热了，你看我们的衣裳湿的都能拧出水来了。这种天走去风云城，也没见你们仨崽子回来喊热呀。继续蹲。那我们去灶房喝口水成不成？喝完了回来再继续蹲。秀儿，给这几个小崽子拿水来，喂他们喝。苏大忍笑，家里娃子们皮得很，天天转着脑筋想偷懒不练功。哎呀，就得他们二奶能收拾得了他们。爹娘，长东跟我们家吃饭，这家伙在城里饿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憋着不肯说，今儿熬不住了才找我们来。咋饿着都不说呢？咱两家挨得最近，过来开个口说一声有啥难的？正好锅里秀儿还留了几张饼，先垫垫肚子顶着啊，等日头下去些，咱们再做晚饭。谢谢。娘，晚上吃啥呀？这个得问秀儿，她手巧，一把青菜也能做出好多菜式来。田宝，本少爷又来了。8月初6我5岁生辰，我爹在白府设宴，你们都去我家吃好吃的。白玉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确定小苏家没人搭理他，嘟嘟囔囔的自个儿进了堂屋，蹲在4个扎马步的娃子面前。去不去啊？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就买车哦。白小少爷，你过生辰是喜庆事儿，我们祝你日照前程，但是过府吃宴就算了，我们一家只是普通人，不敢高攀呐。去吃个饭热闹一下，你们这些大人就要想100种后果，没劲。我白府又不会把你们吞了。再说了，有我跟我爹在，也没人敢在城里动你们。哎，你也不敢去吗？真就是吃个饭，你要是去了，那朵你不想要的珠花我就收回来，而且以后再也不送你那个东西了。叫爷爷，我就去。你糊涂了，你是女娃。叫姐姐，我比你大，你滚。要不这样，等以后你长得比我大，我就叫你姐姐。本少爷说话算话，还是你觉得你不能长得比我大？8月初6，走。哼，行，我走了。老婆子，哎呦不得了了，哎呦，田宝又要去风云城了。田宝，你真要去白府给那个小少爷过生日？城里好玩，我们一块儿去。田宝点头，玩着小爪子，边等独爷爷回来。他还要带独爷爷一块儿去玩呢，去揍白玉。8月初6转眼而至，宴席申时开始。眼下时候还早，我可以带你们到城里到处玩玩，能入本少爷眼的都是城里特别好玩的。小少爷，你在城里都玩什么？斗拐吗？捉田鸡吗？学老鼠洞吗？抓蛇吗？白玉笑脸一收，高冷闭嘴。马车进城之后就放慢速度了，除了2种铺子，对面河鲜铺子也是我家的，还有2级坊云间来。云间来是干什么的？切，没见识，那是艺伎坊。什么是技坊？就是有人唱曲仙舞啊。停下，这有什么好看的？城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打架，打完就散了，不是死仇出不了人命。停车！巷口一群小娃子在打架，一群打一个。先停，都往边上靠，等我们走了再继续。这些人一跑，巷口就剩下伤痕累累的小男孩靠坐在墙角喘气。你姓魏？你娘呢？死了。你爹呢？他杀的我娘。你娘帮过我家，我刚才也救了你，报过恩了。你记下，2清。但是宝啊，你报恩这么随便的吗？你不救我，我也不会死。你不要我报恩。好的。我从未见过有人这般报恩的。我娘家替你家解过围，我回过你厚礼，我娘还没有人护送过你家一程。你认得我？你是那位好看夫人带着的小公子。小公子？好看夫人？当初我们家流放半路上遇见了坏人，好看夫人叫人护送我们过那条全是土匪的路。临别的时候，子怡叔叔说了，他主家是姓魏的。巴掌大的人操天大的心，家里欠着人情要还，上头也还有你爷爷奶奶爹娘呢，用得着你出面呢？再不记你上头，
也还有3个哥哥，这种事儿让他们烦去，你跟着毒爷爷尽管玩啊！你们也太笨了，不想想风云城是什么地方？凭他一个小孩，若是无人照护，能活到现在，他娘是他娘，他是他，终究是2颗心。那颗心好，不等同这颗心也是好的。有句话叫做人死灯灭，恩仇两消。对你们家有恩的他娘已经死了，你们还要知道地下报恩呢？人耍心眼子算计你们家呢，傻子，熊娘们儿，他才不替他操心呢。这事儿就当作没发生过，回去之后都不准跟你家大人说，知道吗？为什么？霍子恒那个心眼筛子怎的一点心眼子没教会你们呢？风云城这种地方，一棍子打出去能砸中3个亡命徒，那娃子宁肯跑到这里来，都不愿意待在外面。为啥呀？因为他在外面的处境比在风云城更危险，那必是大麻烦呐！蠢崽子们，气死老子了！回去老子就把霍子恒揍成饼，合着一天天光教你们背书了，把你们全往书呆子上带呢。独不亲没说，还因为对方姓魏。巷子口，魏礼仪坐靠墙角一动不动。小主如何？子怡叔叔，他很聪明。那个小女娃恐非池中物，去土北山吧。走。白府在城北，这里就是我家，地方大着呢，好玩的东西也很多哦。在东院有一个练武场，是平时我跟我爹练功的地方，那里的兵器架上摆了好多厉害的兵器，待会儿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还有我爹的书房，里面放了好多书，全都是崭新崭新的。宝贝最多的是我家库房，待会儿我也带你们去，看上里面什么东西尽管挑，本少爷送给你们。哦，库房那肯定有很多宝贝。田宝对什么宝贝都没有兴趣，倒是听白玉说起练武场的时候眼睛亮了亮。兵器很多吗？那当然多了，我爹在家就爱练各种兵器，光是名剑名刀就堆了半个屋子。断刀、上半截有吗？你这是在为难我白府了，谁知道断刀消失的那半截落哪儿去了呀？苏田宝，你明明可以把话说得很溜，刚刚在巷口的时候跟别人说话还一大句一大句的呢，怎么到了我这儿又2个字2个字往外蹦了？本少爷不怕你好好说话怎么着？不是，我懒。念你年幼，本少爷不跟你计较。哼！白家小子，你家库房搁哪儿呢？在哪个院里呀？好东西都藏进库房里了，就没藏进你爹的房间里？有密室没啊？暗道呢？崽子们再次齐齐扶额。毒爷爷就差没把你快告诉我，我马上就去偷这句话写在脑门上了。你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一声，我拿了送你，你省得你去找了，这不更省事儿吗？哦，真的？本少爷说话从不诓人，我好东西多的是。好大方，不愧是白府小主子。那你告诉我，你家密室暗道在哪儿？以后得空了，老头常来玩玩。这就是我家库房了，走，带你们开开眼。银山、金山、宝山，哎呀，全是我的。要吗？我能装。白玉脸上的得瑟转为菜色。你们想要什么跟我说一声，我真给你们拿，至于吗？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先说好啊，你们自己拿也别一次拿光了，好歹给我家留点装装门面，不然事情传出去说我家被人搬空了，笑话忘却楼的就得是笑我白家了。我掏心掏肺的带你们，你们不带让我血亏的。哎呦喂，看把你们给吓的。行了，把门关上，真以为咱要你的呢？这些东西还赶不上一只鸡腿香。左墙角檀木桌子玉匣子里有我爹藏下来的虎刺跟黄蝉。等独不亲飞快转身想往屋里冲时，房门已经砰的一声关上，落了锁。白家这小子不得了啊，蔫坏的道行已经很有水准了，皮带着他的小客人们行到府中最后一站练武场。到了地方，刀枪无眼，摸的手小心一些，别被割了手。小女娃扭过头来，2只眼睛晶亮，兴致勃勃地开口相邀：比吗？今日本少爷生辰，不宜动武，之后再说。他话毕，看到小奶娃伸手进怀里掏啊掏的，哥哥干什么干什么？说好了今日不宜动武的，本少爷今日不跟你比。娃儿撅嘴，小手朝他伸出，摊开的白嫩小手心儿露出一物，是只描有翠竹纹的毛笔。师傅说上门做客需有礼，送你的生辰礼物。不就一个生辰吗？不用特地送礼物。
不过既然你送了，本少爷就勉为其难的收了吧。苏安、苏文、苏武三人也从怀中掏出各自带来的礼物，有手工粗劣的雕刻木偶，有写得歪歪扭扭的一纸岁岁欢喜贺言，有芦苇杆子编的田鸡。老头子最不耐烦这些了，要不是怕回去被人讨扰，我才不送你了。这是蛇毒丸，能清所有蛇毒，就2粒，多了没有。待会儿你得给我点东西，老子不能吃亏。吃亏了他回去会睡不好觉，半夜必定得来白府偷家。白玉抱着这些礼物，几乎没一样值钱的，但是他比较懂事儿，不嫌弃。毛笔，我师父送的，到我了。白玉木着脸转身就跑，他就知道不能把这小娘们想得太正常，还在琢磨怎么揍她呢。别跑，菜鸡！今天老子生辰，说了不宜动武，不义，知不知道？礼物，你别滚去吧你站住，别追了！忒怂了，白少爷别怕，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滚呐！练武场上一群小娃子你追我跑，吼骂声、大笑声充斥整个上空。独不亲飞快扭头环视周遭一眼，没有闲杂人，老头蹑手蹑脚的溜了，他要去撬锁。虎刺黄蝉，在演武场西南角往前院的垂花门后，2道身影静立。主子，独不亲大概又看上府中好物了，老奴派人盯着。独不亲的本事，派再多人盯着他也没用，只会有去无回的。由他去吧，今日玉儿生辰，无需扫兴。看玉儿笑得多开心啊，在后院小厅里单独置一桌席面，等他们玩累了，带他们过去吃饭。前院来了不少人给小主子庆贺生辰，可许小主子去露个面啊。外面都是操天骂娘的糙汉，我来招呼即可。今儿老子要把他们一个个的全都喝趴下。土北山土北村晌午后，苏大苏二下田的时候，把又休假在家无所事事的长东拽了来。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来，兄弟教你种田，边干活边唠嗑，转眼时间就过了。要不然你窝在屋子里啊，白白蹉跎光阴啊。我在边上跟你们唠嗑，田就不下了。想跑没门儿，赶紧的给我下田。懒得你，不缺点能过日子的把式，你以后咋讨媳妇儿啊？真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不成啊？后头的光说还不算，还动起脚来了，一脚就把长东给踹进了田里。别傻站着了呀，你脚边上长得比稻禾高的就是杂草，把它拔了，田里有些滑，拄好拐。苏大笑着走过来，给他示范了一下拔草、摸田螺、捉虫子。田地里的学问多着呢，上手了就懂了。你这年纪不老不小，得想长远一点，为了以后好好打算打算。流放之地不算是个好地方，但是人可以好好的活着，不是吗？苏二从后面拍拍他肩头，咱们以后会越过越好的，土北村也会越来越好的。你瞅瞅旁边那些人，王川、小小、大富，刚见面那会儿啊，是一点活人气儿都没有。现在再看看呢，是不是特别不一样？长东，你不比谁差，活好好干，日子好好过，大男人不兴得过且过的。哼，笑话。他白晓峰需要靠种田好好过日子？老子一天里用的熏香，你们得卖2年稻子才能买得起。苏大、苏二，我腿上有什么东西啊？苏大凑过来卷起他裤腿一瞧，抽着嘴角，一条水蛭而已，就把你吓成这样了？水蛭？这个。苏大说着，把男人小腿上附着的东西撕了下来，举到他面前。黑色的滑溜溜的还在不停蠕动的恶心东西。苏大、苏二，又来人了，不会又是什么关系隔着10万8千里远的亲戚打秋风来了吧？人怕出名猪怕壮呀，这不出一掌标，上门的人就不消停。这次来的人跟图南山那边来的应该不同。跟你说话了吗？接什么话头，不要脸。娘子，我瞧天色尚早，不如一同小憩片刻。或是火速关门，手里木盆一扔，来了。苏家小院儿此时气氛有些压抑，怎么会这样呢？这怎么就这样了呀？
夫人那么好的人，这怎么会？我这次会带小主寻上门来，实在是有不情之请。当日我们苏家幸得夫人出手相助，心中一直感激这份恩情，从来没忘记过。侠士啊，你这般不是要折煞我们吗？如今你们遇上难处需要帮忙，但凡我苏家帮得上的，你尽管开口，切莫说什么不情之请。得人恩果千年记，我们虽然是升斗小民，却也懂得这个道理。咱们不说那些客套话，侠士有话但请直言。既如此，我便厚颜直言了。子怡咬牙。我原名子怡，现在改名魏一。我家小主姓魏，单字一个离字。如今小主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本该我将她亲自带着，但是我在城中白日里要为生计忙活，无法好好照料她，所以我想请诸位能不能将小主留在这里，让她跟着你们能有片瓦遮头。我不会让你们白照顾的，我在城中所挣银两，每月会尽数送来，作为小主在这里生活所用。在诸位做出此决定之前，还有一事我想坦言，我在小主背后牵扯的麻烦不小。对他的安全，我需做万全之策，所以在决定过来寻求帮助时，我冒昧对你们家先做了番调查跟试探，此为魏一小人之心，不想隐瞒。我跟小主也商量过，事后说开，不管你们作何决定，我们都不勉强。堂屋里又是一番静默，以后就住在我家，可好？此恩此德，魏一莫不敢忘，事后但有用处，必为苏家赴汤蹈火。苏老汉摇摇头，走到魏一面前。老汉托大，以后便唤你姓名了。魏一，可否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知我们呢？我们心里有个底儿，日后若有事突发，也能有个应对的方向。魏一点头，跟父子三人走出堂屋。汉子们离开了，我们家有4个娃子，以后你跟他们一样，我们会把你当成自家孩子来看待，你只管好好住着。家里仨男娃子能皮得上天了，他们要是欺负你啊，告诉婶子，我教训他们。比以前高了一大截哩，长得还是那么好看，就是瘦得厉害了些。以后多吃饭，爱惜身体。看看这小脸都成啥样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成小花猫了。以后这里便是你的家了。太阳落山之际，苏家小院外又传来马蹄声。阿姨、阿奶、爹、娘，我们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酱烧排骨、羊腿，还有萝卜丸子，可多好东西了。姑姑今晚都不用做饭了。白魁那个狗东西从哪儿弄的鲁班锁，撬半天都撬不开，特地防着老子呢。退！霍家院里有我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商量就完了呗，非要逮着我来。老头子吃饱了，不想喝茶。他还晕着呢，不做人的狗东西，他想弄死段刀。这是白晓峰安插在他身边的奸细吧？年前你半夜出去了一趟，去的开石村，不记得了，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魏国公是大越两朝元老，在京官中以清廉正直著称，名声颇富。我对他的事迹曾有耳闻，而且满门几乎灭绝，必然是上头有人早要布局要除掉他们家，能弄垮国公，敢将事情做到如此绝，是龙椅上那位卸磨杀驴了。龙椅瞧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儿啊！一张龙椅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了。这龙椅不也是木头做的，能上天咋的呀？这里是大越最混乱的流放之地，朝廷都管不了的地方。来到了这儿，在外头有什么身份都没区别。流放之地，身份就跟狗屎一样，没用。就算是皇帝老儿亲自来了，也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他自己搬来流放地的，大多是在外走投无路的，哪个背后藏着的事情都不简单。苏老汉用力给胸口顺气儿，虚弱道：让你们见笑了，咱一家泥腿子见过最大的官就是镇守，冷不丁听到龙椅，这不失态了吗？魏一回城之前跟我们开诚布公的说了，他虽然没有明言魏离的身份，但是呢，把背后的麻烦跟危险也一五一十的合并告诉了我们。所以我兄弟俩跟我爹找上几位，除了商量此事，还有打算是想把田宝、小安、小文、小武他们3放到段刀跟独老那边的院子养着，这样真有什么我们扛担不起的事儿，不会拖累到娃子们。霍子恒端起瓷碗，高声喝茶。段刀低头安静地看着怀里的半把刀，读不清白眼翻得要上天了。这世上要是论安全，有什么地儿比苏家小院更安全呀？别埋汰了，拐着弯的炫耀呢。霍先生，段刀大人，独老，那皇帝万一要是知道梨儿在咱们家，想要来个斩草除根，会不会遣大军杀过来？不会，而今整个大越兵力总共70万，20万驻守北边境对抗鞑虏，
30万驻扎烟霞关，防备虎视眈眈的胡蛮；15万在西南边境震慑蠢蠢欲动的匈奴，另有5万。3万住在皇城长京县外，3000守皇陵，1万巡城司马，直隶皇帝的御林军3000，另有4000是皇族精兵。这些人随意调动不得，一旦调动露出防汛缺口，皇帝等同于自己打开大门，请虎狼入关。而且想要拿下流放之地，朝廷至少得出兵3万以上的精兵，尚且未必能胜。莫看流放之地乌烟瘴气的，实在周围各个重要的出入口都有3大势力派人看守，兼占了地形之便，能守能攻。若是拦不住，逃跑的路线千百条，种种弊端之下，皇帝不会花那么大代价杀一个已经对他没有威胁的人，就算有那个心，他也不会亲自动手。帝王手里刀子多的是，端看用的是哪一把罢了。苏老汉父子仨看着面前侃侃而谈的先生，嘴巴大张，目光呆滞。怪不得3大势力都想招揽霍先生，原来如此啊！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便朝廷有多余的兵力可调，皇帝也不敢针对流放之地下重手，因为流放之地东南是海域，海上海寇横行猖獗，这么多年海寇不敢上岸为祸，是因为流放之地便是恶徒，比他们更狠。动了流放之地，里面的人一跑，朝廷想要守住海域这条防线，就必须要在这里派兵扎营驻守。苏家父子仨懂，朝廷没兵可派了。霍先生，我们明白了，便不耽误你吃饭了，我们先走。不用送了，我们自己走，近得很。段刀也起身，慢条斯理地往外走。霍子恒给自己倒了点茶，轻抿一口。大约气数要尽了，可惜要是将门袁家还在，何至于如此啊？段刀脚步微顿，复又稳步离去。霍子恒放下茶碗，静静地看着夜色初降的天际，背影清瘦萧索。老娘果然有眼光，抢夫君都抢了个顶级货。多谢娘子将为夫抢来。吃饭。好。长东窝在小院里，一把缺了脚的小椅子坐得稳稳当当，两只优越长腿支在地上一晃一晃的。魏国公将门袁家奇谋霍氏都汪谷老祖，聚在一块儿了，果真是蛇鼠一窝。是夜，禹都古道，数十里古道，33峰，33座匪寨。夜袍男子手抱古琴，随机屠杀，无人轻易敢靠近悍匪聚集地。漫天血色被夜幕吞噬隐藏，只有风轻吹时送出浓郁血腥。从禹都古道出来，主子回吧。是。丁峰，本座可跟以前一样？回主子，自是一样。没有异常。没有。带回忘却楼，将上面的血迹清洗干净，熏香3日，臭死。一听主子这是不打算回忘却楼，还要去土北村呢。晨光微熹，几声清脆鸟啼打破了清晨宁静。魏离站在堂屋门口，苏安说了多少次了啊？漱口刷牙，一次只取1点点膏体就够了，你又挖掉一大坨，兔崽子，老娘这不抽死你！明天你该上房揭瓦了。阿奶，小文小武挖的比我还多。苏老妇停下，扭头立刻瞄住贴着墙根想溜的另外2个小崽子，苏文苏武立刻就跑。仨崽子一前2后冲出院门，瞬间不见影了，都跑！待会儿别回来吃早饭啊！哎呀，还是咱田宝乖。田宝偷偷咽下嘴里甜甜的刷牙膏，小手往胸口拍了拍。宝乖，哈里，来，过来擦牙漱口啊！用这个擦，擦完了牙又白又干净。这是独老做的擦牙膏，特地做的甜味的。结果小安他们仨崽子拿这个当糖来吃，撒兔崽子。是撒兔崽子。早上吃的菜饼子，大人们多一点腌酸菜，娃子们1人1个白水煮蛋。汉子们端着粥碗扒了点咸菜，手里卷着个饼，直接蹲在外头檐下呼噜呼噜吃。娃子们3两口饼下肚，把肚子填饱，揣着个水煮蛋呼啦一声往外跑。上学去喽！走。去哪儿？上学，师傅交代你。为什么？去吧啊，跟田宝他们一块儿去上学。端刀叔叔，求情，大概因为你很弱。魏离少有接二连三无言以对的时候，自从来了土北村，无言便特别的多。
谢谢。霍家堂屋里，来了，小师弟。小钱包眼睛立刻亮了。霍氏借着送茶水的功夫，悄悄打量这个新来的小男娃。够男人，段刀怎么会为他求情啊？娘子，你撞疼我了。呸！霍氏对面茅草屋顶上，抱刀男子看着魏离进入霍家堂屋之后翻身落地，进入屋里没再出来。洪德13年，将门袁家被诬通敌叛国，一纸圣旨降下，袁家领守长京的所有家眷皆被斩首，连襁褓中的幼儿都没能活命。彼时朝中官员多赞帝王英明，唯独魏国公于殿前痛斥陈词，为袁家一门忠烈喊过冤。你们就说你们是跟我好还是跟他好？白小少爷，你干什么呀？这个也需要比？别管我比不比，你们答就是了。跟我好还是跟他好？要不你让我们先想想，想好了再回答。一个是白家小少爷，半个城主的儿子，一个是住在他们家里头的小恩人，他们的小师弟，不好答，那就拖着吧。白玉脸更黑了。苏田宝，你说是我对你好还是他对你好？你想好了再打我。你喜欢打架，我陪你打过好几回，每次都输。我还送过你礼物，还请你吃过饭，还带你上过我家玩呢。比啥哦？你们2个又不姓苏。不姓苏，不是我家里人，好不好跟我有啥关系啊？白家小少爷，这又是咋的了？什么事情啊？至于你委屈成这样？终于有人问到正点上了，他们都跟霍先生学本事去了，就落下我一个。亏我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带这个新来的都不带我。白小少爷是也想跟霍先生学本事吗？若是，你得自己去跟霍先生商量呀。说是你真心想学，打动了霍先生，我想他是不会吝啬于教你的。哼，婶婶你不懂，我爹一早就请过霍先生教我来着，霍先生一次都没同意，要不然我早就是大师兄了。那是以前霍先生还没收徒，兴许现在不一样了呢。要不叫你爹再去求霍先生一回？那我肯定是要求的，我绝对不能被落下。白魁当晚就亲自来了一次土北村，但是自第2日起，霍家门口就多了一道小身影，啥也不干，就跪在霍家门前，小身板直挺挺的，顶着8月烈阳。从小娃子们进霍家院子晨读，到进午时询问回家，白家小少爷跪的是半分不偷懒。不止那一日，接下来的每一日皆是如此，把小苏家的人跪得都心软了。哎呦，那大的太阳嘞，这么小的娃愣是晒了这么多天呢，白白嫩嫩的小少爷都要晒成黑炭了。霍先生收不收徒，收谁为徒，这都是他自己才能决定的事情，咱们旁人插不上手啊。说真的哈，我以为白家小少爷这种性子，他会上霍家门前大吵大闹撒泼打滚来着。哎呦，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正经懂事的一面，说跪就跪，一跪这么多天呢。咱搁家时瞅着些，外面太阳晒得很，给这娃子多送2趟水。我瞧着呀，确实是诚心想学本事来着。娃子们在霍家院里的时候读不尽最闲，听到小苏家聊起八卦，特地跳过来掺一脚热闹。这小子没瞧出来呀，气性还挺大。杜老以为他如何呀？等咱老了，这江湖啊，就是少年人的江湖了。这日进午放学，霍氏单手叉腰走出来，把跪在那儿的小崽子拎进了院子。又来一个小师弟。嘿嘿，白小少爷，这次你可成了最小的啦。白玉，喊师姐。师傅，师娘。白玉成了霍子和门下最后一个弟子。土北村外的稻田里，稻子熟了，种出来了，种出来了，可以收稻子了。别谷少，稻米多，比咱们预期的好太多了。不等了，马上收稻子，等把谷子撵出来，咱们也能吃上大米饭了。咱们今年真的不会再挨饿了。老婆子，咱种的谷子能收了。能收了，能收了。还等什么呀？开工！赶紧把谷子收回去才是正经。要是收的晚了，外头那些憋着坏的，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坏主意来。到时候把咱们辛苦种的庄稼给霍霍了，咱真的哭瞎眼了。可不是嘛，赶紧收！婆娘们，回家拿镰刀筐子。我猜那边那些人肯定一直在盯着咱们这稻田，这回非气死他们不可。
咱种出的这些谷子不用交租，不用交税，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接下来的数日，土北村的人乐疯了，也忙疯了。汉子们在田里割禾，妇人们在家里锤谷子，锤出来的谷粒晾晒收仓。程东还躺着呢，至于吗？不就是割了2天禾吗？一个大男人弱成这样，还是活干的少了。以后你在家的时候，我就过来逮你，多练练。长东不想说话，躺在房间床上，望着头顶灰扑扑的茅草，双目无神。长东，真的累着了？真是瘫着动不了了。哎呦喂，正常，没事儿。我跟老二以前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啊，也跟你差不多，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后来干得多了，习惯了，腰骨啊好的也就快了。长东，听我们的，你真得多练练。过几日我们翻田，到时候啊，我再叫你来。滚！操！行了，别躺着了。那边秀儿做好饭了，哥俩扶你过去吃饭。再累也得填饱肚子，不是吗？我们抬着你过去，抬着成了吧？不用你动啊，今儿个咱们俩伺候你。老大，你扶他胳肢窝，我抱腿。来，1、2、3，起！别走，抬你姥姥，滚！撒手，等老子能动，你们俩玩完。他就是个大傻子呀，他为什么要去帮苏家割禾呀？他拨琴弦的手为什么要去拿镰刀啊？还有长熙，胆小如鼠也是罪，一早就该送他归西的。土北村大丰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8月末的太阳依旧热烈。哇，这人多的，前后望不到头啊！哎呀，咱们还是来得晚了，早2天就该来了。反正不管有没有地儿搭窝，我都不走了，大不了睡路上。你们说，排在最前头的见到小苏家人没有？能不能同意咱留下来？能同意的吧？听说小苏家人特别好。你们说归说啊，可别仗着人家厚道耍什么心眼子。这土北山上住着的除了小苏家，还有独老跟断刀霍先生他们，这些全都是护着小苏家的。敢耍什么心眼儿，死了都找不到尸骨来埋。我比你们来得早，已经瞧着好几拨人被轰走了。走的那些啊，以往都是在各处口碑不咋好的，懂吗？你出去，剩下的留下。霍先生，凭什么我不能留下啊？我好歹也是壮劳力，上山下田样样行啊。你手腕上的疤是9年来小苏家闹事时留下的吧？12码头让你来做奸细的。壮汉跑得飞快。霍先生，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呀？我都不记得。我记得他的声音。接下来的场面也叫他们越来越震惊。红土崖有一霸，不思进取，以抢为生。此人高7尺，青鱼眼，面有须，下颌半指疤，是你吧？出去。图南山有种专干掮客的，给人提供哪家有秀气婆娘，哪家有孩子可卖，又哪家走投无路可逼为佃农。你叫张潜头，好吃懒做窝里横，能让人家看你是满眼怨恨。你做的事应该不少，来了流放之地，积满身怨气，还养着这么个东西，不思进取，可怜也可恨。出去。赵老二，在城里杀猪就好好杀猪，还凑什么热闹？霍先生语气始终不温不火，不疾不徐，云淡风轻。院门后头小苏家一众已然是目瞪口呆了。霍先生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要不然怎么能是先生呢？火眼金睛啊！我瞧着没人能在先生眼皮子底下混过去。说是娃子们能学到先生一星半点的本事，日后也能有所作为了。霍氏坐在廊檐下阴凉处，闲着去门边跟你们先生学着点儿，搁这抢什么瓜子儿？不准吃了，再吃就没了。老娘还得跑到内城买去。师娘，咋不够吃啊？那瓜子仁儿。师娘，明我带瓜子来，你也分我点瓜子仁儿呗。兔崽子，就知道你无事献殷勤，想吃自个儿剥。太阳渐渐西移，妇人从红土岩来，家里汉子数月前被恶霸打死了，家中只剩下我跟几个孩子，走投无路前来投奔。你一人可有信心养大3个孩子？只要能有一地容身，不遭恶人欺辱，我定可将3个孩子好好抚养长大。留下吧，自己住山脚里，寻一处地方建屋居住。至于田地，住下来之后再分。流放之地西南运河码头，12码头总舵，一艘航船破开河面霞光，缓缓靠岸。总舵大厅
万福带人坐下之后，立刻把这1年多时间里土北山的恶行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描述了一遍。小苏家本来是一户小农户，全家不过11口人，要不是仗着背后有个能打的高手，哪敢如此嚣张啊？也没他们嚣张的份。说了也怪，自打他们来了土北山之后，竟能将3大势力都想招揽的人一个个吸引了过去。先是段刀、独步亲，现在连霍子恒都给他们家崽子当了先生，还有白魁那匹夫，他儿子也捞了个霍子恒关门弟子的名头。帮主，当小心他们联合在一处，日后非压得我们12码头无立足之地不可。自从他们起来之后，12码头就处处吃瘪，整个流放之地3大势力，白魁见风转舵，早早贴了上去。望阙楼端着清高的调调，毫无动静，但是也没有损失，来来去去的亏全都落在了咱们头上，操他娘的！吃这行饭，走这条道，就要懂得玩这一行的手段。老子不过出门办事一段时间，帮里就乱成了这样。老子养你们这大一群都是饭桶吗？一个个还没断奶，叫娘继续带着，好日子过久了，脑子里装的全都是猪油了吗？帮主息怒，此番确实是我等小瞧了土北山，让12码头接连遭到损失，我等该罚。但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解决忧患，让外在安内。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等万死不辞。既如此，就由你先领命。万六爷脊背绷起，硬着头皮。是。土北山背山靠山，水源依靠清河，日常饮用、农田灌溉都需从清河取水。若这水无可用，土北山的风光也只能等着失色。清河源头在12码头7分多附近吧？帮主要毁清河水？帮主不可呀！我们12码头不少的地盘也同样需要依靠清河呀。有何不可？射不了孩子套不着狼。既然他几方联手要打压我12码头，那就鱼死网破好了。何况一条清水河，土北山离不得，我12码头也离不得。你们是不是忘了12码头是靠什么生存的了？没了陆地上的地盘，我12码头还有诸多码头在。可是土北山没了清河，且看还会有人继续奔过去。在这流放之地，敢死的人才让人害怕。令8、9码头听令，着人在土北山地界外盯着，避开段刀跟独步亲以及白阔2家，其余但有人进出，皆可打杀。半月内让此事传遍整个流放之地，届时看看还有谁敢朝土北山跑。帮主，那小苏家的人留着，不是打不过吗？那就不打。成事需人众，人众没了，留下的人再能耐，也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吃了几次亏，真就把你们吓破胆子了。这里是流放之地，谁还玩替天行道那一套？禅东叔叔，吃。又有好吃的。你干活了，有吃。你还会在这里住吗？住？为何这么问呢？人多，没地方住。意思是我走了，给人腾地方。你走吗？不走。有人来找茬，你帮打吗？长东咯噔一下，侧眸定定地凝着小奶娃。何意啊？你是汉子，你帮打吗？帮。我记下了。师傅随口一句让他来问，他便来了。香香的长东叔叔会帮打架，那他就不打他了。长东支着长腿坐在堂屋廊檐下，将手里的纸条揉吧揉吧焚了。大胡子回来了，且看看这里还能安稳多久。长东慢悠悠地往村外走。长东叔叔好。长东要出门呢。长东，听说你在内城干活，要去上工了。长东面上皆以微笑，笑不及眼底。大胆？他跟他们很熟吗？什么时候长东这个名字满村皆知了？就凭那副畏缩胆小的怂样？哼！长东一甩袖，走得更快了。左耳偏头，晃眼看到这个熟悉的背影，定睛细瞧后，脸一亮。长东，要回内城啊？掌柜的叫你上工了。做甚啊？咱们村到内城要走半个多时辰呢。这50日头毒得很。这水你带着啊，路上渴了喝。我娘早上特地煮的大叶茶，解暑消渴。苏儿，我是不是很好欺负啊？不是什么欺负啊？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是谁啊？我找他去。你倒是说话呀你！谁又欺负你了？就说你一大男人，那是婆婆妈妈的，白长那么高个，谁欺负你就揍回去啊！揍不过回来喊我。
兄弟干什么用的？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啊？长东抿唇，眼神一凉。他白晓峰阴沟里翻船，在这白装了数月，长东怕是被早就看穿了。小崽子来让他帮忙打架，胆小如鼠的长东会帮打架？打开套子让他往里钻呢？只不知小苏家知道内情的人是几个。他懒得再猜，转身欲走之际，耳朵微动，眸色骤厉，弹指凌空击落袭向苏二背心的一枚暗器。长东，你！长东反掌劈在聒噪汉子的颈侧，耳根清净了。在汉子倒下去的时候，脚尖把人脑袋拖了一下，又特别嫌弃的抽脚。一刻之后，几道黑影被扔了出来，抱在阳光之下，了无声息。最显眼的是人人脸上都惨不忍睹。长东旋身飞出，轻盈落地，优雅抹掉手中沾染的污脏，心里憋着的郁气散了不少。他没管躺在地上打起鼾的苏二，低眸看着蹲在那儿的妇人孩子。找人把那货抬回去。长东叔叔，你也是高手啊！长东闭眼深呼吸，冷哼走了。离开前经过苏二身边顿了一下，最后还是俯身扯走了汉子睡着也紧攥在手里的竹筒水壶。小六，快到田边喊苏爷爷跟苏大叔。苏爷爷，苏大叔，二叔晕在那边了，快点把他抬回去。土北村上空压了层乌云。苏二晕倒是小事儿，大事儿是躺在那儿的5、6具尸。霍先生，那些人是不是十二码头又开始搞事情了？十二码头帮主大胡子回来了，之前十二码头吃了那么多鳖，他自不会咽下这口气的。村外那些埋伏的人还只是开始。意思是接下来他们还会派人来送死？他们不会再闯进村子里找亏吃，但是土北村90%都是普通人，跟那些人万一碰上了，损伤的便是土北村了。大胡子这招是意图敲山震虎。大胡子？咱们土北村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这可如何是好啊？真要打起来，苏伯，不要往坏处想，这对土北山来说非常不是一个机遇。大胡子此举不过是想镇住那些还想奔来土北村的人，把人吓走，等于架空我们，把我们冒出来的势头给拦腰斩断。但是若是他们输了，那12码头也会成为助长土北村势头的祭品。在此事一了，想要来投奔的人只会更多，日后再有人被流放来此地，最先想到的地方肯定是我们土北村。先生，我们到这里只是想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其他的。有没有人过来投奔倒也无所谓，有没有什么势头也无所谓，这世道啊，霍先生，若我能有点用处，请您尽管吩咐使唤。你们带着村里人，平日该怎么的还是怎么的，继续种田种地，看好菜园子，也莫要小瞧我们土北村，如今可不是再像以前那般只能任人欺辱了。这日下午，霍家院子院门紧闭，独老跟断刀都被请了进去。整个土北村的人因着村口发生的事情，心头焦灼忐忑，忍不住聚在一处低声议论，言语间尽是担忧，唉声叹气的。二叔还没醒，睡了好久了。听小六说，是长东叔叔把二叔打晕的。长东叔叔什么时候力气那么大了？他居然敢打架了！我爹连长东叔叔都打不过，真丢人！亏他平时还老在我们面前吹自己能耐力气大，结果被人长东叔叔一巴掌劈晕了，现在还醒不过来呢。以前长东叔叔连抬头看人都不敢，我们几个小娃娃都能把他吓得贴在门上抠不下来，他咋个突然说变就变了？小六还说他会飞，可厉害了。师傅说人不可貌相，像独爷爷那么矮，可他飞得比断刀叔叔快。长东叔叔胆子小，力气大，不奇怪。魏离蹲在队伍末尾，安安静静的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长东叔叔应该是扮猪吃虎，人不可貌相，不对吗？你对。田宝站起身，背着小手蹦蹦跳跳的往外走去，苏安3个立刻跟上。田宝，你要去哪儿啊？独爷爷在师傅家谈事情，
断刀叔叔也在那边，没人陪我们玩。有啊，去找找，可能有漏的。4只小手同时扯住小奶娃的衣摆，除了3个哥哥的，还多了一只魏离的。天宝皱眉望天，你们胆子这么大，被侮辱了，但是还是不能放手。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开玩笑，妹妹要是有点什么闪失，光是阿奶便能刮掉他们一层皮了，更不要说毒爷爷他们了。他们这些男娃子不值钱。天宝无趣，揪回自己的衣摆，转身坐在院子门槛上，捧着小脸蛋，竖起耳朵，光明正大的听墙角。大胡子行事素来心狠手辣，毒计百出，派人守在外面击杀无辜的人，应当只是手段之一。百姓生存无非衣食住行，另一处能使计的地方便是食，而食不管是种粮还是吃饭，皆离不开水。村外那条清河应当也在他的算计之中。杜老，那条河须得麻烦您了。你的意思是大胡子会霍霍那条河？想霍霍水源最方便的不过是往河里投毒罢了。他这个计策也太傻了点儿吧！老子独步亲搁着土北村里坐镇呢，他玩毒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在运河上待久了，脑子也进水了。非也，他玩毒不是只在能赢你的毒术，而是只在一个耗字。解毒需药材，若日日消耗，你手中的药材也总有耗空的一天。待到药材没了，毒老纵空有一身解毒本事，又能有何用？想耗空老子的药材？要是搁以前，他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胜算。现在，真是笑死老子了。且看是他毒药先用完，还是老子的药材先耗空。届时老子必要跑到他的面前，好好欣赏他大胡子的脸色。老子在清河湾下游也给他加点料，以彼之道还之彼身。不可，真若用这种方法以牙还牙，河两岸无辜的民众也会受害。他们受不受害关我屁事儿！妇人之仁，清河流域两岸全是12码头的佃田，就算是有人受害，那些人也是12码头的佃农，可不是真的无辜民众。杜老听我一言，此时此地此时，一点点仁慈能收复无数人心。土北山行事有底线，日后才能人心所向。我赞同。一直沉默的断刀开口了，这3个字儿气得独不亲跺脚，也送那3个字儿：你闭嘴！杜老想玩，不若再玩个大的。什么大的？把12码头沿途的几个据点拿下来，跟大胡子抢地盘去。要有底线，要有底线。但是抢地盘可以啊，抢来给小田宝玩。另边厢内城白府门外大胡子。哎呦喂，乖儿子，来客了，爹得去招待招待，你自己先玩啊。这书房里啊，你看哪本书不顺眼，尽管撕，多的是啊。我去，这是女儿白玉，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上回见时还在牙牙学语，2手就能捧得过来了。你是太久没见，我日日捧着这个小祖宗当爹又当娘的，各种辛苦不足道啊。认识的说话，不认识的闭嘴。你谁啊？见笑了见笑了，这小祖宗平日里被我宠惯了，胡帮主莫要跟他一般见识啊！来喝酒，胡帮主难得登门拜访，白某算是酒桌逢对手了，今日定叫你不醉不归。这次我大胡子上门拜访是为了外城的事儿，白家主你我都是敞亮人，我直接开门见山，我出外奔波1年有余，回来外城竟然多了个土北山小苏家，气势颇快呀，偏要跟我12码头作对，这个面子我不争不行啊！原本流放之地3族鼎立已成平衡，若是再多一脚，可未必能够比得3族立得更稳。白家主啊，你说是不是啊？听说你儿子也去了土北山，拜在霍子和门下，远近亲疏，小少爷自然是跟那边近。但是白家主，那点交情比你我打了10几年交道又当如何？白府在内城占半城，做的是陆地生意，里里外外却也依旧有用得着12码头水运的地方。要人情还是要利益？白家主当好好想一想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胡帮主这话说得重了，这流放之地是什么地方？你我心里都明白，在这里有什么人情可讲呢？放心吧，外城之争，白某不掺和。白家主性情中人，素来一言九鼎，你这句话
我大胡子记下了。臭小子，我是你爹呀！你真的下死手，想把爹掐死啊？我师傅跟田宝都在土北村，我人在这儿坐着掐你，你都要跟大胡子一个鼻孔出气儿。小娃子就是小娃子，爹告诉你，屁得放，话得说。这世上有些话，它跟放屁是一样的，放了就完了，懂不懂？何意？意思是我在跟他放屁，他这个姓胡的是个小人，老子用得着对他做君子吗？敢跟老子砸1言9鼎的高帽子，什么玩意儿？马车离开白府，大胡子坐在车厢里。帮主可要去望阙楼？赶车的车夫斗胆问了一句。不用了，白晓峰素来眼高于顶，在他那里拿不到面子人情，好在他对这些事情也向来不插手。即便白晓峰插手，12码头也莫可奈何。流放之地3大势力，望阙楼是最神秘的，迄今为止无人知道白晓峰究竟是什么来历，也无人能找出他的软肋。在大胡子看来，这是比白魁更让他头疼的人物。白魁在12码头有几批在运的货物，先扣下来，10天半个月之后再给他。帮主，得让他知道，谁跟他才是利益共同。阿奶，种梨树吗？不能，这儿哪能种梨树啊？你独爷爷说了，要在这儿弄什么瘴气林，那啥瘴气是有毒的东西，梨树种这儿结出的果子能吃啊？啊？田宝挠挠小脑袋，能吃呀，先吃毒梨子，再让独爷爷解毒。但是阿奶说不能种，那他就不种。田宝，你种。这是梨树苗。苏阿奶不让你种。我不种，你种。田宝，这里种出的果子不能吃，会中毒的。我不吃，花好看。要看花，须得种一大片才好看。我就爱看一株花。那株梨树苗最终还是栽进了他刚挖出来的小坑里。小奶娃满意了，背着手走了。田宝，我瞧见了，你让阿狸种果苗。那是梨树苗，跟咱家菜园子里种的那棵树一样样的。你从哪儿找出来的？还有吗？哥哥也帮你种。别帮，你们会挨揍。右亲耳听到的魏离一阵无语，所以叫他种是不怕他挨揍啊。来，田宝，轮到你大显身手了。要啥？12码头啊，投在河里的是最普通不过的慢性毒溃痛散，解毒的药材呢也普通，白附子、厚朴、怀牛膝、藿香。独不亲点了油灯，跟小奶娃一老一少的相对席地而坐。他的小田宝一定有个百草园，老头也想有啊。寻常草药好寻，但是需要持续大量用药的时候，想要把药材全部收集齐，确实不容易呀。12码头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只要把城中的其中一味药材搜刮干净，就能够高枕无忧。不过那是以前了，闻味辨药，学会了这一点，想要找出解毒的药材也不难。最难的是配比，哪种药材多一分，哪种药材少一分，都会导致解毒失败。你还小，不着急，咱有的是时间，毒爷爷慢慢教你。看好了，记住毒爷爷的研药手法。昏黄灯光下，老头面对药材的时候，神态变得极为的认真庄重，与平日离经叛道、疯疯癫癫的模样判若两人。听着毒爷爷的话，专注的看，也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时间缓缓流逝，关苏文、苏武3个带着魏离处在药房1墙之隔，两手叉腰，小脸哀怨的不行。毒爷爷又把他们给忘了。12码头一直在等土北村的动静。帮主，土北村依旧照常在清河取水，独不亲在河岸附近水域扔了几个竹篓子，竹篓子方丈之内的流水便皆可饮用。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在满河遇毒水中劈开一隅。竹篓子扔下水之后便再也没动过，已经过去了10来日了，解毒效果丝毫不弱。我们的人一直在河对岸监视着。前段时日，土北村在村口附近大肆种树，说是要弄瘴气林，我等担心有诈，不敢靠近潜入查探，请帮主指示。计划照旧。等来人，把这个匣子送给段刀，带句话给他。大胡子冷笑，一字一句，以为几个人联手就能让老子栽跟头？老子先送他们一点礼物。毒爷爷，这是什么草？
断肠草。这个呢？龙须草。这个呢？藏红花。毒爷爷，你又胡说八道骗小孩，这些明明就是野草，山上一大片长的全是。怎么胡说八道了？老子药园里种的东西，我说它是什么，它就得是什么。有本事你玩药比我厉害，到时候你说什么，别人也一样信什么。哼！哎呀，毒老这人有时候就跟老小孩似的。老小孩可不是这样嘛，人年纪越大心态越小，以后咱俩也差不离。谁年纪大了？别以貌取人，老子只是长得老。苏家院子静默一瞬，闷笑频起。断刀站在院中遮阴处，嘴角异不可见的翘了翘。断刀大人，十二码头来人了，让给你送个东西过来。十二码头找断刀大人，肯定没安好心。我当时在村口给树浇水，那人就差点没掐死我。等会儿我先看看，大胡子给你送东西能安什么好心啊？不定里面装的是毒气呀。毒气没有，整个匣子没藏阴手，纸匣子中放了一张纸条，下方压着半块残破玉佩。这什么东西呀？送个破玉佩安衬谁呢？操他大爷！断刀指骨泛白，手背青筋迸现，一双眼睛越来越红，整个脸部肌肉都在颤抖。断刀，断刀大人，这是咋了？想知玉佩之事，十二码头总舵一束，恭候。下一瞬，断刀攥着玉佩便往村外纵去，身形极快，气势邪风国语。喂，老子问你话呢，还没回答呢，跑什么跑？人家弄个破东西叫你去一叙你就去，有没有脑子？一准挖坑等着你呢！他娘的，你倒是带上老子一块儿去呀，蠢货！石堡四周布有12座瞭望塔，塔里有人放哨，每座塔中上层皆有弓箭手就位，这是下了血本了，等着老子来自投罗网呢。不安好心。就是不安好心。以前毒爷爷来过这儿，怪不得好几个分舵的人手都撤了，感情全部都布置到这儿来了呀。大胡子个狗东西，是想把老子引到这儿瓮中捉爷爷呀。他怕死。说得好。断刀叔叔在哪？那边灯光跟鬼火似的石堡，就是12码头总舵大厅，断刀应该在里头。大胡子肯定备了酒水招待他，他奶奶的，咱俩在这喂蚊子，他倒是在里头吃香喝辣。是吗？等会儿我琢磨琢磨怎么把弓箭手给搞掉，不然他一冒头就得被射成筛子了。石堡大厅，人在哪儿？这么着急做甚呢？我既然将玉佩给你，背后的消息自然也不会藏着掖着。但是这世上可没有无本的买卖，你说呢，袁将军？断刀声大笑，笑声讽刺悲怆。断刀，我大胡子敬重英雄，但是你最有体会，当英雄从来没有好下场，流放之地也不需要英雄，这是事实。只要你肯为我所用，日后我手中所握外城势力，定分你一杯羹。此次12码头跟土北山对立之事无可转圜，我一知你行事有底线有原则，不伤害无辜百姓，不伤老弱妇孺，但是毒不侵，不无辜了吧？你替我杀了他，再将霍子恒捉来，只这2件事，我立刻将玉佩背后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你，包括你想见的人的行踪。此事过后，不管你是去是留，我12码头绝不为难。当日袁家获罪，你大嫂怀胎9月，惊吓早产，诞下一子，托付奶娘偷偷带走，对外宣称胎儿死于腹中，玉佩便是那孩子身上之物，那是你袁家除你之外仅存血脉。断刀不语，目光盯在大胡子身上不闪不缩。既是我袁家血脉，当成袁家祖训家风，重情重义，悍不畏死，绝不畏蝇营狗苟之辈。断刀，我给你几分脸面，你莫要以为我怕了你。厅外陡然地动山摇，轰隆响声冲天，打断了大胡子狂言。桀桀桀的笑声传来。断刀，孙子，爷爷来接你了。长胡子的，骗你！大胡子忽地扭头看向厅外，灯下黑，
外头黑漆漆一片，轰隆声不绝于耳，响了足足12次。你又要去哪儿啊？这都什么时辰了？该回家睡觉了。不是跟你说了吗？你那小侄子安全。当然啦，是不是真安全，咱也不知道，得看过才能确认。但是人确实不在大胡子手里，他威胁不了你。你能不能吱个声啊？爷爷把你当孙子，你能不能有点孝道？白救了你个狗逼了。段刀停下，回身盯着小老头右手握上的刀柄。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望阙楼这个时候去，你看看白小凤搭不搭理你？要去也是明儿赶早，这时候谁不搁家里蒙头睡大觉啊？也就是老子讲义气。哼，多谢。谢你大爷。大人去哪儿，小田宝就去哪儿。人就坐在老头脖梗上。到得内城，顶楼室内，熏香袅袅，琴音阵阵。主子，段刀跟独步亲来了，带去茶室。对这两人到来，他并无意外。长西去土北村送消息，只要稍有脑子的就能猜到是他叫人去的，消息也是他给的。哎呦，来了，白楼主，好久不见呐，别来无恙。来，请坐，请喝茶。放心吧，今儿这茶里呀，绝对没有下药。以前呢，都是小老头不懂事儿，有眼不识泰山，有眼无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大度者长命。白小凤撩起眼皮子，凝着判若两人的老头，狗东西，有求于人就换副嘴脸，当他不知啊。这时候要是敢给他下药，段刀就别想知道他小侄子的下落了。白楼主，你将我引来不管是为何目的，只要肯将我袁家人下落如实相告，但有要求我段刀能做到的，必全力而为。段刀不管说话做事都是如此干脆利落，本座欣赏你。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么本座也开门见山了，当着本座的面揍他一顿，只要本座满意了，消息自然奉上。白小凤，你个狗逼玩意儿，龟儿子，你他娘的干脆躺阴沟里得了，你爬出来吓什么人呢？披着人皮不干点人事儿，有种你跟老子别玩手段，磊落坦荡打一场，老子弄不死你算老子输，以后见着你老子爬着走。你又拿刀对着老子，短刀，老子跟你玩完了，交情没了，绝交吧。段刀抿唇，揍一顿死不了。揍你大爷。白小凤笑了，悠然品茶看戏，心头被戏耍的憋屈大笑，心情好的不得了。独爷爷，段刀叔叔。天宝，你段刀叔叔不是人，他要揍我。段刀声明，一顿。你还想揍几顿？滚！你的底线呢？你的原则呢？不是不欺负老弱妇孺吗？你不是老弱。小，我小。两人有那么片刻错了招，独不亲躲慢了半拍，段刀险将要劈中老头的刀给偏了过去。够了，别演了，这次真揍。独不亲腿抖，主子，大胡子来了。大胡子，哼，来得好，弄他，让他有来无回。白小凤抬起眼冷冷瞅着他，想在我望阙楼闹事，在这里杀了大胡子，再顺势拆了我一座楼，再顺便给我冠个罪魁祸首的名头，帮你们背黑锅。哎呦，你可真聪明啊，怎的全都猜中了呀？白小凤站起，背着手往外走，懒得再看面前这三个东西。本座警告你们，在我望阙楼搞事儿，谁都跑不掉。你们真当我望阙楼没有奈何得了你们的东西吗？在哪？白小凤脚步一滞，拂袖而去，脸色漆黑。大胡子在2楼雅间。白小凤，你出卖我！白小凤挑唇，慵懒入座，坐他对面。那又如何？插手外城的事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也非你行事作风，给我理由。本座看你的胡子不顺眼。跑的倒是快，长京12里外，安阳镇半月坡池塘村，返乡养老钱员外加小孙儿，在家极为得宠，衣食无忧，生活无虑。短刀正然，发红眼尾，竖而湿润。多谢。不敢当。真要说谢，整个大越百姓都欠袁家一句多谢。世间多蝼蚁，需苟且才能偷生，但总有人会在心中铭记英雄，纵然微小如蝼蚁，也肯拼尽全力去保英雄骨血。独不亲，你还敢来？独不亲桀笑，搓着手走近。哎呀，气性别那么大嘛，
老头以前不知道你竟然也有干脆的时候，算我看走了眼了，看走了眼了。你毫不为难把消息告诉段刀，那我也干脆点。哎呀，对不起嘛。滚！一句对不起就想把事情一笔勾销，你当我白小峰好捏啊？你大爷！你大爷！看吧看吧，我说什么来着？对不起，不一定能换来没关系。但是你大爷一定能换来你大爷。段刀抓起两人就跳窗，后头是咻咻咻的箭矢破空声。又放箭了，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打架怎么的呀？好歹也是一楼楼主，也忒不经击了呀。闭嘴！听风，去查12码头被砸之后可有其他线索。是。听风现身犹豫了一下，主子，今日跟大胡子撕破脸皮，以他为人性情，主子日后需要多加小心。他还杀不了我，找机会把话传到白魁耳里。大胡子把他的几批货滞扣在了云城码头，让他们狗咬狗去。不到1天的功夫，12码头总舵被人掀了的消息就传遍在流放之地内外城，那个热闹劲儿能翻天。哎呀，宝啊，咱不兴打架啊，不兴太喜欢打架呀。有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你年纪小没见过，那养猪场里的猪长得最肥的都被扛得最快。一日课堂上，以前在大槐村有人家里养猪的，我见过，可惜咱土北村没人养，不然。师傅，阿奶为什么要跟我说猪？出头慧儿先腐兰，鞭打快牛。何意？今日不错，咱们便不在屋里教学了，你们随我出去走走吧。灶房里正在做饭的霍氏立刻扬了一嗓子：再有一刻吃饭，别晚回来。好，你们看看那边摇晃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师傅，长得最高的那棵树晃得最厉害，因为它树干子最长，晃动的范围最大。杂草、荆棘、灌木、小树都长在同一个地方，吹同样的风，可是长得最高的树就是晃动的最厉害的。霍子恒含笑看向小脸懵懂的田宝，这便是道理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长得最高的树四周遮蔽最少，承受的风力便最大，与鞭打快牛是一样的道理。师傅知道你们这几个娃儿皆头脑聪颖，只要用心，日后必有所成。但是不管多聪明，个人能力有多强，在无法做到拿捏全局的时候，都该收敛锋芒，避免招人耳目，否则招人嫉妒，亦惹来祸端，恐失去成长的机会。魏离跟白玉闻言若有所思，苏安、苏文、苏武三个则大大咧咧的不以为意。什么是收敛锋芒？田宝不能长高吗？不是不能长高，是需懂得将本事藏起来，别让人一眼看尽。譬如师傅平日给你们教学，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田宝总能回答得最快最准确。你可曾注意到每每这个时候，你几位师弟们都是气馁的？气馁？因为回答问题的机会被你抢了先了。久而久之，便是亲近的人也会觉得丧气，若是外人，丧气之余可能还会眼红你。有些人心性如此，看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一旦出现了这种人，而他们无法爬到更优秀的位置时，他们就会选择把人拉下来，踩到比他们更低的位置，如此一来，显得优秀的便是他们了。田宝懂了，点头。想不想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今儿中午没回家，死皮赖脸的在小苏家蹭了一顿。你知道？我当然知道，短刀叔叔每天都去城里接活，毒爷爷也在城里兜售药丸子。你没发现后头药园里草药秃了一片吗？为何？挣银钱呗。做事？田宝，师傅教过的东西你忘了？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问题问个1、2条就行了，别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不知道。你少踩我一次能掉肉啊！田宝不理人，你想什么呢？挣银钱。本少爷有，给你，不够再找我要。本少爷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多得没地儿花去。门外一道小身影靠着门边站着，低垂着脸，眼底失落，帮不了田宝，也帮不了断刀叔叔跟毒爷爷。不要。为何？白给你都不要。断刀叔叔不会要，不然毒爷爷便去偷来了。片刻，门外小男孩眼唇偷笑。是呀，田宝可聪明着呢。苏田宝，你就逮着本少爷欺负。哼，喏，给我吃啊。哼，算你还有点良心。那我吃了，我是看你年纪小，不跟你计较，可不是贪你的糖豆子。好吃的本少爷也多的是。味道不错，甜的。给钱。苏田宝，你告诉我，你跟毒爷都学了什么呀？
12码头总舵花了1个多月时间重建，等周围恢复原来的模样，气温已经突降，天气开始凉了。帮主，不好了！云城那边传来消息，码头货仓不知何缘故突然走水，仓库里存放的货物全部被烧光了。还有，白家刚刚递来一封书信，附有货物清单，白家托运物品总价值4万两，按照行规来说，我们需赔白家8万两。白家这次托运的货物不过是些寻常的脂粉布料跟陈年旧米，撑死了3000两，价值4万两。他白亏看老子12码头一着失事便想趁火打劫，做他娘的白日梦。一堂主低下头颤声道，白家附上的清单除了那些东西，还有一样是白魁托人淘来的古玩玲珑球，价值3万7千两白银。信大胡子非白某不义，当日12码头总舵货物被烧，白某看在你我2人交情，没有立刻讨债，如今事已过月余，在商在言，实在是物品贵重，这笔账白某抹不起，苦心淘来给儿子玩的东西一并被烧毁，又迟迟不见胡帮主有个交代，白某亦夜不能寐啊，望赔偿银票3日内送至白府，静候。另今闻12码头云城仓库也被烧毁，世事无常，胡帮主还请节哀。白魁。方云城望却楼，白魁一身黑色劲装坐在2楼雅间，点了满桌子好菜，上了楼里的1品好酒，心情那叫一个畅快。主子此次高招，大胡子明知是吃亏，也得硬生生把亏根啃下去。管家笑的眼睛都快没了，3000两不到的货物，平白得来8万两赔偿，能不高兴吗？可没那么简单。白晓峰之前跟大胡子不知因何事起了嫌隙，他故意放消息给老子，是想挑起白家跟12码头事端，让老子跟大胡子去斗，他好图脱身。哼，当老子傻呢？老子反手将了他一军，非把他拉下水，想要无事一身轻，坐山观虎斗。哼，家主就是家主，老奴佩服的五体投地。大胡子是个懂审时度势的，以为老子跟白晓峰当真联手了，想要12码头取得休养生息的时间，8万两他就得乖乖的给老子拿来。你的信写得不错，月末提5两奖赏。谢主子。白魁菜大口吃，酒大口喝，下场喝到日落。哎呀，白楼主难得呀，过来吃个饭，竟然这么巧跟你遇上了。可惜啊，我刚刚吃饱准备走人，要不然还能邀白楼主共饮几杯，望雀楼独一份的香琼露。哎呀，这的确是好酒啊。白家主过誉了，是白某回来的不凑巧，早知白家主过来赏光，今日酒水给你免了不是？哎，不，在商言商，上门吃饭自然得付钱嘛，今日正好大赚了一笔，一顿饭嘛，不在话下。那就欢迎白家主日后多多光顾，让白某也多赚点熏香钱。好说，一定来，请。扮猪吃虎，笑里藏刀，居然敢阴本座，有你好看的。免礼针背后捅刀，老子会着了你的道，还你一招。霍家院里，下堂间隙，他们真是赔到裤衩了，需要赔我家8万两银子，最后拿不出来，只能拿物抵债。大胡子亲自送来的，眼睛瞪得这么大，跟要吃人一样，笑死我了。8万两？苏武抱着小脑袋，咱家1个月花几十个铜板都败家了，8万两是多少个铜板呀？一定是堆起来能砸死人的铜板。切，瞅你们小家子气的样，跟着本少爷，以后带你们赚7、8、90个8万两。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2码头吃了个大瘪。哎，天宝，12码头被砸那天晚上，你不是在场吗？跟我们说说，让我们乐呵呗。你们家的高人怎么砸的？太生猛了！同样安静坐在一旁的魏离闻言，眸光动了动，砸给你看。眼瞅着小奶娃转头找家伙了，白玉立刻飞扑上去，把他的小手手抱住。天宝，你是师姐，师姐要有当师姐的样子，不能老是对师弟动粗。师傅给我们上的第1堂课就是尊老爱幼，你忘了？对
不能砸。元宝抽回手，神色颇失望。白玉抬头擦冷汗，魏离跟苏家仨小子扭头闷笑纷纷。堂屋外头时不时走过来打望的霍氏看到这一幕，两手往平坦的小腹拍了拍。乖女儿，娘不用你以后有多大能耐，跟你师姐一样就成了。霍子恒坐在讲桌后淡然抿茶。既然说起12码头的事情，今日为师就此事再教你们一课。流放之地3大势力，你们又都知晓了。这段时间八卦也听得不少了。上课之前，我先问你们一问：现在3股势力明争暗斗的打成一团，依你们看，哪个势力胜了一筹？哪个势力能赢？哪个势力会输？肯定我爹赢。苏安、苏文、苏武仨小子一条心，回答也是整齐划一。不知道。那里你觉得呢？师父，流放之地3大势力，白府跟忘却楼都属于内城，12码头是外城，这已然有地域划分。现在看着是3个势力打成一团，但是如果真要论胜负，我认为最终内城2势力会联手，12码头示威。那你可有想过，正是因为3大势力有地域划分，白府和忘却楼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选择跟12码头合作，打压另外一股的势力。如此一来，胜负分出之后，12码头继续坐拥外城，而内城一人独霸。魏离怔了怔，沉默下来。师傅，我霍子恒后脑壳疼，轻咳一声，撇开脸低声提醒收敛锋芒。3大势力这场乱斗展露出来的东西实则2点，一是心黑手狠，二是脸皮厚。此事论输赢还为时尚早，在尘埃落定之前，一切皆有变数。师父，什么变数？自然是手段高低的变数。这便是师父想要教育你们的东西。这世上欲成事者可分为3等人：1等谋士，2等谋人。那第3等呢？第3等谋局。霍氏在门边转了好几个圈，过一会儿功夫就要探头往里瞧一眼。操，真是迷死老娘了！断刀大人，你要离开这里？暂时离开，有事要办。这能成吗？来了流放之地，不是终身就不得随意离开吗？读不清飞白眼儿。老子跟断刀是不想待在外面，自己个儿跑进来的。就说真是流放，他真想去哪儿，也没人拦得住。苏老妇略作沉吟，现下11月了，处处都开始冷了，天冷路难行，得准备充足一些。好在前段日子家里提前做了新袄子，纳了新鞋，我去收拾出来。断刀大人，你带上。这些肉干也都带上，万一路上不赶趟了没遇到村店，好歹能烤了垫垫肚子。断刀叔叔，你要暂时离开多久？什么时候才回来？要早点回来，不然我们可没人盯着扎马步了。你不在，毒爷爷会把我们带坏的。读不清气得挨个踹屁股。小兔崽子们，明明是你们把爷爷带坏了。他以前可不找老鼠洞，更不捅马蜂窝。试验。断刀房间窗户被敲响。你要去长青？去看小孙儿。是小侄儿。远吗？远。危险吗？危险。要回来。好。田宝挣的，还好，我挣了。怎么挣的？白玉吃我糖豆子，给钱了。白玉每天吃他一颗糖豆子，每天给他一小荷包银钱。读不清，背手转身，弯着3角眼，乐悠悠的回房歇了。断刀一日一早就走。男子手握隐月刀，于浅淡光线中身姿游走，皎若游龙。大鹏扶风，直上青云，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廊檐上5个娃子目不转睛，有仨边看边抓脑袋，眼睛根本用不过来，忒快了。送行的人除了小苏家、读不清、霍氏夫妇也来了，还有土北村村民们。于村口再次话别，霍子恒没有言其他的，只叮嘱一句：小心。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看奶奶的。断刀回他俩字儿：闭嘴。雍州城门口，一辆马车静静停住。断刀叔叔，这儿，我怕跟你错开了，天还没亮就在这儿等着，特地来给你送行的。断刀低眸瞥他一眼，眼底掠过好笑的意味。为何不去土北村送啊？才不露白，那里人多眼杂的。指着前头停着的豪华马车，这是我送你的，坐马车赶路舒服。无需，太扎眼。那马车留下，马给你。从土北村离开，心里头缭绕的些许感怀，被小男孩这么一通搅和，全部烟消云散。策马离开之前，男子坐于骏马之上，看着下方2手叉腰笑盈盈的小男孩。多谢。小意思，我会叫我爹看着土北村的，保准不叫人欺负的去。
此去一别，经年。弘德29年3月春，土北村春耕忙，一辆马车嘎吱嘎吱地碾过黄土路面。天宝，本少爷来看你来了。他话音刚落，近前农田里就迎面飞来了一团泥巴，吧嗒落在小少年脚边。要不是他躲得快，泥巴就砸脸上了。苏天宝，你就不能斯文点啊？哥哥来看你，你给我的见面礼就这个？白玉两手改叉腰，瞪着田里双髻小女娃磨牙。我们都粗布粗衣搁着干活呢，累得半死。你倒好，衣着光鲜站在田埂上看，田宝不砸你砸谁呀？苏武直起腰，幸灾乐祸。要不你也下田来，保准田宝不砸你。春耕师傅特意放了几日休沐，你好好在内城待着不好，非要1日3顿的往这儿跑，啥也不干，专门看我们干活，你活该挨砸。苏文也支起了身板往马车瞭望。哟，今儿没搬椅子来啊？瓜子茶也没备上。同在田里的魏离没说话，笑着往田埂上又扔了一坨泥巴。四人也皆10岁上下了，几年时间下来，一个个身板结实，身高抽着往上涨，乍看已是半大小子。白玉被几人气死了，当真让车夫从车上搬了椅子、瓜子茶下来，就在路边支了个小鸡，人往椅子上那么一坐，翘前狼腿，喝茶嗑瓜子看热闹。少爷就乐意来，就乐意看，怎么的？又整齐插了一列秧苗的双鸡小女娃这时终于停了下来，把手里秧苗搁下，迈着小短腿往田埂上走。白玉脸上嘚瑟挑衅渐渐僵硬，嗑瓜子的动作慢下来，眼角余光紧紧盯着小女娃，浑身警戒拉到最高，准备随时起飞。小女娃上了田埂，随手拿着放在那儿的水壶喝水。田里的小子们爆笑。瞧你那怂样！苏老汉跟苏大苏二在田另一头同样忍俊不禁，笑骂：你们几个兔崽子，天天闹这么1-2回，白玉啊都让你们吓怕了。恶作剧得逞的小女娃小脑袋一歪，青灵灵眸子有光狡黠。再有1日家里的活就能忙完了，到时候喊上独爷爷一块儿看累去。苏武提议：看什么累呀？我今儿特地过来，可不是光看你们干活的，有好玩的了。玩不玩？12码头今晚有宴。白玉放低音量：咱凑热闹去。什么宴？不知道，听我爹说大胡子赢了贵客，所以特地摆宴。管他什么宴呢，玩就是了。他现在不敢蹦的。下傍晚，苏老妇再扬起嗓子喊饭，田里就回来3个小兔崽子们，又带着田宝出去闯祸去了。玉兰大侠，把扫帚拿过来，老娘就在院子里等着，我看他们疯到啥时候回来。这个船厉害啊，看着就贵，别人的船上是船舱，这个船直接载了个房子呀。这种排场代表的就是身份，贵客果然贵呀。好玩了。独爷爷别笑，小心让别人听了去，不用猜都知道来的是你。白玉话落，脑袋立刻挨了一锤，田宝砸的。白玉目不斜视，闭了嘴，未离视线落在那艘航进的船。这是经船，来的人非富即贵。大胡子站在码头最前，他身后12码头帮众分列站开。胡帮主，劳你久候了。五爷亲自莅临，是我12码头之幸，多久都等的。胡某已在帮里备好美酒佳肴，恭迎五爷。好，今夜你我2人把酒言欢，好好的畅饮一回。你怕？我没怕，来的是京城崔家五爷崔应为，皇后亲弟弟，国舅爷以他的身份地位亲自来此，所图必定不小。一旁响起窸窣声。独爷爷，你干啥呀？扯藤条，待会儿拿来抽国舅爷。老子这辈子还没做过当国舅的，这种机会不常有。这下次啊，不定什么时候还能遇上。过了这个村啊，就没那个店了。除魏离之外，其余小子一哄而上，扯藤条。白玉3两下把藤条扎在腰间，方便取用。不是小爷瞧不起朝廷，好，说实话，小爷是真瞧不起朝廷。一群软脚虾，朝廷要是有用，流放之地就不会变成无治之地了。待会儿咱们好好教国舅爷一个道理，这儿可不是黄土，轮不到他摆威风。他就算是过江龙，到了这儿也得乖乖给爷趴着。天宝，你说是不是啊？打！
好嘞。魏离看着这些看似不太着调的伙伴们，他俯身摸了把脚下湿润的春泥抹在脸上，遮住眼角泪痣。打怂样，你还化妆？他认识我。话出口，魏离就后悔了，话音还没落呢，周围人手一把泥，把他好好的一张脸涂抹的只剩2只眼正常了。小子们做完恶作剧还没反应过来，各自脸上也遭了殃。小老头2手泥巴转着圈的抹。阿离一个涂泥巴太扎眼了，同门师兄弟打打掩护啊，打打掩护。为什么不抹妹妹啊？我跟田宝用不上，太耀眼了，泥巴遮不住。总舵石宝，年前得知五爷有动身探访流放之地的意思，我就一直盼着等着。今日总算把五爷给盼到了。胡某混江湖的粗人一个，说话直来直去。五爷到此地便是12码头的贵客，胡某虽不才，但在此地还算有些势力。若是有我能助力的地方，五爷尽管开口。胡帮主果然是快人快语，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你既坦荡，我也不藏着掖着。此次来流放之地暗访，乃是奉命行事。这么多年，流放之地一直秩序混乱，不受朝廷管控，皇上为此大为头疼。这久而久之啊，结成了心病。我等身为臣子，如何能忍心？自然要为皇上分忧嘛。崔某也知，想重新管控流放之地并不是易事。此地3个势力，包括胡帮主的12码头在内，都是自由惯的了，所以崔某此行并没有强行示威的意思。只要流放之地在朝廷需要的时候能够响应一声即可，至少不能是现在这般处处对着干。胡帮主以为如何呀？五爷的意思我明白，12码头自是愿意跟五爷站在一处的，可是内城那2股势力却要难说了。这也不是难事儿，流放之地拳头硬的说话，胡帮主拳头硬了，又哪有别人说话的份儿啊？可我12码头如今被内城2势力联手打压，纵然有心想帮五爷，也有心无力呀。胡帮主是识大体的人，崔某又怎会看你孤立无援呢？2人一来一往间合作达成，心照不宣。话至此不用再多说，大胡子亲自斟酒，正欲痛饮一场，崔应为身边的随侍却突地皱眉，飞快击身将主子挡至身后。何方鼠辈，藏头露尾，出来！大胡子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拍桌而起，想也不想，毒不亲，又是你！哎呀，晚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一不小心就溜达到这儿来了。大胡子，你毒爷爷想你了。来人，看灯，让那个老王八蛋现形。不用那么麻烦，小王八，爷爷这就来。毒不亲驮着小奶娃大摇大摆的现身，这次大胡子旁边有贵客在，是不可能动用吞天网再跟他同归于尽的。小子们，胡帮主性情中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们可千万别太客气了。毒不亲也没客气，直接往石堡里扔进一枚毒烟，被精准打了出来。同时2道身影，一人持弯刀，一人持流星锁。他娘的，来了个硬茬子！毒爷爷，飞圈圈！臭丫头，你不看看对方拿的什么呀？流星锁，比你的藤条还长啊！打个屁呀！天宝认真看了一眼，随后藤条扔进空间，借空间之力抽出去，啪啪一下抽了俩。他扳着老头脑袋让他往后看，抽了。毒不亲飞着呢，天黑也看不清了。四方赶来的12码头帮众，没有一波能走到石堡跟前的。几个满脸泥巴看不见五官的小子，一人堵着一个方向，跟玩似的，把人堵得严严实实的。石堡内，崔应为安然坐着，慢悠悠的品酒吃菜。他身后还有3个纹丝不动的侍卫。魏离狠狠将面前的人踹了出去，扭头看着那边走出来的身影，眼底一瞬涌上情绪，浮上赤色。师兄！一声喊声及时拉回他的神智，他飞快地转开视线，继续投入这场练手。白玉手脚没停过，喊了一声之后就没再管那边了。人越来越多了，12码头都被打得快趴下了，怎么还有这么多打手啊？操他爷爷，有点遭不住啊！白玉解决了面前小喽啰，转过去帮忙。不是人多，是你太弱，菜鸡。师弟，你小时候受到的气憋到现在来撒呢？有种你跟田宝说这俩字儿。我就乐意跟你说，怎么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玩够了，撤！
等会儿12码头来了贵客，咱们既然登门了，怎么着的也得给点见面礼呀。这次凭空响起3响，3名挡在男人身前的侍卫人人脸上挂了彩，但他们想追，老头跟一众小子们已经大笑着扬长而去了。好好的人不做，非要趴在地上当鹰犬，大胡子你也只配与鹰犬为伍了。他们是何人？崔应维望着几人消失的方向，淡声问：土北村小苏家的那个小娃娃有古怪，需查。跑到安全地界儿，读不清跟小子们才缓了下来，老头还意犹未尽。哎，可惜了呀，干不掉那个鹰犬。不过你们记住了，练手可以，手上轻易不要沾人命。为什么？苏不解。你们断刀叔叔教你们拳脚功夫，是让你们能有自保之力，不是让你们逞凶斗狠杀人用的。你们真敢，回头便进不了家门。要是可以，他希望这些娃子们一辈子手不沾血。卫立步子稍缓，跟白玉并肩，目视前方，低道：谢谢，用不着，谁让你是同门呢？在总舵打斗时，白玉开口提醒他，没有叫他的名字，应该是猜到他与崔应维之间有恩怨。杜爷爷，回去编绳子。编绳子做甚啊？鞭比流星所长的，抽他。乖宝啊，咱得收敛点，能耐不能让别人看光喽，保持神秘才是真高人，懂不懂？你今晚露的那手啊，已经够吓人的了。以前也吓人，不怕。白玉回到白府，就把老爹从被窝里挖了出来。别睡了，给我上屁股了！大胡子跟朝廷联手要灭白府了。白魁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老子看他能有几个能耐。田宝今晚惹眼了，还有卫离，虽然暂时不知道他真正身份，但是我猜他应该是跟大越皇室有关的。老头子，你去查一查，顺便派人暗地里护着点土北村。哦，对了，赶早把那个12码头航线抢过来，看他们太烦了。儿子，你不如去场外破庙跟菩萨许愿去。儿子回老子一个后脑勺，话交代完，自个儿回房睡去了，留下老子心烦到天明。白晓峰收到消息比白魁要更早。奉命行事跟奉旨行事一字之差，这崔应维此次来流放之地，看重的就是朝廷放弃治理。主子，崔应维身为国舅爷，便是挂的闲差，那也是朝廷的人，他敢背着皇帝私自行事。怪就怪大越皇帝命长了点，活得太久了，有人呢已经等不及了。弘德帝30岁继位，在位至今29年，依旧老当益壮，身体康健。读不清那个老毒带出来的小崽子们，一个个全是能兴风作浪的主。听风看着主子指下琴弦，心口提起来，愣是担心琴弦一会儿又被拨断了。苏安，哪是大哥，你走前面。苏，你最抗打，你走前面。明明是苏文皮最后，别伤我，拱他上。读不清看不起仨，哼的一声走前头去。哼，天宝，告诉这3个怂包，阿奶睡着了。小苏家院子小房间少，断刀走的第2年，几个男娃子就跑到隔壁睡去了。须臾，药房前院里一溜跪了3个，手里捏着2个耳朵，一遍遍念我们错了，不该偷溜出去玩。苏老妇手执烧火棍，叉腰冷笑：罚儿？你们要是只去玩，我还不罚你们呢。阿离，你最老实，素不撒谎。你跟阿奶说，昨晚到底干啥去了？傻兔崽子，我看你们是不是嘴硬。卫离站在仨边上，虽没罚跪，也罚站了，脑门上还顶了个木碗。他抿唇，目不斜视。阿奶，我们昨晚玩泥巴去了。就是玩泥巴去了。阿奶，独爷爷可不讲究了，把我们4个人脸上全抹了泥巴。你看看，我们这衣领子上沾的泥巴还在呢。阿离都被这仨兔崽子教坏了，要不是去干了坏事儿，独老能一大早就偷偷把田宝偷走了，就是怕他早上起来找娃子们算账，殃及田宝。每次都这样，他早就摸出门道来了。一大早的，太阳还没有爬出山头，独不亲带着田宝就已经又摸到了12码头总舵外了。大胡子平日里住在石堡后面的拱门院子里，院子右边厢房用来招待贵客。姓崔的既是国舅，身份尊贵，肯定就住在那间房。上啊！不行，不能太着急了，千万别小看这个人呐。昨晚我们看见他身边带的高手是4个，藏在暗处的有几个还不一定呢。否则昨晚那么大的场面，咱们在外头打得热火朝天的，他能有胆子在里头慢悠悠吃东西？独爷爷，
你飞得快还是他们飞得快？毒爷爷我轻功登峰造极。那你飞出去吧。独不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藏身的树杈上方突然有阴影落下。操他奶奶！吞天网！大胡子这狗逼居然把网挪到这边来了！哎呀，无命休矣！天宝小嘴抿起，空间入口罩住吞天网一脚，吸！哎，停了！网就那么以诡异的形状搁在半空。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混手捏网呢！老头吓得什么时候停下来了都不知道。收回来，按机关。天宝听到了，哦，原来那里是机关呢。毒爷爷，好多人上来了，跑！他咧嘴嘻嘻，砰的一下，机关报废。落哪儿？东墙头，爷爷今天专程来抽你的，俗也。天宝，你悄悄跟毒爷爷说，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不知道呀，用了才知。刚刚那一招还差了点儿，大胡子那张网是好东西，该收了才是。祖传的家伙没了，咱们也不用再跟他对着干了，他直接就气死了。师傅说要收敛锋芒。白玉过了好几天才出现在小苏家。哎呀，小师弟，你这是打哪儿来呀？狗鼻子还挺灵，知道风头过去了就现身了。嘿，你要不要把笑脸收一收？不然师兄真的很想揍你啊！瞧几位师兄这嘴脸，埋汰了不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手里拎着个3层食盒，吃水晶猪肘不？升斗小民堪为一口猪肘子折腰啊！呆，1层食盒3个大猪肘立刻被抢光了。魏离坐在灶房檐下劈柴，白玉凑到他旁边蹲下。苏阿奶串门去了，跟村里人到田边摘艾草去了。过几日清明做青团子。苏阿爷跟大伯二叔看水，大伯娘跟二婶在菜园忙活，小姑在药园，独爷爷跟田宝呢在药房上山玩去了。闻言，白玉拉了张小凳在灶房前坐下，抱着食盒。那我在这等会儿，栗子糕的味道，我吃2块。哎，你才是狗鼻子吧？裹了2层油纸你都能闻出来，不给？那是特地给田宝带的。对面少年唇角扬起，视线转向还在啃猪肘的仨。猪肘子是顺带的，好东西在最下层。仨叼着猪肘就往白玉那边扑啊！操，魏离，你还能耍阴招你？白玉急得跳起，抱着食盒满院子跑，嘴里哇哇叫：“别抢，别抢，这是田宝的！”田宝从山上回来时，田宝，这几个真不是人，那么大猪肘子都不够踩咱们嘴的，尤其是这个姓魏的。始作俑者，你看看我都被糟蹋成什么样了，以后对哥哥好点啊，田宝。好啥好啊，你现在还能囫囵个儿，已经是4小子手下留情了。一块儿去打的架，你早早跑了。这4个被苏家阿奶罚跪一早上，在山上砍了2天的柴，你说你是不是活该呀？啊，一个猪肘子能让他们消气呀？最起码得俩。听到没有？得俩，否则不足以平民怨。白玉暗地里咬牙切齿，脸上越发可怜。田宝，一块栗子糕掰下一小块，塞进少年嘴里。好吃吗？好吃，又香又甜，不愧是招牌。还带。好，霍先生，村口又来人了。这次我没敢接他们的东西，说是国舅爷的人。国舅爷怎么这个时候冒出来了？要是早几个月，老娘让他好看。二他爹，你别急，等咱闺女生了，老娘给你出气去。国舅也是皇亲国戚了吧？那就是你仇人，他跑不了。不气不气啊，我不气，不能把闺女吓丑了。白玉看到师娘现身，立刻跟魏离嫁去田宝6号了。师娘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肚子怀上了。你说这国舅爷想干什么呢？用这种规规矩矩的方式登门，是被打乖了还是另有算计啊？不知你这就不对啊！师傅好歹教了那么多年，你都学到哪儿去了？同门师兄弟不用藏拙，谁还不知道谁那点底子呀？天宝，你说是不是？啥？你干什么呢你？看打架。那头的人比蚂蚁还小。师姐，你的眼睛啥做的？给我也做一双。这边打得可热闹了，早知道刚才跟毒爷爷一块儿走，在山上晒太阳好无聊啊。分好处。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间打起来了呀？哎呀，幸亏咱机灵，没跑出去。这次来的人是国舅爷的人，那是朝廷来的吧？跟人打上了。独不亲2手叉腰立在一株树木顶端。三小子认出来了没有啊？
中间被围着打的那个，穿得最好的就是崔狗的奴才。这穿灰衣蒙面的几个呀，是12码头的。哎呀呀呀呀！哎，这出狗咬狗忒有看头了啊！还有那波穿一色黑衣的望雀楼出来的，肯定是那个狗逼凑什么热闹啊！杜爷爷，还有一拨人也穿着黑衣，你怎么能分得出哪拨黑衣人是望雀楼的？哎，白晓峰那个孙子见不得丑东西，底下人穿衣啊也要穿好料子，所以啊穿得好的肯定是他家的。哦，原来如此啊，怪不得白晓峰总看毒爷爷不顺眼，狗逼！打斗在一声河水哗啦响声中结束了，3拨人马各有损失，把崔应维的人水葬之后立刻散去，很快消失踪影。毒爷爷他们走了？走了。也不算全走吧，村外的几个势力应该还留了人盯梢，不是冲着咱们土北村来的，不用理会。哎，杜爷爷，为什么他们全都打起来了呀？12码头跟崔狗不是一伙的吗？还能咋呢？闹内讧了呗。这样正好对咱们有利，也让姓崔的知道流放地不好混。走吧，回家了。哎呀，摘够了，够了。能做不少青团呢。我娘子如今行动不便，咱把她家那份一块儿做。毒老婆好吃甜的，再给她弄份咸的。行，你拿主意。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土北村日子照旧。师父，我想从军。为何？那是我唯一能够握住兵权的地方。你才10岁，这个年纪去从军，从低爬起，未来的路都未必能如你所愿顺畅。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或许只会成为将军脚下的枯骨，也要一试。霍子恒轻叹一声：“你既主意已定，便去吧。”谢师父。准备何时动身啊？清明后。子怡叔叔来得正好，刚出锅的一筛青团，快来吃，甜口咸口都有。子怡不觉展颜。好。院子里摆上一小桌，桌上放贡品，一个小火盆装上草木灰，插上香烛。咱家流放过来，到亲人墓前扫墓祭祀，那是不成了，但也不能少了仪式。燃一炷香，烧些纸钱，他们在天上看着，便知我们心里是一直挂念他们的。莫非李儿但还有一口气在，恩必报，仇亦然。毒爷爷，人死了就死了，五师弟为什么还难过？死的是亲娘，肯定难过呀。打个比方啊，假如有一天毒爷爷死了，被人杀了，你难不难过，伤不伤心啊？我把杀你的人杀了，给你烧纸钱。哼，小白眼狼，毒爷爷不好吃甜的，还陪你吃芝麻馅儿，你就这反应？哎，你好歹也装个样子呀。你说偷点尝尝我才陪你的。明明是你爱吃甜口，是你想偷。你爱吃，你想偷。你爱吃，我爱吃，我想偷。天色渐暗，子怡逗留一日，准备离开回内城。魏离送他出村子。子怡叔叔，我准备去参军。什么？崔家有造反之意，不管成不成功，那人在位置上也安稳不了多久了。我等不及，洪德地南宫隐却死在我的手上。决定了，小主允许我数日时间，我将内城事情了结，陪你一块入军营。你留下，我不在的时候替我照顾他们。小主，若是我不回来，是命。子怡叔叔也无需记挂。翌日，小苏家才得知魏离要离开的消息。你既已经决定了，我们也拦不住你。阿离，你当真深思熟虑过才好。无论如何，性命为要。苏老妇看着眼前半大少年，嘴唇不停蠕动，最后也没能把不允2字说出来。何时走啊？即刻。嗨，好儿郎出去历练历练，多大点事儿啊！再说啊，阿离身上是有功夫的，不定去了军营大展拳脚，很快就能得到赏识。都往好处了想，看什么呢这是啊？离开苏家小院儿。臭小子，没想到我们在这里等着吧？我们可不像你那么没良心，说走就走，提前招呼一声都没有。哼，送行肯定是要来送行的，但也不能那么便宜你。想走可以，走之前打一架。谁先来？什么谁先来后先来的？一起上！臭小子，今日让你看看师兄的厉害，要是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今晚就甭想走了，回去把功夫练好了再提参军。小安小武小安，千万别留手啊！这小子不是要上战场了吗？那个地方啊，
可都是刀枪无眼的。与其他能力不够死在别人的刀剑下，不如你们3个直接把他揍趴下了。哎呀，你们分开点，扑成一团有什么用啊？围攻围攻分不同方向。别给他后面留后门。成不了亲俩，也给他脸上留点纪念。来了咱土北村，想走以为那么容易呢？哥以前在土匪山头可是素来有进无出的。霍子恒在旁淡笑不语。等4团阴影各自分开，只剩魏离一人还站着，其余3个均躺在地上，气喘吁吁，累得跟死狗一样。五师弟，我还没打。师姐，跟你打我有以大欺小之嫌。谁欺谁？试过了才知道。师姐，点到为止。让你。大话可别说太早。来了。双方交锋，铁铆滑前后仰，避过横劈，身形几乎没有停顿。隐月刀法第6式威震雷霆，树枝破空声竟鼓震耳膜。魏离下意识横枝抵御，咔嚓，手中树枝断成2截，一招他就败了。为何？一力降十会，断刀叔叔教我的第2招。不仅仅是一力降十会，你对力道的掌控也收放自如。砍豆腐练的，师傅说这是天赋，天生的，你努力练也练不来，别太伤心了。唉，你这么不厉害，还要去战场打架，小心点儿，别被打死了。师姐，你不拦我了吗？拦你做什么？女娲疑惑地看着他，你去不去不关我的事儿啊。合着他根本没管前头3位师兄说了什么。也好，离别的最后一丝感伤也被弄没了。魏离终究背上行囊离去，走时背影挺拔，没有回头。这边厢回家路上，仨小子想，幸亏妹妹平时揍的不是他们呀。独不亲想着过2天得空了，带着小田宝去忘却楼，去12码头。长西叔叔，你又好久没回来了。男子单手负背，步态优雅风流。爹，长东叔叔来了，你踹过屁股的那个长东。长东哪条道上的？报一报名号。你不知？老子知道还问你，肯定是自己人，是不是？是不是？长东看着他，嘴角扬起诡异微笑，抬手撕下脸上面具。操你娘，你来作甚？你猜呀？我猜你个狗逼！苏家仨小子瞳孔地震。白晓峰，忘却楼楼主。白玉眉尾轻动。白楼主，你不在你的忘却楼弹琴，跑来这儿做什么呀？来种田？真是好兴致啊！你那口利牙长得太尖了，本座帮你拔了去。以为你年纪大，少爷我就怕你啊！我的娘哎！长东居然是白晓峰，忘却楼楼主！狗逼，你到底来干什么？断刀在京有难，出什么事了？快说！想知道他的消息，拿小苏家背后的高人的信息来换。他话落，四周一阵诡异的沉默。白晓峰皱眉：你要小苏家高人消息做什么？我总要知道，在我脸上画了2道痕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又是诡异的沉默。你戏耍本座。不得已，田宝只好动手了。白晓峰发现有人朝自己动手，是在叮的一声响之后，粗布灰色衣袖一角被根离针稳稳钉在了门框上。真是我呀！不用重复，老子看到了。万家庄初次上门找茬，彼时你不过几个月的，前来行事的一波波高手尽数陨落，你是怎么做到的？田宝又挠头了。天赋异禀，小苏家众人也跟着道：对。断刀身份暴露，朝廷已知他还活着。洪德帝降旨，于境内颁下通缉令，取下1000两黄金买断刀首级。用不了多久，消息就会传过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想领1000两黄金者众，江湖上已经有很多人出动，四处寻找断刀下落。如今长津跟周边各个府城城门已经开始戒严，他藏不了多久，信与不信自便。白晓峰留下这条消息，拂袖而去。他要回忘却楼好好的静一静。小苏家院门关上了，断刀一去3年多，期间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哎呀，怎么就这样了？这可能跟断刀大人以往的身份有关。断刀离开流放之地去外边的消息，除了咱们村子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平常人也不会管这个闲事，定是大胡子那个王八羔子卖了他的消息，老子定要找他算账。杜老，暂时不要冲动，事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霍子恒也来了。
白小峰这次上门打的是交换信息的口号，但是内里有没有别的算盘还未可知，当中的事情还是先弄明白为好，免得被人利用了去。父子俩在书房相对而坐。你可有决定？要做什么决定啊？段刀是我师傅，欺他就是欺我，岂能容啊？你爹我虽然不明段刀真实身份，但是能够让朝廷如此大动干戈，他背后藏的事必然不小，身份背景怕也是跟朝廷脱不开干系。江湖人素来最厌恶和朝廷有牵扯。不过我儿子既然发话了，当老子的肯定得听啊，这事儿咱白府管了。老头子，你下次再犯逗儿子的毛病，我就给你粘胡子。你这不是让爹去寒碜白小峰吗？去呗，他对段刀的身份定然知悉，不定恶心他，他就把话吐出来了。哎呀，他儿子咋这么招人稀罕呢？独不亲当晚近子时才回村。兔崽子们待在这干啥呀？想吓死爷爷？杜爷爷，打听到消息了？是真呐。皇帝的圣旨诏告还没贴到这边来，但是雍州府衙已经收到消息，议论的人不少。此地距离长京108000里，朝觐路拼死了赶，也得至少2个月才能够到。这次可能真的得给段刀收尸了，后面的坑啊，能用上了。2个月就2个月，我们去救。这事儿独爷爷跟你们师傅会想办法，你们别折腾啊！田宝，独爷爷今晚要待在药房，这次须得问你拿药材了。院子后面那些东西不堪用啊！你们走，我跟独爷爷要干活了。我们一块儿。用不上。清河河域一艘豪华运船破浪而行。五爷这次过来停留的时间太短了，时间过于仓促，若是时间再充足些，胡某定带你游遍整个外城。崔某京中有事不得不回，待事情处理完毕定会再来，有的是时间，不急啊。那就这么说定了，五爷回去以后还望多照顾胡某沿途的码头啊。好说好说，也要托胡帮主替我寻一处好地，日后啊我也来此建座宅子，想一想这西北地的风光。运船行经一处芦苇荡时突遇障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停在了河中央。来人，下河查探。帮主，船底桨轮被渔网缠住了，解开，速度。是。便是同时异变突生，前方潺潺而来的河水，水质中晕开一片乌色。毒！操你娘的毒不亲！上岸，追丢埋伏！崔应为在护卫保护下也上了岸。又是毒不亲。孙子，叫你爷爷呀，看过来，在这儿。毒不亲，又是闹哪般啊？流放地虽然无秩序，但是也有默认的规矩，快意恩仇可以，但若一方不再寻衅，也不至于赶尽杀绝。老子进来可没再招惹你啊！没招惹，你的嘴长下边，上面这张纯用来放屁。大胡子，你敢出卖断刀，我毒不亲跟你不死不休。今日这片芦苇荡，我若不死，你们休想活着离开。你他娘放什么屁啊！老子什么时候出卖断刀了？出卖没出卖，有冤到地府去审。眼光一闪，翻身跳到崔应为保护圈之后。老爷，这老头子就是个疯子，今日若不解决他，你我皆走不了，联手一拼，速战速决。黑衣护卫听令，立刻变换阵型。孙子，1时3刻，老子必定下你死期。王八羔子，以多欺少欺负独爷爷，当老头没人帮忙吗？独爷爷，我们来了！臭老头，你居然偷宝，以为不带我们就找不着你了？打完了让田宝薅惯那头鸟窝。小五，动手！长胡子的，你躲什么躲啊？有个一帮之主的样，出来，少爷找你单挑。王八羔子，爷爷来送你们下地狱！整个战圈以老头为中心游移。来人，列阵！这时一阵袅袅琴音从河面飘来。这么着急赶着去投胎吗？操你娘，有你什么事儿？你来凑你奶奶的热闹！他手里还牵了个垂条小女娃。赶紧突围，莫要恋战，走！十二码头的撤！还打个屁呀！胡帮主，
崔某此番前来流放之地与你合作，你我是同盟，你这般是要弃同盟逃跑吗？同盟？我投你大爷！这边事儿了，你回长京一层继续高枕无忧当你的国舅爷。可是老子是在这儿混的，可没那个能耐一抗三。此次脱困之后，我可带你回京东山再起，许你长京2条航线。许10条都没用，你们这些朝廷走狗反复嘴舌最是厉害。老子真帮你脱了困，回头到了你的地盘，你一脚把老子踹开，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老子能不能有命离开长京都说不准。大胡子手势一挥，12码头高手撤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好意思了，五爷，要死你先死吧。姓胡的，走！大胡子直接游出10丈开外，才在水里冒出个头来，扬起嗓子喊：对不起，断刀的事跟老子无关，老子早知他身份，真要卖他求荣，也不会等到现在。我大胡子自认是个小人，瞧不起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从不讲仁义道德，但是这黑锅老子不背。田宝在船头静静地看着。田宝，甲板上摇着蒲扇的男子韩笑轻喊了一声：师傅，知道。小文小五，左。崔应为手底下的人越来越单薄，在剩余8人保护下，想跑？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乃当朝国舅，我来此绝无破坏之意，你们或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办得到的，可尽管提出。国舅爷还是弄不清楚形势啊，朱门富贵想得多了，脑子也不多灵活了。当朝廷为何不敢管制这里？真以为带一群高手过来就能够耀武扬威了？来了流放之地的朝廷走狗，皆是有去无回，这件事情满天下皆知，怎么你偏偏不知呢？言则今日我崔某是不能活着离开了。爷爷说什么来着？今日你们休想活着离开。大胡子离开了。天宝不带拆台的，生气。爷爷弄死他，给你出气。崔某一命值当不少东西，你们尽管开出价码，我可担保日后绝不与诸位寻仇，有生之年也再不踏入流放之地半步。下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谁缺银子了？师兄们来！蛟龙腾浪，青龙探爪，金龙出洞，猴子偷桃。崔应为死不瞑目。哎呀，小子们出手太快，我还没来得及说，须留活口啊！众人将了将，崔应为是崔家人，国舅爷，当朝皇后亲弟弟，价值还是有的，留他活口，或能换得断刀回来。你怎么不早说呀？现在人都死了，霍子恒你这个狗东西，早不早晚不晚，你这个时候才马后炮，你上来，老子弄死你！刚才看得太入迷，嘴上慢了些许，我也没料到小子们出手如此之快呀，幸而也不是无法可解，人既死了，找个人假扮也可，总归是计。怎么办呢？谁办呢？姓霍的，你一早就算计本座。白楼主莫要如此说，你当日亲自来土北山地化，不也是算计战，想借白府跟土北山之力，把12码头一举打掉吗？霍某不过礼尚往来，本座若不应呢？应了吧，白楼主易容术精湛，除了你，我们找谁都不合适。白晓峰抱起古琴，气得连画舫都不要了。徒儿们，为神，先把为师带上岸。你他娘在上面待着得了，上岸作甚啊？一天不耍心眼子，你活不了，免得你来霍霍人。我早就跟你说，待事情弄明白再动手，你偏要急吼吼的耐不住性子。某也是刚刚才想明白，老子信你奶奶！老头边骂边飞上船，把弱唧唧的中年书生带上岸。大胡子还是跑了，无妨，他不碍事。12码头对土北山没有什么阻碍了。况且此次要救断刀，还有它的用处。它能有什么用处？12码头有通往长京的航线，想赶过去，行船比走陆路更快些，也更安全。经此番事，大胡子应该是不敢让你们在他的地盘出事了。白来的保镖护卫不是，且他常年在外跑码头，对外面的情况了解更多，这又是白捡来的。能帮着跑前跑后的长工。老头娃子们沉默片刻，齐齐望天。大胡子这是被算计的连渣渣都不剩了。杀了崔应为，也算是提前帮断刀报了一仇。老头亲自去长京一趟，把断刀带回来。要动身确实是一早不一迟，小子们跟你一块去。你说什么？方才不让田宝动手，便是想看看这几个小子的能耐，尚可出去历练了。苏家长辈们坐在堂屋里，老婆子，你觉得如何呀？苏老汉看出老伴犹豫及担忧。
咱是普通农户，家中男丁12、13岁就要开始当家了，14、15岁议亲，17、18岁成亲生子。傻小子今年也10岁有余，再过个2、3年便可当家。不去也好，待在土北山，安安分分的种田过活，一辈子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亦是福了。苏安、苏文、苏武抿唇，一个两个的这个表情做甚呢？你们这么有主意，想往外面跑，那就去。遇到危险的时候，可别哭着鼻子嚷着要回来啊！阿奶，喊什么喊呀？我是管不了你们了，但是不代表你们能去，成不成？问过你们爹娘？他爹这些年啊，你们几个每日不是在对面霍先生家，就是在隔壁独老的院里学本事、学学识。我们当爹娘的已经赶不上你们了。兔崽子们，你可比我们幸运的多了，有本事，有雄心壮志，是好事。想去啊，便去吧。当初流放的时候，你们才3、4岁年纪，撑死就只见过大槐村的雪山。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能出去走走也好，起码要知道天下有多大。大香，去给俩兔崽子们收拾行囊。这样让他们去啊？傻小子长大了，咱能教他们走路，但是不能帮他们走路，不是？霍氏院子里，二他爹那边没啥动静，不会苏伯他们被气晕了吧？应是给孩子们收拾东西。你怎么知道几个小子一定能去？外头天大地大，人间滑，可没有咱村里安稳。以后咱闺女长大了，千里之外有处地方能让她长见识能耐，你让不让她去啊？那是自然，老娘亲自护闺女过去。这边是了。钱宝，爷爷错了，不该撇开你一个人去打架，真错了。乖啊，把这几个药瓶子放下，都是珍贵好物，霍霍不得呀，宝。我下次真不自个儿去，我保证对天发誓，不然老头掉光头发啊！我生自己的气，年纪小，你也不信我？不是，我信啊，没不信啊。你偷偷去跟那么多人打架，不带我，你死了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报仇去。那倒不一定会死，能不能盼爷爷点好啊，仔？哎呀，我真的错了呀，宝儿，下次独爷爷一定带你去。好，去长京。宝儿，要不你在里面坐一会儿？独老，该出发了，去12码头。哎呦喂，你可算来了！对，老头差点耽误事儿，是要去12码头了。走吧，苏家仨小子等着了。独老，几个孩子就拜托你沿途多照顾这些了啊！你们让田宝跟我去。你们一块儿去。大胡子坐在小渔船上，看着旁侧偌大货船，冷笑连连，大手一挥，撤。他已经命人把船上余粮全部沉了河，待他们一走，独不亲一众只能在船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次他看这些大王八小王八怎么逃出升天，一群旱鸭子敢坐他大胡子的船，上赶着伸出脖子让他宰呢吗？这不是夜黑风高，东声响，小渔船左歪右斜，负责划船的水手一片哀嚎，大胡子也没能信。凭空落下的硬物砸中他后仰起的面门，蹦了2管鼻血，东西砸得他鼻子后当啷掉落脚边。大胡子把东西摸起来，就着月光细瞧，铁榔头，旁边还有木汤勺、垫脚砖、生面团、杀猪刀，啥玩意儿啊？大胡子，这么晚了不睡觉，你是不是想自己个儿溜出去吃宵夜呀？哎呀，你这可不对，好歹捎上我们呢。大胡子一口白牙几乎咬碎。你还跑吗？谁他娘跑了？老子来这儿捉鱼。独不亲你个王八蛋，管什么意思？老子告诉你，真把老子逼急了，我现在就往河里跳下去。一帮蜘蛛说话可要算数啊！你现在就跳，爷爷敬你是条汉子。胡帮主啊，你走的时候没请我们一起走，再想回来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想进门得求。别以为我们又老又小就好欺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莫欺少年穷。以后把我们好生伺候着，别整幺蛾子。干得好，你就还是12码头帮主，有点眼力劲儿，活着不好吗？他的人里有奸细。下一站码头是百里坊，隶属景阳城。船里原本粮食被大胡子一把扔下河了，这次不得不在码头多停靠半日进行补给。走，去最豪华的酒楼吃，他给钱。城西风华街大好酒楼，
哎，皇榜都张贴到我们景阳城来了，事情发生至少已经1个月了。通缉令我看了，没想到居然还活着呀！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他陨在边关了。是不是这么以为啊？冷不丁冒出这么个消息，我真是吓了一大跳，不知道他能不能逃过追捕。嘘，哎呀，小声点，这个话放心里就好，在外头莫要说出来，免得被有心人扣个大帽子，你跟着遭殃啊！你们说说，这有什么事儿啊？真话不敢说，藏在肚子里面一股腐朽味儿。哎呀，都叫你别说了，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的眼睛不全是瞎的，他们以为往外散个谣言就能够蒙蔽全天下了？什么通敌卖国，呸！嘿，这人叫我别说，你自己反倒骂上了啊！闹腾的小子们安静下来，只有满脸胡须的肌肉大汉不受影响，吃的喷香，他付的银子。毒爷爷，城门！一老五小挤进人群，看着那2张榜，不像啊！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少年战神原来长这样，真他娘的嫩！袁家世代将门，家中儿郎14、15岁就跟随父辈上战场。这袁瑶啊，在袁家小辈中更是翘楚，听说12岁就在他爹屁股后头上阵杀敌，雁门关这一待就是5年。18岁那年，京中受封了他，才回了一次，那也是那些王八羔子最后一次见到他真容。时隔这么多年，还能把画像画出来，这画的狗逼啊，造诣算够的了。回头就去打听打听，到底是谁做的画。狗皇帝亲自颁诏下通缉令，作画的定是宫廷画师。大胡子，到了长津救出断刀叔叔以后，咱们就准备去皇宫打皇帝，里头打。不用打头，打脖子。哎，头给你们，往老子脖子上划。我操你太爷太姥姥，去皇宫打皇帝，老子有那能耐，老子还抢那流放之地的1亩3分的平田。来，你给老子一刀，老子图个痛快。你胆小，怪不得十二码头弱鸡鸡。你说什么？弱鸡鸡。小华子，有种把你家高人喊出来观战，咱们俩打一次。爷儿5个去厨房摸了点吃的，上甲板围坐，赏天水一色，灿烂星河。皇榜跟通缉令张贴的到处都是，形势那么紧张，断刀叔叔人不知道还在不在长京呢。白玉嚼着炒花生，嘴里咔咔声不断。我们这么一股脑的直奔过去，不一定能碰上人。不奔过去那怎么办呢？岂不是更没有方向了？到了长京，咱也悬个榜，1000两银子巡视。大胡子给银子。老子没钱了。他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呀，这帮龟孙子薅得他连毛都不剩了。这么生气做甚呢？悬个榜单罢了，只要没人来接榜，银子就还在你口袋里嘛。胡帮主，大气点。断刀叔叔不死，你就不亏钱哦。来，大胡子，坐下来一块琢磨琢磨方向。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当齐心协力。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崔国舅可是我们一块杀的。他是你们杀的。小子们，告诉他人是谁杀的。大胡子。大胡子被迫参与。后日停靠扬州码头，我靠着人飞鸽传书，歼灭人在长京暗地打听，未必能打听得到。虽认为此前在流放地搜罗能人异士消息，应该是那个时候察觉到了断刀身份，顺藤摸瓜探出他的动向，给皇帝那个老不死的递了信，圣旨跟通缉令都发放到了边城了，长京肯定也早就做了布防。断刀如果人在长京地界，一时半会儿跑不了。这件事情老子帮你们一次了，事了之后，我12码头跟你们吐北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别再带着老子薅。放心，老头也不是那等不知进退的，哪能把你逼急了？真逼急了，我也怕你跳墙，不是吗？操你娘的东西，你他妈骂老子是狗！人呢？大胡子后退又后退，他娘的，哪个王八蛋截的他的道啊？山下与此刻传来动静，一队着飞鱼服的人正飞快冲来。毒爷爷，不打。打个屁！那些穿飞鱼服的全他娘的是锦衣卫。打不过。不是打不过，是打了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我们混江湖的都管锦衣卫叫猎狗，这些人名声比粪坑还臭啊！你带他俩，王八犊子龟孙，你们是吃什么长的？以后少吃饭。哎呀，稳不住了！哎呀，太重了！你们仨快撒手！还自个跳，别拽爷爷！他娘的，一窝鸡蛋一把摔呀！亏得没带上本少爷。老头，师兄师姐，
待会儿见。快下去救人！先救我！鸡飞狗跳中，一条粗壮藤条鞭卷住悬崖上扎根的松树枝，缓了独步亲四肢铺地的落势；又一条藤鞭卷住了大胡子，免得他被砸成肉饼。惊险落地后，独步亲跟4个小子立刻扑成一团，你揍我屁股，我撕你头发，打得如火如荼。大胡子瘫坐在地上。你藤鞭哪儿来的？我没有呀。刚才卷着我跟独步亲的藤鞭2条。高人救我们！操你娘！老子见鬼了！吴爷爷，他们要追上来了。大胡子，锦衣卫是怎么找到山头的？你问我问谁啊？狗皇帝难道知道钱家小孙子的事儿了？没道理呀，他狗鼻子那么灵吗？别小看朝廷势力，朝廷豢养的鹰犬比你想的多得多，也厉害得多。狗皇帝住的皇宫高手如云，把他保护的像个铁桶似的。段刀叔叔是从流放地出去的，崔应为告密时，恐怕已经有朝廷的人盯着流放地的动静了。这次我们出门，背后不定就有小尾巴的。你怎么想到的？这还用想啊？一串琴音飘来，真他娘会装逼！确实，没错。你怎么在？不能在，走，跟上。哼，白小峰都被算进来了，他还有什么好不平衡的？王八别像绿豆，哎，大家都一样，躺平呢。大越皇宫坤宁宫凤殿，夫人坐在椅子上，手持金剪子，对着面前一盆盆栽仔细修剪，年过半百，因保养得宜，风韵犹存，只有眼角几条细纹透露出些许岁月痕迹，一身气息高贵端庄。皇后娘娘，心腹徐嬷嬷匆匆从殿外入内，线索又断了。那些人跑得太快，锦衣卫没能追上。如今长津内外四处戒严，他们跑得再快，脚下踏的也是黄土。传令下去，若有见一老五小出现，先活捉，活捉不了便杀了吧。老奴这就吩咐下去。他们千里迢迢从流放之地赶来长京，更说明袁瑶就在京中。可这么长时间了，别说抓到人，连他的影子都没寻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些年，袁瑶一直躲在流放之地发展势力，在图谋逆。若非此次国舅爷亲自去了趟那边，发现他阴谋，我们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只以为他早就死了。让下面的人加大追捕，时间拖得久了，恐生有变，不是好事。是。徐嬷嬷退了下去，皇后重新执起金剪子，看着面前已经被剪坏了的盆栽，面色平静地把其余枝条也一并剪掉。他家人在流放之地，却在长京打我。白小峰，你是兔子吧？啊，狡兔三窟啊！不可能，何止3窟啊！我猜他哥住的房子加起来至少有10几座。搭了房子不住人，那屋子里岂不到处都是灰尘吗？非也非也，有钱者有下人呐！啊，有钱真好，有钱没地儿花，而且土疙瘩。本座钱多，你等废话多，想进门就闭嘴，不闭嘴就滚蛋。楼主，同是天涯沦落人呐！胡帮主这话不尽然，沦落人只有你一个，本座可是自由身，本座在土北山吃瘪也就罢了，还能在你手上吃瘪？不小山庄位于长靖南郊10里亭外翠峰山脚下，一行人坐在漂亮的大厅里。白小峰，你什么时候到的长京的？我们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在望阙楼弹琴吗？这脚程乘风来的。雍州边城有朝廷眼线，你们离开流放之地之后，沿途有人跟踪监视，胡帮主把钱家小孙子抓了，险些暴露那小子的真实身份。险些？我把人灭口了，允你欠本座一个人情。你送人情的时候，你问老子了吗？老子想要吗？人呢？放回去了，抓他没用，断刀不在京外，你把人绑个10天半个月，也引不出他来，只会招来苍蝇蚂蚁。断刀不在京外，你的意思是他在城里？他哪来的胆子敢进城啊？真以为过了这么多年，没人能认得出他来了？断刀叔叔在哪？在公主府，可能已经做了公主的入幕之宾了。你他娘的说话嘴把门点，老子弄死你！什么是入幕？意思是公主不是好人，见着了可以揍。一级消息百通，如何救人说出个章程来？老子把事早点干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断刀在公主府暂时没有危险。长乐公主把消息瞒下了，连皇帝老儿都不知。
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你们几个今日露了脸，一旦在长津现身了，插翅难逃，也不能莽撞。众人在不小山庄待了几天，眼看手勿动，看甚呀，是真的。本座说眼看手勿动，没动面具，动的是脸。你再大个几岁，你说这句话，你猜我信不信？你还没说你准备这些东西做什么的？让我们乔装打扮入城？不乔装打扮如何能进城？就你们这几个如此显眼的外貌特征，连城门都过不去。长东叔叔，快！我第一个易容，我要当贵气小公子，就跟白玉这样的。长东叔叔啊，我要当书生，一身风骨，一世独立，像我师傅霍先生那样。长东叔叔，还有我要当将军，小将军，给我装脸。叫我摆楼主。长东叔叔啊，行啊，既然要装扮，我就给你们好好装扮。独不亲跟他打了多年交道，哪能不知道他藏着什么心思呀？老头两手叉腰，二八腿，哎嘿，他就不说，就不提醒。白晓峰动作很快，顷刻就能把人变出个样来。田宝漂亮精致的小脸蛋儿变成了一张清秀娇憨的脸。苏安文气，苏文莽气，苏傻气，还有白玉。长东叔叔，本少爷是男儿，你给我的是女装。没错，就是女装。你们4个小子太打眼了，小子变小女子，便最不容易引起人怀疑的。我不穿，穿不穿随你，反正要救人的是你们，又不是我。穿。田宝，师姐，穿。7月，在东市街头，一头发花白的老道士扛着一道帆布招牌走街串巷，身后一傻气小童抱着木质小钱匣。算命喽，看手看相观命理，铁口直断，日算10卦，一卦10两钱。街边另一端茶水铺子里，身边跟着俩小子，同样粗布衣打扮。爹，点壶茶水呗。渴了。白晓峰，老子把你给记下来。3楼雅间临窗。玉儿，虽然你父母双亡，但是既然前来投奔，叔叔也将你视如己出。日后你跟表妹可要好好相处，别让叔叔操心了啊。南宫如款款走到男子面前，严厉笑颜，浅笑如花。公主将我请来已有数日，我何时能离开？或我何时须死？本宫不是说了吗？你若肯从了本宫，要什么本宫都给，命都给你。隐月刀柄抵着他的肩头，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开。公主自重。怎么，少将军也嫌弃本宫残花败柳之身？嫌弃公主的是你自己。哼，既然少将军不识抬举，那就等你想通了本宫再来。在此之前，你便在此处待着，哪儿也别想去，否则本宫可不担保你那小侄子的消息会不会再传到别人的耳里。他转身欲走，断刀起身而立。我若一辈子想不通，公主是要关我一辈子，那就要看钱家小少爷值几斤几两了。若斤两足够，能让本宫负得住少将军，关你一辈子又何妨？左右本宫养得起。若我一拼呢？少将军若想，现在就可以杀了本宫，本宫的命随时等你来拿。吴子重重拂袖，不再多言，负气而去。断刀在原地站了片刻，转身看向窗外。沉思间，断刀愣了一瞬，其后嘴角忽而弯起。读不清的老头啊，就喜欢吹口哨逗他。老头来了。东市某条隐蔽的巷子墙头，这西市戒备也忒严密了，想找个地儿蹲点都不容易。那些巡逻的大晚上咋那么精神呢？我有点困。独爷爷带你去玩。是哪儿？甘家在西市的宅子位置靠里。这几日啊，我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晚上宵禁后，整片西市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就是甘家，最显赫的家族，好东西肯定最多。我现在不困了。墙后一道悠悠嗓音传来。又要去偷？读不清，你这毛病是要带进棺材吗？棺材你大爷！老子怎么就是去偷了？是去除强扶弱。除别人的强，扶你的弱？那是，像你这种，老子都不屑除。好，走，咱们化缘去。是去讨饭？管他化缘还是讨饭，走也。别闹出动静，否则城内戒备
只会越来越严。李强八仙桌上烛火飘忽昏暗，只有大胡子坐在旁侧，两眼悠悠。不去睡觉，等我做甚？入城这么多天，我们连公主府的边都摸不着，你到底有章程没有？老子可没那么多时间耽搁。胡帮主常年在外东奔西跑，1年半载不回帮都是常有的事儿，怎的这一次如此着急呀？我的人只负责收集消息，想要救人嘛，须得慢慢的想办法。这里是长津，不是流放之地，光拳头硬在这里没那么顶用。这些日子，长乐公主每日都要出府一趟，往城外跑，看似戴着面首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但是她每次出城后的行走路线都有些古怪。什么意思？她似乎在暗地里接触各个运输渠道，将她接触过的水路陆路各个点连起来，是一条蜿蜒迂回的路线。你他娘能不能不打哑谜，一次把话说完呢？我猜测她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运送出城，而能够让她如此大费周章地瞒过皇室耳目。这件东西定然价值不菲，12码头在长津也算是有一脚之地，他可能也会去接触你手下的据点，这段时间在码头据点待着，等他找上门。你在使唤老子？各司其职，如若不然，你负责收集消息，我去码头办事。大胡子闭嘴了。甘家大门上悬着一看就贵的牌匾，上书3个字儿：太师府。太师就是最显赫的吗？肯定是，要不然外面能够传甘家是长津最显赫的家族，最显赫，连出了个皇后的崔家都赶不上，说明太师比皇后更厉害。两人钻着太师府西墙后方狗洞。杜爷爷跟你说啊，像这种高门大户，通常戒备最森严的地方，那里面一定有好东西，像锄强扶弱，找这个地方就对了。劫富济贫。飞檐建筑里有人说话。祖父，皇后背地里动作频频，自崔应为死在流放地的消息传回来，他联合崔家更是手段变本加厉。如今朝中好些中立派已经开始往他们那边倒，我们若是再不出手反击便迟了。皇后一直是皇上手里的刀子，他向谁开刀，你以为皇上当真不知晓？不过装聋作哑罢了。还是我们甘家功勋显赫，惹了人忌惮。好在这么多年，我甘家在朝积攒的人脉势力还算深厚，皇上没敢直接动手。若是像袁家那般，袁家也门心思打仗，便是拥护再多，也皆是在军营，离长津天高皇帝远的。如此一来，反而是在长津这边成了软肋，功高震主，又掌握了太多兵权，袁家会有那般下场，从开始就注定了。这次袁瑶行踪泄密，皇上下令处处戒严，他若真在长津地界，恐怕插翅难逃。皇上忌惮朝中老臣集权，想着去旧捧新，启用新人，既乖乖听话，又能与老臣争权争势，将现有的局面打散，权力重新分化。这一套把戏历朝历代都用烂了，君不君，朝不朝的。田宝眼睛发亮，跟听先生上课似的。什么人？被发现了，老子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干呢，甘家这些看家护院的都长了狗鼻子不成？走，不然明儿被通缉的就得是咱爷俩了。头顶月色暗淡，星辰稀疏。操你娘，跪下人呐！独不亲甩打成手，咬牙低骂，他被炸了。那些看家的找的根本就不是他跟田宝，是地上躺着的这个独爷爷。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干什么来的，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把它扔这儿咱溜。来都来了，不拿点东西多不好意思呀，也坏了老头子手不落空的名头。再说了，有句话叫做灯下黑，替罪羊已经有了，那些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狗逼身上，谁会猜到还有一拨人马摸上楼啊？想混江湖啊，你要学的道道还多了去了。一老一小离开一刻之后，飞檐楼下亮起灯光，两道人影前后而立。祖父，
树岸下的小弟被带走了，让下面的人莫要追了。明日早朝，老夫要告崔国长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且看皇上如何决断。祖父英明，那名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查痕迹，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准是哪方派来的人，如何处置？杀了他是哪方派来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他是谁的人。另外一波，袁瑶在流放之地藏了多年，他被通缉的消息一传开，那边立刻都有江湖的人士跑出来要营救。老者负手在楼下走去，运筹帷幄，气度尽显。今我们将证据送到他方手上，以这些江湖人的脾气血性，用不了多久，事情就会在整个城境闹开，情势将乱，而太师府在乱中才能取胜。不把上面的人逼得骑虎难下，太师府就会是下一个冤家。独不亲跟田宝丝毫不知内情，在最显赫的甘家偷了一回。看看爷爷带什么回来了？哎，我也不知道带回来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有趣嘛。来来来，开箱。去了别人家不扒拉出点东西，你便是浑身不舒坦。既然东西拿回来了，开箱吧。本座也好奇里头究竟装了什么，这么一个小箱子还要挂上鲁班锁。宝砸！白晓峰跟大胡子亲眼看着1尺见方的小屉4分5裂。怎么就一堆书信？高门大户脑子是不是都有点毛病啊？啊，就这也要用鲁班锁？哼，老子就说放在明面上的东西定是不值钱的。呸！看看是什么书信？你确定这是胡蛮可汗的私印？确切的说，是胡蛮钱可汗私印。8年前胡蛮内战，钱可汗被砍了脑袋，皇权旁落。如今的可汗是纳赦。不管胡蛮可汗如今是何人，可以确定当年真正跟胡蛮通敌卖国的是崔家。3个大人视线交汇，脸色更沉凝。我们是来救断刀叔叔的，这些关我们什么事？白晓峰带着田宝跟白玉又去了东市茶楼，依旧是那个雅间。期间他对着窗外做了个古怪的手势，什么话也没说。天宝，这个我懂，风叔叔肯定是在跟他的人下什么命令。不说话也能下命令吗？当然了，就像你不说话，但是你一比拳头，我就知道你想揍人了。白晓峰淡淡瞥耍宝的小子一眼，哼了一声。白魁这儿子满身都是心眼子，脸皮厚还能装，也不知道如何养出来的。田儿，玉儿，走，去碰瓷。公主府马车帘子上有徽记，所过之处行人纷纷避道，免得一个不慎惹了公主，招来祸事。爹，舅舅，放肆！见了公主马车还不回避，找死吗？宗叔叔说来碰瓷儿，真被打了还能收场？别动，会坏事的。那头一声住手止住了车夫动作。长得可真俊，可惜冲撞了本公主，事情可没那么好了。来人，把他带回府，本公主要亲自教训他。嗨，穷谈心了，又一个面首。呸！舅舅啊！爹！又有一家子夫离子散了。唉，天宝，怎么样？哥哥装的像不像？不比风叔叔差吧？不搭个戏台子，真是浪费你的天赋了。我这都是为了帮上忙，你不对哥哥好点就算了，还老揍我。前面就是公主府了，哥哥带你再演一回。好，舅舅啊，你们还我舅舅！我们家中已无其他亲人，只剩个舅舅可以依靠。请公主发发慈悲，把我舅舅还回来啊！人人都道长乐公主美艳绝伦又菩萨心肠，难道是假的吗？美艳绝伦，菩萨心肠，假的。让他们进来。这门开得太容易了，空有诈。能进门就行，有诈没诈没什么区别。舅舅，长乐公主倚着贵妃椅，公子长得俊俏，2个小姑娘也容貌精致，果真是一家人呢。下一瞬，2只小手，一手抓着公主发髻，一手杀猪刀比在公主细长脖颈。白玉、白晓峰嘴角疯狂的抽搐，知道你虎，但不能这么虎啊，不能把公主当鸡仔啊！长乐公主顷刻受制，无法动弹。你这是何意？我断刀叔叔在哪？哼，
什么短刀？莫说本公主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知道你要找人，我偏不教人，你还真要把我杀了不成？我死了，你更别想知道人在哪。你死了，我断刀叔叔自己就能出来了。他忌惮你，我不记得，你死吧。田宝手腕一动，作势杀鸡。田宝，住手！杀猪刀被一粒石子弹开。断刀叔叔，淘气，他不是真要杀你，是在诱我出来。断刀叔叔，男子大手在他少女发髻上拍了拍，嘴角不可察抽动了一下，白玉笑脸收起。唉，我们一帮人在外绞尽脑汁的救你，你不出来，这美人要受伤了，你就冒出来了，果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白楼主，多谢你来。白晓峰偏头不看他，哼，绿荷，搀本宫起来。带2个小孩进来的丫鬟此刻还瘫坐在厅门口，脸色发白。听得公主令，连忙起身上前把主子搀扶起。下一瞬，噗的一声闷响，叫绿荷的丫鬟心口被匕首刺穿。你出来做什么？公主府里到处是别人安插的眼线，你是想你的行踪人尽皆知吗？田宝小脑袋瓜又歪了，看看公主，又看看断刀叔叔。他三王爷安插的细作，还以为能瞒得过本宫。小娃娃，你刚刚可还要杀本宫的，好意思开口跟我说话？好意思哦。不好意思的时候几乎没有。白某只是斗胆一试，倘若公主并不是我想的那般，最多我们逃出城去；若公主恰如我所想，那事情就更好谈了。本来是可以谈的，但是本公主刚刚受了惊吓，要养神，现在不想谈了。我人既然进了公主府，那接下来的事情就要好办许多。给断刀改头换面，公主下次出门的时候带上俊俏郎君出城游山玩水，应该没人会怀疑，只要消息不走漏。风叔叔换脸可厉害了，他以前换长东叔叔的脸，连我都没有看出来。我带了面具过来，现在开始。你们当我不存在？公主这段时间频频往外跑，暗中谋划水陆2条线，不就是为了把断刀送走吗？既然你我的目的一致，便干脆利落些，事情多拖1天，就会多增加1分暴露的危险，不是吗？长乐公主沉默好一会儿。你帮他改头换面，我去做其他准备。她须得把府中其他探子解决掉。她明面上是得宠爱纵容的公主，却也只是明面上罢了。你说公主将我关在这里，是想送我走？你被通缉的这段时间，长京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她既是公主，对朝廷的动向自然是了解的一清二楚，会把你从外面迫进公主府来，应该是察觉到你待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我好奇的是，你究竟有什么把柄抓在她手里，导致需要对她的话言听计从？让你来就来，让你不准出府就不出府。我们这些前来搭救你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没少为这事头疼。长京南城门守卫戒备依旧森严。卑职见过公主，公主要出城，我等需例行盘查，得罪了。本公主每日出城，每日都要查一回。你这小将，本公主是该说你尽职尽责呢，还是该说你胆大放肆？卑职不敢，只是皇上有令，不敢有违，还请公主见谅，莫要为难小的。把车帘打开，让他们尽管查。待把整个马车上下左右都查了个遍，全无可疑才作罢。公主可以出城了。一群没眼色的东西，可真会浪费本宫时间。公主莫要生气，跟这些东西计较什么？公主不是要带我去碧湖画舫吗？莫要坏了我们出游的兴致。哼，起驾！马鞭扬起抽打马身，豪华马车在城门穿行而过，飞扬马蹄声迅速远去。哎呀，小我搀着点儿，搀着点儿！哎呦，爷爷头晕呐！哎呦，不行了！哎呦，哎呦，快输了！哎呦！稍后方，胡须汉子担子挑在肩上。爹，明儿进城咱们可以卖菜干了。看这早上还水灵灵的青菜，现在掐都掐不出汁来了，卖菜干还不浪费？莫乱说话，小心冲了官爷，咱今儿回不了家了。我没冲撞官爷呢，
我说菜干。菜干也不能说。哎呀哥，你看咱们家的菜多水灵啊！好容易熬到过了关，两拨人前脚刚踏出城门，圣上有旨，城门戒严盘查，但凡见到头发花白的老头、蓄络腮胡的大汉以及年纪在10岁上下的孩子，通通扣下待审，不允许出城。城门出关入关还没走的百姓，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城门口外头发花白的老道士、蓄络腮胡的菜贩子，3个10岁上下的小子。在卫兵抽刀追上来之前，老头把帆布一扔，胡须汉挑子一撂，俩人拔脚就飞，留下仨小子紧追在后面，拼命狂喊：杜爷爷，大胡子，你们忘记带我们一块飞了，忒重了，带不动，自己跑。天道好轮回。一大波追兵提刀在后头追，这时候小子们顾不得耍宝了，脚下虎虎生风，把所学用到极致。这就叫历练，雏鹰展翅，我们早晚会变成雄鹰的。这些小子们，哎呀呀，挺让人自豪啊！角处一辆豪华马车停住。笑个屁！知不知道你爷爷为了你操了多少心啊？王八羔子的！杜不亲，多谢。废话可真多，追兵还在后头呢，赶紧跑路！车厢里，白小峰跟小丫鬟白玉、田宝也相继跳下车。这个时候有追兵，应该是公主府的探子把消息给放出去了。出城的时候，我故意混淆视听，追兵有一波应该会追去碧湖，码头此刻也不安全，水路比陆路要难追截，我们得赶紧动身，不能再拖了。等他们分散的兵力再聚集起来，也够我们麻烦的了。走走走，快点，别磨蹭了。少将军看本宫作甚，我不是不舍得走，真想留下来给本宫做面首了。朝中运一职，你助我逃走，你怎么办？错了，分明是你等乌合之众，知本宫深得皇上宠爱，能自由出入长京，是以偷偷潜藏在公主府，伺机挟持本宫，让本宫助你们逃脱。本宫受制于人罢了，顶多被皇兄训斥几句。少将军担心我被本宫迷住了吗？那就别走了，留下来，以后日日陪本宫快活。独不亲跟大胡子带着孩子们站在一旁，津津有味，有胆要得。江湖人就喜欢这种单刀直入的性子。走，不急不急，追兵赶到还有一会儿，你们可以再说两句，我们绝不打扰。断刀你个狗逼玩意儿，白小峰，你死了，爷爷这就来送你见阎王。走了好，无牵无挂，好。纷乱马蹄声逼近，将马车团团围住。成了，公主，皇上召见。王八蛋，几年没见了，你在这里倒是待得住啊？3年半，重了，也长高了。要长的，以后更高。断刀叔叔，你看我们是不是也长高了？可不比你矮多少了吧？以前矮半截儿，现在矮3个头。莫欺少年矮，过2年再看看。挺有志气，爷们必须有志气。大胡子不耐烦了，还聊，废话说不完了，到底走不走啊？你们当追兵没长脚怎么着？没想到你竟也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你当老子愿意来呀？多谢。你们不走，本座便先行了。等回了流放之地，依旧是有账算账。呸！谁怕呀？这一走再来就没这么容易了。你那小侄子住哪儿？真不用去道个别呀？我未见过他，他也不知自己身世，这辈子他只会是钱家孩子。放得下？没有必要让他背负着那些不堪的过往。他娘的，那你这几年待在这里做什么？老子不打你都对不起整个土北山。走，我有刀，要吗？小刀尽头有岔路。大人，拿弓箭来。大人，他只是个娃娃。流放地跑出来的人里，有个5、6岁的女娃儿，宁可杀错100，不能放过1人。那帮田宝看着那只正对着自己的箭矢，很是激动，就等着对方放箭，自己好躲。等啊等啊，一点不害怕，果然不是普通小孩。天下无奇不有，听闻有种人天生长不高，成年之后看起来也是个小孩模样，被称之为侏儒。抓活的。田宝没见过侏儒，但
但是天生长不高，他听得懂，小脚一跺就扑了过去。你胡说，我5岁半，你敢骂我长不高？凌空扑到男人头顶，速度之快让人措手不及。男子下意识抽刀往头上阴影劈去，小兰儿已经照着他太阳穴就是一拳了，梆的一声，刀子劈了个空，拳头中了，场面立刻大乱。给我就地格杀！为首男子被一拳打得眼冒金星，脑袋嗡嗡嗡的作响，脸色阴鸷到极致。爷爷来了！进老头之后，穿白衣的、穿短打的、穿下人服的纷纷冒了出来。一场激战之后，流放地一众人除了形容有些狼狈，并无大损伤。天宝，天宝，诶，天宝呢？天宝好像不会骑马。独不亲抽着嘴角往马跑去的方向追。天宝，天宝啊！众人循着马蹄印，终于在一处山坳前找到了田宝。走，回去，回去啊！我还要打架的，赶不上了，赶不上了！啊！众人停下脚步，片刻后，爆笑声响彻山坳。你直接飞下来得了，你跟马较什么劲呢？重新启程时，田宝脑袋耷拉着，架打完了，他才打了一个，他的历练被那匹臭马给搞砸了，宝好气呀！坐上大胡子从据点弄来的马车，赶往界外码头。苏安看着大胡子的眼神多了点钦佩和羡慕。大胡子叔叔，土匪攒口碑不容易吧？什么土匪攒口碑啊？别管土匪不土匪，做生意想做得长久，在这一行就要有信誉。别跟老子搭话，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夜，大越皇宫，承乾宫寝殿，4个大人，5个孩子，朕手底下驯养多年的精兵，对这些人竟然迟迟拿不下来。皇上，害事已至，去水牢。苗平心头颤了一下。是。到了安慰营后院，打开重重锁链的铁门，听到接近的脚步声，女子紧闭的眼睛眼睫抖动了一下，奋力将眼撑开一条缝隙。皇兄又要来审陈妹了吗？外面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是白日吧？皇兄晚上是没空的。这么多日了，你还是不肯交代吗？陈妹说过很多次了，是皇兄不信罢了。你不知袁瑶为何会出现在你府中？你说你是遭了他们的算计，帮助他们逃脱皆是被迫，这些话你叫朕如何相信啊？自你幼时起，朕自问一直对你疼宠有加，诸多纵容，哪怕朝中大臣参你骄纵任性，行事暴力霸道，朕也皆为你挡下了，从未因此苛责过你。你便是这么回报朕的，帮着外人往朕的心口插刀子。皇兄若是不信，便杀了陈妹吧。我一直感恩皇兄对我疼宠有加，是因为知道自己有靠山，所以行事不多收敛。说来这些年确实给皇兄添了不少的麻烦了。今日陈妹愿一死，以证清白，也算不枉皇兄多年爱护。还是打得轻了。来人，去查长乐公主自15年前开始至今，在外所有活动轨迹以及曾经接触过的人，让朕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对朕忠心耿耿，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言那般清白无辜。女子像是已经昏死过去，苍白的几近透明的脸上没显现出任何细微的变化。见状，洪德帝眯眼拂袖离去。等那阵脚步声消失了，水牢中奄奄一息的女子才再次吃力地将眼睛打开一条缝隙，看着那人离去的方向，眸中是深沉翻滚的恨意，汹涌浓烈，尸骨。先皇驾崩，洪德帝继位，彼时他还在母妃肚子里，是先皇遗腹子，也因此母妃才免了殉葬的命运。他出生之后，跟母妃二人在后宫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本以为安安分分的总能将日子熬过去，那时母妃常同他说，
待她及笄后到了嫁人的年纪，便寻得一良人，便是此生有了着落了。可惜好景不长，6岁那年母妃突然暴毙，其后她就被苗平领走，洪德帝下旨赐她封号长乐。长乐公主得了帝王诸多宠爱纵容，风光比洪德帝亲生女儿更甚，人人都道她是大越第一公主。她也曾以为她是，并为此庆幸及感激。直到15岁那年，邻国来朝贡，她被送到邻国大臣的榻上，水牢外又响起脚步声，是狱卒前来送饭。长乐公主没动，闭眼将头靠在身后的木架上，努力抵御体温的流失。皇上令，莫要把你饿死了，睁眼吃饭。御驾时身形巧妙，阻隔了外侧其他犯人视线，随后用气音飞快道：公主，13他们在商量营救，你一定要撑住啊！让他们别轻举妄动，他不会让我死，我还有用。按照此前计划，依计行事即可。可若让他们查出什么可疑的，他未必还会留公主性命。我们的人手还是少了，公主，不如我们去求援。谁敢去找他，以后莫要再奉我为主。离京城千里之遥的某处码头行脚客栈后院。哎呀，这日子真舒坦呐！隔3差5有架打，打完了还有好酒好菜用。那些人要继续来，老头能在大院绕3圈的走。你自然舒坦，吃的又不是你家饭菜。哼！大胡子越想越气，这么一想，还是他最亏得慌呀。白小凤，你在境内应该有不少酒楼茶楼吧？白小凤眼皮子都没抬，面不改色。没有。骗鬼呢你！不信，有本事你去查。大胡子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他发现一点啊，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比他还要奸，还不要脸。段刀坐在一旁格外的沉默，视线落在门外虚空，目光无惧，不知道在想什么。安全吗？要等人来吗？上一波追来的人全部嗝屁了，下波人马要追查到咱们的踪迹，至少还要2天。没架打，快睡吧。小娃儿晚上不睡觉，长不高的。灰瓦檐顶那里已经有3个老爷们坐着了，人手1壶酒，对月闷饮。你的？老子就不好这玩意儿。照这个速度，得再有1个月才能回到边城。南宫瀛始终不肯死心，派来追杀的杀手源源不断，干掉一波马上又来一波。虽然我们不怵，但是纠缠不休，一烦人的很。我建议大家分开走，各自改头换面，能省不少麻烦。这个主意好，有白小凤在，全都换一张脸，再各自走人，目标分散消失了，追兵想追也追不了了，多省事啊！田宝乐得打架呢，分散走也行。4个小子你们带走，我带田宝沿途多历练历练。说到改头换面，我们几个倒是容易得很，有人就不一定了。想要脸长在该长的位置，怎么的也得把这络腮胡子给剃了。你堂堂又想来搞老子是吧？胡子在人在，想剃老子胡子，先得把老子脑袋砍了。你有如此要求，老头勉为其难，也可以答应帮你个忙，把脖子伸出来吧。操你娘的！操你爷爷！两人酒坛子一撂，另选地方开打，故意将他们支开。怎么，你想独自返回长京吗？知道瞒不过你，不过有你在，老头跟孩子们定能安全回去，我对你放心。别给本座戴高帽子，这套我不吃。你这主意只能够瞒得了一时，毒不清那个老东西跟几个小的回到流放之地，发现你没回来，还会跑来救你的。届时还是得再次兴师动众，只是下次还能不能够走得如此容易就不知道了。公主与袁家有恩，她有难，我不能当做不知。你猜到了。他若需要你救，当日就不会赶你走，更何况你真要去长京救人，我且算你救成功了。那么之后呢？你要如何将他安置，把养尊处优的公主带回流放之地那个土窝窝，跟你一样每日粗茶淡饭，金钗不群。最重要的一点，你可有曾想过她愿不愿意离开长京呢？长乐公主有胆子瞒着皇室将你送出城，应该就已经想到后果了，可她依旧选择了留下来，为何？你焉知她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黎明将至，
整片苍穹陷入黎明前短暂的黑暗。一群黑影悄无声息地前进，将客栈后院围住。着夜行衣，黑金蒙面，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这次来了20多个，怎的还少了？房间被人置放的机关，反应稍慢的瞬间就被扎成了刺猬。漏网之鱼又从窗口窜了出来，再次中伏。窗外突然多了数张渔网，把冲出来的人跟网鱼似的兜住了。意外吧？想不到吧？哎呀，喝得烂醉如泥的人居然没在房间里等你们砍脑袋。哎呀，让你们失望了，对不住啊！另一边角落里，几个小子慢悠悠窜出来。这叫狡兔三窟。苏安笑嘻嘻的，嘿，幸亏大胡子叔叔说这窟窿多。断刀叔叔算准了，今晚会有人来。风叔叔计谋得当，让咱悄悄换了地儿睡。你们又骗我！小心！他话音还没落，3个大人已经各自抱着孩子们往院外纵开。砰的一声，院中巨响。别发呆，快走！此地危险，人有毒，小心！操你娘！敢弄田宝，那是在逼他赌老头拼命。8个大人瞬间交上手。白玉抱着田宝跟刚刚吐完的仨小子站到一边，紧紧盯着战况。他们很强，而且武功路数很怪，不像是我们平常所见的招数。我爹喜欢收集兵器，在我家兵器库里，我见过跟他们所用的一样的回旋刀，5刃，形状如眉，这是关外鞑子的武器。鞑子？田宝，把他们武器收了。耳边男孩悄悄说了一声，田宝眼睛一亮，小手微动，战圈里泛紫光的回旋刃平端失控，像是被什么东西往外吸到一处似的，最后齐齐跌落到墙角。干得漂亮！打架呢，你走什么神呢？回，走。咱们还有多久才能够回到家啊？清河边的稻子都快变黄了吧？师娘肯定已经生下小师妹了，可惜没看到她刚出生的样子，会不会跟田宝小时候一样皱巴巴的呀？唉，也不知道咱们菜园子里的果子被吃光了没。阿姨阿奶肯定会给咱留点的。阿哥，那大胡子叔叔又恶阴又凶的，你怎么敢往他那边凑啊？真不怕呀？那你们俩还敢往城东叔叔身边凑吗？不怕被他耍得团团转？唉，以前啊，以为这一辈子都出不了流放之地，没成想出来了，外面真的是天大地大呀。大胡子叔叔的阅历其实很丰富的，单枪匹马在外面跑船做买卖，还做得有模有样的，跟着他能学不少门道。他想做生意，想赚钱，不是爱钱，就是喜欢用自己的能力打江山，然后得到成果的满足感。那我想做文人，腹有文章，口诛笔伐，像这次长靖冒出来那些文人学子，敢跟皇帝跟朝廷讨伐批判，掀起坊间风向，最后愣是逼得狗皇帝让步，真痛快。苏武的理想更简单了，做买卖做文章我都不爱，我要打遍天下无敌手，以权会友，这才是真痛快。哎，白月，你以后想干啥呀？本少爷的目标做天下第2。滚吧，你第2，那小武得排第3去了。好好当你的少爷，来争什么排名啊？田宝，你呢？长大想做什么呀？田宝想也不想，想活着。你这就没法聊下去了。活着算个屁的理想，你不是本能吗？欠揍！田宝，活着好呀，带哥哥一块活呀。什么好处？我有钱呢，带上我，你跟独爷爷还有苏阿姨、苏阿奶他们，天天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不带你也能吃。有人跟你跑腿使唤还不乐意啊？田宝认真考虑，小脑瓜点了一下，跑腿使唤可以。那可说好了啊，一定要保我长命百岁。顷刻，甲板上就响起少年的惨叫。码头泊岸，这次分别没有丝毫伤感。呸！小子们，跟上！若是跟丢了，就讨饭回家。本座可不负责。咱们走，肯定不讨饭。白玉有钱，
嘘，才不露白，100两银票50张，咱不用揣银子，跟长东叔叔有吃的。长东叔叔遍地酒楼，吃撑了咱滚着走。两拨人马混入人流，分道扬镳。叶都，大胡子这次还算靠谱，给咱放在这儿了。杜爷爷，叶都是好地儿。这叶都啊，是江南府城，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江南富流油啊，城里住着的有钱人多得不得了。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嘿嘿嘿，走。流放地在西北，大胡子把咱们搁江南，这路是不是绕得有点远了呀？远点好。那么快回去做甚呢？外面好玩的多了去了，独爷爷带你们慢慢玩啊。白晓峰带苏文、苏武走另一条道。风叔叔，我们不进城吗？皇帝的人手早就查到我们一路航船逃命，各地都城及码头肯定都有皇家探子，说不定我们后头现在就有人盯着，先把人甩开了，安全了再说。有人盯着？那咱跑了，可独爷爷进城了，还有大胡子跟我大哥还在船上，他们岂不是危险了？独不清有保命符，危险不到哪儿去，倒是大胡子那儿就说不定了。希望大哥一路顺风，自求多福。唉，霍子恒教出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良心兄弟情按1钱半钱算的。货船离岸之后，立刻改变航道，进入回流放之地的正轨。大胡子叔叔，运河上的船总这么多吗？船多的时候会不会避不及撞上啊？瘟神一个个都送走了，留在身边的这个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大胡子心情好，不吝多说2句。撞什么撞？我12码头以河运营生，调出来掌船的都是有多年经验的老水手。撞船？谁敢让船撞了，老子就把他脑袋撞船上。苏安抹脸，往船后指了指。后面的船好像想来撞我们，那是要拿他的脑袋撞船，还是拿水手的脑袋撞船啊？是追兵，这群狗屁瞧着老子船上人少了，出来找事了。你早点出来，老子还敬你是条汉子。操你娘的！苏安闻言，立刻从衣襟里掏出个鼓鼓囊囊的袋子，一把塞他手里。这是独爷爷下船之前给我的毒烟弹，说有追兵打不过的时候就可以用了。这是长东叔叔给的，让别轻易露出来，危急的时候当暗器用，攻敌不备能保命的。你还藏了啥？苏安讪讪的又从小袍子下摆扯出个小布袋，打开，里头是一把泛黑光的离针。这个是田宝给的。扎敌人用？不是，田宝说你要耍奸诈的话拿来扎你。这话苏安藏在肚子里头了，坚定的点头。扎敌人。大胡子叔叔，我跟你一条心。哼，口蜜腹剑，油嘴滑舌。哼，就后头那3条船想让老子抱头鼠窜，小瞧谁呢？等来，老子让你看看12码头的本事。真以为他在流放地被压着打就窝囊了？那是没有好时机发挥。臭小子，让你长长见识。大胡子带小子在机关旁转了一圈。我的娘，大胡子叔叔，你太厉害了！撒手下去！谁让你上来的？没想到这么小的丝线竟然这么韧啊！啥东西做的？哼，屯天网上抽下来的丝，老子的杀手锏，他随便告诉你。我都看到了。看到了也没用，你没有。你有就行。大胡子叔叔，多带我见识见识。滚！10月，云城大街，一群衙差提着佩刀，凶神恶煞，从街道这头跑到那头，又从那边巷子窜到这边巷口，死命追前面穿着破烂、看起来疯疯癫癫的老头。站住！有种别跑！有种别追！你爷爷立马停下来！探着脑袋在街边看热闹的百姓不计其数，一个个的瞧稀奇。这老头我有印象，好像是前2日才出现在咱们云城的，他惹上衙门了，胆子可真大哎！你没瞧见啊？那老头遛衙差跟遛狗似的，人身上有好功夫，自然艺高人胆大，能怕了衙门。
我听说昨天杨大人府上进贼了，把库房翻得乱七八糟不说，还连偷2次。那老头被追得不冤枉。虽然杨大人不是什么好官，你偷吧就偷1次就算了吧，一晚上连偷2次踩大人的脸，不是逼别人死追你不放吗？还搁这跑，赶紧出城去吧。杜爷爷跑几圈了？6圈。这老头昨天晚上竟然又偷偷跑出去玩，让他多跑2圈。要回家。不急，今天就能到边城了，不远了。杜爷爷，不玩了，赶路了。来了。啊，城门。杜爷爷，你昨晚偷偷溜出去没带我们。这能怪我吗？那个杨府好歹是官家老爷，库房里竟然连1根好药材都找不着。回到破屋，老头越想越气不顺，又去光顾了1次，把他库房里的黄白俗物都拿走了。黄白俗物呢？在哪儿？哎，扔别人家去了。老子一户人家扔了1块银锭子金叶子，嘿嘿嘿。想把金银找回来，那得挨家挨户的去搜去。没剩下。剩下来干啥呀？你杜爷爷视钱财如粪土，扔出去的全是粪。我们的银子被人给顺走了，你既然偷银子，好歹给留点吧！啊，我跟田宝都3天没换衣裳了。嚷啥嚷啊？马上就到边城了，没银子咱也不好好的回来了吗？田宝，你说杜爷爷有没有做错呀？没错，劫富济贫。你们对。对了，鸡腿哪来的？咱不是没钱了吗？白玉偷的。明明是你拿银壳子买的。白玉瞄了眼小女孩攥起的拳头，背起这黑锅。哎呀，儿子，爹来接你了。马车后头跟着护卫，20-30重。老头子，你这次赶来的挺及时的呀。儿子，第1句话好歹说声想爹了呀。哼，对外人说谎也就罢了，对亲爹怎么能说谎呢？你这一身邋里邋遢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人也瘦了1大圈啊，出去吃不好睡不好，尽受罪了吧？哎，爹都说了，让你多带点银子。还好没带，全都被偷了。白魁视线往外看向独步心，老头看天，正好瞧见白晓峰的人飘飘落地，走到他面前，微笑着扔给他1张纸，1手臂长。这啥呀？账单？什么账单？2万两！老子劫富济贫1次最多也就弄个180两，你他娘的丢过来张纸就敢写2万，大劫比偷更好赚什么？你姥姥！本座亲制的人皮面具1张就价值1000两以上，还有市无价。你算算，一路上你们这些人换了几次脸？看在老乡的份上，已经给你们抹了零了。莫要赖账，老子赖账，你能奈我何呀？尽管撕，本座多的是，撕了多少，最后一并记入账目上。1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莫要忤逆爹。田宝下巴往下掉。1日为父，终身为父，干爹免个单。亲父子明算账，免单没有，有免谈。如此，还有子承父业一说，干爹你易容的本事传一传。天亮了。哎呀，儿子，爹来接你了。马车后头跟着护卫，20-30重。老头子，你这次赶来的挺及时的呀。儿子，第1句话好歹说声想爹了呀。哼，对外人说谎也就罢了，对亲爹怎么能说谎呢？你这一身邋里邋遢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人也瘦了1大圈啊，出去吃不好睡不好，尽受罪了吧？哎，爹都说了，让你多带点银子。还好没带，全都被偷了。白魁视线往外看向独步心，老头看天，正好瞧见白晓峰的人飘飘落地，走到他面前，微笑着扔给他1张纸，1手臂长。这啥呀？账单？什么账单？2万两！老子劫富济贫1次最多也就弄个180两，你他娘的丢过来张纸就敢写2万，大劫比偷更好赚什么？你姥姥！本座亲制的人皮面具1张就价值1000两以上，还有市无价。你算算，一路上你们这些人换了几次脸？看在老乡的份上，已经给你们抹了零了。
莫要赖账，老子赖账，你能奈我何呀？尽管撕，本座多的是，撕了多少，最后一并记入账目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莫要忤逆爹。田宝下巴往下掉。一日为父，终身为父，干爹免个单。亲父子明算账，免单没有，有免谈。如此，还有子承父业一说，干爹，你易容的本事传一传。天亮了，进了边城，回到流放地，皇帝的人拿我们就莫可奈何了。他们以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必定会下重本。操他娘的，又欠人情了。不怕，欠多了就记不清了。还是我田宝聪明。马车一路踽踽而行，白府马车有徽记，出关畅通无阻。这几个月，流放地又来了2波流放犯，扎脚红土崖跟开石村。我查过，身份暂无可疑，倒是内城上个月突然间来了几个高手，半个月的功夫打遍街头，武功招数很是新奇。白魁看着自己儿子，又看看寡言的小高手。天宝，有空的时候可以让玉儿带你去瞅瞅，多长见闻。老头三角眼立刻瞄准白魁，眼睛眯起，十足警惕。他又嗅到不怀好意的味道了。土北山清河旁的稻田，大片大片金黄色，一大一小身影从芦苇荡外踏空而至。小的们，独爷爷回来喽！阿爷、爷、二叔，田宝回来啦！独爷爷，田宝可算是回来了。今儿可不干了，走回家。孙女出去几个月，终于回来了，还干什么活啊？先回家陪孙女。哎呀，几个月不见重了点啊，还好爹架得住。怎么样，在外头没少折腾你独爷爷吧？回家，娘这段时间一天几十回的念叨田宝，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独老，你的药园子秀儿打理的可好了，家里还给你留了好些你爱吃的果子。走，回家。田宝回来了，独老也回来了，什么时候断刀大人也回来，就更人齐了。可不是嘛，还是人齐好，热闹咱还安心。这话说的，咱们土北村啊，可不同以往了，名声早就打出去了，寻常小小不敢来。不过田宝跟独老他们在还是不一样，就像那个什么定海神针。说得对。苏老父亲自带着2个儿媳跟女儿进灶房忙活，杀鸡宰鱼，忙活得高兴。独爷爷，你跟田宝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我跟小五9月就已经到家了，大哥也只比我们晚几天。可不是啊，我以为你们贪玩最多也就是迟到几日，结果等到现在，差点以为啊你们在外头出了啥事儿回不来了。不用说了，肯定是带着田宝跟白玉到处去玩了，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呗。独爷爷，你干好事儿，好歹也记一下你自己啊！看看你跟田宝，你们讨饭回来的。师娘生下小娃娃了，霍家堂屋门口摆了个小筐子，小娃儿就躺在里面睡觉。田宝趴在筐子边缘看，满脸好奇。师娘，小师妹好小啊！也不看看你小师妹才多大点儿，4个半月，能不小？你刚来土北山那会儿也是4、5个月，跟你小师妹一样样的。我小时候这么小吗？可小了，我抱着你都不敢使力，就怕把你给勒着。此次出门可有感想呢？有，长津的人好奸猾。霍子恒跟霍氏双双一愣，随后齐齐笑看。在朝谋事者哪有心思简单的？以此次中了别人的借刀杀人之计，不是你不够聪明，是阅历见识未够。只有走出去看得多见得多了，方才能明白这世上既有千千万，有知方有解。不着急，你还小，未来长着呢。白玉当晚连夜又来了土北村，回家吃个饭，沐个浴，换了身干净衣裳，特地来看望师傅师娘，顺便看看小师妹。完了就没回去，死皮赖脸的在独老头院子里住了一宿。当夜孩子们睡去之后，苏家小院里，一群大人提了张小凳子坐在院中，漫天繁星下欢笑晏晏。出去一趟长了见识就是不一样啊！几个娃子回来看着跟以前变了许多，眼睛更亮了，精气神也拔了一大截儿来。孩子们有一帮师傅带着教着，那肯定要比咱们有出息的。这还用说呀？哎，我跟苏二没有这样的机遇，要不是这次被流放啊，一辈子撑死了。见过最大的地方就是大槐村外的镇子，
咱们俩以前还私底下商量过去县城看看来着，结果商量了好几年，一次都没去成，每次都是临行前退缩了，没那胆儿，就怕去了大地方，万一冲撞了富贵人，连家都回不来。说起往事，兄弟俩感慨唏嘘过后，竟觉庆幸。师兄师姐，今天上个完课玩去。看你眼睛滴溜溜的转，就知道没打好主意。上哪玩？内城，敢不敢去？这几个月我们不在，内城来了新高手，特别嚣张。大放角色说内城人通通不行。正好今天两极方开擂台，听我爹说那些人已经报名打擂挑战了。我让我爹在两极方留了位置，咱看看去。仨小子对视一眼，去。中午饭后，这些个小兔崽子又带着田宝峰去了，一个个的都欠收拾。我烧火棍呢，扫帚呢，锅铲呢。风云城独老领头带着5个小尾巴大摇大摆进城。哎，好久没来了，城里这些龟孙儿还是这么胆小。崽子们，咱们先去望阙楼走一趟，再去白府逛一圈，顺便在街头巷尾溜溜，找找熟悉感。杜爷爷，咱今儿是来看打擂的，走走逛逛什么的，下次。杜爷爷，我刀等着用呢。这么久了，不管是白府还是望阙楼，都没能查出来那些人打哪儿来，这身份背景也太神秘了些吧。拳头还硬，5天前老子挨了他们一拳，现在胸口还疼着呢，操他娘！大家伙猜猜他们到底什么来路？我瞅他们这样天天找人打架累积名气，怎么有点想要跟白府望阙楼抢地盘的架势啊？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啊。要是没人能够压下他们，一准儿又是另外一个土北山。白玉，你见过那些人了吗？白玉鼻子朝天，异常不屑。他们是什么东西，本少爷得见。要见可以，但是他们得拜见。总有一天，小爷也要这么牛逼。那你得有个白玉那样的爹。本少爷需要靠爹？切，你是瞧不起你师弟，有种武斗。苏文，你完了！回去我就告诉阿奶，你嫌你爹是个种田的。北城小广场两极方门前空地已经搭好擂台了。子怡叔叔呢？子怡叔叔前几个月都是擂主，今天也会上场。打得过吗？叫打过才知道。擂台上，子怡是第一个出场的。我怎么感觉那个人一拳头就能够把子怡叔叔打趴下呢？去，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几个绣花枕头就把你吓住了，你好意思说你自己是土北村的人？打了！杜爷爷，他真的是绣花枕头？老头悄悄咽了口口水。一声锣响，双方交手，台上残影重重，台下吆喝呐喊声渐渐消失。两极方3楼，你们看得清吗？看得清。招数确实怪，这种打法爷爷从未见过。五爪如钩，以腕为盾，竟然能在剑影里毫发无损。天宝，怎么了？他瞪我，我瞪回去。循着田宝视线看过去，焦点是擂台下坐在椅子上等着上场的人之一，一老四小齐齐眯眼，紧接着眼睛一张，全朝那人瞪。比眼大，谁没眼睛似的。那方坐着尚有4人，作为守者瞧着台上战况，目不斜视。回去领罚。旁侧闷闷一声，遵令。而子怡右肩处赫然插着一枚3角镖。操，这王八蛋有暗器偷袭！怪不得打遍街头无敌手啊，感情都是玩下三滥的招数赢的名堂。打不过早说呀，装你娘的葱鼻猪！下台！要用暗器就该一早言明，玩这等手段贻笑大方。我呸！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滚下来！赤胳膊壮汉丝毫不以为意。真是一群无知鼠辈！此处是两极方擂台，只规定开擂可接受任何人上台挑战，何时规定不许台上用暗器了？眼看要输了就喊老子下台，莫不是你们风云城的人接触不起啊？操你娘的！你说谁输不起？耍手段就是耍手段，还大言不惭的提规矩，从哪儿冒出来的蛆虫，死不要脸！你若明刀明枪的，子怡早就把你打下台了。不为耍口舌逞能，老子就在台上，谁若不服，待老子把这个小白脸打下去，你等一刻来同我挑战。子怡压下肩头，入心痛意。废话无需太多，谁输谁赢，战过方知。嘿，你既然着急归西，老子这就来送你。两人一触即分，错肩而过。赢了，卫一赢了！哎呀，目中无人的龟孙儿，以为在街头赢了几次就无敌了，那是你们没遇到内城真正的高手。今儿教你们做人。哎呦喂，归西了，归西了！哎，下面的还不把你们的人抬下去啊？对了，看你们初来乍到的，对内城不熟悉，老子就好心提点你们一句：城西出去有乱葬岗。
那王八龟孙子是想捡便宜收子怡叔叔人头。白月，2级方是你家的吧？快想办法叫子怡叔叔下来。不打了，不打了。2级方有2级方的规矩，规矩不能坏。有人上台去挑战，不管任何情况都要迎战至胜负分晓为止。同样的，胜负分晓后若有谁又不服，可以继续上去挑战，不分主次。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有，让子怡叔叔主动认输。子怡叔叔，不打了，认输，认输吧。子怡隐隐听到，强自回头望了一眼，紧接着眼前一黑，轰然倒下。那只镖上有毒。不对，这小娃娃不是总坐在独步青肩上那个吗？他扛着的那把刀不是断刀从不离身的武器吗？可唠唠的，这什么情况？天宝，你这个瓜娃子赶紧下来，擂台是大人玩的，你一个小娃娃上去凑什么热闹？哎，走走走，杜爷爷抱你下来啊，乖啊！老头飞身进擂台，伸手就要把田宝抱起。切，你们风云城在外凶名赫赫，此次我们几个本着见识见识前来一探，没想到遇上的全都是孬货，简直徒有虚名。怕死就别上来，上来了就等死了再下去。擂台岂是能玩的地方？杜爷爷，他刚瞪我要揍他。哎呀，天宝行，你要揍他是吧？杜爷爷替你揍啊！你下来，我来。小丫头要是出什么事儿，她还活不活了？我的小祖宗哎！黄眼瞧见小丫头背在身后的一只小手悄悄比了个手势。哎，杜爷爷劝不动你，既然你要玩，那就玩一把啊，就一把。台子另一边，3个大汉也在暗中打哑谜。仔细看，定要看清楚了。是，来，送你归西。小娃娃说大话是要送命的。哎呦喂，居然能够跟小孩子打这么久。吃不了，爷爷看你骨骼挺清奇，你是从哪个阴间钻出来的？年纪轻轻就知道用脸吓唬人了，你爹娘见过你这副尊容吗？高高壮壮跟个熊瞎子似的，凶成这样，你他娘什么品种啊？来来来，告诉小少爷，你是怎么做到跟小娃娃打面不改色的？这脸皮叠的得有15层了吧？能是什么品种啊？不是蛤蟆就是田蛙，蛤蟆压田蛙，长得丑，玩得花。跟着小娃娃放狠话，蝙蝠身上插鸡毛，先看看你是什么鸟。哎呀，漏了！哎呀，悠着点啊，蝙蝠娘，真漏鸟了！你他娘的说话能不能有个把门的呀？啊，小娃娃打着呢，别什么荤话都往外蹦，回头独步青弄死你！在观台上，赤膊佬俨然动了气，招式开始零中出乱，田宝却丝毫未受影响，大喊屁股流血。长得还好啊，一刀砍下去就是对手中下盘。嘿，小儿猖狂，找死！癞蛤蟆，话多，呵！好，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天宝，干得漂亮！前来挑战者5人，于台下3个。将人抬下来，我们走。大哥，我们上去跟他打。刚才要不是这些人故意说话扰人心神，四弟根本就不会输。哟，拉屎不出怪地硬吗？我们看擂台的说话犯规了吗？2级方有规定，看打擂不能说话吗？哼，本事不够承认了就是，爷爷还称赞你一声输得起。输不起就滚吧，嫌丢人现眼不够呢。2级方接到另一处高楼，回望阙楼。主子，那些人还没走，不怕他们再出阴招上来填宝吗？他们不敢，否则他们出不了风云城。听风扭头回望一眼，果然见那方挑战的人看着抬着折损的2位离开了小广场。田宝一行回了3楼，子怡已经醒了。我看了半局，没想到田宝功夫也如此厉害。哼，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儿。我妹妹，我师姐。那些人不似中原人士，我猜测他们是异域来的，但是究竟来自哪一处却不能确定。督老还有你们几个小孩，仍需谨慎为好。这些人心狠手辣，手段下作，此次接连在擂台上折了2人，恐不会善了。你要养伤？需将养一段时日。若怕，去土北村，我保护你。这是报恩吗？是。我若去了，恩便报完了，你我便两清了。当然。那我下次再去吧。田宝一下蔫儿罢了，想报个恩怎么那么难呢？回到土北村已是下傍晚。田宝，记住毒爷爷的话了吗？下次真的不许再这样干了啊！我这一把年纪了，可不禁下了。苏文、苏武仨走在后头，
要是换我上场，我肯定就回不来了。田宝咋那么厉害呢？咱明明一块儿学的功夫。只要不跟田宝比，不跟2个师弟比，你还是可以的。没事儿，不能无敌啊，你也还能捞个天下第6，不差了。你们离我远点，会不会安慰人？谁安慰你了？叫你认清事实，别总做梦。嘻嘻哈哈间到了霍家小院门口，杜爷爷，哥哥，你们先回去，我一会儿回来哦。又去干小师妹去了。上哪儿疯去了？给你小师妹说说，她听得多了就能学上了。娘子，干啥？不是，他现在在家中的地位排第3。田宝可是有事要跟师傅说。田宝点头，拿过搭在灶头旁的烧火棍，从灶口下方扒出一些灰弹瓶，随后在上头以烧火棍代笔，顷刻画出一个古怪的印记。师傅，你认得？天宝，你先回家，明日早学时你师傅再跟你说。去，先回家吃饭。走出霍家小院，田宝偏头看向西边天际，残阳如血，跟师傅的眼睛一样红。田宝，这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去你师傅家来，快来灶房啊，开饭了。阿奶回来了。内城麻雀巷巷尾民宅，我一直盯着台上，半刻不曾错眼，确实没有看出任何诡异之处。他跟4弟对战的时候，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夫，确无可疑。可是这才是最奇怪的，一个几岁的小娃娃，乳臭未干，也是打娘胎里开始练武，也不过短短数年功力，怎么可能打败4弟？他们兄弟5人习武30多年，实战无数。徐老二一拳狠狠砸在身侧古旧死角桌上，砰的重响。大哥，今日初次撞上，我们便折了2个亲兄弟。白府跟望阙楼的人也一直在盯着我们，想要在此成事，怕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容易。都说流放帝是拳头硬的说话，然事实并非如此。内城这些骡子们非常排外。屋子里能用的东西别锤，不精打，也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真正目的。白晓峰的弩炮被击落，12码头的吞天网变成废网，这2场打斗里都有小苏家的那个女娃娃。什么高人不高人，从未有人见过，是不是有这个人也未定。但是那个小女娃的身上必有诡异之处，只是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瞒过外人的耳目罢了。不管是弩炮还是吞天网，皆是能用在战场上的大杀器。那个小女娃在这2种武器之中竟能够毫发无损，还反而让对手吃了大亏。这等能力，她一人之能可抵一营之军啊！主上令我等需要牢记，此类异能为我所用最好，如若不能，必要处置，否则假以时日，待他羽翼丰满，便是我们的结束了。霍子恒还活着呢，做好准备，3日内离开。老大，硬拼我等不敌，此事需要请示主上，从长计议。夜，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满天繁星点辉相映。小苏家院子里，老婆子、老头、汉子、妇人们坐在一块儿，聊家里的菜园子，聊还没有晒干的稻谷，唠唠村里家长里短，笑声一阵一阵的。旁边独老头院里也坐了一对小孩，苏恩、苏文、苏武仨这个时候没敢在家待，特地跑过来躲骂的。白玉说的内城来的高手就是那5个，现在5个只剩下3个了，想在内城异军突起肯定是不成了。那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用暗器不说，还使毒，就得打得他们爬不起来才好呢。哼，除了毒爷爷，他们那伙人应该就是第2波整个内城都不喜欢的人物了，犯了众怒，怎么可能在内城待得下去呢？小爷敢打包票，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灰溜溜的卷铺盖走人。你小爷啥小爷？说大声点！苏武立刻捂嘴，眼睛弯成憨憨弧度。他要是敢说大声点，让阿姨阿奶听着了，他回去就得被揍得满头包。田宝，定要记住爷爷的话，下次真不能这么虎了啊！有白玉那小子在，他肯定也会多照应照应子怡的。保有数。你要是没数，老子敢让你挑泪，当时我就赖在台上不走了。哼，亏得你有吸的能耐。宝，你最后一招吸飞镖了吧？吸了，吸到身上了。他要是说没用空间力，用真功夫打的，他怕毒爷爷会缓不过气儿来。哎呀，幸好，
一个黄澄澄的橘子递到他面前。吃果子，压惊。看在你特地的孝敬，那我就吃了。旁边3只伸出手，摊在老头面前。杜爷爷，见者有份啊！苏家老汉，老嫂子，这3小子又商量去打架了。杜爷爷，相煎何太急呀？爹，那几个露胳膊的查出底细没有啊？还没有呢，正在查着。儿子啊，这件事急不得，再给爹爹一点时间。那些人的来历比较神秘，那就别查了，直接杀了。给白晓峰递个口信，告诉他那3个打赤膊的打上了田宝主意了。主子，论查消息，咱白府比不上望雀楼，这种谎话白晓峰未必会信。我知道他不会信，但是不管信不信，他都会动手。白晓峰的性子，只要他不高兴，下手根本用不着理由。望雀楼，白晓峰同样在下令。想跑？听风，给12码头的长胡子传个消息，那几个人在内城吃了瘪，知道内城不好混，开始打上外城的主意了。主子，那3人就在12码头，背着铺盖准备搭船离开。消息递过去，大胡子能信吗？那群人来15个，走13个，这不是准备回去招兵买马，一战外城吗？注意白府动静，白玉跟苏家小娃儿要好，白府接下来许会有动作。那我们可要派上人手。派什么人手？白魁外中内奸，时时想要算计我望雀楼。他要是动了，我们便按兵不动，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12码头总舵接到帮中探子回报，大胡子坐在石宝石椅上，微眯长眼沉吟。在内城损了2人，剩下的3人这就灰溜溜的逃了。那3人还在码头？在3分舵码头，我们的人一直在暗中盯着。下一趟离岸运船半个时辰后起行，去往凉州。他们要在何处下船？凉州。凉州是水运中心的枢纽，连接的航线至少有8条。这些人倒是精明，故意在凉州下船再转陆路。如此一来，他人想要摸清他们的最终去处便难了。哼，去3分舵。爹，那几个露胳膊的查出底细没有啊？还没有呢，正在查着。儿子啊，这件事急不得，再给爹爹一点时间。那些人的来历比较神秘，那就别查了，直接杀了。给白晓峰递个口信，告诉他那3个打赤膊的打上了田宝主意了。主子，论查消息，咱白府比不上望雀楼，这种谎话白晓峰未必会信。我知道他不会信，但是不管信不信，他都会动手。白晓峰的性子，只要他不高兴，下手跟白晓峰同样在下令。想跑？听风，给12码头的长胡子传个消息，那几个人在内城吃了瘪，知道内城不好混，开始打上外城的主意了。主子，那3人就在12码头，背着铺盖准备搭船离开。消息递过去，大胡子能信吗？那群人来15个，走13个，这不是准备回去招兵买马，一战外城吗？注意白府动静，白玉跟苏家小娃儿要好，白府接下来许会有动作。那我们可要派上人手。派什么人手？白魁外中内奸，时时想要算计我望雀楼。他要是动了，我们便按兵不动，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12码头总舵接到帮中探子回报，大胡子坐在石宝石椅上，微眯长眼沉吟。在内城损了2人，剩下的3人这就灰溜溜的逃了。那3人还在码头？在3分舵码头，我们的人一直在暗中盯着。下一趟离岸运船半个时辰后起行，去往凉州。他们要在何处下船？凉州。凉州是水运中心的枢纽，连接的航线至少有8条。这些人倒是精明，故意在凉州下船再转陆路。如此一来，他人想要摸清他们的最终去处便难了。哼，去3分舵。此次我们输在对此地不够了解，待回去回禀之后，带足人手再来。不管是那个小女娃还是那些老的小的，皆是狂妄之辈，这种人只能斩断他们的脊骨，压不了他们低头。他们的势力已经萌芽了，必须要斩草除根，否则我们此行在主上面前便是过大于功了。待我们再回时，定要将这个流放之地杀个干净，替4弟5弟报仇。大胡子没再听下去，离了码头，召来3分舵管事，传令下去，今日3分舵所有船只不许离岸，令传令1堂主码头设阵。管事不敢多问，即刻听令行事。天堂有路你不走，到老子地盘开地狱门，给你们俩弟弟报仇，
别去，成了鬼魂以后，再寻思把你们自己的仇一并报着吧，老子等着，想杀干净谁呢？为时一刻，3分舵码头现血战。事情传到土北山，已经是1日中午了，打完了。码头的船迟迟不起行，那3人起了怀疑，这时候想跑已经来不及了。30几个高手围剿啊，30里各出了10来个高手，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愣是没找着出手的机会。没想到大胡子竟然还能听得懂南桑话，有点小瞧他了。总归结果暂时是好的，以后那边还会不会派来人不一定。我爹说流放地越来越不平静了，树大招风。大胡子为什么会帮忙啊？哎，这不像他的行事作风啊。这还得问我啊？怪只怪那3个人太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说回头再来要把流放地杀个干净，那不也把大胡子算在内了吗？先下手为强。隔壁院子传来老妇人的吼声：“你们几个小崽子又在商量啥呢？该练功了！”再练。哎呀，兔崽子，他那耳朵还没聋呢。哎呀，大强、月兰、秀儿跑哪儿去了？娘，秀儿去村口了，说去瘴气林取些染了瘴气的木头制药。一道身影伏在瘴气最薄处，腹下溢出大片血迹，将枯黄的干草染成了红色。对不起，你撑住，我叫人来扶你。瘴气林离村口不远，一个来回跑着用不了多少功夫。很快苏秀儿带来2个帮手，是恰在河边担水的王川跟李小小。哎呀，我的娘啊，这是遭了什么事儿啊？肚子上怎么这么长一道口子啊？看这个样子啊，也是个混江湖的，估摸着是遇上了仇家。哎，在外头打打杀杀的，真不如安分种田，过日子安稳。江湖是好混的，刀尖铁血，今天睡下去了，能不能见着明天太阳都难说。俩汉子叹息间，已经把人扶到独老院子前。独老，村口有人求救，不知道是不是12码头的大胡子，您快来瞧瞧。大胡子来求救？哎呦，哎呀呀呀！来，老头看看，把人抬去药房，快！老头语气凝重。王川跟李小小对视一眼，不再二话，先把人抬进药房。把人放上去。秀儿，把药案抽屉里的银针跟羊肠线拿出来。田宝，快来，干活了！我刚才掐了他一下，我也偷偷捶了他一下。小苏家一众50都在家，苏安、苏文、苏武都在，白玉也在，就连霍子恒也来了。一众人里，苏安是最忧心如焚的。或是抱着小麦穗最后赶过来。真是大胡子？应该是。伤得很重，从左腹到胸口几乎是对半开了。这次玩的可真大，你俩咋没给他最后一击？多好的机会，不定外城就重新洗牌了。娘子，莫要乱说话，要下这小麦穗了。事关女儿，或是立刻闭嘴了。一门之隔，药房里氛围第一次如此紧张。秀儿，给他把肚子缝起来。独老，我不会。你缝衣裳不是缝得很好吗？把它当做衣裳。我要研药，时间太紧了，多耽搁一会儿，这狗逼就得嗝屁了。天宝，玄参、蝉翼、杏石、八月札、千里棘，锁骨丹根。他念一个名称，田宝便掏出一众草药。顷刻，药案上就堆了20几味药。苏秀儿还站在长椅前，手上捏着已经穿上长线的银针，脸色很白，手不停地发抖。多耽搁一会儿，这狗逼就嗝屁了。我给你缝伤口，忍着点儿，只要撑下来了，你就能活下来。我不知道你在何处遇袭，你竟能跑到土北村求救，定是想活着的，对吗？撑住，一定要撑住。霍先生、霍娘子，上我们家坐坐。老柯啊，秀儿午饭特地蒸了一碗米糕，专门给小麦穗的。瞧这小丫头咂嘴了，怕是饿了呢，正好能喂上。要说不说呀，秀儿做饭就是手巧。小麦穗，走，咱们上苏阿奶家吃好吃的。秀儿，等你呢，一块回家。来了，你上回不是说想试着做蕉叶粽吗？我跟大嫂特地往山上找，嘿，真让我们在山背后找这一株野蕉，叶子已经摘回来洗好了，等晾干了，你想啥时候包，我们跟你一块儿。
找着了？你们啥时候去找的？我咋不知道？也不叫上我。你一天天的净干事儿去了，什么都叫上你，不把人给累死了？真是，整日里跟骡子一样转，就不能让自己多歇歇呀？啊，一家人你再这样，那可就是故意生分了啊！妇人们交谈着离去了，笑声低低的，洋溢自在欢快。他跟咱土北村那么多的恩怨，都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怎么想的竟然跑过来求救啊？能不来吗？论医术，整个流放地毒老是数第一的，来了还有一线生机，不来就只能等死了。哎，事情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呀！哎，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土北村跟12码头的关系，现在竟然说不清道不明了呀！这有啥奇怪的？流放地不就这样？你们是没去过内城？哎，城里的早上在街头铺一块杀红眼，晚上就能坐一块喝酒称兄道弟了。第二天酒醒又打到一处。嗨，反正不管咋样，咱们现在已经是土北村村民了，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便是。再说了，想报仇也打不过嘛。大胡子昏昏沉沉睁开眼。大胡子叔叔，你总算是醒了，你都睡了3天了，再要是不醒的话，我真以为你要醒不过来了。毒爷爷说再不醒，给你灌粪肥。大胡子一股呕意上喉，直接牵到伤口，疼得他想一了百了了。不亲。哎，孙子，叫你爷爷呀！来来来，告诉爷爷，谁给你开膛破肚的？滚你爷！不识相了不是？要不是想知道是谁干的好事儿，爷爷会救你。安分点，你现在是老子砧板上的肉，知道不？卖什么关子？赶紧说，等着呢。毒老，他刚醒，应是没什么精神的。那重的伤，昏睡了几日，身子还虚得紧。秀儿，你给这东西煲汤，他配合吗？他付钱，用药材抵银钱也行。毒老，这是小安让炖上的。小娘们儿，在林子里，是你救老子胡子吧？销售背影一僵，落荒而逃。哼，差点被开成2半，肚子里的东西好险，勉强兜着。就这还想吃饭？怎么着急找阎王爷喝茶呢？被怼一通，大胡子难得没扛嘴。大胡子叔叔，你的功夫也不赖了，除了我妹妹，还有谁有这么大能耐，能够把你砍成这样啊？不知那日我去6分垛处理帮务，突然中的埋伏，随行的人全折了，只有他一人拼死逃了出来。老东西，帮我给12码头就近分垛递个消息，我说老子还活着，免得有人趁老子不在蹦出来搞事情。传啥传呢？老子直接把你送回去更省事儿。不走。你再说一遍。老子不走，哪天伤好了再说。操你娘呢！你让土北村给你当保镖呢？不要脸这种事儿，习惯了就不会再不好意思了。老子现在就剩一口气了，这爬出去跟找死有什么区别？保命事大，不走就是不走。没有哪儿比这儿更安全，他又不傻。信不信老子挖你祖坟？出药材，老子缺吗？任凭老头在旁跳脚，大胡子眼一闭头一歪，睡得又香又沉，安心亦放心。毒爷爷，送他走吗？留他吧，留吧。人最终还是留下了。3码头前脚被杀吃不老，大胡子后脚就被人刺。整个流放地能给大胡子这等重创的人屈指可数。撇开土北村小田宝不谈，只剩下白晓峰跟白魁2位了。但是这2方势力并未动手，那动手的人究竟是谁呢？气温降得很快，早上起来已经需要穿薄袄子了。咱们上次去内城的时候啥时候了呀？我都快忘了。再有1个月就是过新年，到时候就让咱毒爷爷一块进城看热闹去。苏武嘴里塞得满满的，口齿不清。怕是不成，外面形势紧张，到处都有些不太平，最好先别往外跑。小子们脑袋立刻往他跟前凑。还没查出来，连风叔叔都没有眉目。我跟你说，连他都掌握不到消息的。
不一定是他情报网覆盖之外的势力。他已经开始着人往那边查了，但是范围不小，一时半会儿的没那么快有回音。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急也急不来。在此之前，我们最好小心谨慎为上。对方突然杀出来，这次倒霉的是大胡子，下次倒霉的说不定就是谁了。几人身后院墙上方突然冒出个脑袋，满脸络腮胡。我的饭呢？腊肉白菜，谁要吃炖豆腐呀？一点味都没有。身为一帮之主，打从兜里有银子之后，他就从没委屈过自己的肚子。隔壁院子灶房，一个小身板闪了出来。哎呀，你看你这性子急的，是不给你肉吃吗？就是不给你吃。想要吃香喝辣，回你自个儿的狗巢，到时候谁敢忤逆你的意呀？你说是不是啊？大胡子牙齿咬得咔咔响，冷笑。有句话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老子就不走。哼！什么神不神？脑子咋这么不记事儿呢？你是鱼肉啊，鱼肉！后方灶房，秀儿，我瞧着大胡子这样恼了，还不给他吃点有味道的呀？要不给他做点肉吃？不是故意不给他吃，毒老说大伤的人至少3个月内只能吃清淡好吞咽的东西。我私下里还特地翻过毒老给的医书，也是这般写的。大胡子伤口现在才刚刚愈合好，肚子里的肠子能不能正常用还不一定呢。刘月兰和大香突然有点吃不下了。操！大胡子这吃又吃不上，抢又不敢抢，还得见天的受那读不清那老东西的挤兑，这日子没法过了呀。豆腐、青菜、咸粥、素面条，端回去，不吃。苏秀儿无声叹了一口气，低眸走到他旁边，把碗放下。我问过毒老了，腩肉炖烂些你能吃，这是我爹托白玉特地从内城捎来的，你先将就吃，等伤养好了，你想吃什么便不会有人管了。你莫要怨怪毒老，他只是嘴上不饶人，拦着你胡乱吃，实在是为了你好的。大胡子低眸看着那碗饭菜，眸光明慧跳跃，不语。大胡子顿了一下，从腰间抽出块腰牌扔了过去，故意看妇人手忙脚乱的接。吃过这顿我就回去了，拿着这块腰牌，日后在外城可随意走动，12码头的人不会为难你，算是还把老子当衣裳缝的人情了。苏秀儿把腰牌还回去。我一个富人家，平日除了待在土北村，少有去外头的时候，这个东西我用不上，你收回去吧。别跟老子推推搡搡，你烦不烦呢？东西我既然给出去了，你就拿着，用得上就用，用不上最好。老子只是不想欠人情，你也别太放在心上，我给的面子就这么点儿，多了没有，别太贪心。气得苏秀儿转身就走，大胡子立刻端起碗大快朵颐。吃慢点儿，饿死鬼投胎呀！啊，怎么上辈子没吃过蒸腩肉啊？老杜，这次谢了啊！你这就不对了呀！你骂我呀，侮辱我呀，不然老子这一肚子的骚话没地儿说呀！准备滚蛋啦！该回去了，不然帮里要真的乱了。他12码头帮众很多，但是要找几个忠心耿耿的，一个巴掌都找不出来。他心里很清楚。好走，不送。读不清一句挽留都没有。你跟天宝送我一程，免得我死半路上。死呗！哎呀，要送你一程嘛，也不是不行。这次你狗命是老子捡回来的，秀儿那儿你都送腰牌还人情，那老头子这里你总不能省事儿吧？不用多了，给个10块8块腰牌啊！我给你大爷！老子前脚回总舵，后脚你就去霍霍分舵去了。现在老子手底下的人，哪个不是见了你跟田宝就腿软？你还用得着腰牌？滚去西山！土北村又不是只有老子跟田宝，整个村人口都快上千了，全都挤在这屁大点的地方，半步不敢多走，都是被你12码头给吓的。你知道自己个儿有多招人恨吧？这次村里没趁你病要你命，那都是人情啊！怎么不用还呢？你不如直接说你要帮土北村堆名声，让外面知道我12码头日后连土北村蹦出去的蚂蚱都不敢惹。你个老狗屁的！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大胡子空饭碗一撂，暴走回去的。但是大胡子回12码头没2日，就有话传出来，日后12码头跟土北村井水不犯河水，谁敢在中间挑事儿，自个儿把脖子洗干净了。跟土北村几里地之距的图南山万家庄里，万福背着手在华贵大厅里团团转，满脸愁容。刘叔，帮主这次回来养伤，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难道在土北村吓破胆了？不好说啊，小苏家高手，我们确实打不过，再加上帮主的命是独步青救回来的，凭借这一点，帮主若是不给土北村些脸面，说不过去啊，少不得要被骂忘恩负义之徒啊！帮主什么时候在唬这些啊？那倒是没有。那他娘的，这以后咱们见了土北村的人不得绕着走了，要不对方万一先挑事儿，最后洗脖子的还是我们。来人，把苏良拖出来给老子狠狠打一顿！惹不起小苏家，他还奈何不了大苏家吗？要不是苏良犯事被流放地外城根本就招不来田宝那小祖宗啊！小祖宗此时刚从12码头3分舵蹦蹦跳跳走出来。哼，大胡子真不是个玩意儿，天天玩心眼子，他到底是咋知道咱计划的？次次突袭分舵都扑个空，他总不能把所有分舵的人全都撤走了吧？为了不让爷爷玩，连地盘都不要了。独爷爷，去总舵玩，大胡子总不能跑。哎，不成，他上次被刺杀没死成，不定现在还有人躲在暗处，准备再弄他一回。咱们呢，可不能去当救兵啊！再有几天就过大年了，过完年再说吧。一枚暗器擦着他头皮飞过。哎呦，我去他娘的！阴沟臭老鼠转移目标找爷爷头上了。天宝，快，去总舵！独爷爷，4个。完了，肯定是上次杀大胡子那会儿。打！哎呀，不行啊！拳脚功夫独爷爷排不上号，找大胡子，顺便让他自己把仇报了。进天关，流放地外城白雪皑皑，除了一跑一追2拨人马，方圆10里不见人踪。天宝瞧好啊，爷爷背心空着呢，别让爷爷变刺猬。人甩开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这天下轻功能及独爷爷的，往后50年都出不了。真的？老头在芦苇荡前停下。孙子们快出来，来壶热茶，爷爷要压惊。空旷雪地四周，随着老头一声嚷嚷，骤然人影浮动，将4名杀手包围，全是12码头的人。几只臭老鼠，真以为你爷爷年纪大了，功夫不济了？要不是为了引你们继续追，故意放水，就凭你们几个，连爷爷的衣角都摸不着。狗屁玩意儿！上次被你们偷袭得手，这次老子都要看看你们还能不能再把老子给劈个对半。计划是当日他离开土北山时，田宝、白玉跟苏安几个小子找他一并商量定下的。依霍子恒揣测判断，当日这些人之所以袭杀大胡子，是因为大胡子当日发起的码头围剿，让某些势力看出流放之地几大势力看似争来斗去，实际上暗地里已经开始同气连枝，所以出手想要重新扰乱流放之地秩序。哎呀，这不要命的打法，吃准了咱们会帮他看着。宝啊，不用管他，等他再被劈个对开，大不了再缝他一回。不成，师傅说大胡子叔叔不能出事，不然对方下个目标就会是风叔叔跟白家伯伯了。杀得兴起的大胡子险些一招劈空。阴沟老鼠，给老子死！悲愤一刀结果一个，其余12码头高手做掉俩，只剩下一个黑衣人还在负隅顽抗。都听好了，抓活的！眼看20多名高手围了过来，逃是逃不了了。黑衣人眼底厉光一闪，便要咬破毒牙自尽了。哒哒2声，2粒石子滚落雪地，一粒打上他穴道，还有一粒打落他后方飞来的暗器。西南那里有道白影飞快速地往远处逃逸。果然有同党，
除此，十二码头此战竟无一亡命。两只眼睛一张嘴，平平无奇呀，也就是长了个人样，还没有爷爷有特色。这看脸嘛，是查不出什么名堂了。毒爷爷，这三个也平平无奇。算了，看脸看不出来，扒衣裳吧。便见田宝当真开始扒尸，帮众里有个胆子稍大的，斗胆过去把被扒拉开的衣裳摁住，不敢看田宝。杜老，扒衣服这种事儿咱爷们儿干吧，田宝还小呢。田宝是女娃呀，怎么能让女娃扒别人衣服呀？毒老也忒不知道讲究了。糊涂了，田宝啊，以后不能这样干啊！男女授受不亲，男女7岁不同席，男女有大房。这种能被派出来的杀手，大多是特地训练的死士，骨头硬得很，扔18酷刑里炖一轮，拿出来还能当敲鼓锤，毫无所获吧？明儿老子把他脑袋送去王雀楼。白晓峰门道多，只要能扒拉出一点线索，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儿。老子还不信了，这世上还能有包住火的纸？行了，别放屁了，赶紧吃，吃饱了还有一场架要打。话音刚落，地牢方向就响起喧嚣。老头，田宝，跟上，小心掉虎离山。老子要是被人调虎离山，那就是霍子和那狗屁不顶用了。田宝飞起小脚丫子就把大胡子踹出门口，爬起来一个字儿不敢多说，捏着双刃就朝外杀去。嘿，要的就是你们，儿子，你听我来了。你爷爷也来了，你姑奶奶还来。地牢就在石堡右边暗门。果然，前进流放地的不止4个。你们可真是好本事啊！说那么多废话做甚？快打！把他们脸上那块布揭了，老子要看看他们长得多吓人。12码头高手齐出，杀！能抓活的尽量留活口，先把他们牙拔掉。有什么表情啊？这些人嘴里埋了毒牙，绝境时自尽用的。老子暗牢里就拔了一个，上！12码头高手轰跃而上，是油，小心他们扔明火。总舵除了石堡跟瞭望台是土石搭建，其他建筑也是木头垒的。黑衣人伸手接其高，火折子摸出，火星子在夜风下炸起，刚要扔出去时，呲溜一声灭了。又一个火折子亮起火星，又是呲溜一声灭了。制住他！治你娘治！最后暗牢里又多了5口人，这次帮里又是一个没蛇。什么话呀？怎么你还想往里折点人手，才显得战况宏大惨烈啊？惨烈是别人的，咱们要的是完胜。要是每次都是像这样完胜啊，老子定随叫随到。原来你以前溜过号啊！帮里防守严密，对方又损失了10几个，一时半会儿就不会派人来了。好了，天色不早了，先歇着，养足精神，明儿再审那些王八蛋。我叫人把地面清洗一下，免得半夜睡死了有人过来放火，把咱们一锅炖了。老头领着田宝直接往石堡后方客院去，今晚在12码头总舵住一宿。大胡子愣是亲自盯着帮众把地面用水冲了10来遍，才离开回房。这丑时，几支火箭突然破空而至，声响掩盖在寒风及河浪声响下，丝毫不显。眼看就要掉落暗牢前，又是呲呲呲几声，火种尽灭。长大一小身影从石堡后方暗处走出。这帮孙子又让霍子恒给撂着了，玩你姥姥出其不意死而不僵呢。你们现在趴的那地儿都是大胡子的防范重地了，好选不选，非要在那儿放箭。我们在那里埋伏过2次，大胡子叔叔气得把吞天网都埋在那儿去了，他们不知道吗？嘿，放吞天网！你们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呢？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好像听到一声尤为刺耳。嗨，我倒是没听到，家里汉子睡得跟头猪一样，鼾声那么响，有什么动静啊？也被压下去了。有声没声的，反正都是村子外头的事情，咱们只要待在村子里，啥事都不会有。我其实是有点想去内城走一趟的，这不年关了吗？咱一年到头的忙活，逢年节啊，想拿点米粮换点别的吃食，给家里的老人媳妇儿娃儿吃点好的，高兴高兴。你可真敢想，这话你跟你家里说一说，看你长辈婆娘抽不抽你。
我这不是寻思着，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就想想，真要说去嘛，还是不太敢的。可惜外城没有能换东西的地儿跟人，要不然咱们相互建议能换换东西。小苏家院门也打开了。霍先生，外面天冷，你回屋烤火去。这条路我跟苏二包了。先生，被霍男子赶出来了，您如今这地位有点堪忧啊。霍子恒瞥两人一眼，翘唇。难道你们是自告奋勇出来的？他们是被爹娘媳妇儿踹出来的，地位这种东西啊，他们就没有过。三个大男人挥起扫帚扫雪，扫着扫着就凑一处了。霍先生，昨晚我瞧着了，放了2个烟花。我也瞧着了，一个黄的，一个红色的。很多事情村里人不知情，但是小苏家是知道的。你们这样子太鬼祟，一看就有秘密，待会儿村里的人就该来找你们问了。兄弟俩立刻又往四周扫了一眼。放心，做兄弟的定为你们保守秘密。苏大苏二也用力拍胸口，比个大拇指。好兄弟。霍子恒转了个方向，继续清扫积雪，嘴角皆是忍俊不禁。猪爷爷，大胡子叔叔，人都抓完了吗？你给田宝梳个头。你怎么不帮？老子要是会梳头，能自己顶个鸟窝。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个不停指点，一个不停修改，捏娃儿头发都不敢用力，怕把他给拽着了。头发梳好之后，俩人把房里所有能照出影子的东西全收了起来。杜爷爷，天猫，本少爷来了。大胡子叔叔，我们来了。我们没吃早饭就赶过来了，给我们留。天猫，你这羊毛卷扫帚咋绑的呀？给我来一个。羊毛卷扫帚，像牛粑粑。粑粑上插一串高粱穗儿。不是一串，是很多串。猪爷爷，大胡子叔叔，你们不会可以教会的人帮我绑啊？俩罪魁祸首异口同声，理直气壮。不行，你的脑袋不能落在别人手里。白晓峰跟白魁并肩进来时，田宝脑门上的精神扫帚已经打蔫了。白晓峰、白魁、大胡子、独不亲4个大人皆站在尸体近前，面色如常。这里面有3人下胸处有狼爪的纹身，我猜他们应该是组织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狼爪纹身属于哪个势力？我着人去查，观他们面貌皆为高鼻深目，这是地域样貌，有别于大越人种，这方面也是一个线索。独不亲蹲下，一一翻看这些人手掌，又摸索他们手臂筋骨。掌心指腹皆有厚茧，素日里练的是刀剑。另外，小臂齿桡腕伸肌跟腕屈肌较为粗壮，是常用臂内上侧发力导致。大胡子两手一拍，斩钉截铁：五罗剑法，寻常剑法都是内下侧手臂在腕部发力，只有五罗剑另辟蹊径，用的是内上臂。我6年前曾在陇西赤水码头跟人交手，对方用的就是这种剑法，老子当时差点都死了，记忆深刻。陇西赤水，陇西在大越东南边境，属外滩，赤水河跟大荣饮水河相交，恰好大荣有个归一阁，专替当朝权贵办事，3等门徒以上用的就是五罗剑法。吴嫂瞠目结舌，尸体真的说了好多好多呀。既然有了结论，是与不是的话，该轮到那几个佛口说话了。白伯伯，那些人如何肯说呀？先生没教你们，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嘛。压根用不着他们开口，我们这方炸一炸，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便知答案了。小子就是小子。大胡子叔叔，原来你也这么聪明啊！4个大人皆站在尸体近前，面色如常。这里面有3人下胸处有狼爪的纹身，我猜他们应该是组织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狼爪纹身属于哪个势力？我着人去查，观他们面貌皆为高鼻深目，这是地域样貌，有别于大越人种，这方面也是一个线索。独不亲蹲下，一一翻看这些人手掌，又摸索他们手臂筋骨。掌心指腹皆有厚茧，素日里练的是刀剑。另外，
小臂齿螯腕伸肌跟腕屈肌较为粗壮，是常用臂内上侧发力导致。大胡子两手一拍，斩钉截铁：五罗剑法，寻常剑法都是内下侧手臂在腕部发力，只有五罗剑另辟蹊径，用的是内上臂。我6年前曾在陇西赤水码头跟人交手，对方用的就是这种剑法，老子当时差点都死了，记忆深刻。陇西赤水，陇西在大越东南边境，属外滩，赤水河跟大荣引水河相交，恰好大荣有个归一阁，专替当朝权贵办事，3等文图以上用的就是五罗剑法。吴晓瞠目结舌，尸体真的说了好多好多呀。既然有了结论，是与不是的话，该轮到那几个佛口说话了。白伯伯，那些人如何肯说呀？先生没教你们，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嘛。压根用不着他们开口，我们这方炸一炸，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便知答案了。小子就是小子。大胡子叔叔，原来你也这么聪明啊！你是想叫我去当保镖？话别说的这么直白，哥哥主要还是想活着回来呀。大荣的人都长那样吗？鼻子老高，眼睛又凹进去，这算什么？天下大了去了，长得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的长得像熊的，有的鼻子长得很像鹰嘴的，你们见过就知道了。只有咱大越人长得是最好看的。一块玩了这么久，谁还不知道谁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啊？又想忽悠我们上当，臭丫的！哎，别打脸嘛，给白伯伯点面子，踹他屁股垫儿。可老子怎么就盯着流放之地不放了？跟那些大国比起来，流放之地这点地盘算个屁呀！只当他们这样前仆后继的过来送死。话也不是这么说，想当初胡帮主的12码头不也往土北山前仆后继送死去吗？本座以为胡帮主应该最能理解那些势力的想法才是。大胡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人，拿酒来！如今情势已经逼到眼前，接下来该是个怎么章程？咱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这么多年来，我们3个势力盘踞流放之地，各有成就。虽然暗地里争斗无数，但也算。你是想叫我去当保镖？话别说的这么直白，哥哥主要还是想活着回来呀。大荣的人都长那样吗？鼻子老高，眼睛又凹进去，这算什么？天下大了去了，长得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的长得像熊的，有的鼻子长得很像鹰嘴的，你们见过就知道了。只有咱大越人长得是最好看的。一块玩了这么久，谁还不知道谁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啊？又想忽悠我们上当，臭丫的！哎，别打脸嘛，给白伯伯点面子，踹他屁股垫儿。可老子怎么就盯着流放之地不放了？跟那些大国比起来，流放之地这点地盘算个屁呀！只当他们这样前仆后继的过来送死。话也不是这么说，想当初胡帮主的12码头不也往土北山前仆后继送死去吗？本座以为胡帮主应该最能理解那些势力的想法才是。大胡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人，拿酒来！如今情势已经逼到眼前，接下来该是个怎么章程？咱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这么多年来，我们3个势力盘踞流放之地，各有成就。虽然暗地里争斗无数，但也算。哎呀，老头子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们坐在一块儿，如此的心平气和呀。可惜呀，短刀那个王八蛋不在，不然呐，人就更齐活了，也算是一场盛事。老头子便代表土北村参与了。世事时常让人沮丧失意，但也仅此。我白魁这辈子最得意的事，还得是我家玉儿。老来得子，老来得子。外头都说我对儿子太过于溺爱了，迟早会把他宠坏了。可你们瞧瞧，玉儿可真有被宠坏吗？聪明着呢，还孝顺。我白府日后是有一波了，你们俩也当加把劲儿啊！得意什么呀？你得意？你儿子也得管我叫一声独爷爷。不知老头子还有田宝，还有苏家3个小子，你一个老来得子，哪来的脸嘚瑟呀？白家主，本座如今也是有干女儿干儿子的人了，你儿子也管我叫干爹的，莫要得意呀。
小心大牙漏风啊！白魁笑容渐渐跌落，面无表情。大胡子直接木着脸当自己死了。这仨是合起伙来抽的肺管子呢。他身边亲的没有，干的也没有。你们要比就滚远点比去，在老子地盘炫什么你孙子？又要嘲笑老子？来吧，虱子多了不痒，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哼，小人之心，谁嘲笑你来着？装傻呢？这几次老子去你分舵玩，回回扑个空，我家小安胳膊肘都拐到你背后去了。哎，行了，你也不差，有小子护着你呢。哎，光阴似箭，流水如年呐，日后流放之地到底会如何，还得看那些个孩子的。我们都这个岁数了，说老不算太老，说年轻呢也不年轻了，撑死了10年20年光景，总不能老掉牙了还要出来跟人干架吧。孩子们该尽快的成长起来了。所以啊，我亦有一个提议，这几个孩子人品如何，咱们各自心里都有数，不如拿出些看家本事，倾囊相授啊。老头乐歪了嘴。老狐狸啊，原来在这里等着呢。他娘的，你说了这么一通废话，这才是真正目的吧？5个孩子从瞭望台下来。武功你们已经学到最好的了，文有霍子恒，医毒有老毒，这些方面我自然是及不上，但是12码头也不是全无长处，跟着我可行五湖四海，张川经商，自己选。大胡子叔叔，我干爹，你这样叫我们易容，机关记忆如何这般话多？你认下我这个干爹打的小算盘多了去了，今日让你如愿，你反倒是踌躇不定了。能跟干爹学技友自然是万分高兴，但是我的小算盘也仅是希望南北城日后能够相处融洽，团结一心。干爹，易容及机关术皆是独门技艺，我知道这等技能大家一般只会教授给至亲传承，我是担心日后干爹有了孩子会多生烦恼，我既认了干爹，你便是什么都不教我。这辈子白玉亦是一样敬你重你，田宝话少性子淡薄，但他比我更重情义，小苏家家风极好，干爹皆是知晓的，事已无需多有顾虑，我跟田宝皆不希望干爹勉强。白晓峰凝着眼前赏心悦目的2张小脸蛋儿，哼，这天下何人配得本座堕红尘呢？干亲既已认下了，徒儿也收了，废话便收一收，年后开始授意。马车鱼跃而去，白魁跟独不亲这才从后方步出。今儿这儿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的，又给白玉小儿铺了一条路？哼，老奸巨猾。独老此言差矣，孩子们正值大好年华，为他们铺路是长辈该做的，独老不也是这份心思吗？啊，大家都不是纯净白莲，今日这场认师收徒，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白玉自幼在大染缸里长大，耳濡目染，从小心思就多，但是胜在也成了他老爹几分肝胆，知情重义。小的们走，回家，准备过年了。老头一呼，小的们立刻应和，热热闹闹地往家的方向奔跑。白魁久久站在原地，看着渐行渐远的身影，面容舒然。他庆幸自己一开始就没有走错路，白府是3大势力里损失最少的。年29，风云城内城大街小巷，沿街各大小店铺皆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应景春联。精米30文，糙米6文，白面35文，黑面8文，油价100文，电价130文。有钱进没钱走，要是想打抢，见4两有没有命走出这条街。帮柜台上撂下一麻袋，白米换钱，给10价别坑我。1袋白米3贯钱。小姑奶奶该满意了吧？我爹说这里是50斤，1贯500钱，结账。好嘞，小客官稍等。宝，好了吗？办好银钱咱买菜钱，不清多难啊。阿爷，没多难，咱家大米跟铺子里的精米一样好看，50斤10价，童叟无欺。好，走吧，去菜市。走，我带路。一对老夫妻，2个汉子，3个妇人，还有仨小子，小苏家全家来逛内城了。赵老二的猪肉铺年节生意特别好，赵老二杀猪刀往木案上一剁，刀嵌入木案立正。苏家小田宝
这是带着全家来了，有长辈在，今儿不能出大事了吧？旁边小茶料老板拿着条汗巾拍衣服上沾的血沫子。马上就过年了，有热闹瞧不是更应景啊？不过小苏家一家人看起来倒是挺朴实的，一看就是好欺负的性子。好欺负？有种你上去试试。老子要是新来的，保不准还真去了。你跟我这玩什么激将法的？你有种你去啊！要不是看在过年，一准不放过对面的丫头。呸！哎呀，这丫头6岁了，性子还是个小娃娃呢。天宝开心才这样，咱到这地方也快6年了，这还是第一回陪天宝出来玩。爹娘，瞧我说什么来着？就该出来看看。平时你们二老不松口，孩子们也不敢提，心里早憋坏了。是你自己憋坏了吧？我搁家都听你嚷嚷过几回了，拿爹娘说什么事儿啊？老大，别介，不能咱在家里你好我好，出来一趟在大街上打起来，这不是坏人吗？何大香叹气，嘿，他就得张嘴厉害，他们兄弟俩呀一个样，谁也别说谁。苏秀儿手里挎个小篮子，脸上也是抹不开的笑意。天很冷，但是这样的时光显得格外的珍贵。几个酒气微醺的混混瞧着老夫人掏钱的那一幕。这小二，那边那群人不是内城人吧？看穿衣打扮不像啊。是外城佃农，有余钱来城里又吃又喝，怕不是卖了家里相貌好的富人娃子。那兜里肯定还藏了银子的，要不是眼下年关不想生事儿，东西银钱抢了回来。几个混混相视一眼，掉了酒坛子就起身，摇摇晃晃往外去。他们出去之后，小酒肆里一众老酒客砸腿闷笑。苏老婆子付了钱，转身就被6人堵在了摊子前。哎呦，你们几个还是快走吧，马上过年了，莫要惹事儿了啊！第一次来内城吧？啊，竟然叫我们快走！老婆子，不如你快点把银钱交出来，再把那边2麻袋的东西乖乖给我们，我们放你好生离开啊！再要细想时，6人猛觉天旋地转，下一瞬拳头跟急雨似的砸上脸了，他们被压着走，动都动不得。哎呀，笑死老子了，真是不长脑子啊！来了内城，人说什么你们信什么？说你们单纯好呢，还是说你们蠢呢？今儿便是教你们再长点常识。来了内城，街头巷尾的架能打，要是看见6、7岁的小女娃，10岁上下的小子们，赶紧跑吧！天宝，给他们脑门多砸几个包，叫他们有包好过年。瞧着圈子里奏得欢的孩子们，妇人们附和，总算知道他们这半天在内城一路平安究竟是为何了。几个孩子，尤其田宝，在内城的名声已经大到这样了吗？哎呀，算了算了，咱们东西也买齐了，吃完面就回家吧。啊！敢欺负我阿奶，打死你！苏阿姨、苏阿奶、天宝，你们来内城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们呢？见过诸位，我是望鹤楼副管事听风。楼主听说诸位入城要采办年货，特拟了份年礼命我送过来，顺便将诸位安全送回土北村。小苏家诸位，小安少爷，我是12码头总舵主长老明业，帮主担心你们采办年货东西多了不好带，命我前来接你们。哼，操他娘的白府跟望雀楼，不干人事儿，2辆马车1前1后把大街给堵了，我马车进不来。小苏家长辈神色茫然，看热闹的一众更茫然。这是他们认识的3大势力，什么时候跟小苏家如此交好了？6混混还躺在雪地上，方圆1丈无人靠近。6人表情从呆滞到僵硬，最后生无可恋。流放地3大势力护着的小苏家，你们说这人是进城卖妻卖儿买年货的佃农，去了大德的王的龟孙了，咒你祖宗18代。阿奶，回家炸面果子吗？姑姑说家里的面粉够用，今年啊给咱们做年糕吃。炸果子做年糕，我特地带了一大缸子油，绝对够用了。走，孩子们，回家了。老汉拍拍几个孙儿脑袋，上了停在跟前的第1辆马车。苏大、苏二跟朵老头也挤了上来，苏老婆子跟儿媳女儿则上了第2辆马车，几个孩子钻了第3辆。回家喽！马车顺序起行，载着满车欢声笑语。谢谢大家的点赞。到得开春时节，
田宝跟白玉每天下午都被逮去望雀楼学易容术、学机关术。苏安呢，则跟着大胡子学掌船、学求水、学如何跟各地市舶司官员打交道。苏武待在白魁身边的时间比白玉还多，半年功夫就把两极方摸得透透的了。至于志向最大的苏文，每天在家咬着笔头写文章，再被先生批得一文不值。这期间，长京那边也开始断断续续有消息传回来了。长乐公主重新回到了公主府，依旧娇蛮暴虐，只是不知何故突然厌了以往最喜欢的玩乐游戏，后院没再收过新面首。短刀一切安好，依旧在暗地里想办法寻洪德帝的罪证。时光荏苒，一年复一年。6月清晨，朝霞薄雾，一辆马车停在小苏家院门前。天宝，快点儿！干爹叫我们今日早到，哥哥为了接你，天不亮就起身了。陈旧木门打开，有人从门里走出来。可让哥哥好等，上车。车厢屉子里有你爱吃的栗子糕。师弟，是，师姐，坐稳了，走了，恰。马车及时出村，黄土路扬了一路回尘。白玉，明儿早课非收拾你！哼，今天早上没早课，你们这么早出门，想去哪儿啊？今儿一个都甭想跑，跟老子上山抓蛇王去！杜爷爷，蛇王只有田宝能抓，咱给你抓蛇孙子还行，这次就不陪你了，你看自个玩吧啊！臭小子，站住！你们完蛋了，等老子逮你们来！对门霍家院门应声砰的打开。我田宝姐姐呢？白玉又要来跟我抢姐姐，我要揍她！不愧是我生的，有娘当年的英姿了。娘子慎言。小麦穗，回来，把剑放下。独不亲目不斜视，撒腿就跑，不然待会儿小麦穗就要抓他对战了。这日子真他娘是鸡飞狗跳呀！干爹，有人惹你不高兴了？哼，谁惹本座不高兴，也不及你惹的次数多。干爹，别谈了，有事说事。你耐心什么时候能够足一点？一首曲子浪费你时间了。到底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不高兴？但凡他对着干的说话，就说明心情极度不爽了。归一阁把我在大荣的一个情报网给搅了。田宝看完密信，小脸神色寡淡。干爹，听说归一阁有拨人马常年活跃在赤水一带，你想以牙还牙？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叫礼尚往来，我流放之地也是礼仪之邦啊。天宝，你说是不是？是加倍奉还。跟敌人讲什么礼仪？讲拳头。正好干爹这里也没什么可学的东西了，出师吧，打架去。白晓峰额角青筋跳起，他要找独不心算账，嘴毒这毛病都传给田宝了。这是归一阁相关的资料记载，有内部主要人员名单，以其枝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拿上，滚蛋！白玉立刻把卷宗接过来，笑嘻嘻地拉起田宝，嘴上训斥：“看看你，就把干爹给气着了。干爹，那我们就先走了啊，你继续焚香弹琴，静静心。”说罢，师姐弟俩对视一眼，双双挑眉，一起转身从3楼占据半面墙的窗户跳下。两个小王八蛋，又去霍霍本座后厨！干爹这人就是爱口是心非，明明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个好吃的，偏不拿出来，让咱们自己去找。师姐，这时候还早呢，咱们俩找地方玩去。上哪玩？2级坊？沙码头？我们脚还没有站定，周围的人就全跑光了，每次都这样。内城外城已经没他们能玩的地儿了，大家都不乐意陪他们玩。要不独爷爷也不能无聊到只能带他们上山下田的找蛇抓呀。不是还有个边城吗？去，走。流放地入边城关口，城墙在阳光下里显得古旧风霜。白府马车直通而入，无人阻拦。白玉驱车至城中最大茶楼前停下，
少年少女挑了角落人少的位置坐下，点一壶茶，几道可口点心。这次雁门关大军回朝受封啊，场景真是热闹的不得了啊！你们是没瞧着，大军抵京当日，皇城街道两侧百姓夹道相迎，人山人海呢。听说回来听风的人里面有个少年将军，12岁参军，从小兵做起，14岁升参户，15岁升千总，当年又跳升副尉，如今年仅17岁，因屡建奇功，得圣旨点名授将。这等本事，比当年的袁绍将军也不差了。哎呀，大越又出一少年良将，与我大越百姓是福。盼只盼别又像……有人无声叹息。我朝大军班师回京听风，又出了个少年勇将，乃是大好事。本少爷高兴，今儿大堂里喝茶的，有一桌算一桌，本少爷买单。此话一出，立刻换来满堂欢呼道谢。白玉起身朝众人拱拱手，坐下。今日得闲与妹妹出来喝个茶，没想到能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刚刚听诸位提起那少年将军，盛赞颇多，白毛一心苦读，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位少年将军叫什么名字？小公子问得好，我家中有人在京中谋士，正好听他说起过。少年将军啊，乃是姓魏，单名一个黎字。此人功绩无数，最著名有3。京盛32年，燕霞关西南泾县外敌来犯，魏少将军主动请缨，带500步兵，诛敌8000，以少胜多，稳下泾县。京盛33年，关外玉湖山一战，胡蛮点兵2万突袭，少将军百步穿杨，直取敌手，乱其阵脚。同年冬，胡蛮再次率军越过边境线，扎营挑衅，魏少将军单人一骑，与胡蛮大将单挑，将其斩杀于马下。少将军威武啊，有勇有谋，悍将啊，此乃大越之福啊！魏林那小子虚报岁数，偏偏跟我同岁，不虚报未必能听风。当初一块学艺的同门都已经开始出人头地了，我们还在流放地每日打鸟摸鱼，这么一想还真有点不思上进啊。他走的是正路，我们走的是江湖路，道不同无需比。师姐说的是，比起出人头地，跟在你屁股后面抓抓蛇打打架，谢谢几位叔叔伯伯师傅干爹的更有意思。白玉在土北村蹭了顿晚饭，整个小苏家便都知道魏离出人头地了。苏老汉频频点头，好好好，出人头地了，人安好这边好。魏离虽从未说过自己的身世，但是他的仇人必然是皇城位高权重之人，他回京听风，会不会被仇家给认出来呀？阿奶莫担心，魏离不傻，他敢去，必然有把握跟思量。魏离当初来的时候也不过5、6岁，如今已过10年，他经历了那么多历练，容貌身形皆有所改变，便是我们与他遇见，也未必能够一眼认出他来，何况别人。再者，他心性也非不谙世事的小儿了，出不了事的。苏安跳着天际感慨，魏离成了将军了，我游遍五湖四海的愿望都还没开始起航呢。不成，下次去干爹那儿，我得弄艘船，不能再等了，再等我就老了。呸！你要弄船就快点儿，不定还能跟我和田宝同行一段。啊？你跟田宝要出门啊？田宝说出师了，打架去。上哪儿打架去？白玉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师姐一顿抱拳打得狼狈鼠窜，冲出门，驾上马车，逃也似的离开。阿奶，去吧。夫人干脆利落，事情办完了，好好的回来啊。少女怔了一瞬，嘴角缓缓溢出笑。苏安、苏文、苏武见状，阿奶，我也要出门，有正经事要办。迎接仨的是一只扫帚。田宝仰头看着天际最后一缕霞光隐没，夜色初降，总带着些许说不出的寂寞寂寥。然身后鸡飞狗跳的热闹动静，顷刻又将那股寂寥驱得一干二净。看什么看？你不点赞我打你的小屁屁。这么好玩的事儿，没有我小老头在，可就没那么好玩了。带上我能咋的？普天之下顶着鸟窝头的，又不是只有我独不清一个。姐姐，你出去玩一定要守身如玉，我长大了要嫁给你的，你可不能被外面的狐妹子拐跑了。小麦穗等你回来，还有白玉，这次看你有事暂且放过你，以后再跟我抢姐姐，我母亲可不是吃素的。苏家、霍家一众长辈被挤在外头，完全没有开口的机会。
再不舍，马车还是鱼起行了，总到码头。走吧，没你们几个在，老子12码头能清静好长时间。干爹，等我回来，可就是青出于蓝的时候了，到时候可别哭鼻子。哎呀，赶紧滚蛋！苏安的目标是游历四海航线，走水路；苏武的目标是挑遍各地比武擂台，专挑江湖人聚集扎堆的地方去，在蜀州码头下船。苏文深信先生所言，3人行必有我师，准备上岸后去巡书院体验正统教学，在徐州外城码头上岸。田宝跟白玉也在龙兴码头跟苏安告别。小儿，咱们先寻找个地方落脚，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明日再继续赶路。小儿，怎么不说话呀？哥哥这个决定你觉得可行啊？差不多得了。白玉带着田宝一路行过去，每每看到高档客栈，眼里都浮出痛惜。在码头最外侧找了间老旧小，要了2间房，交了定金。熄灯后，九儿，半夜3更闯哥哥闺房做甚？男女有别。大姐，给钱。给，你要多少？这次我带了100张，给你99，给我留1张。废话少说，全拿来。白玉把100张银票尽数上缴，无奈道：九儿，出门在外，男子手里没钱不方便，吃喝买都得付账不是？田宝收起银票，一刻不多留，走人。我付。这次我真的不会再让人把银票顺走了。九儿，你搭理我一声嘛。回到自己房间，把厚厚一沓银票扔空间里，田宝上床闭眼就睡，任凭隔壁怎么挠墙。6月末，武馆新招募一批8至16岁少年，报名者近100人，重重筛选后留下10人，先在武馆里干打杂的活。转眼进7月，7月第1天，武馆藏书阁半夜突然走水。馆主，就是这人最先发现藏书阁走水，名叫九儿，上个月末新招收的弟子。名叫九儿，姓甚？少女缩着肩膀，脑袋低垂，战战兢兢回答：回馆主，我是孤儿，不知自己姓甚。九儿的名字也是哥哥给取的。抬起头来，藏书阁半夜起火，你怎么会这么巧？恰恰发现了。我起夜。除了发现起火，可还瞧着其他的了？比如可有见过形迹可疑的人？没有，我发现起火时火势已经很大，我被吓着了，当时只顾着喊人救火。后来大家都来了，我也跟师兄师姐们一块救火。馆主，我真的没有瞧见。把手伸出来。又定定瞧了少女须臾。下去吧，管事，带她去取一盒烫伤膏去。少女回到武馆后方宿舍时，天色已经亮起。疼吗？视线落在少女手被水泡。不疼，馆主赐了我一盒烫伤膏，擦一擦很快就能好的。下次再这样胡来，我不想跟苏阿奶告状了。小伤罢了，真不疼。唉，田宝叹气，更痛的他都经历过。真不疼啊？待会儿我也去疗一下手，试试有多不疼。你脑子飞了？天大亮，馆主张三金坐在待客大厅，看着呈在眼前的筐子，脸色极难看。青山武馆最为人乐道的，便是有座藏书丰富的藏书阁。馆主，我查过了，那个叫九儿的跟他哥哥石玉二人确无可疑，两人皆是孤儿，从南方流浪过来的，偶然得知武馆招募，为了混口饭吃，遂来报名。兄妹俩这段时间表现得还不错，领悟快有眼色，在新招的10人里算得优秀。我看过他的手，虎口及指腹，并无后茧，以前应当未曾习过武，但是此次藏书阁突然大火，仍旧蹊跷，不可放松警惕。挑选出来的这些人，若有能够留下的，日后皆是要往阁里送的，需要十足的谨慎。晓得明白，定会好好盯着这些人。我看见那些老人员见到我们的时候总带着敌意，明明我们已经进来了，跟他们一样都是武馆门徒，为何他们总是一副看我们不顺眼的样子啊？因为年底武馆有一场考核，不管老人新人都能参与，考核胜出前5名者能被送去信都的青山镖局，去到那边以后，不仅能得到总镖头指点其更高深的武艺，而且每个月还能领到1个月的份饷，等于是谋了一个好差事。我们这些新招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就是跟他们抢名额的，自然看我们不顺眼了。原来背后还有这门道，怪不得了。这边正说着，那边就响起动静，几个17、18岁的老成员端着盘子，大摇大摆地往这边走过来。到了新成员这张饭桌，
胖少年将手里的饭碗往桌上一扣，不过想拼个桌，你们就摔我饭碗。武馆有武馆的规矩，新成员需对老成员恭敬，刚进武馆就敢这么嚣张，怎么以为我们脾气好欺负啊？明明是你自己把自己饭碗摔了，你就是故意找借口来找我们的茬的，欺负我们是新来的罢了。哟，这个嘴皮子还挺利索嘛！啊，居然敢说老子故意找茬儿！这里坐着满屋子的人，是我欺负人，还是你们不懂敬长？不如问上一问。来，大家伙告诉他，究竟是谁在找茬啊？丁少爷在武馆待了3年，对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向来爱护有加，整个武馆谁人不知？你们这几个新来的，居然带着老好人丁少爷胡乱污蔑，可真是有胆子！有胆子也得有足够撑胆子的本事啊！说那么多废话做甚？师弟师妹不懂规矩，我们这些当师兄的，自然应该好好教教他们，打他们一顿，他们就都懂了。说得对，打一顿。九儿，可是不小心碰到手上的水泡了，怎么这般不小心呢？关注早上给你的烫伤膏呢，快拿出来，在伤处再擦一擦呀。从袖袋里掏出一盒药膏，盒盖上刻青山2字，起哄声落了下去。来找茬的一行人各自相视一眼，也纷纷回了原位。胖少年看着那盒药膏，好样的，少爷记下你们了，你们给我等着！哼，能得馆主亲自赏赐膏药，不管对方是表现优秀还是有什么功劳，总归是入了馆主的眼。我知道你们兄妹，你叫石玉，你妹妹叫九儿对吧？我叫李启明，以后大家就都是朋友了。你们言重了，我跟我妹妹就啥也不懂，跟大家一样都是初来乍到，自当是相互帮忙，共同进退。随缘点赞。南苑竹林是武馆最偏僻的地方，平日里没人会来这边，是我特地找人把你们分配到这儿的。胖少年率众围住少年少女，转动手腕冷笑：哼，昨天赶坏少爷好事儿，今日便教教你们，在这武馆里，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给我狠狠地揍他们！青山武馆是最重规矩的地方，身为师兄却肆意欺辱师妹师弟，你们就不怕管事责罚吗？新来的就是新来的，责罚什么？有人看你们不顺眼揍你们一顿，关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可什么都没干呢。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宿舍里刻苦练武呢。胖少年挥手率先扑上去出招，竹林丛生，那兄妹俩分散了绕着竹林打转，一时半会儿的愣是没被他们抓着。丁管事为人赏罚分明，明察秋毫，若知馆中新来弟子被欺辱，定会好生明察的，绝不会受你们这些小人蒙骗。你们太过分了，欺辱我兄妹姑姑无意便罢了，竟然还藐视丁管事，只他是偏听偏信之人。管事对馆中弟子关切爱护，不想几乎错了你们这些白眼狼。被两人带着转圈圈，追不上打不着，还要听他们嘴里喋喋不休的叫骂。都给我闭嘴，有种别跑，来来回回提丁管事做什么？以为搬出来他就能够压住我？我告诉你们，本少爷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话落，跟竹林一墙之隔的南院内里传出男人冷怒声线：别将我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这大放厥词。丁管事，我们兄妹2人被人调在这里打扫，没想到会惹着师兄们不高兴，还请丁管事做主，若是馆中容不下我们兄妹2人，我们离开便是。哥，你不是说进了武馆就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了吗？可这里的人欺负同门，不敬师长，为什么会这样？几个狂妄之辈，都给我去前庭听讯受罚！丁管事，你莫要听他们危言耸听啊！管理规矩，弟子们一直铭记在心，哪里会随意欺辱同门呐？不过是逗他们玩玩罢了。我们什么都没干呐！没干？咱们2人脸上手上的伤，难道是自己打出来的？丁管事，他们陷害我们，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等竟然还敢弃词狡辩！看来这几年是我疏于管教了，长了你们的胆子。很快有令下来，丁少爷等人不遵管规，不敬师长，欺辱同门，还意图谎言蒙骗，每人被罚杖10，打扫南院3个月。令丁管事为安抚人心，特地着人往下传话，若再有新弟子受欺负，一旦查明始作俑者，通通严惩不贷。点赞哦！这里的人欺负同门，
不敬师长，为什么会这样？几个狂妄之辈，都给我去前庭听训受罚！丁管事，你莫要听他们危言耸听啊！管理规矩，弟子们一直铭记在心，哪里会随意欺辱同门呐？不过是逗他们玩玩罢了。我们什么都没干呐！没干？咱们2人脸上手上的伤，难道是自己打出来的？丁管事，他们陷害我们！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等竟然还敢弃词狡辩！看来这几年是我疏于管教了，长了你们的胆子。很快有令下来，丁少爷等人不遵管规，不敬师长，欺辱同门，还意图谎言蒙骗，每人被罚杖10，打扫南院3个月。令丁管事为安抚人心，特地着人往下传话，若再有新弟子受欺负，一旦查明始作俑者，通通严惩不贷。点赞哦！说杜老头，你在我家院墙上都蹲了几天了？咋的？吓人还上瘾了呀？别以为老娘当娘了就不揍人了。这老头蹲吧，还神出鬼没的蹲。霍子恒，出来！坏水玩意儿，狗东西！只把霍氏念得汗毛直竖，笑魂了。二大爹，出来，把这老东西给我打发了，不然老娘就把你那些书打发了。屋里霍子恒一个头2个大。自打田宝跟小子们离开，老头精神就一日比一日蔫吧，给无聊的。擦什么擦？留着吧，没准过几日就能长出蘑菇来。你就这么无聊啊？废话少说，爷爷现在连骂人的兴致都没了。我要去找田宝，不就是头发碍事儿吗？我把头发剃了，成不成？看着蔫蔫巴巴的老头，霍子恒摇头失笑。随遇而安、自在逍遥的老毒物终究是变了。罢了，真要去，倒也用不着剃发，梳一梳即可。走之前，找白小凤给你改换一下容貌。出门需经营盘缠，这是找白魁。大胡子手下运船四通八达，有专门往陇西码头的航线，可随他的船前行。啊，真能去？孩子们此行单独历练，归来之日必然已成长。我们本不该胡乱插手，但是你这模样，真让您继续待着，田宝若是知道该心疼了。去可以，莫要扰他们的计划。霍子恒叹气，再让老头继续待下去，他怕是要先遭不住了。毒爷爷带上我也要去找姐姐。小麦穗想死他了。毒爷爷呢？刚刚还听到毒爷爷说话呢，咋他一出来就剩爹爹一个人在了？矮桌上，红泥炉里茶水刚刚煮沸，俊美男人执起茶壶给自己慢悠悠先倒了杯茶，才挑眉往外看了一眼。刚走。爹，你就不能把话说快一点儿？说快一点你也追不上，跑都尚未能跑稳当，便想飞了。我也要去找姐姐，为什么不带我？莫哭了，田宝姐姐不是你的。小姑娘愣了愣，哭声更大，惊天地泣鬼神，伤心欲绝。龙溪外滩青山武馆，正午时，1年1度年底考核正式开始，整个武馆弟子齐聚练武场。李启明坐在场外台阶引颈张望，问身边人：你们谁看见石玉跟九儿了？考核马上开始了，他们怎么还没来？这要是迟到错过了，下一次考核可要等明年了。石玉跟九儿两人习武勤奋，如今已经是他们新生里的佼佼者了。快看，石玉和九儿在那儿！白玉跟田宝两人排排坐，后方就是跟他们旧院的丁胖子。以为庄庄勤奋努力入了馆主跟管事的眼，得了提携，就能够跟我们老生一拼？哼，真是笑话。正好上次的事情一直没时间找你们算账，待会儿上了场，你们给我好好等着。九儿，你听到狗叫了吗？听着了，废得狂，待会儿打掉他狗牙。这么血腥的事情啊，可来。丁胖子气得脸变形，两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待会儿上了场，老子看你们还能不能这么嘴硬。白玉上场对上的正好是丁胖子，随着一声锣响，场上二人比拼开始。青山武馆开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有新弟子被分到与老生同组比拼的，
玉跟九儿兄妹俩确实优秀，优秀是一回事儿，跟3年级生打，能不能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习武不同其他，光有天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日积月累的实战经验。我也觉得馆主跟丁管事把那俩兄妹捧得太高了吧？瞧着吧，是骡是马，即刻就能见分晓了。考核比试刀剑无眼，师兄弟们虽然大多都能够做到点到即止，但是意外也时有发生的。往年有不少的人上场之后便没能够活着下来，这等事儿在馆中不会多管。石玉偏偏对上了丁少爷，我看悬了。在白玉故意藏桌下，败于100招之内，侥幸得胜。九儿，哥哥赢了。他身后败北的丁胖子眸色一拧，举起长剑就朝毫无防备的少年后背劈去。小心啊！场外响起惊呼声，听着后背长剑破空声，白玉眼底掠过一抹讽笑，在即将被劈中时险险避过，肘击正击中丁胖子侧脸。我家九儿说要打断你的狗牙，这做哥哥的岂能不应？只能委屈你的牙了。石玉，老子要杀了你！罗响，这局比试落幕。下一轮，九儿对战徐阳。九儿，别受伤。另边，丁胖子死死盯着他背影，跟另一个准备上场的老生恨声而语。徐阳，杀了他，事成之后允你100斤。徐阳是他们3年级生里功夫最高的，拿下组别第1的名次应该是毫无悬念。田宝上场后，对手很快出现在他对面。徐阳举剑横指，神色冷漠。师妹，比试场上刀剑无眼，若师兄不慎失手，唯有先道一声得罪了。请。30招，九儿在徐阳的手里走了30招了，厉害！那可是徐阳啊，武馆弟子里面的第1。50招，70招，九儿应付开始吃力了。80、90、100招，竟能吃到现在。你们发现没有，徐阳的打法好像开始有点急躁了。九儿，加把劲，给我们新生再争口气啊！打赢他，打赢他，打赢他！田宝心里数了过了100招，找准机会，在徐阳再次攻过来时，田宝咬牙，眼底蹦出孤注一掷之色，竟然不闪不避，迎着对方剑将而去。随着锣声敲响，比斗结束。九儿，你真棒！上臂衣袖破了，让他吃红色颜料吧。哥哥说的话，你在哪里变那般没有分量？这是意外。意外？你知道的意外吗？没有下次。考核用时2天，第2轮比武胜出的前10名，在经过考官们综合往日表现点出前5，这些人即刻送往信都镖局。白玉跟田宝看好在列。店家4个鲜肉包。九儿姑娘又来给苗小姐买包子了。给了钱，拿了包子，田宝转身就走。哎呦喂，饿呀，饿死老头了！小姑娘，行行好，赏2个包子吃。可惜老头来的路上，荷包被肖小偷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厚着脸皮讨吃的。老头观你面相眉和面善，天庭饱满，乃是大福大运之相啊，舍口吃的吧。老爷爷，我只是信远镖局里的一个小丫头，身上没什么银钱，与你1枚铜板，买个小馒头吧。臭丫头，真是够狠心的，爷爷大老远跑来寒天冻地的，你就给我吃口馒头，1个铜板也行啊。是夜，雪又开始铺天盖地的下。哎呀，臭小子，臭丫头，你们都走了，知不知道老头在家多无聊，还要受气，还被欺负。爷爷我记了个小本本的，回去了咱们就去报仇。白小凤已经被我记了10几次了，回去我就先给他沾一脸的络腮胡。行，先给干爹沾络腮胡，再在络腮胡上沾鼠须。此计甚妙。
挺牢。能不牢吗？寒冬腊月，风呼呼的，不能老子往外走，风一吹胡子就给吹走了，岂不露馅儿了？为了来找你们，爷爷几十年没洗的头发给梳了起来，解药也没地儿藏了，背个破袋子真是不习惯呐。知道田宝懒，在外头也不方便自己个儿制药，我这路上又特地制了些止血疗伤的、解毒的，你们带上，以防万一，藏好喽，别被人发现了。镖局大当家跟总镖头站在入厅台阶。靖远镖局刚接到一个委托，有批物品需要我们送到大越司州莫府，此次运送需要越境，且司州在大越于都，古道西南，而古道33峰乃是我们此行必经之路。那条路蜿蜒难行，马匪众多，风险很高，但是镖既然接下了，任务就得完成。此次出镖由总镖头带队，验30镖师随行，令镖局新人一并随同历练，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搪。但听大当家吩咐。看来了吧，炮灰。总镖头领队，好好表现。要护送的物品是什么，镖局新人尚无权知晓，要做的就是跟着队伍走，听话即可。你一定要去吗？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去那样有事那样凶险的地方，我去跟爹爹说，让你留下来。师姐不可，镖局新人皆需历练，我也想出去见识一番。再者有总镖头在，一群乌合匪盗算得什么？不日啊，我们就会回来的。那可说好了，等你回来，我带你去我家的小马场骑马去。好。少女这才转为笑颜。哼，可惜此次所有新人都要出门，本小姐的狗要少个跑腿买包子的了。田宝往少年看了一眼，其后收回视线，低下头，怂了吧唧的模样，惹来少女故意讽笑。师弟，你在武馆第一轮考核怎会败在他手里啊？瞧着着实没什么特别的。考核比时点到为止，加之她是女弟子，是以第一轮，我未用全力罢了。是啊，师姐，徐阳师兄第2轮比试的时候又夺回了第1了。后考官们综合成绩，徐阳师兄也是第1。那些新人刚入馆多久，能打赢徐阳师兄一回，不过是侥幸，算什么真能耐？到得古道入口时已是下傍晚，高冲没有激进直闯，下令队伍原地整顿，先吃饱喝足了再继续赶路。石月、九儿，你们兄弟俩功夫也不错，人也机灵，往前去探探路，若无什么异样，大家歇好了再往前行一段。于红顶了一下韩文博的手臂。哎，你说他们2个进去了，还回不回得来啊？回得来，前路尚算是安全；回不来，便是前方有异，总归探了路了。哼，我就说他们是活该，身为新弟子，非要跟老弟子别苗头显能耐，处处不讨喜。薛阳没有说话，只冷冷看了那兄妹俩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从入口进入古道，积雪上留下2串长长的脚印。天宝，你们家流放的时候，子怡叔叔就是护你们走的这条古道。古道33峰，各峰皆有匪寨，各自为营，全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我家在古道另一头遇过马匪。然后呢？杀光了。那时候你多大呀？3个多月。白玉嘴角抽了抽，不问了。还需再往前走一些，否则队伍进来，只看到地上的脚印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偷懒。天宝，我怎么觉着咱们俩跟苦行僧似的，不是来报仇的，是来苦修的。记住这种滋味，来日开打的时候，拳头能更狠。比他矮的少女举起手，拍拍他脑袋。白玉他是小狗还是小宠啊？这里距入口约5里。白玉，给他们找点活干。什么意思？这座山山脚往上的积雪，有人踩踏过的痕迹，说明山上有人。匪寨，这回且看看究竟谁才是炮灰。入口处，镖师们已经吃上了，热腾腾的食物下肚。新来那俩兄妹进去都有半个多时辰了吧？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是遇上马匪了。半个多时辰，照他们俩的脚程，能探10里雪路，走进去这么远，情况难说啊。高冲脸色有些沉。他们俩身上有信号弹，若真是遇上性命之危，会以信号弹示警，无信号也很安全。实则不然，没燃信号弹也不能算安全，不过是暂时没有性命危险罢了。至于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石玉跟九儿能不能回来，就看他们的造化跟几身能耐了。归阁不收无能之辈。众
人散漫闲聊间，天色开始暗下来，一枚信号弹伴随着尖锐声响突然升空，在半空爆开。总镖头，救命！马匪，有马匪追来了！少年身影跌跌撞撞出现在众人视线，他后方跟着黑压压一群人，手里举着大刀，彪悍又猖狂。他们人太多，我没能把妹妹带出来，她还在古道里，求总镖头带队救出我妹妹。你这个白痴，有马匪你跑就行了呀！我们听到动静自然会去救你们，你把人引过来也就算了了，你放信号弹作甚啊？这到底是个什么蠢货呀？信号弹一放，不等于把33峰的悍匪全都给引出来了吗？23峰茂密枯树林中，不知是何人放的信号弹，必在古道引来大动静。对，我们的计划被人搅和了。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去探探情况。随后如一缕黑烟纵出，几息间消失于众人视线。夜色已降，远处燃起火光，10数人高举火把，手持冷刃，于雪地树林间追截围杀一人。清瘦身姿奔跑闪躲间轻盈，游刃有余。少年心头猛地便被撞了一下，砰跳再跳。九儿，别怕，哥哥来救你了。滚！他跟田宝特地引来的10几个马匪，一大半躺在地上了，还剩3个正连滚带爬的往外逃。而田宝对面站着个黑人，多管闲事儿的狗，坏他跟田宝好事儿。九儿，你们真是太好了，我都要吓死了。眼看就能把田宝抱住，在镖局那些人面前展现兄妹间受到惊吓后的情真意切，结果就在一步之遥硬生生僵住了。有人在后拉住他的衣领，少年松手翻身退开，在抬眸时眼底复杂，脑袋微疼。他似乎是好心办了坏事儿。镖局的人这时候也赶上来了，不消说是有人出手帮了九儿。定是这位侠士出手帮忙，高某在此多谢。但是此地不宜久留，山头上的悍匪马上就会赶过来，我们先离开再说。朝高某沉默点点头，一行人立马往入口处返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叫你们来探个路，结果引得各个山头震动，要是连累镖局受损，你们2个就是罪人。跟他们说那么多做甚？我早就说了，区新人考核时侥幸通过，就以为自己有多能耐，却如此不惊吓。紧急关头采用的信号弹便轻易的用掉了，真是窝囊废。他话刚落，四面八方骤有暗器袭来。高冲神色一凝，大喝：小心，危险！到处都是马匪，现下该怎么办呢？都怪石玉跟九儿这2个废物，不然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对上这么多马匪？够了，先想办法突围，废话回去再说。这次来的羊儿挺肥呀，兄弟们看着点，可别让肥羊跑了。老大放心，他们跑不了，寒冬腊月的能等着肉送上门可不容易，说什么也要把他们全圈下来。赶紧动手，其他峰的人也来了，先抢先得。马匪们举着火把大笑而至，古道雪夜，寒风呼号，凄风脚下火影绰绰，将这方天地照出残红。一波波冲杀之下，镖师们队伍被打散。总镖头，雨都古道悍匪虽然凶残，但也审时是吸羽毛，我们打了这么久，他们也死伤了这么多的人，却为何仍不肯退去？诸位，我等只是行经此地的镖师，来自大荣信远镖局，一路只为护镖，绝无冒犯各位之意。诸位何苦如此与我们为难？你们在古道盘踞，不过只为求财，我们可将身上所带的银两给你们，此事便算了了，放我们通行如何？今日朝廷的人会来猎杀33峰，我们一早得到消息，竟还妄想瞒骗。哼，我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镖师还是朝廷走狗，今日33峰都要你们来得去不得，给我杀！镖局的人听着，即刻突围离去，不得恋战。徐阳跟韩文博2人一边应敌，一边把人往他们这边引来。哼，来得好，石玉、九儿，别怪我们心狠，要怪就怪你们太碍眼了。丁少爷告诉我们，镖局每年选入的新人有3人将来能入归一阁，只要你们死了，我们3个就定能进去。确实有人要死在这里，不过不是我跟九儿，是你们呐。话毕，白玉跟田宝同时往旁旋身闪开，
被两人一直挡在身后的悍匪刀子正好斜劈而下，悍匪一刀3杀，胸口鲜血喷涌。徐阳临死前奋力扭头，带头冲出古道，来时的36人止于8个。高冲靠坐在路边大石，身上俱是伤痕。总镖头，你怎么样？无妨。石玉那小子伤势如何？他伤得比较重，后背挨了一击，怕是震伤5脏6腑了。人现在还未完全清醒。现在已经出了古道，接下来的路会好走很多。等到把镖送到地方，再行找人医治。至于其他的，回去以后再说吧。高冲靠着大石闭眼，满脸皆是失血过多的苍白。他叹了一声：唉，此次若非石玉拼死相救，我怕是也死在古道里了。若非大越朝廷着人前来剿匪，那些悍匪也不会被激怒，我们镖局哪里至于损失如此惨重？便是石玉放了信号弹引起他们注意，把话说开了，我们不定也能好好离开。真是倒霉起来喝水都塞牙。本来大家心里都怪那兄妹俩成事不足，但有了石玉最后拼死保护总镖头，便是看在总镖头的面子上，那些怪罪的话也不好说出口了。路边另一处枯树下，脸色煞白的少年紧闭着眼，人事不知。不少镖师看到这一幕，很快便将视线转开，各自五味杂陈。随同来的新人死了3个，没想到最后剩下的竟然会是这兄妹俩。石玉既有胡乱放信号弹之过，又有救总镖头之功，回去之后不知道大当家会如何定夺。但若是这2人留下，是定能进入闺阁的了。这位侠士便是悍匪口中前来猎杀33封的朝廷人士吧？长靖羽林卫上骑都尉魏离，此次33封发生的事情误打误撞，抱歉。回到大荣信都，亦是春光3月，信远镖局里此番却没有欢喜气氛。大当家苗征坐在镖局大厅，脸色极沉极冷。一趟送镖，竟然损了他镖局20多位好手。爹，你一定要严惩石玉跟他妹妹，要不是他们2人惹祸，镖局怎么会死那么多人？石阳哥哥也不会再回不来。那么多条人命，他们2人死不足惜。高冲坐在首座下方。大当家，虽然石玉跟九儿此行有大过，但是他们拼命保护同门，亦是有功。若是没有他们以命相护，我这次或许也回不来了。剩余的镖师也皆得过2人相帮，有过罚，有功赏。我瞧他们2人心性坚韧，亦有情义，是可造之才。还请大当家定赏罚时能多考虑一二。镖局的新人只剩下他们2人了，再要打杀或者是逐出镖局，那后面的话他未有言明，大当家却能听出其意。这2人要是也弄没了，今年他们镖局就没有人能推荐去归阁了。此事我需要好好斟酌斟酌，不管如何都要给镖局其他人一个能服众的理由，才能交代。因为白玉还伤着，功过惩罚皆待他伤好之后再算。期间镖局请了3次大夫来替他查看伤情，得出的结论都是重伤内肺，便是伤势痊愈，身子骨也必留下祸根，恐中伤。白玉瞬间得到一波同情。老头的内损丹真不错，吃一颗药效能够维持3个月才算尽。九儿，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庸医啊？小心隔墙有耳。有你在，这药还能有人把话听了去？那他耳朵得长多长？有人来了，你的伤势已好，苗征那里应该还快会传下令来。大厅里镖局各管事干事齐聚。石玉、九儿，你们2人应知我召你们过来所为何事。你们进镖局后第1次跟镖，本是一趟历练，没成想却正因你2人坏了事，导致镖局蒙受巨大损失。你们可知错？大当家，我兄妹2人亦对此事耿耿于怀，痛愧难当。你们2人能有此心，我很欣慰，但功是功，过是过，两者不能尽数相抵，否则难以跟其他镖师交代。是已经由镖局各管事商量后，做出如下决定：你们2人若能过了镖局的9宫阵，此前过失便既往不咎。你们可敢闯阵呢？敢！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既然你们如此英勇，
那就祝你们通关归来。兄妹俩又低下头，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也不让他看到他们的任何反应，把苗京一气得咬牙切齿。你们踏进门后，阵法便即刻开启，只有通关才能活着出来。若是知道无法通关，中途可以求救，我就在门外。但是你们一旦求救的话，便也不能在镖局继续待下去了。九宫阵真是好巧啊！干爹教他们的第一个奇门术就是九宫阵，轻松解决了第一关。九儿，我们在里面待多久出去合适啊？田宝却没闲着，从空间拿出脂粉盒，开始给两人手上、脸上涂抹伪伤痕。懂阵法的人通关一般需要1个时辰，我们2人不能懂阵法，所以半个时辰出去吧。现在镖局就只剩我们2个人，说是我们也死了，今年他们就没有人可以往归一阁送了。干爹那里有查来的资料，记载归一阁给旗下每个隐秘据点下了强制任务，每年每个据点至少要挑选出2名新人送去，示意他们让我们闯阵，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弄死我们，否则他们吃不了好。我猜如果我们通关，接下来便能直接去归一阁了。小姑娘将伤口做好之后，直接拽了机关上的铁质把手，对着阵法直接暴力打砸。白玉默默寻找现场武器，跟着暴力。石玉、九儿，你俩可在闯关了？听得如此喧闹啊！好一会儿，门内人才传来回答，气喘吁吁的：“宋镖头，我们在闯，里头到底什么声音呢？我们在打机关，九儿小心，快闪！哥哥小心，有暗器！”九宫院有人闯阵时，院门不得随意打开，门一开，里头所有阵法便会停止。信远镖局大厅再次众人齐聚，一个个脸色难看无比。让你们去闯个阵，你们直接把阵给砸了，谁叫你们如此破阵的？大当家息怒，我跟妹妹未入青山武馆前，四处颠沛流离，有幸进了武馆后一心练武，懂得只是些拳脚功夫，与阵法却是全然不知。当时进了九宫阵，我跟妹妹皆是茫然害怕的很，不知该如何才能破阵，阵中又处处机关威胁性命，危急情况之下，我跟妹妹便只顾得上躲避机关，将机关打了砸了，根本无暇多想，只想能活下来。怕死你们可以求救，当时总镖头就在门外，你们喊一声，阵法机关便会停下来。可是大当家说了，破阵才能既往不咎，我跟妹妹不敢求救喊停。众人一时间竟说不出责怪了。大当家，既然他们俩都已经无恙从九宫阵出来了，便按照规矩把他们送去吧。就这么办吧，你们2人已经闯了关，有件事此前从未跟你们说过，闯关也是试炼，通过试炼者可送往归一阁，成为正式弟子。你们明日便走吧。就当是送瘟神了。自他们来了镖局后，就没干一件好事儿，家里也是频繁倒霉。我瞧他们兄妹2人就是煞心，我要杀了他们。小姐不可，大当家已经做了决定，而且镖局今年若没有合适新人送去，也是要受罚的。小姐还请三思，若真恼他们2个，小惩大戒即可，不然大当家那里小姐也不好交代呀。那便小惩大戒，本小姐不会让他们好过的。走，随我上街。哎呀呀，这位姑娘请留步，老道观你印堂发黑，面带煞气，近日里恐流年不利，有无妄之灾呀。你一江湖神棍还敢咒本小姐，要再胡言乱语，我拆了你这把老骨头。滚！小丹翻倒，老道士被吓得连连后退，嘴里依旧是苦口婆心。道门中人济世为怀，菩萨心肠，所谓忠言逆耳，姑娘便是不听，也不应毁人吃饭的家伙。唉，罢了罢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妖言惑众的臭道士，本小姐同你计较，简直有失身份。他拂袖离开前，又将老头刚刚扶起的小摊子踹倒。待得再回到镖局，姚青怡将药瓶交给丫鬟，给石兄妹的晚饭，把这瓶药粉混进去，不能杀他们，本小姐也要他们半死不活。哼！一日一早，高冲等在镖局门口，一辆马车送行。高冲看2人一眼，滋味有些复杂。走吧。兄妹2人点头上车，除了高冲，没有任何人前来送行。但是白玉跟田宝并不在意。
马车离开之后，大当家快来呀！小姐出事了！她早上吃完早饭后突然呕吐不止，浑身都在抽搐，还有手跟脚长了好多毒疮。镖局大小姐苗青怡昨日上街曾得一算命老道批言，两方起了冲突，翌日人就真出了事儿。苗征浑身怒气，亲自带人前往巷口抓人，然巷口空无一人，最后搜遍全城也没能寻着老道身影。大越皇宫太和殿正门，臣魏离见过皇上。平身，随朕过来。是。皇帝坐在榻上抬眸，魏都尉，可知朕今日召你入宫，所谓何事啊？回皇上，臣不知。你旧年回京受封，朕喜你年少有为，故而将你留在京中任用，至今已1年有余，期间交予你的任务，你皆完成的堪称完美，不枉朕重用。尤其宇都古道剿匪，仅率40部下，便将33封悍匪尽数剿灭。此事传到京中，朝臣们莫不称赞有加。臣不敢当谬赞。不用如此谦虚，你的本事如何，朕看得清楚。魏都尉是12岁参军的吧？仅用5年时间就能跃升少将，在军营挣得功劳无数，连军营里的老将都对你甚是喜爱。以前就听回京老将说起魏都尉为人，不仅骁勇善战，且心思缜密多谋。如今朕是信了，假以时日，我大越又多一栋梁。魏都尉一身好本事，为朕助力颇多，解了朕心头不少忧虑。今日一大早召你进宫，是有另一要事交予你去办理，希望这一回魏都尉能和往常一样，不要叫朕失望才好。魏离拱手低头，臣领命，但凭皇上差遣。你既去过宇都古道，想必应该听过距离古道1城之遥的流放之地。历年来，朝中罪臣犯事流放，有近半会送去那个地方。本是想着让那些犯人戴罪立功，在流放之地开荒种田，久而久之，荒地也能种出一片锦绣，为朝廷减免负担。不成想，有人却将那里当成了无治之所，占为己有，将朝廷之威踩在脚下，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洪德帝抬眸，朕此次要你做的，就是去整肃流放之地，剿灭盘踞其中的各恶势力。那些势力盘踞多年，扎根极深，势力头领皆是有些能力的，若能够将他们招安，归顺朝廷，为朕所用最好。如若不能，一心者诛。他低下头，回皇上，臣确曾对流放之地有所耳闻，听闻朝廷这些年来派过不少人想要前往整肃流放之地，无一成功。臣不敢托大，要完成这个任务，恐需些时日。无妨，收复失地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朕可以给你时间。整个羽林卫部中可任你调遣，但是朕希望所耗时间越短越好，你可明白？是。这流放之地呀，让朕头疼很多年了，都快成了心病了。幸而如今朕有你可用，你且去办事，朕在京城待你佳音。他与了魏离一道调遣羽林卫的手谕。魏都尉，你自来京之后，面具从未摘下过，朕方才想起来，竟然未见过你真容，可否将面具摘下，让朕瞧一瞧，脸上究竟是受了什么样的伤？需覆盖上面具遮掩，若是伤势不重，宫中太医院有不少治疗外伤的老太医，或可为你诊治疗伤。少年顿住，
臣漏言难堪，只怕是污了皇上的眼罢了。面具落下，长眉入鬓，眸入寒星，悬鼻薄唇，让人惊艳的俊美。唯独可惜，在其左脸处突兀盘桓一丑陋疤痕，拇指粗细，自脸颊处纵贯眼角及眉尾，增生的疤痕鲜红色，在少年麦色肌肤上如攀爬了一条骇人的蜈蚣。唉，可惜了，本该是一贯绝长经的少年郎。扣上面具，卫离未再多言，躬身告退。皇上，这魏都尉脸上的疤位置是不是落得太恰好了？你那里查得如何？皇上恕罪，流放之地这几年内的防守极为严密，老奴数次派人想要前进去调查，皆是被那几个势力所察觉，出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回来。当年魏家是否全部被灭了口，此事暂未能查出结果。流放之地就像是一头狼，以前是狼崽子，经了这些年，獠牙越发锋利，叫人无从下手了。朕静待佳音，且看魏都尉战果。至于卫离究竟是不是南宫青羽，最好不是。若是卫离，又或者是南宫青羽，这次未必有当初那么命大了。天色很快擦黑，书房里长了灯。短刀叔叔。段刀拉下面巾，顶着张普通陌生的面孔，走到书案旁实木圈椅坐下。我下午去了趟茶楼，看到你给我留下的信息，反正合适了。洪德命我收复流放之地，各势力能招安即招安，不能者诛杀。我领命离宫前，他让我摘了面具。卫离娓娓道来，语气沉稳平静，已无初时起伏。做多了亏心事，心里藏了太多鬼，他对我的疑虑始终没有打消。洪德帝实则并没有认出他，时经10数年，他在战场上喋血5载，容貌气质与年幼时早已截然不同。但是哪怕他容貌已变，虚报年岁，洪德帝依旧疑神疑鬼。他知道自己手中有多少冤魂，许做梦都害怕冤魂前来索命。你想怎么做？中秋皇家祭祀后，我即动身回流放之地。阿离，以我有师徒之谊，我亦欣赏你心性坚韧，胆魄过人。但是你若是敢伤他们，我会亲手杀了你。段刀叔叔，我背负一身仇恨，唯一活下来的目标便是复仇。但是我一直矢志已毅，若土北村跟报仇之间只能2选1，我定选土北村，因为还活在身边的亲人更重要。这些年，我与昔日旧部下已经重新取得联系，亟待时机。你若有计划，我会助你。师父莫要小看李儿，离京前我会赠洪德一份大礼，待我再回京之日，即是收网之时。臭小子，很快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回流放之地，看望苏阿爷、苏阿奶他们了。你离开也有数年，何时回去？我暂时不能回去，介意跟以前的人重新联系上，难保暗中没有人在查我，回去只会把危险带到流放之地，牵连无辜。待这边的事情解决了，届时再回也不迟。既然不需要我帮忙，你留信息给我做甚？风口浪尖，我们碰面只会徒增你被人抓住破绽的风险。在这偌大的长京，只有你一个长辈在，我有心事想跟长辈分享，便给你留信息了。胡闹！灯光又是一下飘忽，书案旁的圈椅上已经空无一人。大荣，信都北郊八仙峰。雪儿，哥哥手上茧子全是洗衣服洗出来的。少年棒槌梆梆梆舞出残影，把衣服当敌人捶。咱俩来这有2个月了吧？天天洗衣服，偌大一个帮派，连几个洗衣服丫鬟都不请啊？田宝跟他相反，捶得慢慢悠悠。挺好啊，山清水秀，当看风景了。白玉也扔了棒槌，看着梨爬到少女身边躺下。球儿，别忘了正事啊。没忘，我记了10几张脸了。闺阁有3道山门，出来的弟子只能在外门活动。第2道山门是阁里主要管事住所，以及闺阁举办重要活动的地方。第3道山门后是闺阁重地，没有阁主传召，任何人不得轻易踏入。下午练功时间，
外门广场前，新弟子齐聚，两两切磋。你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爬到那个地方呀？休息间隙，有新弟子坐在广场旁台阶。想什么呢？那个是阁主跟阁里长老才能去的地方，刚入阁就想进去那里？做梦呢！我们现在是刚入阁没错，但是谁说以后没机会上去的？不定几年、10几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里面也会有人坐上长老的位置。就是在座的谁敢说心里没点野心，不想有番大作为啊？我跟你们说啊，出头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听说阁里这几日会召集所有的新弟子发布任务，要是能够完成任务，肯定能够入长老们跟阁主的眼，届时被那些大人物挑选，亲自带在身边，指日可待呀。什么任务？昨天啊，我当值守外门，信远镖局大当家求见阁主，说有要事，走的时候是7长老送他出来的。两人说话的时候，我刚好听到几句。那大当家是来求阁主帮助救他女儿的，听说是中了毒。我听到7长老说，既然毒不清有胆子跑来大荣，必然让他来得去不得。这几日阁里就会遣出人手，掘地3尺也要将他给找出来。这是要我们新弟子去找毒不清？听名字就知道对方是个用毒的老江湖，我们初出茅庐就要担此重任，岂非是有去无回？富贵险中求，你要不想去，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阁里，但是贪生怕死无作为，皈依阁可不会留你太久的。台阶另一边，静坐试汉的兄妹俩各自眼底一沉，毒爷爷行事风格太明显了。这半年来，信都发生多起让人津津乐道的怪事儿，加上镖局大小姐又莫名身中奇毒，了解毒爷爷的人只要稍加联想，便能将两者联系起来，其后将目标锁定在他身上。白玉揉了下发疼额角，龟阁既然已经知道毒爷爷在此，必定有所动作，离开大荣的关口也许已经关闭，而毒爷爷对此还一无所知。是夜亥时，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轻易避开2山门守卫耳目，往里潜入。清瘦身影隐在护喜兽落下的阴影中，完美隐藏。秋夜月亮如水，月光洒落，黑影静静蛰伏，极有耐心。山间夜晚的冷意在肌肤上浸染攀爬，他似无所觉般一动不动。毒王谷那边传来消息，他们着人去镖局替苗青姨诊治了，中的是3重3花，下毒的人就是毒不清。他制毒手法独一无二，与如今的毒王谷有所区别，无法复制。我说呢，这2、3个月，皈依阁设在外面的秘密据点为何频频被人端掉？现在谜题解开了，就是那个老东西把我们的据点给摸了出来，跟白晓峰里应外合联手而动。当年被他逃了，之后便一直龟缩在大越流放之地不出。哼，让这次跑出来，自然不会只是单纯的出来偷东西找找乐呵。一个被全族至亲厌弃的怪物，躲在龟壳里了残此生就算了，偏偏要跑出来跟我们作对。此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他在流放之地近些年一直扎在土北村，跟那些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待在一起。此次出来，必然也是跟那些娃娃有关，否则以他的性情，这辈子都不会轻易踏出流放之地。或许那些小娃娃也潜进了大荣，只是我们暂未发现。阁主，你明日下令，广发人手去查，定要将他跟他的同党揪出来不可。上方护己兽下，黑影又悄无声息地离去，由始至终未被察觉。一日一早，外门就传来召集令，一众新老弟子齐聚山门。上方台阶站着数位长老，任务即刻发布，每位长老带10名弟子下山，分往大荣信都各个方向搜寻毒不侵的踪迹。露馅了。田宝点头。皈依阁怀疑流放地的娃子们也潜入了，老头又给苗青姨下了毒。此刻皈依阁怕是已经开始怀疑新招进来的弟子里就有流放他娃子乔装的奸细。明白了，所以长老亲自带队，一方面是下山抓老头，一方面是暗查新弟子里面暗藏的奸细。而我们2个出自信远镖局，又跟苗一清起过冲突，最为可疑。一旦我们露出破绽，就会被其余人群起而攻之，阴险，让他先死。毒不清善用毒，喜暗算，
稍有不慎就会中了他的圈套。穿过信都城南门，七长老给10名弟子各发了一粒丹药。这里是阁里带来的解毒丸，能解寻常百毒，你们将之服下，10个时辰之内皆有解毒之效。一阵妖风扫过，新弟子们刚拿到手的解毒丸凭空消失了。狗屁的解毒丸，就这玩意儿想解爷爷治的毒，回去再修炼个100年，是毒不侵，哪里走？老子要走你拦得住，先追上你爷爷再说。10名弟子面面相觑，大惊之余不敢松懈，紧随长老脚步追上去。他不是善用毒吗？怎么轻功这么高啊？这个时候就别废话了，跟上再说。说的容易，我们就是拼尽全力也追不上啊！弟子们懊恼间，少年少女的身影越过他们往前纵去。他们往西北方林子去了，快追！其余人立刻跟在2人身后跑。西郊西北方7里就是一处密林，进了林子后便显昏暗了。等弟子们赶到时，别说找着毒不侵了，连长老都寻不着了。地面上只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却也凌乱无比，难寻觅踪迹。众人只得分头往深处找。此时七长老站在林子深处一处空地，脸色沉凝，四面警惕。毒不侵，既然出来了，又何必鬼鬼祟祟不敢见人？有种现身，老夫跟你打一场。边说他便悄悄伸手摸向腰间，取下藏在腰带里的信号弹。果然是你，苗青怡曾在街上跟一老道起冲突，看来你早就潜进信都待了很久了吧？嘿嘿，爷爷待多久关你屁事儿啊，先操你自己个儿吧。这里就是爷爷给你选的墓地，赶紧瞧瞧喜不喜欢呢？喜欢就埋在此地，不喜欢就躺在此。哼，大言不惭，你这是找死！毒不侵拔腿就跑，软筋散扔，迷烟弹扔，欺负倒扔。后头追击的风声还是呼呼呼的呛消，气得老头怒骂：区区一个长老都百毒不侵了，不可能！你他娘打娘胎里毒药吃了多少，才练出的避毒胎身吗？别追爷爷，你这条疯狗！天宝，救命啊！话音刚落，后方追击的风声便停了，随即是重物落地后的闷哼声。林子另一方，少年少女现身。哎呀，怎么现在才来呀？爷爷差点交代在他手上了，疯狗一样的逮着老子不放。得亏爷爷能跑，这丫的居然也是百毒不侵。我知道你死不瞑目，那就把眼睛睁着吧。你看看头顶，天还是挺蓝的。死前多看一眼。顿了一下，又好心哦了一声，弯下腰挡着蓝天，老脸塞满七长老瞳孔。也别撑着了，你等的人不会来了。你刚放的信号弹在我家田宝手里呢，安息啊！七长老眼睛一突，垂下捂着咽喉的双手，露出刺入咽喉的离针，头一歪，气绝。吴爷爷，我们不来你也交代不了，你再多说几句话就能不战而胜了。放屁！爷爷的嘴只毒傻逼，不毒死鬼。田宝默默地后退一步，把唾沫星子留给白玉。那些小鱼小虾还在林子里打转，此地不宜久留。另一队人马在东郊，计算脚程，这时候应该在渔阳村附近。走了走了。幸而老头还记得正事儿，拽起两人就往渔阳村方向走。城里4队人，白晓峰的探子用烟雾弹把他们暂时拖着，估摸现在在城里被溜得团团转呢。在他们发现之前，咱们把城外另外2队人马打掉，再去解决他们就轻松多了。毒不侵喋喋不休，只来了7个长老，威阁顶级高手有100人之多，一半遣出去办事了，
还有一半留在山上，最后一道山门守卫森严，我还没进去过。归一阁在外的高手有多少可不好说，这2个月我们递出去的消息不少，干爹收到的消息后肯定不会有什么都不干的。设在大荣的暗点被归一阁挑了一个，以干爹的性子，他能善罢甘休吗？定是要双倍10倍的还回去的。归一阁跟流放之地对立，目标直对师傅，如今又让他发现整件事除了殃及流放之地其余势力之外，对方跟毒王谷也有牵扯，这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位于信都西郊的饮水河畔附近布有烟花升空，同时北郊八仙峰也掀起震荡。第2道山门打开，无数身法奇快的人直接往烟花炸开的方向纵去。半个时辰后，饮水河畔人影绰绰。二门主，此地无人，地上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调虎离山，所有人即刻返回八仙峰。信号弹已经放了，他们却扑一个空。而地上呢，全无打斗的痕迹，是有人夺了此次带队长老的信号弹，故意溜他们。二门主带人回赶时，一老二少就站在八仙峰脚下。只有半个时辰，你们真要跟我上去？我一个人快去快回，更方便。毒老头信他个鬼！废什么话，赶紧上！事儿办完了，立马溜号。万一半个时辰的事办不完，等那些人回来，便是九死一生的局面了。真的？那正好，哥哥想尝尝九死一生是什么滋味。老头乐颠颠跟上。臭小子，等等我！解决的那几个全是大毒不侵，老头想知道他们山里到底藏了什么药，走的时候顺点玩玩。田宝站在高耸入云的山门前，片刻后拉着毒老头跟白玉后退3丈，空间入口打开，降落飞旋，空间中巨石从山脉上疾飞而出，空的狠狠砸在山门，一下又一下，地动山摇，山门崩塌。住手！小小之辈太猖狂！随即无数人影亦由暗处现身，将一老二少团团围住。着我归一阁弟子服，果然是混进来的奸细。走便走了，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敢回来。四周亮起灯光，将山门前空间照得亮如白昼。不回来怎么送你们上路？人来齐了吗？毒不侵倒抽一口凉气，他的崽子们一个个的比他还张狂啊！宝，白小子，待会儿打起来看着点爷爷啊！爷爷拳脚功夫不行，跑得快也快不过暗器，务必把爷爷护周全了。俩小子偏头，看着老头突然的怂样，给我上！田宝跟白玉立刻夹着老头后退，对方冲到他们刚刚所站的位置，迎头一阵雨往下浇，将他们淋得一头一脸。不好，是油！有人惊叫。哎呀呀呀，没错，就是油。来的路上顺便买了几桶，特地给你们安排的火葬，给老子死！借风点火，火上浇油。山门前当时火光冲天，除了火攻，还有暗器从四面拔开起来。一老二少身边竟无人能近身。去第一门。那座隐在云料雾绕间的殿宇，在3人面前一点点露出真面目。大堂里空无一人，月光无知无觉，依旧洒落温凉。远处传来的惨叫声，衬得殿宇前更加幽静。蓦地，殿内数道剑士迎面袭来，将门口3人逼退至云潭之上。田宝立刻扭头四顾，借着微弱光线看清，云潭四角的冲天爆柱正在移位，就连脚下的白玉地砖也在晃动。不好，八阵图机关！白玉脸色微变，毒不侵满脸茫然。啊，什么八阵图机关？很厉害，要命的厉害！田宝拽过老头背起，乾天坤地，云艮风巽，找生门。这个阵法不能强行破除，也不能用空间吸收暗器，因为他们在阵中，空间吸收只会让袭来的暗器加速扎在他们身上。天宝，此阵需要4个人同时踩对机关方能破阵，而且踩下机关之后不能停留超过2息。我有办法。田宝画臂与白玉身形齐动，变换位置，两人刚刚站的地方立刻被剑洞穿。我的乖乖，幸亏他毒不侵在田宝背上，不然就被剑穿起来了。田宝，你背爷爷？背得动。爷爷问的是这个吗？风水轮流转，杜爷爷，你老了。鼠子猖狂，等逃出去了，爷爷刮你一层皮。阵内尽是暗器破空中，每个机关设计暗器数量皆是有限，坎位发出暗器最多，后继力弱。生门闯！两人同时落脚松坎位，田宝一拳狠狠砸下，处于此位的石兽散力。坏了的阵法还能这样改？我们不能，只有天宝能。
确实只有田宝能。阵法机关设在地下，想要改变阵法，需要将地下设置改变，这一点唯有空间之力能做到。玄生万物，99归一，这归一阁名不副实。既然来此一遭，姑奶奶替你们将这些虚悬的招牌摘了。少女凌飞而起，月月下势如9天立凤，颤人心魂。一刀横斩，电雨从中而裂，门上方金丝楠木牌匾4分5裂，哒哒掉落在地面之上。干得好！什么99归一的归一阁，你们就配当个趴地的走狗？被引出去的走狗回来了，我们须得尽快离开。待归一阁消息传出去，各离开大荣的关口恐怕会关闭，徒生激结。这里终归不是自己的地盘，干爹的人来不了多久的。山道上人影浮动，走，从后方山崖直下，顷刻消失于夜色中。两个小崽子说跳就跳，好歹先打声招呼啊！架着我做甚？爷爷自己能飞，撒手，真当我老了不成？救命！救命啊！怎么样，哥哥，我来的够不够及时啊？苏安，你怎么会来？长东叔叔给我传递了消息，当时我恰好就在赤水河域，紧赶慢赶的就赶过来了。白晓峰那狗逼小人，倒是会使唤人。读不清，有话不妨当着本座的面说。运船接到人之后，立刻起航，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银水河域。你们不知道啊，当时八仙峰有多危险，黑压压的全都是人头，上百高手将我们围困在中间，还开启了那门绝杀大阵。哼，但凡换一个人，绝对是十死无生，有去无回。嘿嘿，这就亏得老头我机灵了，几个油桶，一个火折子，把那些高手杀得哀嚎连连。白晓峰硬塞了块鱼肉堵住他的嘴。聒噪！日你大爷！白晓峰，鱼有刺！天宝，最后那个阵需要4个人同时破阵，你是怎么做到的？用这个。劈归一阁殿的时候，看到缝隙后露出密室，我顺手把密室的东西收了。船舱里响起噼里啪啦东西倾倒的声音，名贵字画、文房四宝、银台蜡烛、檀木古凳、金玉匣子、玉扳指，复杂图文令牌。但是你现在越来越放肆，当着我们的面就凭空变东西。既然是归一阁密室，兴许田宝这一招顺了有用的东西回来，可以好好翻一翻。董老头早就扔了筷子窜了过去。用得着你说，找东西老头最厉害，我来。这种事儿也不能少了我们。根据老夫数10年江湖经验，这个玉匣子定有玄机。归一阁谱志记录有归一阁设在大陆各国的暗桩，还有各据点主事名单。好东西，银票，挺厚一叠，可有可无，粪土一堆。等，别扔了，里头夹了张羊皮纸。这是什么？地图？这也不对呀，怎么只有这一小块呢？白晓峰，快瞧瞧，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就一小块，说不重要吧，又藏在匣子里，肯定不是废纸一张。要不然堂堂一阁之主要在密室里收破烂玩意儿，他脑子得病成什么样啊？神兵图？什么神兵图啊？传说中的藏宝图。我也是很多年前有所耳闻，相传大陆某地藏有5万神兵，皆为墨家所造战场神器，若能得之，如虎添翼，战场披靡。洪德帝当年能继位，就是献出了一张神兵图碎片，得到背后势力扶持，所以他对那个位置极为执着。一老仨小对视一眼，顿时失去了兴趣。这东西跟田宝比起来算个屁呀！田宝才是真宝藏呢。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毒爷爷踢开的，我给悄悄藏起来了。我们来点。喝个酒你那么鬼祟作甚，整得跟做贼似的。开坛。这1年多啊，我跑了大半个大月，一个人出来行走，确实更长见识。什么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遇到难事儿
或者组织，也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就连喝酒也是这趟出门学会的。哥行走一次能喝一坛酒不醉不倒，跑了那么远那么久，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哥开始虚伪了。滚！得到最大的收获便是打得真痛快。晕船在河上跑了10多天，中途特地选在徐州码头靠岸。苏文那个小子在白鹿书院混得如鱼得水，我敢打赌他现在肯定是咱们当中长得最瘦弱的一个。笑个屁，赶紧走人，去最好的酒楼见识见识招牌。本座已经着人给苏文递信，明玉轩酒楼大堂见。哼，又装逼。明玉轩是徐州城内最有名的酒楼之一，一行刚刚坐下便有八卦入耳。如此心性，我是五体投地了。为了报个被踢馆的小球员，竟然能花2年时间混进对手势力内部，最后一局打得归一个重伤啊！你们说说，这得心胸狭窄成什么样？仇是报了，气也出了，不过他们也没讨得好，大荣的通缉令都贴到我们大越城头了。不止大荣出了通缉令，听说东蒲、西陵、南桑、北穰4大国乃至周边各小国也相继出了缉拿令，但凡看到那几个人，立刻上报官府，有重赏。传言听一半，不尽详实。我最好奇的是他们究竟对归一阁做了什么，惹得诸国通缉，古往今来能得到如此殊荣的，除了他们，我闻所未闻呐。角落里5人面面相觑，有些僵。田宝甚至掏了他耳朵，他听错了吗？几国通缉，打个归一阁，有那些大国小国什么事儿啊？找打？爷爷，长东叔叔，哥，妹妹，小师弟，我来了。知道你们来徐州，我立刻跑了出来，可让我一顿好感。苏文，真的是你？怎么这几个都是你家的？没想到几位师兄也在此处吃饭，这几位确实是我家中人，久未见过面，太高兴，一时间有些得意忘形了。哦，可去瞧着这几位，怎么有些面善呢？特别像城墙告示上贴出的几名通缉犯呢。哎，师兄说笑了，我一家皆是本分良民，我自幼的家中教导，一心向学，亦是本本分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那些武功高强的通缉犯，跟我们寻常之家怎么会有关联呢？哼，有没有关联？去衙门走一趟便知分晓。如今城中兵官戒严，已经开始在四处搜寻犯人。若你们真是无辜的，去走一趟，查明了便可走。青年公子话音未落，迎面一记重拳袭来，直接将他锤晕了。说了，我是本本分分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非要逼我动手，何苦来哉啊？瞧瞧，如此闹得多难看呐！看，打人了！他们就是通缉犯，做贼心虚露出真面目了！快来人，抓住他们，别让他们给跑了！我跑你姥姥！操他娘的！老子就说外面的地儿全跟老子犯冲，去哪儿都不消停，没一次能坐下来好好吃顿饭的，让老子吃饱很难吗？很难吗？坏事的龟孙子，我揍死你丫的！徐州城上空气氛拉紧，弥漫肃杀。杜爷爷，别打了，官府的人来了，刘浩！白玉喊了一声，率先往外冲，把官兵视线先引到自己身上。苏安、苏武紧随其后。白晓峰不跑，摇着折扇慢悠悠走出去，气度风雅，假装自己只是路过的。认出老子是通缉犯，不悄摸摸去报官，还敢凑上来找茬儿？哼，你们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你们这种脑生草包还能够进白鹿书院？书院的夫子也全他娘的是草包啊！呸！杜爷爷，人还堵门了来了！哎呀，老子是真的饿呀！就是这种目中无人的调调，才是真凶恶呀！众人竟深以为然。站住！尔等速速就擒！本座从来不走路上吃东西，粗鲁。有你吃就吃吧，递你手里还嫌，非要爷爷塞你嘴里，毒不亲！你敢塞本座鸡屁股？不吃鸡屁股，你还想分鸡腿呢？美的你！咱俩的账还没算呢，老子现在就跟你算！几道身影轻盈飞远，快得跟一缕青烟似的。徒留手持长枪佩剑的官兵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追。出城的城门口张贴告示的墙上被一大张通缉告示覆盖，告示上画满人头像，
有少年，有少女，风雅男子，络腮胡大汉，还有俩老头。杜爷爷，各国对你尤其重视。这是多怕官兵抓不着人呐。白晓峰嘴角抽动，最后展扇遮脸，肩头剧烈抖动。外头不混了，老子要回家。赶在官兵到达码头困船之前，一行人飞至码头登船，扬长而去。这阵仗真大！哎，咱跑了，但是苏武还在岸上，那小子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打架去了。这会子估计也被追了吧？就苏武那种四肢发达、一根直肠的，会把官兵先揍一顿再跑。只要他功夫没退步，不至于回不来。要真回不来，给他收尸去，我会给你们收尸的。啥意思呀？有我们俩什么事儿？苏阿爷、苏阿奶不得先揍死你们？运船载着满船杀气，一路摇摇晃晃向西北。大约某座都城里，江湖人扎堆的巷角酒肆，英气少年夺门而出。吴小子，一路顺风，江湖再见。这些人咱帮你解决了，外面的你需要自己小心。诸位叔伯，我们定有再见之日，届时小武请你们痛饮。离开前，将通缉告示给接了，将告示撕碎，当场一扬。少年欢快冲城门，回家喽。10月过半，天气渐凉，村口瘴气林中，一道悬疑身影缓步毒雾中。何方宵小，躲在瘴气林里鬼鬼祟祟，给小爷滚出来！鼠辈，敢不敢把面具摘了？二师兄已经认出我了，还叫我鼠辈，故意埋汰。阳光透过枝叶，薄雾洒下。跟我武功路数一样的，苏武还没回来。苏文本来玉田堡在林子外头，看你出招，我猜就是你了。臭小子，终于回来了，还等什么？当初咱说什么来着？等魏离再回来，咱们一定要好好揍他一回。快来，动手！来也！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本少爷？田宝活动手腕，准备跟着往下跳。田宝，你别下来，你来我们就完不成了。干嘛不带他玩啊？我可以弱一点。男女授受不亲。你们慢慢打，我先回家吃饭。晌午后，哎呀，我说你们打快点，赶着回家呢。不打了，回家了。陆爷爷，我们先走一步。兔崽子们一个个皮痒了。小苏家喜气洋洋，霍子恒夫妻也来了苏家院子。哎呦，都长高了，长大了。苏老婆子笑着，眼角发红。苏老汉此刻嘴拙，只不停地点头。好，回来就行。怎么长的？这出去是天天吃人参了，还是督老给你们特别喂补药了？2年不到了，一个个蹿的比我还高了。还好田宝长得还正常。何大江听不下去了，上来把自家汉子拍走。会不会说话呢你？明知道田宝打小就想长高高，你这话说出来不是戳田宝子心窝子吗？田宝小脸厉丧。二叔二婶，你俩说话谁也不比谁差，一刀一剑的戳他呢。你呀，打小要强，连这个也和哥哥们比吗？田宝臭着脸不动，乖乖认娘在脸蛋上啾啾啾。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做吃的去。午时到家，这一早上的都没吃东西吧？不得饿坏了。回家定让你们都吃饱。魏离抬脚便想跟上。姑姑，我帮你。你都7、8年没回来了，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让阿姨阿奶他们好好看看你。毒老头蹲在旁边不满地嚷嚷：孩子们都是宝，老头回家没人理呀。毒老，你最爱吃的干锅兔头，给你整一锅。这话成功让老头脸色阴转晴，屋子里一时间全是说话声、交谈声。霍子恒插不上嘴也不急，霍氏来时特地带了把瓜子儿，纯粹的嗑瓜子儿凑热闹。田宝姐姐，田宝姐姐，你看看我呀，小麦穗可想你了，天天茶不思饭不想。你瞅瞅我，你看我是不是瘦了2大圈？我想你想的都瘦了。姐姐回来了，以后日日能见着，你如此急做甚呢？怎么能不急？一日不见如隔3秋，我跟姐姐几百几千秋没见了，我不说话，姐姐都要不认得我了。堂屋里再次传出被逗乐的笑声，笑声飘出小院，落入外头激动听墙角的村民们耳里，将他们的嘴角也拉扯出高扬笑纹。我们去徐州想探望一下苏文，这才知道通缉令啊已经贴满大越各大小都城啊。通缉令上加盖的各国玉玺大印，我大略数了数，至少有9个。这是什么深仇大恨，至于几个国家联手来逮我们？不难猜，天宝挑归一阁的时候轰动了2山门，改了机关轨迹，把归一阁殿移到分位2，不管哪一件都是非人力所能及的。
加上我们流放之地能人聚集，让那些人感受到了危险了，自然背后可能还有我们尚不知晓的牵扯。苏文满不在乎，他们想抓我们也不是什么易事，想前进流放之地也难，咱们就待在家里，凭他们什么阴谋诡计，慢慢耗呗。魏离若有所思，田宝干脆连多余的情绪都没有，不惧不怕不慌。你们回来之前，忘却楼已经将信都发生的事情传至我这里。皈依阁此次死了7名长老，另2门主重伤，2门高手死于火焚，机关暗器者总计有28人。顿了顿，他继续道：普通弟子不计，皈依阁高手110多人。此次一下折损近1/3，且阁里暗示重要物品失踪，损失可用惨烈来形容，令皈依阁实力至少倒退了10年。如今整个皈依阁对你们应该是恨之欲死。皈依阁外门弟子想要进入2门，需身负一定功绩，而想要在2门里长居，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资历。也就是说，皈依阁培养一个能进入2门的高手，至少需要10年。田宝跟玉儿此次与皈依阁的打击，是皈依阁有史以来所受最重，而皈依阁是为大荣权贵做事的，皈依阁出事，撼动了大荣权贵的利益。皇室由此发下通缉令，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儿。至于其他各国也在此事里掺入一脚，忌惮的是田宝跟他霍子恒，还有意在夺回那张神兵图碎片。日后你们再出门，务必要更为小心谨慎，否则你们各有成长，但是人心诡谲，仁义比鬼恶，你们尚未见过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无论何时皆不可自满自负，恐阴沟里翻船。师父，霍子恒头疼，孩子大了，不好骗了。神兵图各国皆欲得知，哪怕一片碎片也能引人争夺，这东西握在手里犹如烫手山芋，日后你们若是不慎落入对方圈套，对方逼问碎片下落的话，就告诉对方碎片在白晓峰身上，先保小命要紧。令天香，白楼主得了好东西，悄不吭声，想自个闷声发大财。我们2个知道你今天回来，早早过来，等到现在。怎么样，过来喝一杯？你们已经喝了这么多，本座这时再要与你们喝的话，岂非胜之不武，占了你们便宜？你什么时候少占便宜了？过来说正事，莫忘了你是坐老子的运船回来的。开船的又不是你，你领什么功？哎，我就知道玉儿回来怕是先会去土北村，这老父亲啊都没土北村值钱。哎，白楼主，你身上揣的值钱东西，便让我们2个开开眼。小心思上脸了，你们真是不要脸！本座独身一人冒险去接人，你们2个躲在老巢里吃现成的。这就是神兵图，传说里那张，烫手山芋罢了。你们想要拿去吧，好东西谁不想要啊？但是得有命拿得住，你收回去吧。这图要是一整张我便拿了，一张碎片谁要啊？谁拿谁是靶子，凑齐了再给我。都给本座滚！这俩究竟来做甚的呀？谁把他们请到茶室的？现在各国皇室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和他们之力，仅靠我们3个撑着，流放之地恐怕撑不住了。今日我调一批人手去土北村，若有事情发生，能及时出手帮忙。事儿爱来不来，反正流放之地就没安宁过，不就是打吗？听风，再上几坛好酒。天宝姐姐，天宝姐姐起床了，小麦穗来陪你玩了。天宝姐姐，太阳晒屁股了，你再不起来，早上的精气你就吸不着了。哎呀，娘亲做的包子待会儿就要凉了。田宝躺在床上，嘴角不自觉弯起一角，没睁眼，准备再赖一会儿时，小麦穗，姐姐起来了，别嚷了。天宝姐姐，这是我娘做的大肉包子，可香了，我特地给你带的，怕它放凉了就不好吃了才爬窗的哟。田宝低眼瞧着他，挑眉，眼里尽是调侃。包子出锅，我就想先拿给姐姐尝，自己忘记吃了。田宝姐姐可太好看了呀，是她以后的夫君呢。田宝无奈又好笑。田宝姐姐，小麦穗带你去玩好不好呀？你走了573天，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多陪陪我嘛。好，陪你。苏老婆子笑道，离吃早饭还有些时候呢，正好让小麦穗带你去村口逛逛早集。早集？
阿奶，我们村口什么时候有集市了？魏离也颇感兴趣。他们昨儿回来在村口可什么都没瞧着。苏老汉故意卖关子：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见天的往外跑，不知道咱们村子有多大变化了吧？自个儿瞧瞧去。哇，真不错呀，竟然连热食肉摊都弄上了，看来咱们村的日子是越来越红火了。我爹爹提议的，说大家伙手头有富余了，把富余的东西拿出来流通流通，相互方便。一开始村里人还担心东西卖不出去，又担心买不着想要的东西，结果没多久，大胡子叔叔就把分舵挪过来了。每天早上来买东西的人大多是12码头的人，连肉摊子都是他们弄来的。小集开起来快有1年了，四周的人早上来这里逛集的越来越多，以后肯定会更加热闹的。没想到村民跟12码头竟然会有如此融洽的一日。现在12码头可不敢欺负咱们村，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不要跟我说话。为何？你跟白玉都是我的情敌，我告诉你，田宝姐姐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爹爹说田宝姐姐不是他的，小麦穗不服。自此看谁出现在田宝姐姐身边都觉得对方是情敌。跟姐姐一起长大的5个，除了3个亲哥哥不用防，白玉跟魏离他是一定要防的。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他不跟情敌说话。听好，姐姐是小苏家的，我以后也是小苏家的。苏安跟苏文想笑不敢笑，师傅家这个小祖宗啊，可千万别是他们家的。就这性子，日后谁遭得住啊？祸害别家去吧。哎，魏离，你离开到现在有7年了吧？在军营都混上少将了，怎么样？上战场杀敌感觉如何？这些年你是一点消息都没有，知道你给家里递个消息肯定不方便，家里人就更加惦记你。阿爷阿奶隔3差5都要提你一回，后来不提了，也总会看着烟霞关的方向叹气。现在是上骑都尉，还好，上战杀敌跟你们出去打架差不多，我侥幸能保命。我们出去打架都是成群结队去的，你在战场厮杀，可没人会时时跟你配合，臭小子。我回京跟段道叔叔碰了头，他如今在长京明面上是个香料商，暗地里跟以前的旧部下重新有了联络。他让我带话给你们，一切安好，勿扰。那长公主呢？她可好？长乐公主，她在京中名声依旧不佳。我素日里团没有什么交集，皆是道听途说。仅是公主府在长京颇有地位。你呢？如今在长京供职，可有什么难处啊？若是需要兄弟们帮忙的，可别藏在心里不好意思开口，也别小看我们几个。哥也是长了见识的人了。皇帝命我将流放之地收复，招安3大势力。皇帝对你的能力如此高估啊！回来前，我在修王枕边放了封密信，送了他一颗清风丹，毒爷爷以前给我的，无色无味的慢性毒，服下之后有如沐春风的质感，但是五脏会慢慢衰竭，半年后暴毙。崔家已经败落，皇帝迟迟不肯立大皇子修王为太子，皇后跟修王早已经跟他离心，只盼着他早点死。若知晓皇帝有意立别人为太子，皇后跟修王绝不会坐以待毙，莫不如铤而走险。3个月后，修王跟皇后毒害皇帝的事情会东窗事发，届时长京会混乱，便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回去清君侧，塑小人，顺便送皇帝上路。你刚回京不久，论官阶资历，尚轮不到你出头主持大局。你如何在其他老臣手里抢主导权？用皇子的身份，名正言顺。你便是皇子，亦是罪臣，魏国公府未曾翻案。若大约仅剩我一个皇子呢？皇室继位讲究正统，当年我母妃跟魏国公府出事，我尚年幼，稚子无辜，如此即可。你们几个还坐着呢？这股悠闲劲儿，苏武看到跳脚了都。那小子被人围在云城码头，也不知道这时候跳河了没有。5人回头，听闻兄弟要跳河，你是怎么做到如此淡然的？顷刻，河边几个10几岁的少年人就消失不见人影了，留下7岁小姑娘跺脚怒吼：带上我呀，我也能打！气死我了！你们累不累？要不歇会儿？说真的，各位官爷，你们实在用不着如此拼命，每个月拿3钱半两俸禄，
干的全是搭上小命的事儿，多不值当啊！不如当看不见我，上码头小酒肆喝盅酒，回去交差了事儿。你们抓不着我太正常了，衙门还能为此办了你们不成？那多为难你们呐！你们来的也忒慢了，我都打了半天了。看不出来啊，没见你累啊。小爷嗓子已经哑了，打架不累，说话费嗓子啊！哎呀，看个屁的热闹，还不快过来帮忙！不急不急，听说你这一年多在江湖混得颇好，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长进。认真打。说的甚是。你们他娘的，跑出去一圈回来，全都长黑心肝了咋的？骂人，咱回去。哎呀，别玩了，我的小姑奶奶，哥被追了一天一夜了，让我歇会儿成不成？站住，别跑！再见。云城衙门，大人，那小子跑了。如大人所料，流放之地收到消息后，即刻有人前来接应。来者共5人，4男1女，皆是10多岁的模样，应该都是小苏家以及3大势力的小辈。下去吧，王爷，从边城调过来的小苏家罪籍卷宗有记载，整个小苏家合11口人，小辈3男1女，另风云城白魁亦有1子。这些人如今已经拧成一股绳，着实难以对付。您看，将这纸圣谕传到边城衙门，让小苏家前往衙门领旨。边城知府心下一惊，恭敬地将圣谕接过，展开看了一眼。皇帝诏曰：皇恩浩荡，念小苏家无辜受牵连获罪，今已流放10年有余，特赦其罪，返回原籍，命小苏家速回原籍地。这，王爷，小苏家现在已经在流放之地扎了根了，染上了流放之地目无法纪的习性，他们未必会依着圣旨返回原籍地啊。杨大人只管去办便是，回不回原籍无所谓，本王要的是小苏家进城。苏武好不容易被一众兄弟妹妹带回家，行，动不了了，不是挺能蹦的吗？听说你搁外头1年多蹦了几10个擂台，回了家不带这样蔫巴的呀！起来，给爹表演一个。嘿呀，以为多大能耐呢？白瞎断刀大人教你的一身功法了，就这人脚瞎啊！哎呀，以后怕是连媳妇儿都难找啦。爹娘，要不您俩揍我一顿得了，说啥风凉话，不动嘴呢？不动，你躺地上动不动？阿爷阿奶，看看你们的好儿子好儿媳虐孙子了。堂屋里太热闹，未免当池鱼，其余人早早退散。去逛个早集都能逛到云城码头，去就去吧，也不知道回来喊爷爷一声。好玩的事儿漏了我就失色了。照照你，我们现在哪能回来？哼，高处不胜寒呐。无敌最寂寞。一老一少对着天际双双叹气。独爷爷，小时候听你说过毒王谷早就没了，以前的毒王谷在哪？屋里也跟后土药园子一样，到处各种药材？肯定不一样啊，毒王谷哪是小药园子能比的？这毒王谷里路边长的杂草都是毒物，是外头轻易寻不着的东西。老头眯起3角眼，想起毒王谷的时候，眼里有复杂的情绪闪过。唉，可惜后来没了，连我那些徒子徒孙也没了。这命啊，还没我老头子长。这时候怕是已经重新投了2回胎了。除了你，毒王谷没别的活人了？老头看着天际，西部葛茶顿了一下。没了。晚上梳洗回房之后，田宝坐在蜡烛前，手心凭空出现一张请柬：毒王谷诚邀阁主大人赴2月20日新毒王赛，静候莅临。合上请柬扔回空间，灯灭的同时，房里已然没了少女身影。忘却楼，下次再这样半夜跳进来，爹就把你当小贼打。是干爹。哼，干爹也没听你正经喊过。你要的东西，我寻思你能忍多久才过来拿。土北村你又不是不能去，送去也可。新毒王谷15年前重现江湖，药王赛1年举办1次，时间多选在2月春暖花开时节。每届新药王可先享毒王谷1年，药草无限供应。少女没有搭话，
信上是他央干爹帮忙调查的资料，独爷爷的过去。当日在八仙峰，七长老的话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无法释怀。一个被全族至亲厌弃的怪物。独爷爷不是怪物。谢谢干爹。哼，臭丫头，劳心劳力才得你一句谢。哼，走吧，莫要打扰本座睡觉。熏香别熏太多，味儿重了就臭了。回土北村的路，田宝一步一步走，整个人隐于夜色中，瞧不清表情。独不亲生平，生于清贫家，自幼瘦小面丑，4岁被爹娘卖入毒王谷当药人，长读30载，因天资出众成为毒王，后被亲兄出卖，毒王谷覆灭，原生家族凭死一跃成为本地富贵，全家和美。秀儿，我的袄子不要给我绣花。不绣花，绣草药叶子。这个不错啊！对了，再给我缝个荷包，也要绣上草药叶子。好，这老头子要求还挺多的，以前没见你如此龟毛。那也赶不上你家霍子恒那个坏水儿，新衣裳总喜欢绣竹叶纹，还一定是要20片竹叶，多一片少一片都不行，不得是龟毛老祖啊！庄夫人扭头哄笑：田宝，咱们找地方玩去。玩什么？抓蛇。好。那几个小崽子也得去。好。田宝，独爷爷，能不能玩点别的呀？我们几个抓蛇都抓腻歪了，抓田鸡行不行啊？不然下河摸鱼也可以啊。老头领着跟班们浩浩荡荡上山。这个孩子里最宠独老的便是田宝了。田宝小时候，他独爷爷也是最宠他。哎呀，那个劲儿啊！我们亲爷亲奶都不及，田宝该对他独爷爷好。回到家进午，家中安静的有些过分了。到底啥事儿神神秘秘的，直说不就完了？早上有衙门的人到咱们村子递信了，说是朝廷特赦，我们家可以返回原籍了。我这不正愁着呢吗？照理说真能回家了，搁以前我们肯定高兴，但是这会子却是高兴不起来。哎呀，以前以为再也回不去了，一门心思的在这儿扎根儿，现在跟这儿处出感情来了，突然来了个特赦，你说这闹心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特赦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我怀疑当中有诈。可不是啊，咱家13口有6个在9国通缉榜上，肯定有诈。朝廷就是看不起咱，觉得咱们泥腿子没脑子。退！阿爷阿奶，既然如此，有何可愁？哎呀，我们愁的是啊，朝廷似乎已经开始着手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对付你们了。哎，阿爷阿奶，就算朝廷特赦我们返回原籍，可通缉令还在，我们依旧是在逃通缉犯。哎呀，那便不愁了，吃饭去。朝廷下达的圣旨就在边城衙门。那小苏家还没有人过来领旨啊？早几日小的已经令人去土北村外传话了，许是这几日天气不怎么好，接连下雨导致出行不方便，所以他们没有过来。可能等出太阳路好走了，他们便来了。大人，咱们不妨再等等。一辆豪华马车在流放地泥泞大道上缓缓行驶。哎，白月，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人皮面具啊？拿出来的够及时的。本少爷现在是你大嫂，我就纳闷了，凭什么又是我扮女装啊？就冲我拿出人皮面具，你们好歹让着我点吧。少爷我的气质穿一身粗布京裙合适吗？有啥办法呀？咱们几个里只有你有扮女装的经验，娴熟者优先啊。那为什么魏离能扮苏大叔叔啊？他长得高，身形最像我爹呀。叫错了，你现在是苏爷爷，你应该说魏离身形最像你好大儿。田宝顶着阿奶的脸，两手抱臂，脸臭臭的，不想说话。一说话他就觉得自己冒犯了阿奶，真是让人郁闷。几位跟我进来，向大人已经等了你们好几天了，本以为能潜回原籍这种好事儿，你们收到消息之后会立马赶过来，哪知道拖拖拉拉的，竟然过了这么多天了。差爷见谅，我等有事耽搁了。行了，什么见谅不见谅的，等你们的不是我，是向大人。大人就在后堂，你们领了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向前把圣旨宣读完后，干脆利落地将明黄卷轴放到了苏老汉的手里，挥手跟赶苍蝇似的。快走快走！话音刚落，后堂四周立刻传出纷杂脚步声。向大人，这是何意啊？本官也不知这是何意啊！我边城府衙哪来的银甲兵？来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给我把他们统统拿下！向前两眼一黑，直跃昏过去。完了完了，他在边城的好日子到头了。王爷，我们这边走，不等结果吗？不用等，忘却楼的探子收递到消息极快，眼下会已经着人往外扑查，再等我们未必走得了。如此有自知之明，你不如再聪明点儿，直接自杀算了，也省得你爷爷动手。独不亲，你还是来了。哎，你在等我？哟，认识爷爷？可爷爷不认识你呀，狗逼，跟老子攀什么交情？我这就将你擒来。你到本王赶来此，会毫无准备，谁擒谁，可不一定啊。车里响起3下抚掌声，在独不亲周围，距离城门不到1里的宽敞大道，路两侧夹道山林，落下无数黑影，把老头团团围在中间。独不亲搓手，两眼放光。出来了吧？一个鼻子2只眼，也就长那样，用得着半遮半掩吊人胃口吗？要不是穿了衣裳，说你是狗，爷爷都信。找死！找你的坟！还本王？本王八吗？爷爷送你回龟壳里待着。帮主，埋伏在外围的人准备用铁锁了，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毒不清的，他那身毒要是用不上，被擒是早晚的事。被擒是他老毒技不如人，当我们没来过。他要是真的被抓了，小少爷定然伤心难过，届时帮主要如何交代？这世上还有当爹的跟儿子的交代啊？问他要老王八还是要爹？那另一位小祖宗呢？一堂主，你是不是判处我12码头了？帮主，这几年帮里日子过得挺好的，咱就别折腾了，玩过头又是3打1啊！数着独不亲挨了至少10下，才软绵绵挥个手，上！老头确定霍子恒坑他无疑了，不让他把人毒死，又要他打得激烈好看。大铁锁，大铁锁！操你娘！独不亲，撑住，老子待会儿就来救你。老子撑得住，还生你这玩意儿做甚？待会儿就将你回炉投胎。你他娘活了几十年就修了这张嘴！锦衣男子被侍卫紧护身后，无需恋战，走。随着他一声令下，很快场地就少了近半人。有种别走！别喊了，好了。你估摸他有没有起疑呀？对上你这种三脚猫，逃不掉才让人起疑。三脚猫？当年要不是你跳河快，你已经是爷爷爪下亡魂了。切！当年要不是你卑鄙1打3，老子已经让你沉尸芦苇荡了。放你的屁！当年你连老子的一片衣角都没摸着就跳河了。大话说起来不害臊，有种现在比，看看谁跳河。有种你跟爷爷玩毒，有种别玩毒。帮主估计还要骂1个时辰，我们先回帮。土北村霍家院，霍子恒跟白晓峰相对而坐，执子对弈。又不带我，又不带我，又不带我！洪德膝下13子，还在世的6个，皆被洪德以各种名义困在长津，轻易不得外出。此次来云城的，你猜是谁？百楼主易容术精湛，但天下之大，11国分据，焉知没有别人也懂易容？现在盯着我们的可不只是大越皇室。田宝跟白玉大荣一行已经让敌人悉知我们懂易容术，是以此番用计，故意以圣旨为饵，知道几个孩子为保护家人会易容前往领旨，对方同样知道我们会派人前去云城追击，偏生等到我们追兵到的时候才离城，等独不清跟大胡子回来，便能知晓对方是不是如你所料，内里打的另有主意。棋局现在才刚刚开始，想要分出胜负需要很长的时间，一步一步来，不急。霍子恒凝着棋盘，再落一黑子，扫了白晓峰4枚卒。
下不了，费神，不如本座抚琴来的自在。那是你盘盘皆输。闭嘴！哼，长东，你果然还在这儿。我跟苏大、王川他们去打地瓜教去。群孙你肯定没玩过这个，带你一块玩。白晓峰立刻坐下，把打乱的棋子重新摆盘，冷血无情。老子要下棋，没空。边城衙门向前躲在衙门大堂审案桌下瑟瑟发抖。流放地出来的这些小混蛋，上次霍霍了他的库房，这次是直接要把他整个衙门给拆了呀！大人，外面太危险了，卑职在这里跟您一块儿躲躲。本官是进来捡东西的。衙门外百姓也一早跑光了，杀干净。顷刻间，衙门外血腥气味变浓。这次的伏击不对劲儿。师傅不是说了吗？对方早就预料着来领旨的人是我们，那些银甲兵跟黑衣人身手在中等，想招我们远远不够，所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将我们拿下，更像是在试探我们的身手，摸我们的武功路数。哦，怪不得啊！我说怎么会派那么多软脚虾？原来那些人就是用来当炮灰的。中等身手当炮灰，比普通官兵跟我们缠斗的时间长，摸我们的武功路数最为合适，既不会因为嗝屁太快看不出我们用的招式，也不用因为折损太大伤筋动骨。原来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背后的人心太脏了。担心什么呀？惠离的身份恐暴露。吹来的风将激斗过后的火热正好。车到山前必有路，魏离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魏离了，何况有我们呢？边城30里外榆林镇，王爷，边城的探子回报了，那几人所用的武功路数跟袁瑶同出一脉，应是皆得了袁瑶授武。另此次来的一共6人，从他们气候、说话的嗓音来看，都是10多岁的少年人。流放之地这个年纪，有此等能耐的，小苏家占4，另一人为白魁之子白玉，还有一人身份尚未能查明，但有一点可疑，或可寻迹。长经皇家秋季之后，新任上骑都尉魏离受洪德密令前往流放之地，意图将流放之地收复。魏离12岁从军，仅知其出身益州小弟，无父无母，其余资料皆成谜。着人去益州调查，若有可疑之处，即可将消息传递到洪德耳朵中。以他多疑的性子，或许正好能猜出魏离身份。是，这是小事儿，不管魏离身份如何，对我们的计划影响不大。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流放之地。此次独步青跟12码头两方联手伏击，我们逃得有些太容易了。王爷的意思是，他们是故意让我们逃的？他们背后还有个霍子恒，有他出谋划策，故意放掉我们逃跑，再着人远远跟踪监视，想要放长线钓大鱼，查出本王的身份及目的，并非不可能的事儿。流放之地还有个白晓峰，手下最擅长的便是追踪、搜集情报。锦衣男子垂眸看着空空如也的腰间，霍子恒啊，霍子恒，明知本王是故意引他们前来追踪，却将计就计放我们走，孰胜孰负，便看日后能耐了。这样的博弈，本王更感兴趣。流放之地最难缠的是那个小姑娘，亦是几个势力凝聚的核心。只要她垮了，流放之地也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再不足为惧。着人攻其软肋，不惜代价。王爷，接下来我们是去长京还是？长京就留给洪德去耍把戏吧，那里还不配浪费本王的时间。那长乐公主一个玩物罢了，本王对她还有兴趣的时候保她一命，没兴趣了莫如敝履。来坛酒，咱们俩上屋顶坐坐去。有屁快放！我今儿在本王八身上顺了个腰牌，本座不收破烂，上头有个毒字，本座为何要告诉你？你一定知道。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多此一问。在什么地方？读不清，行事前多想想，别让一群小孩子替你操心。我从未让人替我操心，亦从未叛过。老头消失得无影无踪。拿去，看着点你毒爷爷，嘴毒人菜，让他冲去那边，纵有9条命也回不来。干爹，多谢。本座上辈子欠你们的。哼。师娘，你带大伙离开，此地交由3方势力人手清理。放心，你们师父交代过我了，
你们快走！运河而下，飞快离开，快，太快了！老子又来晚了。不止你来晚了，他们也来晚了，看热闹都赶不上。三势力首领齐聚霍家小院。霍子恒，狗东西把老头子耍得团团转。田宝他们不是一早就登船了吗？怎么还能够杀个回马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田宝他们如今在9国通缉榜上，9国下的通缉令可不仅仅只是一张纸，只不过那些人还没有跳到明处，但是流放之地已经不复从前，固若金汤了。博弈已经开始了，凡事需做最坏的打算，事事都需要考虑周全。那位八王爷以圣旨为饵，引诱田宝几个去边城领旨，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小苏家，而是为了将那块毒王谷的令牌送到毒老您手上。我猜他们应该已经摸到田宝的脾气，知道田宝必然会为你出头。哼，所以那块令牌的真正用处是要把田宝他们诱出流放之地，让土北村内空虚，他们好趁虚而入。在我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暗地里已经有人一直在盯着土北村了。之所以选择田宝他们刚离开的时候立刻动手，也是知道我们几个势力会叫人过来保护这里。他们是想趁着田宝刚走，我们的人又没有调过来的这个空隙，求一击即中。哼，真是好计策。他们想趁虚而入，你就将计就计，唱一出假的空城计，诱对方打过来，早上登船不过是虚晃一招。田宝他们其实早就埋伏在山坳里了吧？这个计划瞒得够严实，我竟丝毫不知。莫说你不知道，几个小兔崽子天天在我12码头商谈计划，结果我不也对此一无所知吗？独不亲说的对，这就是个坏水玩意儿。这件事情已经暂时完结，三势力无损失，毒老头无损伤，结果是好的。这是重点。既如此，那霍某便不藏着掖着了。重点是，事情若提前告知你们，容易露出破绽，让敌人察觉。实在是你们几位的演戏功力真不咋地。很好，霍子恒，你凭一张嘴把我们4个人全部都得罪完了。赶在被4重奏之前，霍子恒又开口：几位先勿动怒，听我一言，这整件事情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还没完结。几个孩子现下真的要赶往毒王谷了，敌方受挫不表示不会卷土重来，接下来土北村真的需要仰仗几位相助才可保安全。这里安稳，几个孩子心里才能安稳，行事也才能后顾无忧。几位觉得呢？保土北村是一回事儿，揍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两者混不到一处谈。还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日任你舌灿莲花也逃脱不了一顿毒打。我好歹是几个孩子的师傅，我若是伤着了，岂不是让孩子们心疼吗？霍先生不必担忧，等几个小崽子回来，你的伤也已经好全了，他们看不到的。霍子恒见状慌忙要溜，才发现垂在地上的一截绣摆被白葵给稳稳踩在脚底了。霍家小院里一时间吃痛声叫骂声一片。娘，爹好像在挨揍，你不去救爹爹吗？救不了，娘打不过。倒是你，平时黏你田宝姐姐黏得紧，这回竟然没哭着嚷着要跟。田宝姐姐志在四方，我以后是要做贤内助的，不能给姐姐拖后腿。她干大事的时候，我要在家里乖乖的等着她。我这么懂事，田宝姐姐以后就更疼我了。说的是，历年赛事能获得魁首的药王，所出诸如千机、鸠羽、密影梦洛等等药物莫不惊艳。我现在就开始好奇，今年的毒王会花落哪家，又会拿出什么样让人眼前一亮的赛品。往年那些奇药一出啊，每每叫人捷足先登买了去。今年我可不能再空手而归了。诸位，届时抢起来，可莫要怪我不相让啊。千机、真羽、密影、梦洛，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奇药，但是比起曾经的老毒王毒不轻嘛，还是稍逊一筹。当年老毒王随手炼制的化尘，一经亮相，
便叫人趋之若鹜，沾之化尘的毒性，至今无可出其右，一枚更是叫价10000两银，风光无两。我也是很期待今年能够出一位可以媲美老毒王的新药王。乌合泰眼底一沉了一瞬，复又笑道：不知这位公子是？大乔池王府世子应宇一时有感而发，各位如此表情，莫不是本世子话说的不对吗？啊，原来是池王府的世子爷，乌某怠慢了。老毒王当年余毒的造诣确实是登峰造极，只是他已消失多年。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今年的毒王赛定不会让应宇世子失望的。本世子拭目以待。岛外某间客栈里，一群没用的东西，请柬就放在本世子枕头底下，怎么会凭空不见了？池王府养你们，真是养了一群饭桶。乌府主子，那位池王府世子在大厅故意出言挑衅，态度有异。可往年池王府也有人过来观赛，并不是这种态度，区区一个世子罢了，一众贵客里，他地位不过微末，日后能不能顺利继承池王府还两说，无需放在心上。你着人去岛外各客栈暗中查探，看看可有5个成群结伴的少年，4男1女，男的年纪约在17、18岁，女的13、14岁左右。若有，即可回来禀报，切记不能打草惊蛇。另外让岛上接应留意，若有人持归一阁请柬前来，立刻将人擒住。是，奴才这就去办。遣退管家又命人叫来了长子乌子谦。此前八王来信，说会在赛事开始前抵达观赛，但是现在迟迟不见人影。你带人去打探打探消息，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最恐他在大月生了什么意外，此事交由别人来办，我不放心。父亲放心吧，我待会儿就亲自联络大月那边。八王在大月一直备受礼遇，便是大月皇帝也要祭让他3分。寻常没人敢动他，可是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也不定。父亲勿要过于忧心了。他离开之后，书房外墙角落里有虚影轻晃消失。乌家人暗里找人时，几个少年人已经聚在闹市闲逛了。这次5人扮的是一家3口带2个护卫，年过而立的中年夫妇，17、18岁的公子爷，20来岁的青年护卫。护卫苏武，哎呀，小爷长这么大第一次穿锦衣，哎呦喂，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护卫苏文斜眼教训他：你真是只长四肢不长脑子，哪家护卫敢在主子面前自称小爷的，回头到主子面前告罪领赏。别拿鸡毛当令箭啊，老二，你现在也是护卫，跟我一个级别的，再扒扒，回头完事了别怪我揍你。你现在是天下第6，打不过我了。哼！苏安穿得更阔气，身着宝蓝祥云纹锦衣，足蹬缎面白锦靴，面容俊朗，身姿挺拔，活脱脱一贵气公子哥的形象。爹，我看上这个酒楼了，你买下来给我玩玩。爹爹白玉虽年过而立，依旧风姿不减，俊逸出尘。都怪当爹的纵你太过，养出你这浮躁纨绔性子，回去后就得拧一拧你这习性了。子不教父之过。娘，爹打我，你快教训他。美妇人淡淡睨来，眼底掠过促狭。叔和，你要以下犯上。我是你亲哥，你胳膊肘往外拐呢，田宝。九儿，这酒楼你可喜欢？为父买下来给你玩玩。区区酒楼我看不上，你要送我空流岛。好，夫君将空流岛打下来赠你。呸，这脸皮真是无敌了。我听了乌合泰父子谈话，得出信息3点：一是本该前来观赛的本王八不知原因迟迟未到；二是乌家在抓捕我们，素未相识，有此举动，可见他们在为本王八做事；另一个，乌家背后有大势力支撑，而且不止一个，否则以区区一个小岛岛主的身份，请不来那么多各国举足轻重的权贵世家，他们当中的利益连结就在毒王谷。白玉将探查乌家所得信息及猜测说出，总算有了正色。苏安不解，毒王谷再能耐，也不过是个种草药、制毒药的地方，怎么能够引来各国势力趋之若鹜呢？这点有点不合常理啊！要拿医毒说事的话，各国太医院里聚集的哪一个不是杏林高手？
他们的本事难道就比毒王谷的人差了？田宝摇摇头，沉吟道：毒王谷背后可能还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但是不管如何，现在新的毒王谷早已沦为乌合泰敛财拢势的工具。1年1度的毒王赛也将各国权贵1年1次聚在此，焉知他们仅仅是为了观赛而来？各国背后利害关系复杂，非一言能蔽之。大岳、长京，魏都尉，你这时候返京，可是流放之地已经有把握收入囊中了。皇上恕罪，流放之地臣未解决，只是此次潜入暗查，有其他发现，兹事体大，是以臣斗胆回京亲自向皇上禀报。哦，抬头说话，将事情细细说来，朕听听是什么事情滋事体大。臣在流放之地探得神兵图碎片所在。你说什么？你指的可是归一阁那块碎片？如今9国皆知，碎片落到了流放之地的小苏家手里，并非是什么秘密。魏都尉，朕可不会轻饶了你。回皇上，确实那块碎片，但是碎片已不在小苏家手中。2月初有一批顶尖高手在其土北村外小集抓了小苏家老妇人，以此从小苏家手里换到了碎片。那块碎片交到了藏身杨大人宅中神秘人手中。杨大人唤那人王爷，因担心暴露行踪，未敢靠近，所以没见着对方真容。究竟是哪位王爷，臣不得而知。魏都尉对朕忠心耿耿，忧朕所忧，朕心甚慰。你既然回来了，这段时间就暂且留在京中，替朕好好查一查。胆敢瞒着朕藏私心，臣定不辱使命。臣明明避过了皇后下的毒，为何会这样？皇上莫要动怒，龙体要紧。此事定是当中出了什么岔子。太医院养的尽是一般废物，没半点用处。奴才已经命人往民间另寻杏林妙手，下面的人报说找到几位了，正在回来的路上，不日就能抵达长京，届时皇上便能恢复无恙。神兵图定在八王爷手上，当日从朕这里拿到圣旨后，他亲自送去的边城，朕竟叫他瞒过去了。眼下他去了空流岛，碎片定然随身携带，传朕密令，着影卫营即刻追过去，无论如何都要从他的手里夺到碎片。皇上，这若是伤了八王爷，那就等于直接得罪。空流岛各国势力齐聚，他在那里出事，何人知晓是大岳出的手？若有人知晓，除非……洪德帝缓缓抬头看向苗平，眼里杀机毕露。是你告密？皇上明鉴，老奴对皇上忠心耿耿，万死也不会背叛皇上呀。朕只是假设一说。去传令。是，老奴这就去。灵一，把他的画像画下来。你是谁？你敢抓我，必会后悔。我既然敢抓你，你也觉得我会怕？你究竟想干什么？此处是何地？是大越境内吧？我乃大越皇帝贵宾，我若在大越出了事，不仅你，整个大越都逃不掉。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在我这里没有大越逃不逃得掉的忧虑，只有我乐不乐意让大越逃。八王心头越来越凉。你在我离开大越半道上设伏，却没有将我当场杀死，而是将我抓了起来，有何目的啊？且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我可尽力。你我素不相识，无仇无怨。只要你放了我，得到的好处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我承诺事后绝不追究，如何？不如何？命人把你抓来，不过是因为不想你死得太便宜了。为何？你敢动小苏家，凭你是天王老子，我也要你死。手指一收，少主，画像已经画好了。把他脑袋给割了，给长乐公主送去，尸体化掉。是。是夜，公主府书楼顶楼。死了，死得好，你早就该死。愿你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往生。翌日清晨，走出书楼，备热水，本宫要焚香沐浴，传13公子侍寝。5时，卫离从衙门出来，跟行路人不小心撞个正着。上车后，将手心里被人塞来的纸条展开，
上书短短一语，日后有需鼎力相助。马车行到东市十字路口时，魏离下车进了茶楼，买了包点心，同时将那幅画像悄悄交到了茶楼掌柜手中。少主在想什么？子怡叔叔，空流岛的冲关也这般好吧？不知道田宝跟白玉他们事情办得如何了？可顺利？少主在这里该换我名字了，那边的事情只要有田宝在，必然会顺利。2月20，空流岛1年1度毒王赛正式开始。九儿，幸亏有你。你这样窝着，成何体统？要体统有何用？你我夫妻不拘小节。赛场上，这巫岛主确实是一能人呐！20多年前，毒王谷覆灭，巫岛主为兄弟情谊，硬是咬牙将毒王谷又一点点的重建起来，招揽了无数用毒高手在谷中坐镇，又年年亲自操办毒王赛，这才有今日盛世及辉煌。你说的兄弟是以前的老毒物毒不亲吧？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但是我也有耳闻，他那兄弟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好在巫家主如今风光无限，而毒不亲，早就不知道骸骨遗落何处了。后方突然传出几声接连惨叫，哎呦声不停。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听他们说话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倒在地上了？是中毒了，看着抽的都吐白沫了。谁下的手啊？手法也太快了吧！怕不是说话得罪人了？大家闪远点，别沾上了，真是吓人啊！参赛者有各国各地来的医药高手。你爷爷是一岛之主，若无本事，如何能服众呀？事后多听爷爷教导，拜儿也做个有本事的人，如此，我巫家才能世代繁盛。我们巫家有今日荣光，老太君的功劳才是最大的。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说这么多年，若没有老太君一直支持，巫家或许是另一番光景。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本事啊？不过是为人母，爱子护子之心罢了，当不得提。看到家族能有今日这般，老身满足了，也放心了。田宝收回视线，眼底冷意涌动，全家和美。这和美是几次三番出卖他毒爷爷换来的。此药名两心眠，服下之后能让人浮现出悲苦之情，痛苦不堪，直至最后忍受不了折磨，自尽而亡。此药名为华侘，服下之后可使人迅速衰老，如垂垂老妪。雨时清风，无需服用，自会散发无色无味毒气，中毒者泪如雨下，无法动弹。半月中毒后不能见光，见光即死。哎呀，不愧是巫岛主啊！举办的赛事每年都能让我等耳目一新啊！今年从各处来参赛的，的确都有些真本事，制出的药也新奇，都是好药，诸位谬赞了。吴某操持赛事，不过是给了一个展示的地方，须得有场上众多杏林才俊，才有如此精彩的赛事。吴某不敢居功，接下来还要劳烦诸位贵客与我一道选出优胜者。这场赛事各处杏林高手齐聚，然而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精彩之处。一年一个新毒王，不过是空流岛敛财的噱头罢了，徒有虚名，不过尔尔。何人在此大放厥词？有本事便站出来！不过实话实说，巫岛主有异议。夫人莫要误会，今日适逢赛事，千百众齐聚空流岛，吴某想问问夫人，既说各地杏林高手徒有虚名，难道你的本事在众人之上？这位夫人既然能说出那种话，定然是自认本事高于我等的。既如此，不如让我等见识一下，好心服口服。这位娘子，你制作出来的药，若是能赢了他们，虽则你不是参赛者，我也将你的药高价买下来，一颗药丸1两银，如何？田宝挑好药材，随即寻张药台，开始配药，动作不紧不慢，举手投足间，眉眼淡定从容。那些参赛药品，你可挑出优胜了？我与几位贵宾议过，确实已经选出优胜，来自丰兰的半月取胜。夫人是想与半月比斗药性？不，我是与所有参赛药品比斗。夫人此话不觉得自己太过猖狂了吗？便是当年的老毒王毒不清，也不敢像你这般目中无人。我与你们一众比拼，输了是我丢脸。你们若对自己有信心，觉得我会输，那你们该高兴才是，何故动怒？
清毒丸。夫人，赛事比斗的可是毒药，不是解毒药，你是不是弄错了？你所制药材不合赛事规矩，夫人还请离开吧，莫要阻了赛事。我何时说要参赛了？我只说毒王赛者徒有虚名，要证他们徒有虚名，不是非得以毒压毒不是吗？我将他们所制的毒药药性解了，不算赢，还是说你们这么多人对我一个，生怕自己会输，不敢比？吴岛主，让他比，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能耐。这赛场上毒药几十粒，而你的清毒丸只有1颗。端一碗清水上来。田宝将药台上所有让人喝彩的毒药一股脑扔进碗里，清水化开后形成了一碗墨绿毒液。他又将手里的清毒丸扔了进去，其后端起碗将毒液一饮而尽，干脆利落。场外白玉跟苏家仨小子皆脸色一变，想要将那碗抢下来已经来不及了。这是何人？敢与我空留岛上生事端？近日因为赛事来岛的人太多了，五湖四海皆有，要查他身份有些难。难也要去查，他这般上场是故意给我乌家难堪。好，我这就着人去查。眼拙了，这等解毒本事确实叫人叹为观止，吴某佩服。不知夫人是何地人士？如此高的本事，师承何人呢？无名小卒，不足挂齿。不过是数年前有幸得是老毒王毒不清，跟他学了2年岐黄，对医毒略懂1、2。学了几年，略懂1、2，就能把我们的脸打得啪啪响。刚才坐在台下，听得周围人说巫岛主跟老毒王原是亲兄弟，也听闻巫岛主一直对亲兄弟念念在心。我游猎中偶然来此，身为后辈，当替老毒王拜访一下巫家，不知可有幸上岛一观。吴岛主对兄弟重情重义，整个空辽岛谁人不知啊？对呀，老毒王的徒儿如此本事，若知感恩，岛主岂有不愿之理？哈哈哈，原来竟是舍弟的徒儿，自己人，我自然是要往家里请的。苏天宝，你玩的可真够大的啊！大哥分量不够重，我且将此事记着，回去了给阿姨阿奶讲故事。唉，终归是我等不值钱呐。你若出什么事，回去以后头掉的就是我们哥仨。一碗毒药说喝就喝，这种胆量我再活个10辈子也生不出来。哎，田宝，你教教三哥，你是如何壮胆的？我百毒不侵。呵，百毒不侵，合着你就仗着这一点做了颗假的清毒丸不成？我们现在都跳进虎穴了，待会儿老虎就会爬出来吃人。先说说如何打虎。呼和他已经猜到我们的身份，肯定要瓮中捉鳖。此人不说话，你们歇会儿，我去听个强讲。行，你去，反正我们就是4个拖油瓶。田宝只能坐着不动。乌和他背后牵扯的势力得查，我们主动跳进瓮里，且看动的都有谁。岛上聚了各国权贵，除了本王八没来，其余人齐得很。乌府后院花厅，乌家3代齐聚厅中。他既去了流放之地，就待在那里一辈子安安分分老死，偏生要搅出这么多事儿，最后又祸害回我乌家，果真是个不该留的孽障。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当初既然放弃，为何如今却让小辈回来报仇？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祖母爹，依孩儿之见，事情未必如我们猜测。毒不清虽然性子怪癖，性情狠辣，但是祖母能够镇得住他，要不然当初我们也逃不过的。此次的事情或许是那几个人自作主张，毒不清不知情也未定啊。祖母爹，毒不清跟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既然是老毒王，当初我们家那么穷，他为什么不帮扶自己家族，导致最后全族人都厌恶他？一个自私自利不听教化的东西，自然全族厌恶，莫要再提他了。杜兴那一行5人，应都是9国通缉令上的人。9国通缉令上的人呢？一己之力砸了归一阁的山门，劈了归一阁殿。硬拼自然不成，把他们放了更不成。这次应邀前来的贵宾里，大半都是9国的权贵，他们必然也已知悉那5人真正的身份。再加上我若佯作不知，将他们放了，等于跟9国作对。最恨的是，就算他敢放人，对方还未必乐意就走，简直让他骑虎难下。子谦，你将9国贵宾请到别院，
就说乌家今晚设宴宴请他们，有要事相商，我去一趟西岛。泰儿，不可！爹，万万不可呀！此举以防万一。那5人既然用计入岛，我们跟他们之间必然不能善了的，便是暴露，总比保不住命来的好一些。大悦长惊，皇上该吃药了。卫离，查得如何？皇上下令卫都尉负责彻查，于3日之期，今日便是第3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眉目了。朕怕等不了了。皇上且放心，卫都尉凌与灵卫与锦衣卫联手彻查，那胆敢谋逆之人绝对逃不掉。皇上，卫都尉请求召见。传。皇上，臣信不辱使命，所查已经得到线索。是谁？一盒红色口脂。口脂？德妃娘娘交代，这盒口脂是皇后娘娘于旧年皇室秋嗣后赏赐她的。臣以锦衣卫统领严昭严大人一同验过，口脂中确实有毒，无色无味，轻易查探不出来。但若与一物相融，便能生出毒性，便是龙井茶。杀！传旨，朕要杀了他们！皇上，臣官至低微，此事事关重大，臣恐自己威慑不够，不能震慑奸孽，抓逆党一事，不如交与朝中重臣。苗平，将朕的龙牌拿来，手掌龙牌如朕亲临，谁敢反抗，杀无赦！苗平将龙牌交与卫离时，手抖得不成样子，这皇宫要变天了。羽林卫听令，随我去坤宁宫捉拿逆贼崔芷莹。副将临江，带一队人马去冯府，不可放过冯府一人出逃。龙牌在此。严统领，本将僭越一回，还请严统领前去修王府，将逆贼修王捉拿归案，7党羽一个不能少，把他们围住。你等亡命之徒最好速速就擒，否则待会儿别怪刀剑无眼。得了吧，你要是真敢抓，你站那么远做甚呢？我要是你，我做做样子就行了。真要打，我们几个最多再多个凶残罪名，倒是你们最少连命都保不住。放肆！我等奉命前来缉拿你们几个要犯，身为衙门中人，岂会受你们妖言迷惑？你们今日谁都别想跑！铁猫5个响，合着是真在演啊，还给他们让出了条出门的路。5人就这样在小将叫嚣声中大摇大摆地走出客院。救过来的那帮王八蛋，明明说好了一起联手，事到临头他们却先跑了。不仅跑了，连一个人手都没留下。妇人孩子都躲到密道里去，子谦子重，你们也下去，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泰儿，把东西准备好。娘，若他们真的寻了过来，我们先礼后兵。独不亲到底是娘生的，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您，我猜他即便到现在也没变过，否则这么多年里他有的是机会回来报仇。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几人来我空留岛，是为了给独不亲报仇出气来的，但是你们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独不亲敬重我这个当娘的，但凡我说话，他几乎从不忤逆。你们当真伤了我，只会让他难受，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我不杀你，你若敢伤我儿，老身跟你拼命！你们为何非要这般欺人太甚，苦苦相逼？所求到底是为什么？相安无事，互不相犯。你们乌家如今的辉煌安稳是如何来的？乌岛主莫不是忘了？既能说出我们是为了独爷爷出气来的，心里应该是知道对错的，怎么就能心安理得的几十年呢？废什么话，直接打吧！苗奴，四杀！哼！你们别得意，今日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给我杀了他们！小心！皇上，臣妾冤枉呀！臣妾对皇上一心一意，怎会谋害皇上呢？我根本不知道那盒口脂有毒，是皇后害我，是皇后陷害臣妾呀！皇上，押送天牢，听候发落。现如今谋逆已经尽数抓获，朕想先审了他们，定下罪来，
朕与魏都尉的龙牌也需先收回来，免得朝中剩下的那一些老顽固老臣多有说话。皇上，虽然你身体稍有好转，但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为皇上龙体着想，臣建议您还是继续在寝殿好好休养。韦离，你放肆！皇上何必动怒？臣是为你着想，毕竟皇上患的不是太医能治的寻常病症，是中了无解之毒。既是无解，如何好的？你如何知道朕中的是无解之毒？毒是我下的，我如何不知？悲清风中毒半年后五脏衰竭，无可解。皇上会在病榻上缠绵数月，最后像个不能动的虫豸一样不甘的死去。不可能，不可能！你根本没有机会给朕下毒。皇上在太和殿召见我那回，可还记得苗平给你奉茶，你命我摘下面具时，曾将茶放于茶几上，毒便是那时候下的。皇后的毒药亦是我给的，可惜她最后心软收手了。我料到会这般，早于她之前便动了手。至于那颗口纸，确实是皇后赠与德妃的，不过口纸原本无毒，毒是我将口纸拿到手后混进去的。话毕，面具从脸上剥离。我本名叫南宫青羽。南宫青羽，南宫青羽，你是南宫青羽？是你！原来你真的还活着，混到朕的身边报仇来了！弑母之仇，灭族之恨，焉能不报？南宫爷，我回来了，便要叫你亲眼看着你的江山如何落到我手里。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那般痛快。对了，还有你那些子子孙孙，我会先送他们到地下等着你。斩草除根是你教我的，你南宫你最后留在这世上的血脉会仅剩我一个，南宫家的江山会名正言顺地落到我这个你恨之欲死的孽障手里，你可高兴啊？姚大总管，你对皇上素来忠心耿耿，身先士卒，皇上不日就要并天，身为贴身内侍，先下去替他打点打点，恭迎皇上鬼魄吧。魏都尉，是二皇子，饶命！少主，姚平，你在这里替我好好侍奉皇上。是。我们不是活人，你们就算知道了又如何？今日你们5个谁都别想活着离开锁焰楼。哼，老身告诉你们，毒不侵那个怪物在我面前，永远都别想翻身。是吗？那我们就看看，最后翻不了身的是谁。收！本应该在战圈里的剑魂却不见了。剑魂呐，你做什么？你是如何把人变没的？你在干什么？你给我胎儿吃了什么？为谋生计，将我毒爷爷卖入毒王谷当药人，换30两银。毒王谷药人每年里100人难活其一，我毒爷爷的命在你面里便只值30两。乌家人心肠比之狼狗如何？乌合泰10数年私塾花用应考，尽靠我毒爷爷供给，考举落榜转而从商。软硬兼施，欲让我毒爷爷为你们炼药，想以毒王谷走狗，供权贵使唤，为你乌家证明揽事。我毒爷爷第一次拒绝你们，转头就被你们卖了，整个毒王谷覆灭，仅他一人逃出升天。这等心肠又是如何？跟我理论蛇蝎之心，你们也配？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毒不侵又给你们吃了什么药？我乌家跟他就算有仇怨，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几时轮得着你们这些外人替他出头？你之前不是问过我所求是为什么吗？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一句话，毒不侵他有人疼，莫欺他。当年毒爷爷没有杀你们，今日我也不杀你们。乌合泰一粒疯魔伴你余生，我要你跟你娘亲亲眼看着，欺我毒爷爷得来的望族巫氏怎么被打回原形。乌合泰呢？剑魂呢？把剑魂交出来！我说的是真的，剑魂不见了，凭空消失了，就是刚才那几人是那个苏九尼抢走的。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我等来时跟他们打了几个照面，可没看到剑魂的身影。来人，给我搜！掘地3尺，也要把剑魂搜出来，把乌合泰扣在手里，不怕剑魂造反。传本王的话，
今日起，我龙渊国再也不参与巫家任何盛事。来人，把巫子谦、巫子重抓起来带走。什么时候剑魂找出来了，什么时候再跟我西陵赎人。我真的中了毒，剑魂是那个叫苏九妮的女娃弄走了。乌合泰，我给你2日时间，2日内你要是不将剑魂交出来，整个巫家都别想好过。我们走。可惜了，巫家一直为善，巫岛主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结果全家最后惹来这般祸事。唉，最可恨的是那个独步青那个白眼狼。好端端的提他做什么？你们还期望他有良心？巫岛主，您没什么事吧？买回去让独步青炼制一些药丸，他炼药已是功夫上乘，做出来的药便是普通的也能卖上高价，亏不了。娘，快拿银子来，我要买药材。此前把独步青卖到药王谷，不是得了30两银子吗？怎么会没钱啊？我都与你说了。巫岛主，其实你家也不亏。你看，独步青现在不是出头了吗？他在毒王谷混得风生水起。呸！什么飞黄腾达？别跟我提那个见不得人的丑东西。他倒是出头了，我们一家不还在熬苦日子吗？凭他一瓶好药就能卖个10两20两，每个月却只给我们3、5两银钱家用，当打发叫花子呢。泰儿，住口！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断刀叔叔，魏离，好家伙，真是说人人道啊！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好久不见，你们几个刚到京万码头，我便收到消息，把手里的事务交代下去，便去找断刀叔叔碰头，就等着你们来了。望阙楼消息灵通，长东叔叔没递信给你们，告知你们我在东市有住宅，来了长京不去我那儿，倒先来茶楼喝茶闲聊了。嗨，这不是进城的时候被那些流言给吓着了。魏离，你真的把什么王爷府的满门都给灭了？师兄师姐们可是觉得我太狠了。看我做什么？你杀的又不是我。两家王府幼子被送走了，以后会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活着，只不过在世人眼中他们已经死了。啊，送走了？魏离，你不怕日后那些孩子也回来报仇吗？他们若是有本事便来，成王败寇罢了，我未怕过。祸不及至此，我要让自己变成洪德那样的人。师弟，放心吧，他日若有人把你干倒了，师兄会来救你的。什么干倒不干倒？粗俗！阿离，他日你若落魄，师兄定当救济于你，此为后路。来，干了！断刀叔叔，您在长京这么多年都做啥了？明面上干啥买卖啊？明面上做香料买卖，生意糊涂，勉强糊口。私下里，这些年将散落各处的昔日部下给找了回来，等待机会，为我袁家昭雪平反。有朝一日，魏离登顶，以帝王之尊替袁家翻案。长京的事没那么快消停，接下来才是魏离夺权的关键时刻。我接下来的一段时日，恐怕不能陪你们。你们在京中行事依旧要小心，大约有魏离在，你们在国境内行走应该已无危险。但是9国通缉令还没撤销，皇城之大，躲藏无数探子细作，免得你们行踪泄露，被人算计。断刀叔叔，本王八呢？就是那个八王爷，听说啊，他是洪德的贵客。这次毒王谷赛事，他本该到场，却迟迟没有出现。我们猜是魏离把他给绊住了。原来是那个八王，他头骨已经被长乐公主拿来做香炉了。公主如此凶残，当日阿离将他抓住，画了他的画像，让望阙楼帮忙调查。正好昨日得来回音，结果不尽人意，仅查到源头在归一阁，再想往深了查，便怎么都得不到线索了。归一阁？本王坐不上皇位，你们也别想坐。父皇不仁，我便无义。秀王，你也无路可逃。白月，这便是夺权吗？皇家历来如此，皇帝子嗣众多，想要登上那个位置，不是聪颖出众就足够的，想要万无一失，便要去抢，打败所有人，方才能坐上去。龙椅有什么好？5之砒霜，比之蜜糖。有些人想要坐上去，是因为贪权；有些人坐上去，是因为不得不为。魏离是后者。是啊。田宝仰头看上空天幕，
又复杂又麻烦，我还是喜欢跟阿爷阿奶种田。我喜欢坐在田埂上嗑瓜子，看你们种田。灵王府被灭后的第7天，宫中传来修王意图弑君被就地格杀的消息。承乾宫寝殿内，修王意图弑君谋逆，被本将当场诛杀，主犯已诛。一众从犯在天牢听后发落，皇上该拟旨斩奸佞，表功臣了。龙床上，帝王眼歪嘴斜，口水从嘴角咸下。我忘了皇上不能动，那便由我代笔，写好了加盖玺印即可。哦，皇上不用担心朝臣会有异议。待会儿朝会上，甘老太师会认出我乃是12皇子，其后会率其派系官员拥我登基称帝。毕竟当年的事情稚子无辜，我身上可没有罪。凡是如今诛谋逆护圣驾，我居功甚伟啊！4月中，皇上下旨昭告天下，以皇后崔氏、德妃及其母族冯家为首的一众逆党于东市菜市口行斩首之刑，以正视听。上骑都尉魏离捉逆党护圣驾有功，擢升为提督巡抚5营统领，从1品。不一样，我拳头大。哎，明知道田宝不会聊天，你们偏要跟他搭话，活该！你们一个个吃瘪。难得聚一次，好久没跟你们切磋了，打一场。大师姐其实很好哄，只要让她揍一顿，她便开心了。上武器吧，师姐拳头大，我恐遭不住。石桌旁的4个人，呸，这都能让你拍上马屁。来，师姐小心了，这句话留给你自己。少女话落，两人飞快地冲向对方，兵刃相接于半空，击出火花。魏如这小子不赖呀，居然能在田宝手上走近100招还没败。确实不赖，而且他用的功夫招式也有精进，跟断刀叔叔当初教我们的不太一样了。分别多年，大家都有精进，不打一场真瞧不出来。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呢。战场杀敌形势万变，他在战场上将武学招式融合实践进行改动，更适用于他本人，使出来的招式也更为凌厉。师姐，你是要把我当石头劈了吗？哎，天宝，怪我，忘了跟你说刀下留情，勿要毁坏器物了。我错了，下次还是比拳头吧，安全。魏离最无奈了，比武器呢，他现在身上好歹没有伤痕，比拳头那肯定是要鼻青脸肿的。17、18岁的少年仰望星空，师姐，看完登基典礼再走可好？届时我再来。今我大仇得报，一切重入正轨，日后打理朝堂事务繁忙，能回流放之地的机会就更少了。我也很想念土北村，尤其想念阿爷阿奶他们。当初若不是得他们好心收留抚养，得先生师傅们教导，我今日会是什么光景，难以预料。兴许我根本活不到这时候。天宝，我心中的感激你能明白吗？我阿爷阿奶他们收留你，是因为他们心好，未想过要在你这里得到什么。我知道，所以我才更感激。我想与你们些什么？你想说什么啊？天宝眉头皱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与你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你可愿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仅次于皇上，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无人敢拦你，能享世人艳羡的富贵及权势，也无人敢欺你忤逆你，百官朝拜，万民臣服。田宝老人看傻子，一脸敬谢不敏。皇帝惹我不高兴，我能将他头拧下来。我做生要去做一人之下，别给我安官职，我不需要。你们俩别光顾着下棋呀，跟老子应个声啊！田宝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魏离那小子大仇报了。白楼主不是说了吗？田宝他们转到去长京了，那边事情完了肯定就回来。田宝呢？田宝呢？白晓峰反手捅了他一下，指着院子角落的鸡笼，去那边蹲着，跟你兄弟姐妹姑姑。白晓峰，老子正好闲得发霉，你信不信我弄死你？正好，这话也是我想说的。等会儿，这里不能开打，我药房在旁边不能毁了，你晚上可别睡沉了，小心香炉生毒烟。哼，本座等着你，就怕你不敢。夜半，夜深人静，一道黑影鬼魅般闪现，潜入室内。让白晓峰那个狗逼名儿起来变猪头，中他个3天不退。正嘚瑟呢，手腕忽而一疼，手一歪，
捏着的药粉尽数洒落地面。白晓峰龟儿子，叫你别睡沉，你真不睡沉，这么听话，爷爷喜欢。别折腾了，3天2头来一回，回回失败，你也不腻歪。要你管。左墙密室里有我新得的天一水，你有本事便偷了去，别打扰本座睡觉。老头眼睛一亮，什么香炉什么猪头也顾不上了，急吼吼的往左墙冲去。田宝不在，老头啥乐趣都没了。白晓峰这回挺识相的，弄了好东西给他玩。睡榻处男子轻哼了一声，沉沉睡去。这老头给他个好玩的东西，自己能清静好几天，也是好哄，非心软。就当看得他小时候挺可怜的吧。苏安、苏文、苏武仨小子来长京的几天时间里，把城内各处著名景点都逛了个遍。明天就要回去了，咱们给家里带点长京特产回去。苏武跟他一拍即合，吃的放不住，带点别的。给阿爷买个长京的大茶缸，给阿奶买一把长京的戒尺，给大伯大娘买一对长京的扁担箩筐，爹娘那里送长京的锄头簸箕，给姑姑买个长京的锅，给师傅独爷爷他们再带上长京的毛笔跟药杵还有长东叔叔、大胡子叔叔跟白伯伯。苏安、苏文闷头就走，这个憨货没救了，让他自生自灭吧。这憨子以后要是能娶到媳妇儿，我跟他姓。我跟你赌100两银，他要孤独终老。苏武追在两人后头，一脸茫然，愤愤不服。什么憨子，什么孤独终老，什么娶媳妇儿？小爷日后可是要浪迹天涯做侠客的，谁要成亲啊？哎，不是，你们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还有好多东西要买。老大，站住呀，别想躲，银子你掏。怎么，还想对本公主动手？一个个的胆子不小。哎呦，这脸蛋长得还挺合本公主心意，不如跟本公主回府，日后让你吃香喝辣，享荣华富贵，如何？公主，你喝醉了，我先送你回府。回什么府？你敢多管本公主的闲事，我要把这人带回去。放手，放手！本宫没喝醉。只是女子终究敌不过男子力气大，被强拽着离开。上了停在路边的马车之后，扬长而去。那几人身上气息跟八王身边护卫的气息一样，有种很古怪的药味。我试探过了，他们腰间习惯藏软劲。平时八王只是没有回去，那边的人已经开始怀疑，派人过来打探来吧。李儿登基大典在即，叫他出入小心些，免得后生之急。我会护好阿离，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做了。那些人不值得你自轻自贱，公主，多珍重自己。袁将军这般关心我，莫不是看上本宫的脸了，也想给本公主做入幕之宾？断刀没动，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女子，不闪不避。公主想戏耍我，这招不可用，下次换一招吧。我去找阿离安排后面的事情，先告退了。女子被放在府前石狮旁，马车很快消失在宽敞巷道。长乐公主怔怔站了片刻，一手无意识地抚上此前男子握住的手腕，玉眼有浅浅的薄红，旋即又忽的脸色一白，凄然低笑，飞快转身冲进府中。申时一刻，新帝穿戴衮冕礼服前往金銮殿接受百官跪拜，拜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承乾宫太上皇寝殿。畜生，这才是。你想说你才是皇上，连床都起不来，还做梦号令天下当自己是至尊？洪德，你输了便是输了。如今新帝登基，你这个太上皇没了用处，你猜猜你还能活几日？洪德眼底猩红更浓，嘴里呵呵喘气，挣扎着想坐起来，眼里尽是杀意。你想杀我？本宫命如浮萍，你知道我为什么撑着活到今日吗？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你是什么下场。生而为人，却将畜生事做尽，
只这般都是便宜你了。当年因不得宠，你恨先皇，将那股恨意甚至迁怒到我母妃，迁怒到我身上来，所以你将我当成继子一样送到那人床上。你就是要看着我公主之尊遭受种种折辱，来满足你变态的私欲。洪德，你毁了我，便是下了地狱我也不会放过你。我要将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公主不可！放开！我要杀了他！阿离已经登位，他用不着再活着。断刀抿唇，眸色漆黑，将女子颤抖身躯揽入怀中。他不值得你脏了手。他的胸膛温暖、宽厚、可靠。有那么一瞬，他几乎就要沉迷，然下一刻，他便狠狠推开了他。别碰我！没了钳制，长乐头也不回地离开承乾宫，背对男子，眼里是无尽的痛楚，泪雨滂沱。脏，是啊，脏。他不知道他有多脏。袁将军，受封即将开始，该去金銮殿前听令了。他伸手扣住洪德脖颈。袁瑶，你不能杀朕，袁家中骨不。断刀五指收紧，口吻平静。你错了，钟谷中的是当中之人，你不配。我也不是永远那么正直。夜色渐降，一前一后两道身影在民巷围墙瓦檐上方飞纵。师姐，这些年我的轻功没有退步吧？随我来，带你去玩好玩的。玩什么？去了你就知道了。在宫里左弯右拐躲避巡逻禁卫军，最后落脚一处巍峨殿宇檐顶。你在做什么？这是你自己家，想要什么一声令下，用得着做贼？嘘，那不一样。那些年我们分别两地，好玩的事情全没我的份儿。我想和师姐偷一回东西。这毛病他是惯着还是不惯着呀？活了10几年了，他头回遇上偷自己东西偷得这么兴奋又曲折的。你想要什么？我给你拿。下方过道，巡逻禁卫军恰逢经过，领队警觉，飞快抬头往屋顶看来。卫离悄无声息地打了个手势，领队立刻低头，带着队伍直行离开，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稀罕东西应该不少，毒爷爷不是喜欢收藏药材吗？漂亮的首饰头面可以带给阿奶、婶婶、姑姑，让他们高兴高兴。师父喜欢墨宝，皇帝收藏的匕首应该不错，你拿着防身，别真被狗咬着了。师姐若是不喜欢这些，我带你去兵器库。想玩好玩的，跟上。亥时过，位于西市的使节驿馆也开始安静下来。全景帝登基大典也成，真是可惜了。再有几日我们就要离开，大人，他会不会在当中使什么绊子拦下我们？他不敢，周边各国使节皆在此，不管他拦谁，其余人都不会干看着。这次我们是共同进退的关系，玄景帝若当真如此不识大体，就等同于一次性把邻邦全都得罪光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流放之地出来那几人性情难以琢磨，未必会在意这些。唉，这也是玄景帝该头疼的。前来朝贺的使节在他大越出了事儿，诸国连借口都不需要，便能够直接对大越发兵，是管住自己的人，还是等着被诸国讨伐？孰轻孰重，他自当分清。屋内人毫不避讳谈话，一股无色无味烟雾在整个驿馆悄无声息地蔓延开。田猫隐身院外墙阴影下，手一挥一握，拍拍懵逼的师弟肩膀，打了个手势。溜！卫离真的是全程懵，他以为是，结果是来杀人越货的。玄景元年仲8月，先皇变天，大越举国哀丧，1月内不准行喜庆红事。待田宝一行回到土北村时，禁令已经结束，流放之地处处欢天喜地。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流放地里诸多被无辜连累获罪的人可以返乡了。霍子恒因为身份背景原因不可能出流放之地。小苏家，苏阿爷苏阿奶已经躺平了，大赦对他们家没用，家里几个小崽子的脸全在9国通缉令上，通缉令还在边城城墙上贴着呢。望阙楼顶楼，白晓峰居士，
你确定他不是人？我希望他是人。干爹，你看看这个你可认识啊？这种铁质很少见，跟不是人身上的铁应该是同出一源。幽山冥铁？什么是幽山冥铁？这是我的猜测。关于幽山冥铁，我也是在很久之前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相关记载，不过寥寥数语。这种铁光色银黑，质轻，坚硬无比，烙于血肉里，可融为一体。若做成铠甲，刀枪不入。只是这种铁太过于罕有难寻了，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看来九国背后的秘密真不少。如此罕有的铁拿来做哨子，可以假人造皮囊，你们猜这世上有多少个不死人？田宝挠挠脸，走到打挺打不累的不死人跟前蹲下，一手摁住他脖子，一手扣着他脑袋并往外拨。白玉飞扑抱住他的手。田宝，你做甚的？我把它拆了，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拆了你能装回去吗？这么好的研究对象，你说弄就弄。白晓峰起身亲自动手，一手拎一个兔崽子把他们扔出门外。我来查，你们走。再多留一刻，他就会气得晚上睡不好了。白玉他就不说了，狼装狗无伤大雅。可田宝不一样啊，他莽。这天下的事儿大概只有他想不到，没有他不敢干的。门外两人面面相觑。我去跟干爹干一架，把不死人抢来给你拆。兔崽子，敢进来，本座先拆了你！田宝拽着少年衣领就跑。大赦后，村里人口减少，并没有给村子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小安兄弟仨今年也17、18岁了，搁以前在大怀村这个年纪该给他们说媳妇儿了。哎呀，可惜呀，到了这边连找人相看相看都没个方向，不知道上哪儿找去。刘月兰笑道，只要找姑娘相看也不是没有门道，长东跟白家主那边识的人多，可以托他们帮忙打听打听，留意一下有没有好姑娘。何大香点头，不说城里12码头那么多人，家里有闺女的应该也不少吧。只要孩子们看对眼了，对方人品好一些，日后小两口和和美美过日子，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就够了，咱不求多。行，我再琢磨琢磨。哎呀，这仨臭小子现在还没个定性呢，不定这成了亲就能稳重下来了啊！说起孩子们的终身大事儿，三个妇人兴致高昂，越聊越高兴，恨不得仨小子明儿就给家里各自带个媳妇儿回来。不可能，想太多，门儿都没有。白玉坐在小矮凳上，一手烧火棍，一手烤地瓜，笑得肩膀直抖。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赶紧去求饶去。白月，你今年18了吧？本少爷志向远博，岂会困于小小家宅？我的事儿我自己决定，我爹做不了我的主的。对呀，田宝也14了，及笄了。哎，阿奶刚才光说我们兄弟3个，咋就没提田宝呢？田宝茫然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苏武就被踹了。田宝还小，你踹我干啥呀？我就一说，吃你的地瓜。我大了也不嫁人。你现在还小，等到了年纪啊，不定就改变主意了呢。到年纪了也不嫁，男人没什么用。我能文能打能医能读能挣钱能养家，要个男人养在家里当浇花吗？以后这个话题就别带上我了。你不喜欢浇花，喜欢什么样的？田宝闻言又努力想了一下，打得过我的。你不用外力，拳脚伸手上你的算吗？算。田宝，记得你说过的话。临近年关，望阙楼有消息递来，这玩意儿是用活人躯体制成的，以奇门术在它躯干上焊下铁皮，放干血液，炮制成活死人。至于如何控制，确实跟这个铁哨子有点关系，但是具体的方法我尚未寻到。活人躯体？不止白玉，便是田宝也沉了脸色。前世那些被尘封起来的记忆，因这4个字一股脑的从脑海深处涌了出来。
那种被扎针抽髓的痛苦，玻璃房子里充斥的药水味道，让他胃部翻腾。天宝，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天宝摇摇头，将那股难受强压下去。干爹，什么奇门术要炮制活人？他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了。奇门术，遁甲成兵。这门秘术最盛时，上可知天文，下可晓山河，中可定人间凶吉，更有可撒豆成兵之说。只是时间更远，已不可考，流传至今，很多相关秘术已经失传了，只剩下奇门机关和阵法为人所知。他摩挲手中铁哨，眼里流光晦暗。用活人炮制骑兵，因为太过残忍，惨无人道，为术者所不齿，亦是奇门禁术。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在用。田宝蜷起发冷的指尖，看向还在打挺的不死人，看着他如同看到当初的自己。对不起。挣扎的人蓦然停下，头颅抬起，那双木然的眼珠缓慢移动，最后定在少年脸上。他听得懂，就像当年他也听得懂，可是他熬了那么多年，没等到任何人跟他说一句抱歉。干爹，我想放了他。你想便放吧。这些年身边的长辈亲朋们对他从来都是这般无条件的纵容。你退后，不死人没有束缚便会伤人，你顶不住。顶不顶得住，试过才知道。12月的风凛寒，刮过场边兵器架时发出刺耳吓人的狰狞。场中白衣身影手持软剑如金凤游龙，招式干净利落，剑锋凌厉霸道，对力量的控制几近完美。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纷纷扬扬，绵绵密密。少年视若无睹，身影在雪中翻飞，飘起的衣袂亦冷硬似刀锋。脑海中一遍遍闪过少女苍白的脸，手中软剑更为狠厉。相识多年，他还从没见过田宝害怕任何东西，不管什么时候，那张脸总带着近乎漠然的平静。究竟是什么让他难受成那样？他知道田宝有心魔，可是他不忍去问。那必要将田宝的伤疤揭开，伤口再次鲜血淋漓。演武场外垂花拱门旁，两道身影鬼鬼祟祟，已经站了很久。家主，得去劝劝，小少爷已经练了3个时辰了，再让他继续练下去，这不得累死在练武场上呀！管家拢着袖子缩了缩肩头，冻得直打哆嗦。他跟家主搁这儿也站了2个多时辰了，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再多站一会儿，他可能比小少爷要早走。白魁何尝不发愁啊？要是能劝得动啊，我早就上去了，还用站在这里当望子石吗？这么多年你又不是不知道，玉儿何时听过我的话呀？只有老子听儿子话的份。管家，去地窖把那坛少爷收藏的酒酿拿出来。儿子，练了这么久，过来歇会儿。我把你藏在地窖的酒酿拿来了，你喜欢喝这种甜滋滋的东西，爹今儿啊沾沾你的光，跟你一块品一品。白魁走到兵器架后面的台阶，将台阶上的碎雪随意扫落，坐下。怎么会喜欢喝这种东西啊？白玉不语，接过酒坛也小小抿了一口。爹，你喜欢娘吗？废话，不喜欢哪来的你呀？娘当初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难过？白魁怔了一下，自然难过。他伸手探向少年额间，没烧啊，怎的说胡话了呀？儿子，你以前可从来不跟爹聊这些啊。我让人烧了热水，你赶紧回房间泡个热水澡，再吹一会儿风啊，衣裳都要结冰了。这坛酒酿你开的，慢慢品，记得喝完。你老子不过少问一句，你就开始坑爹了。少年提剑走了，回到练武场继续饮风吞雪。白魁抱着大半坛酒酿望天，他说什么来着？劝不动。白家只有老子听儿子话的份儿。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天宝姐姐，这次就带上我一块儿去嘛，好不好？毒老头都能一块儿去，为什么我不能？你不在家，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多孤单啊？没人玩，没人陪，没人疼，就是冬天菜园里上霜打蔫的大白菜呀。
堂屋火盆子旁，小麦穗照着自己是个女娃，赖在少女身上撒娇打滚。苏武捂着耳朵痛苦不堪。小麦穗，求求你，借几步说话，你上门口嚷嚷去成吗？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尤其是最后一句，让师傅师娘听一听。这种阴杀功简直杀人于无形啊！我的个亲娘嘞！等我能一根手指头揍你，我就上门口嚷嚷。孙女刚回来没待几个月，转头又要出远门了。除夕夜晚饭格外人齐，苏霍两家并到一处吃。苏安请来了干爹大胡子，田宝请来了干爹白小峰，白玉带着亲爹大摇大摆的来凑脚。独不亲不爱跟那些奸货混一块儿，硬凑到孩子们这边来。吃口菜抖肩笑两声，吃口菜抖肩笑两声的。吴老头，你不会在那桌下毒了吧？小麦穗第一个怀疑，气得老头吹胡子瞪眼。哼，这种喜庆的日子，爷爷是干那种事儿扫兴的人吗？过完年咱们就要出发了。白小峰那龟儿子生怕我不去，见着就叮嘱一次。哎呀呀，知道爷爷的重要了吧？你们没我老头就不行。是，我们没你不行。一句话捧得老头尾巴快翘上天了。哦，对了，小安子他干爹估摸着也一块儿去，我不小心听了个墙角，大胡子好像有些怪怪的，他好像不喜欢幽山那个地方，就跟我老头子不喜欢。哎，来来来，吃饭吃饭，吃完了咱们扔鞭炮去。田宝知道，独爷爷说的就是跟他不喜欢空留岛一样。大胡子叔叔跟幽山也许有什么渊源。白玉数了数苏安，逼问：你跟大胡子叔叔最亲近，可有听他提到过幽山，或者提过以前的事情？没有。干爹从来不跟他提以前身世来历等等，从未说过。幽山吗？大岳皇宫御花园。田宝他们这时候应该差不多进入龙岩南境了，那边传来消息，路途顺利，没出现什么骚乱。不过暗地里盯着他们的人不算少，各方势力都有，只是没有把握，所以不敢出手。有田宝在，吃不了亏，就是多了个毒老头，别人不怎么太平。这话顿时引来几人闷笑。田宝他们那边无大事，反倒是我们这边，皇上须得多加小心提防。各国使臣在驿馆出事，虽然明面上事情算是接过去了，但是暗地里如果不会死心，也是新君初登大位，根基不稳，那些人依旧会蠢蠢欲动，轻易不会善罢甘休的。魏离笑了笑，国朝新旧交替，处处都需要他这个天子重新整顿。他也想像田宝和白玉他们一样实践江湖，恣意逍遥，但如今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便不能怨。有得必有失，他报了仇，登了大位，失去的便是自由，身不由己。子怡叔叔，羌族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还在查。羌族虽小，但是极为神秘，对外防备也极强，想要前进去获得消息非常困难。我们的人至今为止还是只能在羌族部族边缘游荡，而且他们整个部族都擅长用毒，一不小心我们的人就得往里面搭进去。用易守难攻来形容羌族毫不为过。羌族傀儡术太过阴损，且与我大岳是敌非友，就算不能前进去详查，也许将他们盯紧了，他们总有跟外界联系的时候，届时便能顺藤摸瓜查出他们究竟为谁所用。是，我会继续加派人手盯着的。这件事谈完，魏离看向寡言大将军：段刀叔叔，今日长乐公主入宫求见，交给我一支暗卫，总共23人，是他多年以来以圈养面首为名悄悄培养的心腹势力。寡言的人抬头，晕黄灯光下浓眉蹙起。公主这是要做甚？她说大仇已报，别无挂碍，自请入太庙，日后常伴青灯古佛，为大岳祈福。皇上，臣有事先行一步，告退。男子落下一句话，须臾不见踪影。子衣看着身边转眼空无一人的石凳，难得有些茫然，呆呆地看向少年天子。袁将军跟公主这事，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子衣叔叔若是听到了什么好玩的，别忘了跟我提一嘴。皇上，你这就不像个皇上的样子了。龙源国南境小渔镇，6月的天，孩童的脸说变就变。上午还艳阳高照，下午就跟天破了洞似的，大雨噼里啪啦的往下砸。
耍猴没看成，倒是把自己个儿淋成落水狗了。这什么破地方，一地的泥不说，连雨都是臭的，老子都成活的咸鱼了。小二，有没有热水啊？我要洗个澡。小二等一会儿。劳烦请问，你店里的洗澡的热水是什么味儿啊？热水味儿。什么味儿都带洗，洗了好歹是洗干净的咸鱼，不洗就是发霉的咸鱼。白玉心累，站得远远的，扔了块帕子给田宝擦手脸。小二，这水多备一点，少爷我要洗2遍。客栈大堂另一桌，没去凑热闹的另外2人脸色也不好看，尤其是白晓峰，折扇摇得飞起，把空气往外扇，整个人透着按捺不住的烦躁。我们吃完饭就走。大胡子，你是不是故意带本座走这条路？哼，要不你自己走，老子乐意给你带路呢，吃力还不讨好了。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到？急什么？路要一步一步走，你会飞也不可能马上从这里飞到幽山，再有个5、6、7、8天吧。白晓峰闭眼咬牙，老子弄死你！龙源国是水中国，百姓主要以售卖水产为生，尤其是南境地域到处是渔村，盛产水产干货。雨一停，一行人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小渔镇。一行离开小镇之后，镇中几处角落即刻有黑影纵出，远远尾随在后。同时，几人进入基因山脉的消息也传递出去。我们会不会走得太快了？那几个犊子赶不上。要不咱们路边停一停，老头去撒泡尿。田宝在的时候，你要敢这么胡咧咧，本座扒了你。田宝不是在后头吗？3个糙老爷们装什么斯文？说的好像你们从来不如厕一样，神仙还放屁呢。这老东西他娘的，当年在毒王谷修炼最出色的就是他这张嘴。没想到临回去前能遇到这么好的货色。都下来吧，那几个小的乖乖跟我们走，保证不伤你们一根汗毛。你们来齐了吗？怎么人来齐了，你们是想动手还怎么着？就凭你们老弱小。你们是什么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爷明设帮管事，识相的把小的留下，也放你们走。哼！车厢里一声讥笑，一对弯刃猛地袭出，在高瘦汉子面前打了个转，又回到车里的人手中。马匹上一道血雾喷涌，刚才还大放厥词的人身子往旁边歪倒，砸落地面。其他同党见状脸色大变，策马就跑。走！你们谁都不许动手！杀这几个人不过手掌反复间，将被绑缚在马上的2个小男孩解救下来。大胡子冷冷看着他，走，走得越远越好，别再来这个地方。2个小男孩早被吓得面无人色，哪里敢不听话，拔腿就跑。后方2辆马车里谁也没动，马车再次起行，这次没有在中途停下，直朝几阴山脉去。此刻的几阴山脉入口3里处，盘踞几十年的山寨里正热闹，寨子里摆了宴席，所有帮众齐聚，吆喝声阵阵。首席处一老者年逾70旬，发丝雪白，马脸牛眼，长相怪异。长老，今儿你大寿，我等在这里祝您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长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过个寿辰罢了，我本不想铺张浪费，就是经不住你们盛意拳拳。今天大家同乐，吃好喝好啊！长老，这是小的们特地为您献上的礼物，博长老一个高兴。箱子打开，里头装着的赫然是半个大少年，眉眼清秀漂亮，穿着轻薄露骨的纱衣。这礼物老夫就笑纳了，将他送到后院。长老喜欢，不枉我苦心搜罗，这就给您送到房里去。四周笑声更是肆无忌惮，对这种场面似乎早就司空见惯，麻木又残忍。丝竹声起，一群舞伎进入场中，轻纱媚舞，妩媚妖娆，和着高高低低的调笑声，处处皆是荒唐。这些也是来寻宝的？哎呀，小命忒不值钱了点，这才哪到哪儿就全死这儿了，也没毒虫毒草要你们的命啊！这是明舍帮乱葬岗，一个帮派，
怎的还有乱葬岗？死的人命贱，懒得埋，没气息就随便找个地儿扔了。算的什么？再走1里地有个山坳，天黑暂时赶不了路，在那里歇一晚。离开乱葬岗前，独步亲再次打量了那些白骨一眼，骨架小细，骨龄在8、9岁到15、16岁之间，一具成人骸骨都找不到，死的全是小孩。深山老林的夜一片漆黑，随便找个地方靠着就能睡。老头鼾声比满山虫鸣还要孤耳，小子们睡得四仰八叉，嘴巴时而吧嗒2声。平日里最是优雅的楼主躺在了铺了外山的大石头上，呼吸也渐渐绵长。大胡子靠坐巨木树干，双目紧闭，丝线睁不开的幻境中，四方密闭的箱子，挂满刑具的墙，男人兴奋扭曲的嘴脸，狰狞的笑。长得真俊呐，哭起来一定更漂亮。对，就是这样，哭啊，求饶啊，不想挨打就让我高兴。看到门外那条狗了吗？以后见了我要像那条狗一样趴着，叫2声，我给你饭吃。小男孩躺在角落，浑身皮开肉绽，不停地抽搐。日子好难熬，地面好冷，他努力睁开眼，他只是想吃顿饱饭，只是想活着。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幻境中小男孩抽搐的身体逐渐冰冷，眼睛沉沉闭上。那年冬，那夜天空下着好大的雪，有人用破草席将他草草裹住，扔去了乱葬岗。草席散开，露出裹在里头的人，血气斑斑，枯瘦如柴。男人紧闭的双目豁地睁开，大口大口的喘息，眼睛猩红如血，恨意浓稠如实质。那段犹如活在炼狱般不堪的过往，埋藏着他的恨意，也埋藏着他的惧意。可重新踏足这里，才发现他根本就从未忘掉。白晓峰说对了，此事成了他心头业障，若不解决，他一辈子都会被心魔折磨。大胡子缓缓站起身，举步朝远处灯火明亮处走去，步子越来越快，最后轻功飞纵。山坳里少了一人，大石头上睡姿优美的男子睁开双眸，老头震天的鼾声也消失了。小子们一咕噜翻身坐起，田宝从树枝上跳下，黑暗中几人视线精准对上，其后一言不发，默契十足，循着大胡子踪迹跟去。大胡子握双刃的手轻轻狰狞，立刻一声迎了上去。前院此刻也起了骚乱。原来大胡子这狗逼这么弱呀，平时那股熊样全拿来欺负我小老头了。或许是对方太强呢？不可能，那马脸玩意儿丑得跟阴间里爬出来的鬼似的，人间出不了的尊容，多看他一眼，老子就恨不得自戳双目。他哪里配得上强这个字？你别侮辱强！都不亲，你等着，收拾了这老东西，爹就来收拾你。哎，乖孙子，爷爷等着你呢。大胡子气势一变，招招凌厉。大胡子跟明神老怪从房里打到院里，两方都有援兵。大胡子这边赶来的2个大的坐在房顶上闲聊看热闹，几个小的倒是把明蛇帮赶来的人拦住了，就不下死手，绑起了路子。这些好东西还不如别来，光嘴巴放炮，血和人气。明蛇帮涌来的帮众前仆后继，全被5个少年人严实拦在院外，不得寸进。你弄的是什么呀？这里不是明蛇帮吗？既然他们喜欢当蛇，那爷爷就帮帮他们，让他们活着的时候是蛇，死了以后是明蛇，人间地府都得给老子爬着走。大胡子，你行不行啊？赶紧把他弄了。这都打了多久了？爷爷登门礼都给他们备好了，别让爷爷等啊！闭嘴！你趁点不说话，老子早赢了。这大话说的，真会扣屎盆子。恶屎不出怪地硬。哼！大胡子气得一刀狠狠劈中老怪胳膊，
你们是什么人？明蛇帮与你们有何仇怨？仇怨说不上，纯粹就是你这张脸哪都不合爷爷眼缘。冒昧的问一句，你爹爹可是叫马面，你娘叫牛头，老家住黄泉路还是奈何桥啊？爷爷送你回去啊，别待在人间了，吓人了。上去待着，别他妈碍事儿。气得毒不亲一手攥他衣袖，一手抠他鼻子。你才碍事，你才碍事！黑蓝天幕，一团乌云飘来，遮了层层月光。哎，这些是什么东西？老头，看他们脖子。我没刀啊！大胡子真是吼累了。抢一把，你他妈蠢货！哎呀，老子来报仇，被你们玩弄得跟玩马屁一样，能不能配合点？门口的人全部解决完毕。我给他们下了点软骨粉。天气破晓，遥远处公鸡打鸣，沉寂一晚上的几阴山脉开始热闹起来。捕头，这些人内脏无损，也无外伤，从脸色看亦无中毒迹象，但是都无法站立，且口不能言。这种情况我等从未见过。后院有打斗过的痕迹，其中的一间房整面墙都是刑具，且全是使用过的，每个刑具上都有陈年血迹。铁钉板、夹棍、倒刺皮鞭、琵琶钩、烙铁、脑箍、吊索，这些刑具比我们衙门大牢用的还齐啊！这明蛇帮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兹事体大，我们先回衙门，把事情上禀，听大人定夺。捕头莫名不想在这儿多待，下手的人固然很辣，但是从明蛇帮搜出的那些刑具以及前院残留的咽后狼藉可知，明蛇帮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来查探的官兵很快离开，走的时候并没有带走地上那些人形如蛇。百姓们看过热闹之后也紧脚走人了，不敢多留，忒吓人了。山外喧嚣尘上时，始作俑者一行已经摸到山脉深处，开始往幽山进发。变异的彩菇，天宝收。黑树脂，好东西，天宝收。火蜈蚣，七星树蛙，现蛇。天宝天宝，老头把他们都装袋了，收收收。除了田宝耐心十足，其余人脖子上已经长出2颗脑袋，耳边全是收收收的叫唤声。白小凤忍无可忍，大胡子，把他拎着走。这老东西在这里窜了2天了。这才是毒物边缘，照这个速度，他们猴年马月能摸进幽山吗？你使唤我做甚呢？你自个不会拎呐，没长手啊？本座岂是干这等粗活之人？可这老子长得像搬运工呢。四小子生无可恋。小师弟，想想辙吧，我都已经快忘了睡床是什么滋味了。苏文垮着肩膀叹气。我何尝不是啊，别说睡床了，我连空气什么味道都快记不得了。苏武揉着吃撑的肚子，我感觉我已经不是人了，我就是一株长在毒林里的参天大树，吸了过多的日月精华，好撑啊！阿月，救救师兄，让我有生之年再上个正经茅厕。白玉极其看不起仨，没点志气。天宝，我要办点事儿，你不许动手，不许揍我啊！你作甚？携宝以令老头。话毕，掳了少女就往林子深处飞。苏安、苏文、苏武，来人！在幽山寻名帖的这一路，幽山深处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柏树林一端有被采挖的痕迹，挖掘出的矿坑极大，扒开地面上的腐叶腐土，能找着掉落的名帖碎末。
以及被埋在下方的白骨。白骨上层的腐土形成时间至少需要20-30年，把陵里常年潮湿的环境算在内，那至少也得是20年的腐烂程度。另外，从白骨上附着的黑素色泽推断，时间也相符。这个矿场应该是20年前开始开采的。白晓峰踩在湿软的腐土上，眉头微蹙。这也就是说，20年前就有人在使用奇门禁术炮制活死人，但是这么多年来，江湖上并未传出异样动静，背后的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动手的时机还未到。仅从矿坑规模就能想象到当初采矿的情景，背后人手里握有的活死人数量恐怕已经成千上万。这么庞大的数量，若投入战场，必是实力强横的骑兵。大胡子长眸冷沉，看来回去以后我们也不能闲着了。白晓峰淡道：流放地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我们确实要早做准备。此事也要跟段刀说一声，让他转告魏离，早做提防。天下若要乱，跑到哪儿都无法安生。天宝，在想什么呀？我在想，那人用铁哨引我们过来的目的，他若心存征伐天下的野心，时机未到前，该藏着掖着才是。为何要引我们发现破绽？原来田宝什么都知道。你什么时候察觉对方故意引导的目的的？铁哨我虽然吹得不好听，但是哨声刺耳。长京小院外盯梢的人离得再远，也该听着了，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次我姑且当他怕死不敢找上门来，可明声老冠说特地放我们进山，他一个小喽啰敢这样做，必然是有人指使了他。为什么放他们进山呢？不就是让他们来查吗？确实还有很多谜团未解，但是也不必急于一时，真相总有浮出水面的时候。对方大费周章引我们入局，定是我们与他有某些好处。我们静观其变，再也不变应万变。干爹，大成都爷爷，你们先走。跑远点，我们马上就来。不死人从土坑里冲了出来，脚下来回挪移。出来！两道黑影破土而出，黑衣白刃，肌肤无血色。两人攻势奇快，招式狠厉，毫不留手。这眨眼间，又有数道黑影破土而出，朝打斗中的少年少女围过去。来着，这次不是闹着玩。前马上！受不了，这些人有活气。既然如此，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冷静的？有活气儿，但不是活人。他的毒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实打实的比拳头，气死他了。田宝越打越冷静，一直控关全场。有活气儿说不了，又跟不死人一样，刀劈剑砍杀不死。杜爷爷、干爹、大胡子叔叔，你们退！白玉，你也退！他们是冲过来的，这样打下去只会把我们全部耗死。你们退开，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你先说，否则不退。老头一点不信，这些人很强，田宝的神秘力量不能用，对付不了他们。他不能让孙女死了。他们不是喜欢钻地吗？既然收不了，我就把他们埋了。白玉顷刻意会到他想做什么。我帮你断后，你做准备，其他人退开。田宝也于同时倒飞纵出丈余，扭转身形，毫不停顿地往远处飞。整个过程中，身边都有个白衣少年如影随形，身法速度丝毫不弱。老头跟白晓峰等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后亲眼看着少年少女带着黑人绕林一圈，中间空出的距离恰到好处。而刚才的饭圈处凭空冒出一堆巨石，把矿坑填得严严实实，形成一口巨大的石锅。风正又回来了，把黑人诱到石锅里时，田宝回头挑眉，素手轻轻往下一滑，半空又现巨石，完整一块。
落下，直锅上盖，砰的一声，密不透风，打不死的黑人成了锅里带住的龟，被石头压得翻不了身。这不是寻常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只有田宝能想得出来，因为他能办得到。被迫旁观不能参与的几人，甭管是仨小子还是毒老头，就连大胡子跟白小峰都短暂失利。总有一天，老头子要把背后的老狗挖出来，让他也尝尝当活死人的滋味，派出这么多东西出来，欺负咱一群老弱小，真是其行可恶，其心可诛。那个人肯定以为这一次万无一失了，可惜了呀！活死人跟活人之间，终究是差了个脑子。可惜了，收不了，要不然田宝把他们再给收了，咱收的越多，那人损失的也就越多。谁说收不了？直接收不行，把他们绑起来套麻袋，我可以把麻袋扔进仓库。老头的蛇虫鼠蚁，我不就是这样说的吗？田宝进入空间的时候，不死人正在种萝卜，8个黑人被他一脚一脚的往土坑里踩，毫无反抗之力。田宝看着种萝卜的某面无表情的脸，这肯定不是跟他学的。离开空间前，田宝看了眼玩得不亦乐乎的不死人，旁边8个萝卜坑，8个黑人立刻奋力爬出坑，涌到不死人面前，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出坑。不死人眼珠子动了一下，8人又立刻乖乖爬回自己的坑，还把坑边的碎土往自个儿身上扒了2下，以便埋得更严实。在外面威风赫赫、无心无脑的杀手工具人，此刻在不死人面前竟乖顺的像是见了猫的老鼠。双方间似有一种天然的等级压制。某地避暑行宫，再有下次，绝不轻饶。属下领罪。 8个都没回来，是跟空流岛上发生的事情一样，都是凭空消失。盯梢的人可有看清了？看清楚了，此次缠斗的时间长了不少，一切都如王爷所料，让魂兵保留一口活气，确实能对苏九尼那些神鬼手段造成障碍，只是作用不大，双方差距还是太悬殊了。侍卫将鹰眼报回来的消息详细复述了一遍。能造成障碍，就说明此法有用，有用便可行。接下来，只需要想办法将障碍加强。仅靠魂兵自然不可能完全制住苏九尼，他要的是魂兵拖延苏九尼脱身的时间，再攻其软肋，双管齐下。他的大计筹谋了20余载，不能因为一个苏九尼就踌躇不前。吩咐下去，继续调整改造魂兵之法，1年之内，本王需要一支1000人队伍。是。至于此事中几乎全部覆灭的冥蛇帮，主仆2人谁都没提。能让他发现苏九尼神鬼手段背后的破绽，冥蛇帮也算是物尽其用了。既然都出来了，事也办完了，咱们上哪去玩玩去啊？玩啥？游山玩水，铿锵扶弱。你们一个个脑子轴的，我最想玩的地方。天宝，你那个仓库不是能往里面扔活物吗？你把我扔进去玩玩。我自己都进不去。哥哥跟你不一样，你不能自个儿扔自个儿，你可以扔我呀。那8个不都进去了吗？那8个人即便是有口活气，也依旧是死人，怎能一概而论呢？更别拿自己跟蛇虫鼠蚁比，虫子没有头脑，你是长了脑子的，惜点命，别那么虎。其余人扶说闷笑。再过2日便是中秋了，离此地最近的府城苍梧，中秋有庙会，可以去那里玩玩。望血楼在苍梧有暗点，我也要去那里取消息。白小凤，你笑起来真不像好人，肚子里又藏了坏水了。刚活过来，就要找死。老头子不打诳语，你笑着真不像好人。你不信，你问大胡子。哼，笑不笑都不是好人，说什么像不像的，抬举了。坐在运船上往下看去，满河细碎金光。师姐，小师弟，躲了我半天了。哪有啊，
我怎么可能躲尸检呢？天大的误会！你身手不错，不是误会了吧？白玉微笑跟头发一样开始发僵，脚步不着痕迹的往后退，心头叫苦不迭。果然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打一场。师姐，你别这样啊！你天生神力，想要揍师弟还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是在船上，木质的船经不住神力啊！船要是散了，咱全得下饺子。我有数。田宝才不受他忽悠呢，热完身，轻身就朝少年扑去。白玉拔腿就跑。毒爷救命啊！干爹救命啊！大胡子叔叔救命啊！酸，你们三个弃坑别挡路，救命啊！白玉，你个臭小子，合着哥仨不配你救是吧？别跑，小爷也来揍你！田宝、小五、何为，双面夹击！你们这帮犊子，肚子里的良心简直是收放自如啊！白玉欲哭无泪，往舱顶爬，被几只手合力攥住脚腕往下一拉，甲板上顿时一片鬼哭狼嚎。船舱里的三个大人品茶喝酒，怡然自得，听惨叫跟听奏乐似的。白晓峰，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啊？咱们几个打交道也不是3、5年了，你在流放之地待着也有20多年了吧？3个恶人里就属你最神秘。恶人里最神秘的，除了本座，还有白魁。再说了，你以为你是好东西？前头刚亲亲热热换人家老东西，转头又说人家是好东西，讨厌！俩恶人被恶心的只想倒地不起，谁跟着老东西混久了谁短命啊！9国通缉令上面画着8张脸，正好8人全都在此，一个不落。慢着，站住！吼什么吼啊？看，把爷爷吓跑了吧！抓路人的几个人脚下打跌。苏武回头看了一眼，后方卫兵已经持着大刀追上来了，一队朝老头去的，2队朝他们来的。别装了，露馅儿了，毒不清，老东西7人四散而逃。甩开卫兵后，立刻寻小巷改头换面，再出来时已经是平平无奇另一副面孔。某条巷子深处，九儿，你说这次出去了，毒爷爷会不会被剃发呀？等找着毒爷爷，先帮他梳头。你好了吗？九儿，走，找人去。不用找，直接去忘却楼暗点就能会合。毒爷爷贪玩，定要带那些卫兵溜很久才能尽兴。我们先自个玩会儿。玩什么？异国他乡，地域风俗大有不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跟哥哥走。说的好像你来过似的。走出小巷，道德大街，入目便是热闹景象。那边小摊有卖现煎的鱼糕，要不要尝一尝？你怎么知道那里卖的是鱼糕？那块竖着的招牌上写着呢。此刻街边往里另一处围满了人，掌声喝彩声阵阵。来来，大叔大伯大兄弟，我也来凑个热闹。要是表演得好，还请各位看官不吝赏钱。看来他们小苏家莽的人不止一个。上大石！沉重的石板压身，少年面不改色，脸上仍然笑嘻嘻的，丝毫不担心自己被大铁锤一把锤死。嗨，尽管砸，大家都是江湖上混的，小子相信叔伯们的手上功夫。来，好，走江湖的咱就喜欢小兄弟这等干脆劲儿。诸位看官，看好了！壮汉大喝一声，铁锤砸下，当的一声，大石头碎裂。少年毫发无伤的爬起，笑嘻嘻的将胸口上的碎屑石拍掉。江湖卖艺，行走不易。看官们若是觉得表演还行，请看个赏啊！他话音一落，笑声、铜板声、落木箱的叮咚声汇成一片。记下来，回去上禀阿爷阿奶。必不能忘，此等豪情啊，当叫爷奶爹娘同赏。要不要看个赏啊？
自家兄弟江湖首秀，不给点赏钱，说不过去。看赏几个铜板，回头还让他卖艺。田宝木着脸默默退出人群，不与尔等同流合污。白玉忍笑跟上，反手轻扬，半锭银子精准落入一人木箱，迎面一个鸟窝头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插，越过少男少女身边时，探手把少女手里没吃完的鱼糕给抢了，一溜烟消失在街尾。来了，还喝得下茶吗？老爷挑眉似笑非笑。干爹，取了消息了？我们入城及行踪暴露，很快会有人找上门来。这几日各自小心一些。龙元国皇帝脑子里塞的不知道是草还是水，月前在境内又下一道令，重金买我们几个人头。老子现在脑袋值1000两黄金，操！他半辈子头一回发现自己竟然如此值钱。那我脑袋定值2000黄金。闺女儿，别太看轻自己，你脑袋可值万金呢。龙元皇帝这么有钱？并不只是龙元，另外8个国家也出了价，皆是黄金10000两。换而言之，拿下你能得9万金，立马就能成为一方富豪了。9国对田宝的头喜欢的不得了。干爹，你脑袋多少钱？1500金。独爷爷呢？2000金。本小子500银，苏安、苏文、苏武各100两银，这4个可以忽略不计。没人乐意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来送死，但是1000两金、10000两金，愿意铤而走险的人可就多了。那些人属实是没什么眼光，我白小少爷就值区区500两，谁定的价？少爷往他嘴里塞1000两。大胡子总算是遇上知心人了，大手拍拍少年肩头，狠狠骂了句经典3字经。中秋将至，庙会将起。自9国通缉令上的8人齐齐现身苍梧城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即刻有人不断的从各地奔来。这就是庙会啊，小摊争宴，杂耍争芳，果然热闹。最热闹的在后头。后头还有啥好戏啊？8金刚大战群雄，史无前例，以后常有，欢迎观赏。3人4周怡然自得穿梭在人群里，还有容颜俊美的文弱书生，背着个背篓畏畏缩缩的老头，不起眼的小厮书童，还有躺在角落脸上扣个帷帽鼾声震天的潦倒汉。人这么多，咱们也已经打扮得这么不起眼了，不容易被认出来吧？庙会完了，咱们就撤。咱兄弟仨就你光长个子不长脑子，没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了，咋就没把你缺的脑子补上啊？苏文，小爷警告你，再咧咧，我要兄弟齐强啊！来啊，把你们的绝活都亮出来，争取身价翻个番。哥哥是看好你们的。呸，你250还差50呢，装什么深沉？在庙会另一端，弓箭手已经就位备战，射手统领站于高地隐蔽处，眼睛紧盯着庙场，目光锐利冰冷。统领，真的要动用弓箭手吗？庙会上聚集的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一旦弓箭齐发，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避啊！圣上有令，只要能缴上那几人，不惜代价，擅自入场。那些人精通易容术，但是有些特征却是藏不了的。忘却了楼主白晓峰爱干净起熏香，就算易容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高雅。罗伯琴数十年与毒药为伍，身上有驱不散的草药味儿。12码头帮主面上蓄须，最容易辨认。朝着3个方向寻人，但凡有可疑人物，立刻发送信号。这些到手的信息他已经能倒背如流了，只要找出这几个人，不怕苏九泥不现身。整个庙会场地外围已经被官兵层层包围，数百弓箭手待命。白玉将目光不着痕迹地从某些人身上收回，偏头对身边少女笑道：九儿，前头就是城隍庙，逢年过节多有善男信女进庙上香祈福，要不要去求个好运啊？不求。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但是给苏阿爷、苏阿奶他们祈个福也是可以的，不灵验也不亏，万一灵验了，那不是赚了吗？你在打什么主意啊？这般劝他去城隍庙，不会真要祈福这么简单。白玉侧身避过前头嬉笑打闹的莽撞冲来的小童，视线在他们天真笑脸掠过，眸色柔软2分。田宝小时候就喜欢这么追着他打，这次就不牵扯这些无辜的人了。若能借此积点福，福气给到田宝，他愿田宝永远能这么恣意。少年吹起轻快的口哨，他们在这儿，小心戒备，别让他们跑了。哼，狗东西，竟然敢往本座身上秀！哦，这次是你露馅了，可别再怪到爷爷头上来啊！爷爷今儿是梳了头发的。哈哈哈哈！承蒙诸位看得起，来了这么多人，哈哈哈！庙里等你们。8大金刚战群狗，是狗就来！此番竟然要在菩萨面前大开杀戒啊！哦，罪过罪过！菩萨若要降罚，罚群狗，他们仗着有牙乱咬人呢。田宝揉揉耳朵，无声叹气。也不知道哥哥们什么时候养出的这习惯，打架之前总要先放几句话。狠角色打架从不废话，亮拳头就行了。比如他，场外肯定被重重包围了，想要把我们拿下，官府肯定会动用远程弓箭手。我逛摊子的时候留意了地形，城隍庙坐在庙会场地南角，后方是一片水松林，适合突围。知道老头在这儿，那些人肯定会带着各种避毒解毒的玩意儿。哼，老头要跟他们斗毒。别玩了，人来了。几人正色下来，抬眼往外瞧去，乌泱泱一片，全是人头，争先恐后的往他们跟前递。水松林长在浅水泽地里，林子占地极大，林子茂密，水草也茂盛。有种来2个，看不起爷爷了！叫嚣还没完，脑门冷不丁被踩了一下，抬头就是一道白影飞过。白小峰，你踩老子作甚？水里脏，我他娘！不想脚沾地，你拿爷爷当踏板。仨小子那儿也格外热闹，一块打架打得多了，配合亲密无间，在10几个高手围攻之下也能战个平手。打斗过程中这骚话就没断过。大胡子放下心来，弯刃似的虎虎生威，让人记不得身。田宝那边围攻的人最多，少女一把偃月刀如臂使指，相眸里尽是高昂的战意，眼睛亮得逼人。他没有使用空间之力，这样的打斗太难得了。他更喜欢用自己真正的实力来脱困。8月夏末，午时烈阳当空，林中有风，水草松叶随风轻晃，摇曳出沙沙声响。官兵赶到时，又是只见一地狼藉。他若早来一步，也会成为这污水地里服侍的一员。此刻田宝等人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离开水松林，田宝走在队伍末尾，嘴角有浅淡的笑意。闪开！说响声随之骤停，众人四散，几枚5刃镖就钉在几人刚才所站的位置。梅花镖，活傀儡。独不亲小身板缩在白小凤身后磨牙。又来一个阴魂不散的，9万两黄金勾了你们的魂儿了。杜爷爷，活傀儡是半活人，不怕死，不被毒，但是他们得用眼睛视物。嘿嘿，这一次看你爷爷的。随着老头身形展开，划出的一片地界立刻漫出黑雾，将黑人笼罩在雾气中，也同时影响了他们的视线。老头动手时，远处一缕笛音炸起，一直站在后方没动的田宝身影立刻消失原地，直袭笛音源头。这里我们能拦住。白玉、3小子，你们去帮田宝。女的，
真是好身手，这么快就发现老身的藏身处了。不是你将我引来的吗？既然知道老身故意引你过来，你还敢独自现身，当真是自恃无恐。又险险闪过少女一刀，老夫人倒退入后方芦苇丛中，五指间细如毛发的暗器尽数排出，当当5声轻响。天马，我们来救你，包围夹攻！别过来，他的暗器有古怪。可惜晚了些许，牛毛针朝那个方向急射而去。天马目光一凝，想也不想，飞身过去将牛毛针再次拦下，同时将赶来的4人震开。去水松林，定要将他们困在那里。那些暗器不是牛毛针，是活物。活物？什么活物啊？天宝，你没中招吧？没有。田宝视线落在那丛芦苇，地上流出血色。老妇人已然气绝，她这才又看向地上被击落的暗器，落地后仍在蠕动，是虫子。这些应该是蛊虫。蛊虫？先别看，回头问问毒爷爷，他对毒之类的东西了解的比较多。田宝拽住白玉准备往回走。你那柄剑不要了，恐防有诈。两人并肩转身，脚刚刚抬起，就听得对面3人大喊：小心！两人身后则嗡的一声响，顷刻乌云在两人头上散开，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天宝！白玉脸色一变，反手将田宝甩出去，却被少女扣住手腕旋回来，反将他推开。天宝！别慌，我。乌云里少女声音传出，依旧冷静。苏安、苏文、苏武3个脸色已经难看的要哭出来，手忙脚乱摸火折子，寻遍萤火的枯叶枯木寻不着。苏武手抖得不成样。那个狗东西死了居然还会自爆，为什么会爆出这么多虫子？老子要把它烧成灰！听到少女的回应之后，白玉就没再开口说话，燃起火折子，直接将身上的衣裳扯下来引燃，抓在手里就朝重云冲去。火势就正不料蔓延，灼烧肌肤，痛得彻骨，焦味循着黑烟一并溢出。此刻没人顾得上，苏安3人也脱了身上衣裳燃烧，冲了过来，将火舌一下下的甩在重云身上。虫子死光后，中间露出个是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块黑色大石柱。苏武一眼认出来这是名铁。田宝在被虫子包围时，以这些东西裹住自己，隔绝了虫子袭击。操！天宝，真有你的！快出来！哥哥瞧你伤着没有？待会儿毒爷爷来了，该要扒我们的皮了。你们的手怎么回事？天宝，疼！这个破地儿，满地芦苇，就没一根能够燃起来的。我们只能把衣服烧了，一时情急，这不把手也烤了吗？我给你们扔的木材干草，你们没看见？4人立刻往旁四顾，瞧见了他们不远处堆叠的干草跟干柴。苏安简直无了个大语啊！所以我们的手白烤了。回到船上，田宝将全身上下检查过后一遍，指腹上是一条极短的发丝，又或者是说是被掐了头的血丝流虫。田宝捻着将那节虫在烛火上焚烧成灰。田宝，怎么样啊？好了没有？可有发现伤处啊？没有。是真没有吗？你可别诓毒爷爷。真没有？你看我不一直好好的吗？要是有哪儿不舒服，可一定要及时说出来啊，不许藏着掖着。好。哎，小子们没人理，唯有饱饭能够慰藉。先上口饭吃吧，杜爷爷。干爹，大胡子叔叔。这么点小伤就叫唤上来，比深闺女子还娇气。我们没叫唤。饭菜很快上来，4个伤员面前一溜的清汤白菜。干爹，我们4个都受伤了，呀，不该吃点好的吗？大胡子把色香味俱全的烤鸡摆到田宝面前，面不改色。受伤一吃清淡。谁说的？不是你们姑姑说的吗？当年我受伤在土北村，吃了几个月的青菜豆腐，
你们几个看着，可没给我一口肉吃，啊，杜爷爷。受伤不能等闲视之，吃软食是最好的。要不给你们换清粥？食物链底端的4个丧着脸啃白菜，碗碟被戳得当当响。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是外伤又不是内伤，怎么就不能吃好吃的了？怎么就不能了？气，夜色降下。早知道老子当初把蛊虫一并研究了，也不用现在提心吊胆的。哎，那种玩意儿真是让人防不胜防。田宝这次侥幸躲过了，下次，这要是万一躲不过怎么办呢？庸人自扰。经此一事，田宝他们日后自会更加小心谨慎。这些年诸事顺风顺水，其实并非是好事。挫折、失败，反倒能够让人更快的成长。经历人生百味，方能无坚不摧。我田宝不一样，田宝不需要那些。别人被大鹅啄了，再见到鹅，一准是绕着跑。田宝要是被大鹅啄了，下次再遇上，他会先冲过去，拧了大鹅的脖子。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最难遇到的就是意外。这次的事情啊，几个娃子长了个教训，确是好事。他们虽有本事在身，但是江湖阅历到底是浅了。天下奇闻鬼谋，还有太多是他们没见过的。此事我们3个也有收获，也是给我们的教训。难得你竟然能说出这番道理来。哼，老子说的不是道理，是教训。说的也是，一大半教训都是爷爷跟田宝给的。手疼，睡不着，就来甲板上走走。以后莫要如此莽撞，我有足够自保的能力，不用你们这样灼伤手来救我。灼伤了，如何？我会不开心啊。我也是。什么？你受伤了，我们会不开心的。田宝动作顿住，抬头，杏眸定定地瞧着少年。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真话被质疑的时候，脖子会往后仰。今天没有，绷着了。你在说谎，伤哪儿了？脖子后仰吗？他以后改。伤哪儿了？田宝，你告诉我，我跟你一起去寻解决医治的办法，好吗？田宝脑壳又疼了，他最受不了人来软的。小伤，没你想的那么严重。那条虫子被我掐2节了，身子伤了，头没找着。白玉心一下就凉了，绝对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简单。血丝流虫，或许沾上一点点，哪怕是半截儿，也会让田宝丧命。我知道了，既然虫子被你掐了，应该不会对你有太大妨碍。先回房休息吧。白玉，你跟老婆婆一样爱操心。田宝，说是有哪里不舒服啊？一定要告诉我。知道了。龙源国都城价格最平、客人最多的百姓茶楼里，老头头发染黑了，百草风的香味也没了。茶客们聚在一处，高谈阔论。哎呀，可惜当时我们不在场，没能亲眼瞧见。当时的场面是真吓人呐，上百名江湖高手啊，还有外围全都是官府派去的弓箭手。你们想想，那是何等阵仗！那8个穷凶极恶之徒，愣是在这等阵仗中杀出一条血路，破开城隍庙逃了。现在苍梧西城的城隍庙墙都还没修缮好呢。你这人说来说去说不到重点，去的那100高手，活着出来的只有寥寥数十人，你怎么不说？还是亏得最后胆怯了，腿脚快，逃过了死劫。有人后来跑去城外水松林看去了，到处染血，但其惨烈2字能形容啊！9万两黄金呐，重金悬赏的告示，现在仍旧贴在城墙上，却是没人再敢去接榜了。哼，谁敢去接啊？不说有没有命花，先问问有没有命去赚吧。我估摸着，至少50年之内不会再有人去接榜了。那8个人，
现在是各国通缉榜上的凶残之最呀！凶残之最就坐在那儿大声议论的食客旁边，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喝着一壶10文的粗茶，吃着一碟12文的桂花糕，几人脸上都带着意犹未尽之意，时不时的还跟热议的茶客搭2句话，问个究理，听人再把这8人的凶残夸上一夸。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天了，追查的人连对方行踪都摸不着，全都是一群饭桶。皇上息怒，苍梧城围剿聚集了那么多高手，苏九尼跟独步青、白晓峰一行便是再有能耐，经此一战也会生出忌惮。何况我龙源境内已经处处设防，想来他们是不敢轻易再露面的。这时候兴许已经逃到境外去了。逃到境外？那群人乃是胆大包天、恣意妄为之徒。你以为区区一次围剿就能吓到他们？上百高手合力，尚且在他们手上全军覆没，他们会怕吗？以那些人睚眦必报的性子，势必要来找朕复仇的。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在皇城了，而我们还惘然不知。龙颜大怒，太监哪敢上前说话呀？传话禁卫统领王海，让他继续加派人手，务必守好宫中防线。另明日起，皇城各处码头也要加紧盘查，不能疏漏任何可疑船只。苍梧围剿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就日日无法安寝。太监领命退下之后，苏九尼等人是9国联手也难以一口啃掉的硬骨头。夜渐深，月西隐，便见皇宫方向火光冲天，皇宫走水了。皇上，皇上！大呼小叫作甚？王海呢？叫他速速进殿护驾。定是苏九尼，是他们来了，他们要来刺杀朕了。衣衫不整的帝王脸色苍白，满目慌乱，头上发髻消失不见，只剩下一截短短的发茬，他的头发被人割掉了。皇上坐在地上怒吼过后久久无声，其余人更不敢出声，整个寝殿死一般的寂静。龙源皇宫不过尔，皇帝项上人头盖之一文，留待他日。姑奶奶有兴致了，随时来取。苏九尼！汪海在少女说话时就立刻冲了出去，灰蒙天色下寻不到少女半点踪影。皇上，皇上，内库府烧光了，获悉后奴才探查清点，什么都没留下。库房里的东西并非是被烧毁，奴才猜测，起火之前，东西就已经全数被偷了。皇上明鉴。龙元帝先是一阵茫然，待回过神之后，打开床板暗柜，空的，小匣子没了。苏九尼把他的宝物偷走了，那是属于他龙元国的神兵图碎片。苏九尼！龙元帝怒极攻心，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到得城外码头，田宝，快，让爷爷瞧瞧龙源皇宫都藏了什么好东西。田宝抿笑，把值当一赏的东西扔了出来。珍宝古玩、名家丹青字画，自然少不得皇帝私藏的好药材。最后是那个木匣子，里头一张神兵图碎片被珍藏的极好。这东西丢了，龙源皇帝怕是比丢了一个内库府仓还要心疼。这神兵图碎片，我猜测各国皇室皆有一块，以此相互制衡提防。怕的就是谁得到了完整的神兵图，一家独大，
现如今我们手上已经有了2块，这就代表我们这块肥肉更肥美，以后要面对的危机跟陷阱也会越来越多了。独不禁不以为然。照你这么说，既然各国都怕他人拥有神兵出世，做甚不把手上的神兵图碎片烧了？如此一来，宝图再也凑不齐，直接断了麻烦根源，不是更省事省心吗？奈何人人忌惮他独大，又人人藏野心，想独大呢？可惜了，各国国库的官银都有标记，不能拿出来用，银山也只能放着当石头。嘿，不过能够让龙源国皇帝肉疼，我就开心的不得了。目光短浅了不是？官银是不能直接用，不是不能用。让长头叔叔跟大胡子叔叔他们把银子改个头换个面，不还是银子吗？苏武对这个点子佩服无比，听着老老少少们畅聊，田宝只在一旁托腮含笑。你再可惜，不能直接取了龙源皇帝的人头。唉，我们小打小闹，诸国忌惮我们的能力，暂时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免跟我们硬碰硬，扩大损失。要是直接杀死了龙源皇帝，其他几国皇帝定然也会担心性命受到威胁，势必要先下手为强。届时动起真章来，我们要面对的形势就截然不同了。最重要的是，魏离现在还扛不起，这辈子做人田宝没什么野心，只求护得想护的人一世安稳，自己做个恣意江湖的逍遥人。回头写封信给魏离，让他赶紧支棱起来，免得打个架还要替他顾及江山。叫他快点儿！话音还没落，一声轻轻的当声响起，茶杯掉落茶几，倾倒的茶水湿了他一片衣衫。没拿稳，是我放得太早了，你去换件衣裳。少女嗯了一声，离座。周围老少们聊得正乐，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个小插曲。刚才田宝接茶杯，手指在茶杯1线距离外开始收握，他不是没有拿稳，也不是看错了。血丝流虫，置换。田宝眼睛忽然睁开，缓缓抬手抹上嘴角，看在不死人开始学乖的份上，四目相对时，田宝没再把他种进地里。在这里你打不过我，乖乖一边玩去。不死人握着剑蹲下了，仰头继续悠悠盯着少女。什么意思啊？田宝在不死人旁边坐下，跳着远山。许是因为旁边的人不能称之为人，不管说什么他都听不懂，也不会回应，让田宝有了说话的兴致。我中蛊了，没想到一个小部族用蛊的手段竟然这般厉害，还不知道会不会死。我要去寻解蛊的法子。你生前应该也是有亲朋的吧？我也有，他们都很关心我，所以有些事儿更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我死了，这个空间不知道会如何，到时候我会先把你放出去，希望你在外界也能好好活着，别再替人使唤，别再做工具。不死人很安静，虽然不会说话，不会回应，但是蹲在那儿不动的时候，给人一种认真倾听的错觉。会吃东西吗？不死人僵硬转动脖子朝他看去，颈骨咔咔响。我教你吃，以后去了外面，别人看到你吃东西，便看不出来你不是人了。不死人脖子不转了，眼珠子转，落在那颗梨上，眼神悠悠。张嘴，原来你有牙。咬，嚼，咽，咽会不会往肚子里吞？这里是你的肚子。不错，真能吃。梨子他确实吃了，还咬了嚼巴了，然后从屁股下面出来了，掉在地上就是粗略嚼过的样子。长这么大，这是田宝第一次笑得这么不像本人。不死人把剩下的梨子扔了，握着剑就去砍后头坑里的铁皮人。光砍还不够，还上脚剁，
背影里竟有种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味道。田宝抱着肚子直不起腰，乐极生悲，笑出满嘴血。天宝，天宝，天宝！慌什么啊？还活着？下一瞬，整个人蓦地被少年紧紧抱进怀中。我不会让你死的，天宝，一定不会。苏文翻了个身儿，努力抬脚丫往旁边人身上踹了一下，迷糊嘟囔：起来去看看。看啥看啊？准是白玉又被田宝揍了。你别吵，小爷要睡。另一个睡得四仰八叉的，连眼皮都没动。天宝，别打了，收点力，轻点，轻点，别动气。我先帮你脸上擦一擦，待会儿再揍行不行？落在甲板上的月光折射进来，能清晰看到少女下巴糊着的一片深色。这是做梦笑出来的，不是揍你揍出来的。先擦了，免得被瞧见。下次再勒我，真揍你！勒？白玉就不想动，他怀疑田宝根本就没长心吧。你那里应该收了不少书籍，照着看有没有医药或者蛊虫相关的典籍。要是有，说不定也能找出些办法，至少让我们有点头绪。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最清楚，还有时间。顿了一下，他说道：你别急，急了容易乱方寸。甲板上一轮月光柔如水，间隙的秋风拂过肌肤，触感沁凉。天宝，可是关心则乱，岂由心控制啊？好在蛊毒只在那天发作过，之后又一切如常。田宝面色淡淡，所以去到最后，若蛊毒无解，他的结局便是两种，如毒爷爷所说的，要么变成嗜杀的魔头，要么自裁。龙源回大岳的航程约3个月，田宝的又一个生辰是在船上度过的。生辰当天吃的菜色格外的丰盛，每个人都从怀里掏出了生辰礼物。15岁了，及笄了，仪式还是要有的。宝啊，你好歹也是大姑娘了，就不能学挽发吗？杜爷爷，您都是个老头子了，也没有学会梳头发呀。气得老头瞪眼。那怎么能一样啊？我一个糟老头子不修边幅没关系，你一个小姑娘不能老是打扮得跟个假小子似的。苏武蹲在旁左右端详，点头应和。毒爷爷说的对，15岁是大姑娘了。阿姨阿奶要是在这里，保不定啊就要给你说人家了。田宝，以后要多多做姑娘打扮，三哥敢担保，你穿上漂亮衣裙，肯定能够迷倒一大片的青年豪杰。话音刚落，后头就踹来一脚，直接将苏武踹个狗啃泥。江湖儿女不拘泥装扮，田宝现在这样挺好的。毒不清看着这个死对头，头一回如此顺眼。宝，假小子飒爽，独一无二，什么挽发裙装都去他的。大胡子要把凑上去的苏安先拉过来叮嘱一句：以后你离三弟远一点，别学他走出去靠一张嘴就能树敌无数。苏文跟白玉靠在一处幸灾乐祸之余，往苏武身上又摁又捶。落井下石，我送田宝的好歹也是精挑细选的护腕，你们一个血玉一个夜明珠的，全是随手就能掏出来的，好意思嘚瑟？送出即是礼，田宝知道我们有心就行了。玩挑拨离间，你先把脑子长全了再说吧。苏文，白玉，小爷跟你们一决雌雄。那你肯定是雌。以1对2力不敌，连嘴上功夫都逊色一截儿。苏武气得俊脸发绿，哇哇乱叫，场面极其热闹，逗得小姑娘脸上的笑容没法落下来。哦，原来小狂刀是我家田宝啊！嘿嘿嘿嘿，这个名号好听，谢了啊，大兄弟。不的，谢。他肩膀还在吗？热闹的酒楼大堂也随之静下来，静得落针可闻。吃你们的，聊你们的，不用看老头，我就是来听个热闹。来，继续，不用管我们。老头心情好。小狂刀，外面的人挺懂取名号的呀，跟田宝贴切。是贴切，不过通缉令上通缉的人有8个吧？老子好歹是一帮之主，他们谈论的时候连提都没提，老子不配拥有姓名。是啊，
大胡子，你叫啥名字？哎，说说嘛，你叫啥名字？来，重新认识一下。小老儿读不清，胡帮主叫个啥呀？老头不依不饶，大胡子一怒：老子叫你爹！哎，乖儿子！起身想溜的时刻，一屁股坐回凳子上。要笑就好好笑，拿嘴放什么屁呀？读不清，你他娘的3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子回去就收拾你！接下来，大堂的气氛特别的怪异，明明宾客满堂，自在吃喝说笑的只有一桌。刚刚被老头拍了肩膀的那位，僵硬的身子发酸了。杜老，你们这是打哪儿去啊？什么打哪儿去啊？吃饱了就回流放之地了。我们刚从龙源国回来呢，跟100个高手打架。哎，这事儿你们听说了没听说呀？还没传回来？龙源国都传遍了，我们呐可凶残了。自个儿说自个儿凶残的时候，听着就不够凶残了。独老一顿饭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田宝这顿饭吃得格外的慢，几个小子也配合着放慢速度。原因无他，家里小老头子来了兴致，当场给满堂食客讲故事。八金刚大战贪财白狗，讲的是抑扬顿挫，荡气回肠。众人吃饱了要离开，还得堵在门口的人先散一散才能走出去。独老，下回再来吃饭，还给咱们讲讲精彩之处啊！行，下回来。说好了，我们可等着你啊！等着。11月末仲冬，一入天寒地冻，往码头方向去时，田宝放慢了脚步，笑道：杜爷爷、干爹、大胡子叔叔，你们先走，我去铺子给阿奶他们买点礼物。行，去吧，快去快回啊，不然的话船可不等你了。好。目送老少们背影走远，田宝反身走进街边一家店铺，片刻后从铺子后头离开，少年身影闪现至他身后，2匹飞马离城。田宝跟玉儿已经出发去羌族了，我们按照之前的计划各自行事。大胡子，你结交的商旅多，你负责跟这些人打听消息。小文、小武，你们2个回土北村看好场子，此事不可跟家里泄露。田宝不会想你阿姨阿奶他们知道，我回去调动人手，往诸国找办法。我这就跟小安出发。另外，我在命帮众给段刀递个消息，看看太医院的人有没有办法。独不亲抬手往眼角抹了一下，嗓音压抑：我回毒王谷一趟，若是新毒王谷用的是以前老毒王谷的资源，那些医药典籍应该还在。若是毒王谷找不到线索，我就亲自去羌族。他才不喜欢讲故事呢，在酒楼里磨磨蹭蹭，就是想跟田宝多待一会儿。臭丫头，明明中了蛊虫，蛊毒发作了，还强忍着不说。哎，真是要气死毒爷爷。一旁的苏文皱了下眉，稍作沉吟。我想过了，既然田宝没回去，我跟小武单独回去，反而会让家里更加牵挂田宝。我去白鹿书院，如今的通缉令已经撤下，有大赦令在，我们也不是流放犯了，回去一趟无妨。书院里也有100年藏书，兴许能找到跟蛊虫相关的只言片语。你们别把我看得那么没用，这些年在外面浪荡，小爷也算是交友广阔，3教9流认识的不少，跟他们打听坊间奇闻异事，也未必没有收获啊。白晓峰看着眼前这些人，唇角勉强翘了一下，心是烫的。田宝跟玉儿以为瞒得很好，端是小看了这些年大家对彼此的熟悉跟了解。那日田宝杯子没拿稳，他们3个大人便已经有所察觉，几个小子也不遑多让。之后田宝的思虑不同，全落在了他们眼里。事不宜迟，各自出发。与此同时，流放地白府披上大氅，正准备出门去土北村找霍子恒喝茶的白家主收到了儿子递信。臭小子，到了家门口了，都不知道回来看老子一眼，不孝子！哎，心完野了，儿大不中留啊！等把信看完了，土北村也不去了。管家，传令城中各个管事来见。家主，可是少爷出了什么事儿了？话多，快去传令。田宝出事，玉儿能好，知子莫若夫啊！
如今信传回来了，被瞒着的白晓峰大胡子跟独老一行，却同样没有返回流放地，定然是察觉到了2个孩子的异样，背后发愁去了。男子坐在冷清空荡的大厅，抬头看外头灰蒙蒙的天空，无声叹气。咋就孩子遭罪呢？但凡中招的是白晓峰、老毒物、大胡子任何一个，他就撒手不管了。仇人。时间也进入12月，长京街头开始飘起鹅毛大雪，身着便服的威武男子一人一骑，街头疾驰，直奔皇宫而去。皇上，御书房里燃了暖炉，青年天子坐在檀木书案后，面前奏折堆叠如山，这还是司礼监筛选后呈上来的。段刀叔叔，何事如此焦急？天宝出事了！青年手中紫狼毫拦腰而断。当天下午，太医院就接到圣令，不敢怠慢，人手一沓医药典籍，翻的是废寝忘食。同时，皇城城门处，皇上招榜广征奇人异士入宫医治怪疾。御书房中，卫理朝老太隆中的甘老太师鞠了一躬。皇上折煞老臣了。老太师为大越鞠躬尽瘁，历经3朝，当得朕此礼。且今日传老太师入宫，亦是朕有事要相托。皇上但请吩咐，朕有要事，需临近一段时间，希望甘老能在此期间能暂代管理朝堂事务。而今朝中新旧老臣各半，互相不服，上头若无人管制，势必生乱。在朕的心里，能够镇住他们的唯有甘老一人。朕会留下任命甘老暂管朝务的手谕，若谁不服，可凭手谕罚之。皇上如此重托，是非去不可，非去不可。既如此，皇上想要老臣镇守朝堂，比起一纸手谕，当然是与臣龙令更为合适。有龙令在手，譬如皇上亲临，老臣办起事儿来也更加名正言顺。皇上觉得如何？治国之道有2，稳朝堂，护疆土。不管是哪一道，皆为守护山河百姓。此番朕除了托付甘老稳朝堂，也要托付袁将军护疆土。朕以为龙令交与袁将军更为合适。甘老说呢？为何？难道皇上心里，老臣这个3朝元老的功劳及不上袁将军？非也，乃是朕心里君为轻，百姓最重。甘老守的是朕，而袁将军守的是朕的子民，2位皆是朕倚重之臣，无分彼此，更无需比较。我们为的都是这江山社稷。静静凝视帝王片刻，甘不远朗笑，双手作揖，郑重行了一礼。臣愿意残躯为皇上镇守朝堂，万死不辞。是夜，一队快马穿过长京城门，驰入远方夜色。段刀跟紫衣并立城墙上，目送快马消失。天宝定能安然无恙。能。卫离已经离京了，他必须留在长京坐镇，周边那些人才不敢妄动。疆土稳，流放之地才稳，土北村才能无忧，那里是田宝最牵挂的地方。年节时铺天盖地的大雪，寒风凛冽如刀，迎面打来，冻得人骨缝子里都冒着寒气。城南一家客栈里冷火秋烟，掌柜的已经回家吃团圆饭去了，留个跑堂小二手店。哎呀，咱们这个地方入冬之后啊，能冻死人。到了腊月，街上的积雪就得淹腿肚子了。2位客官打哪儿来呀？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吧？瞧着你们呐，定是头回来烟霞关。对这边稍微熟悉点的，要不是有要事代办的话，是绝对不会选在年关前后过来的。整个客栈大堂此刻只有靠角落一桌食客，男女2人，样貌是各赛各的精致好看。小二哥好眼力，我们却是第一次来烟霞关。你在这里待了许多年了吧？可否跟我们说说烟霞关内外情况？嗨，这烟霞关边陲之地啊，实在是没什么好值得说到的。你们从别的地方来的，当然能够看出差别来了。这关内富庶之地过年节，到处都是火树银花的。可是到了咱们这儿啊，听几声炮竹啊，就算是过年了。入夜之后，街上连鬼影子都瞧不着。这么冷的天，出去走2步，这骨头啊都得给你冻僵了。好在啊，这几年境外没有战事，要不然更惨。老百姓天天提着心吊着胆过日子，
顿了一下，小二感慨：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咱才能过上真正的安稳日子呀。饭桌旁一直沉默少语的少女这时也开了口：新皇帝是个明君，袁将军也回来了，以后会好的。啊，对啊，皇上是个明君，尤其袁将军也回来了。你们不知道啊，袁将军被封为护国将军的消息传了过来之后啊，咱们这一城的百姓高兴成什么样啊！当时那个热闹，过年节都赶不上，境外时不时就来点挑事的蛮子，也安分了许多。袁家军当年的威名，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也能镇住那些蛮人。小二哥，关外除了总想挑事的蛮子，也有别的部族生活吧？你可听说过羌族？你们打听羌族做什么？哎，看你们年纪轻轻的不懂事儿，听我一句劝啊，那个部族啊，你们少打听。为何？打听羌族的人会烂肚子的，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在很多年前，城里啊也有外乡人过来打听，第二天人就没了，肠穿肚烂，浑身有小虫子爬，可吓人了。小二许是联想到当初所见吓人场景，脸色发白，埋头给火龙添木炭，不乐意再多说了。吃过饭回到楼上客房，我爹调查的信息里附有关外地图，找到羌族所在地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进去。我族圣女说，两位贵客远道而来，本该以礼相待，奈何立场不同，两位若想进我羌族，那便要看看两位有没有那个本事了。通过峡谷往里20里便是羌族，两位请。走吧，去见识见识羌族有多难闯。我也想见识见识，若是我实力不济，天宝，你可别就像我一个人自己先跑了。菜，以后不许把我裹成这样，裹上来的全是累赘。我也不知道羌族圣女如此无耻啊！你夸她做事，她长脸了吗？两座雪山之间相距20余丈，男女在索桥另一端小平台上落脚站定，闯过来了。此时，羌族最大的碉楼里，靠墙火炉木柴烧得极旺，楼里氤氲着暖气。圣女，他们已经通过雪山索桥上了山顶，说是再不想办法阻拦，他们很快就会杀到族里来。他们是来求我羌族解蛊的，若是将人杀光，惹恼了我们，苏九尼也得跟着一块儿死，所以他们不敢大开杀戒，主控权在我们手上，慌什么？不过他们既然来了，就别想那么轻易走出我羌族。阿银，把他们引去百沙镇。圣女，百沙镇需要100名族人献祭，真要开启此阵吗？苏九尼跟白玉虽然功夫不错，但是我们未必没有别的办法力敌。想要杀他们，可以用别的法子。他们要是那么好杀，派出去的人就不会需要自爆来暗算苏九尼。他们2人虽然找了过来，但是苏九尼究竟有没有中蛊，我们还不能确认。昨夜敌营试探不是失败了吗？除了百沙镇，又什么法子都不能确保万无一失。赶紧去。是。待中年女子离去，圣女旋身走回上座，款款坐下，低眸看着指尖翡翠玉剑，眼底闪过柔柔情意。那些阻你路的人，我都会替你除掉。陆嬷嬷，不好了，族里来了2个生人，连夜要开百沙镇。阿姨那个走狗带人抓了我们白马族的人去献祭，陆嬷嬷，快救救他们！谁被抓了？卢马跟几10个族人在雪林里打猎，回来时被阿银带人埋伏，全被抓了。那个走狗不敢直闯白马族驻地，却时时想要残害我族。此刻阵法周前已经燃起照明火把。哼，你让族人做好戒备，谨防连翘的人再来偷袭。我去把鲁马他们带回来。啊，我这就去给大伙传话。这时碉楼里又传出一道娇憨的声线：阿婆，冰儿跟你一块儿去吗？冰儿吃饭，阿婆一会儿就回来，乖乖待在家里别乱跑，外面那些人坏着呢，会乱打人。好，冰儿听话。老妇人笑了一下，眨眼消失在门前。老妇人离开之后，不能咕噜咕噜太快，煮慢点儿，就可以等阿婆回来一块儿吃啦。铁宝跟白玉联袂而至，在火把燃烧的烛台前驻足，台上10数人，有男有女，手里皆举着火把。圣女，铁宝看着对方，
启唇。小姑娘胆量不小，没错，我是羌族圣女连乔。你胆量也不错，敢暗算我？哼，年纪不大却牙尖嘴利，你们两个寻来这里不可能毫无因由，当是有求于我，还敢如此对我说话？你错了，我此来不是有求于你，是来命令你办事儿的。田宝纵身跃上烛台，举步朝女子逼近。你说我能不能办到？我虽不知你是否中了蛊虫，但是染了蛊毒是定然的，否则你用不着跋山涉水来我羌族寻晦气。羌族人皆善御蛊，若是寻常的蛊虫，族里随便一个人就能解，唯独血丝流虫的毒，想要解掉非我不可。小姑娘，你若将我杀了，可就要给我陪葬了。我是无所谓，只是你觉得你值当吗？他在赌苏九妮确实中了血丝流虫的毒，也赌有人将苏九妮的命看得极重。无人阻拦，田宝修长指尖轻易扼住女子脖颈。我中没中毒，我比你更清楚。你会死，我也不会给你陪葬，你信不信？那你现在便杀了我，血丝流虫的毒性会在你体内累积叠加，待到足够分量，你会变成疯子，变成六亲不认的杀人狂，最后血液逆流爆体而死。老身也是羌族人，整个羌族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当初你用阴谋诡计，使部族分裂，你我二人曾有言在先，自此井水不犯河水。但你今日启用羌族杀阵，却用我白马族人的性命来献祭，你先坏了誓约，就休怪老身插手阻拦。闻言，连翘猛然回头朝后方看去，不敢说话。果然什么人养什么狗啊，断是让人恶心至极。我白马族被抓62人全在此，老身把人带走了，但是今日之事绝不算完，免得有些人跟狗以为我白马族当真好欺负。你要解血丝流虫蛊毒，随我走，我替你解。陆嬷嬷，你这是在向我宣战！连翘气得发抖，几欲吐血。先宣战的人是你，连翘。我早就警告过你，只要老身还活着一日，你敢动我白马族，我必要你后悔莫及。玩蛊，老身可不怕你。白马族家的，回家。又道：小姑娘，小子还不跟上？师弟，走。白马族居住地离烛台并不远。阿婆，你回来了。冰儿没有自己吃饭，等阿婆一块儿吃。不是叫你先吃吗？不用等，阿婆这不就回来了。田宝站在门口看着，眼睛眨了一下，想阿奶了。解不了，不过血丝流虫以头尾试毒，遗体运毒，身子被掐掉了，仅剩一个头部或者尾部，能释出的毒性并不大，所以暂时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是没有虫体感应，残体也诱不出来，会一直留在小姑娘的身体里。待时日久了，毒素持续侵蚀破坏，不受刺激便罢，若受刺激，情绪起伏过大，必死无疑。田宝依旧稳如老狗。时日久是多久？中血丝流毒者最多3日便会疯癫，你这种情况不好说，短则1年，长也不过2、3载，累积的毒素就会开始影响你，难以压制。羌族御蛊原本是为保命及救人，羌族蛊医的名头也曾盛极一时。连翘上位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把整个羌族当成谋私工具，祸乱中原，令人怒气不争。你们若是不急着走，
就在这里多待些时日。我羌族蛊虫皆是可解之物，这也是祖上给族里留的后路跟生机。老婆子才疏学浅，你们带我去翻翻老祖宗留下的古籍，兴许能找到办法也未定。鲁嬷嬷叹了2声，对2个后生道：多谢婆婆，我们不着急走。婆婆，我们素昧平生，你为何肯尽力救我？老妇人挑眉冷笑：你这孩子心防太重，你们2人携手闯峡谷，为对方甘愿涉险赴死破阵，当是重情义之人，我为何肯尽力救你？呵呵，就当老婆子看你们2个合眼缘吧。说罢，老妇人起身，拍拍衣摆：鲁嬷嬷，不完整的蛊虫，你也定有方法可解是不是？